天武界东域黄泉魔宗，楚云师弟，荒古圣体的姐姐就在隔壁房间关押着，现在交给你处理。精致奢华、散发着丝丝缕缕魔气的房间里，一位气质甜美的清纯少女看着颇为俊逸的白袍青年，语气清冷地说道：“圣女殿下发话了，要好好的教训那个家伙。”这是呢？我不是在熬夜看番茄小说吗？楚云眉头微皱，难道小说看多了，产生幻觉了？就在楚云还在迷糊的时候，一阵陌生的记忆袭来，迅速的和楚云融合。我穿越了。融合记忆之后，楚云心里一惊，他穿越了。更让人崩溃的是，他穿越的身份不是主角，甚至也不是反派，而是小说里女反派魔宗圣女夏诗雨的炮灰跟班。眼前的清纯少女则是夏诗雨的贴身侍女唐柔。而现在的剧情正因为之前叶凡得罪了夏诗雨，魔女夏诗雨把叶凡的姐姐叶青离抓了起来，并且让自己教训叶青离。想到这，楚云心里一阵疲惫。夏诗雨容貌身段出挑，魅力非凡，是天武界数一数二的大美人。不过她身为魔宗圣女，没少做巧取豪夺、阴谋陷害、居心叵测的事情，是个十足的女魔头。但是众所周知，这种小说中主角是完全看脸下菜碟的。这个漂亮的不像话的魔宗圣女后来也成了主角的后宫之一。而且夏诗雨为了洗白自己，把所有对付主角的黑锅都扣在了楚云的头上。最后她一个女魔头反派和主角搞得如胶似漆，不分你我。楚云一个忠心耿耿的炮灰跟班被主角狠狠地折磨致死，简直是太冤了。明明一切事情都是夏诗雨指使的，他才是主谋，最后受伤的只有自己。果然是不能熬夜看小说，给我穿成这个炮灰。楚云清楚现在自己的局面是相当危险，教训叶青离，天命主角对自己的仇恨值必定全部拉满，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现在天命主角和夏诗雨都是达到了涅槃境巅峰的存在，距离虚神境只有一步之遥，不是自己这个小小金丹能得罪得起的。天武大陆修为境界：凝气、筑基、金丹、元婴、法相、道功、涅槃、虚神、真神、天神、圣人、圣王、大圣、准帝、大帝，每个境界又分为9重天。丁，检测到宿主正在经历重要人生转折，系统正在加载中。就在这时候，楚云的脑海中响起了一阵冰冷的机械音，这声音是系统。听到脑海中的声音，楚云的瞳孔一缩。果然，番茄小说写的都是真的，穿越之后都是会发系统的。确定不是自己的幻听之后，楚云的心里一阵欣喜。本来楚云都已经绝望了，成为了一个女反派的背锅跟班，现在有了系统，那没事了，什么天命主角、反派魔女，统统给我靠边站。丁，系统加载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无敌选择系统，只要根据系统的提示进行选择，便能获得奖励。无敌选择系统，进行选择便能获得奖励吗？听到系统的介绍，楚云的眼睛一亮，选择就有奖励，这可真不错。丁，检测到宿主当前经历，触发无敌选择。选择1，拒绝夏诗雨的任务，偷偷放了叶青离，奖励地落重瞳。选择2，答应夏诗雨的任务，好好的教训叶青离，奖励混沌体。不一会，楚云的脑海中再次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卧槽，系统这么大方，地落重瞳、混沌体。听到系统给出的选择，楚云的心里更加的兴奋了。2个奖励都是顶级的超级体质，重瞳本是无敌路，何须再借他人骨，妥妥的至尊体质之一。而混沌体同样是绝世无双的超级体质，受天地眷顾，不受天地法则压制，可以演化3000大道，破灭万物，更是可以掠夺万物本源精气，提升自己的修为。并且混沌体还有一个极为可怕的属性，那就是在踏入仙道领域之前不会遇到任何的瓶颈。也就是说，有了混沌体之后，有足够的资源可以一路坦途达到大地之境。楚云只是普通的火灵之体，虽然还算不错，但是和那些真正的顶级天骄相比，还是差得太远了。就算是有强大的机缘，此生也难以踏入虚神之境。混沌体更强大，可以让我未来的修行一路坦途，是我现在更需要的。很快，楚云的心里就有了决断。至尊骨虽然可以让自己的战力更强，但是自己的境界实在太低，哪怕有着恐怖的战力加持，也没有太好的效果。相反，混沌体的潜力大了许多，而且有了混沌体之后，自己的战力依旧可以提升许多，只是不如至尊骨来得更加猛烈罢了。楚云师弟，你明白该怎么做吗？侍女唐柔见楚云似乎有些迷惘，接着皱眉道：唐柔姑娘，我明白的。楚云压下了自己心中的诸多思绪，接着缓缓的道：你明白就好，我期待你的表现。唐柔点点头，声音柔和的道：叶青离那个小丫头已经被下了风灵伞，无法使用灵力，她威胁不了你的，你可以随意处置。说完，
唐柔便转身离开了房间。叶青离，我来了。楚云眼里闪过了一丝火热之色，接着离开房间，前往了隔壁房间。吱呀，推开隔壁房间的房门，楚云便看到了一个五官精致、皮肤细腻、俏丽动人的绝美少女。尤其是少女浑身束缚，眼里满是屈辱之色，让人充满了征服欲。不愧是天命主角的姐姐，果然是个大美人。看着房间里被束缚的叶青离，楚云的眼睛一亮。这个玄幻世界的美女，可比蓝星的那些女神明星好看太多。双方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楚云，你闭嘴，现在没你说话的份。楚云接着冷冷的道。现在他可不想听太多这个漂亮小妞的废话，现在是享受时刻。不要。很快一阵喊叫声响起，楚云进入了正题。7日之后，黄泉魔宗一处风景优美的山谷当中，山谷里林木青葱，花香四溢，只是山谷的诸多地方都刻画了黑色的魔纹，这些魔纹散发着森寒的气息，把周围的天地灵力转化成了魔气，让这个山谷变得微微有些邪异。在山谷的中央林地盘坐着一位五官精致、气质卓绝、身穿着紫色长裙的绝美女子。绝美女子衣袂飘飘，青色如瀑，眉心的一个黑色印记更是让她多了一分冷酷的气质。哗哗哗，周围魔纹转化的魔气被绝美女子不断的吸收进她的体内，让她的气息变得愈发可怕内敛。轰！几个时辰之后，一道狂暴的气势从绝美女子的身上荡开，在绝美女子的体内出现了9道强大的涅槃灵光，散发着绚烂的气息。恭喜圣女殿下成功晋级涅槃境9重天，踏入涅槃境巅峰，距离点燃神火踏入虚神境仅有1步之遥。不一会，清纯甜美的唐柔来到了绝美女子的面前，神色狂热的道：原来这个绝美女子正是黄泉魔宗的圣女夏诗雨。点燃神火谈何容易，虽然只是最后一步，但是这最后一步不知道困住了多少的天骄。夏诗雨睁开了眼睛，神色淡然的道：圣女殿下天资绝世，精才绝艳，肯定可以很快点燃神火的。旁边的唐柔闻言，眼里的狂热之色不减。夏诗雨是他们黄泉魔宗的圣女，有着天魔圣体，还有魔尊血脉，是东域魔门数1数2的绝世天骄，再加上其出众的容貌身段以及惊人魅力，不知道是多少魔宗弟子的梦中女神。就连不少的正道势力的天骄强者都被夏诗雨的魅力折服，深深为之着迷。对了，叶青离那个家伙怎么样了？楚云可有好好的教训他？夏诗雨没有多说什么，而是问起了叶青离。因为现在叶凡已经成为了太初圣地的真传弟子，夏诗雨也没有办法对付叶凡，所以夏诗雨打算从叶凡的姐姐下手，让他吃点苦头先。回圣女殿下，那个楚云直接把叶青离狠狠的刑好了，现在7天了，还没有停止。唐柔想到自己从楚云房间听到的动静，接着神色古怪的道：哦，那个楚云竟然这么大的胆子。听到唐柔的话，夏诗雨也微微愣了愣，显然他没想到楚云会这么做。他的本意是想让楚云给叶青离来些皮肉之苦，毕竟和他有仇怨的是叶凡，夏诗雨真没对叶青离有太多的恨意之事。楚云一上来就搞这么大的，直接把叶凡的姐姐，这着实是出乎了夏诗雨的预料。这小子还真是天生的魔道胚子，胆子不小。夏诗雨低声道：圣女殿下，那个楚云确实胆子挺大的，而且没想到战斗力这么强，7天还没有结束。唐柔似乎想到了什么，脸色羞红的道：只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彻底得罪死那个荒古圣体，还是不死不休的那种了。哼，人是楚云星号的，关我什么事情？那个楚云色胆包天，看上了叶青离，还强行，这个事情可与我们无关，你别瞎说。夏诗雨耸了耸肩，接着微笑道。听到夏诗雨的话，唐柔也愣了愣，不过很快唐柔也露出了欣喜之色。圣女殿下英明，这一切都是楚云的个人行为，和我们无关。夏诗雨缓缓抬头，接着意味深长的道：凡事都要未雨绸缪，给自己留条后路。虽然现在我们和那个荒古圣体有些仇怨，但是天底下哪有永远的敌人呢？说不定我们什么时候就要和那个荒古圣体合作呢？唐柔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虽然他不太明白夏诗雨的话，但是他对夏诗雨他是绝对信服的。去吧，让楚云差不多就得了，别把叶青离星号死了，不然光是楚云一人可承担不了这个责任。不一会，夏诗雨继续说道，告诉楚云这次的表现不错，我很满意，给他一个魔灵窟的修炼名额。是，圣女殿下。唐柔恭敬的道，接着便离开了山谷。没想到楚云这个家伙有这种胆色，或许自己可以好好的重用他一番。看着离去的唐柔，夏诗雨微微握了握自己的拳头，心里喃喃道：黄泉魔宗楚云的房间之中，大坏蛋，你骗人3次又3次，你还要骗我多少次？叶青离一边哭泣
一边柔弱无比的道：“放心吧，这次真是最后3次了，相信我。”另一边，同样是脸色惨白、身体虚弱了许多的楚云继续说道。虽然现在的楚云也颇为的虚弱，但是眼底依旧有着激动之色。叶青离实在是太美了，这些天楚云可是狠狠地放纵了一番，好好的感受了这个世界的美好。楚云也感受到了炮灰反派的一点点好处。我再也不相信你了，说什么都不答应你了。叶青离看到楚云，连忙咬牙道，整个人完全的缩在角落，完全不为所动。见自己的性欲分已经消耗完了，楚云也是无奈。若是一开始，楚云自然是不在乎叶青离配不配合了，但是现在楚云也没有太多的心力了，毕竟这些天楚云是真累了。叶青离不配合，楚云还真没什么办法嗨，都7天了，楚云暂时放过叶青离吧，你别累坏了。就在这时候，房间外面传来唐柔的声音：“啊，都7天了，这么快？”楚云闻言脸色一滞，完全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哎，天命主角的姐姐真是太好玩了，让我忘记了时间。唐柔姑娘，再给我几个时辰时间，我非好好教训这个叶青离不可。楚云深吸了口气，接着看向了前方的柔弱无比的叶青离。他明白以后要有这样的机会可不容易，所以还是再精心一点。而且楚云不是一个喜欢浪费的人。哎，楚云，这个家伙真不怕坏了自己的修行吗？外面的唐柔听到楚云的话，也是有些无语。这些天，为了看楚云是否在认真执行下诗语的命令，唐柔时常会查看房间里的情况。唐柔眼睁睁地看着楚云为了尽情享受，甚至透支了自己的火灵之体本源，甚至还吞服了不少魔门的禁药，提升自己的战力。楚云现在虽然看似战力十足，但是本源透支太多了。算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只要不把叶青离心耗死就行。很快，唐柔就没有再理会，只是静静地在外面守护着，准备随时进去保住叶青离的性命。楚云，你做得不错，圣女殿下很满意，你可以去我们黄泉魔宗的魔灵窟修行1个月。在楚云精疲力尽扶墙而出之后，唐柔接着脸色有些红润地对楚云道：“我已经和魔灵窟的长老打过招呼，你直接去就可以了。”行，替我谢谢圣女殿下。楚云虚弱而又神清气爽地道：“魔灵窟是黄泉魔宗一个顶级的修炼灵地，里面魔气充裕，还有不少的机缘，是许多魔宗弟子的修行宝地。继续努力，只要好好帮圣女殿下做事，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的。”唐柔随手给楚云画了个大饼，说道：“哼，好处就是替他承受叶凡的所有怒火是吧？”楚云的心里冷冷的道：“放心吧，等我实力提升上去，会好好报答你的。”只是楚云的脸色没有任何的异状，对唐柔道：“我知道了，唐柔姑娘，我这几天消耗的本源有点多，我先回去调养一下。”说完，楚云便离开，前往了自己的住处。你确实需要好好调养一番。唐柔看着虚弱无比、气血灵韵亏空的楚云道，他还真怕楚云直接死在这里。系统融合混沌体。楚云的房间里布置好阵法，确定周围没有任何人之后，楚云心里默念道。随着楚云的心念一动，冥冥之中出现了一道异常强大的混沌气息。这道不知从何出现的混沌气息涌入了楚云的体内，滋润着楚云的身体。哗哗哗，楚云的血肉、经脉、骨骼、五脏六腑都在这玄妙无比的混沌气息下经历着异常巨大的蜕变，爽，真是太爽了！没想到融合混沌体这么爽。身体的巨大蜕变让楚云仰天长啸，眼里满是快意。楚云那原本亏空的火灵之体本源，此刻也在迅速的恢复，而且变得更加强大。不仅如此，楚云的修为也在诸多混沌气息的滋润下不断的攀升。紧接着，楚云闭上了眼睛，全力融合混沌体。10个时辰过去，楚云的修为已经是达到了金丹境9重天，连破了6重小境界，达到了金丹境巅峰，并且这个提升还没有停止，在楚云的体内出现了一个异常玄妙的金色小人。这个金色小人和楚云一般无二，都是风流倜傥，俊逸无比。我要突破元婴境了，没想到融合混沌体还有这个好处，能提升我的修为。看到自己体内缓慢凝聚的金色小人，楚云的心中狂喜。这个金色小人正是楚云的元婴，代表着楚云已经踏入了元婴境。金丹境只是修行界之中的小卡拉米，但是元婴境便算是在修行界登堂入室。在别的小宗门，元婴境已经是可以成为宗门长老，就算是在黄泉魔宗之中，元婴境的弟子也是中流砥柱的存在。没多久，在混沌体的融合之下，楚云的元婴修为完全的稳固，并且还在不断的提升。2天的时间一晃而过，楚云的修为已经稳固在了元婴7重天，散发着可怕的气息，并且楚云的混沌体也融合成功，玄妙无比的混沌气息在楚云的周身涌动。短短的3天，
就让我的修为从金丹3重突破到元阴境7重。楚云握了握自己的拳头，身体蕴含的强大力量给了楚云巨大的自信，而且楚云能感觉到混沌体的强大之处，那蕴含的混沌灵力像是无物不破的冷风一般。虽然现在楚云只是元阴境，但是楚云感觉自己已经在元阴境无敌了，就算是法相境的强者也不是不能碰一碰。好了，现在再次教训那个叶青离的话，就不用消耗自己的体质本源了。楚云熟悉了自己的体内力量之后，心里道：再去看看叶青离吧，3天天不见，都有点想他了。现在他应该也恢复了吧？楚云伸了个懒腰，心里想到，叶青离是叶凡的姐姐，而且天赋也颇为的强大，已经是法相境的修为，若不是被下了风灵散，根本不可能被楚云突破的。这几天的时间应该足够叶青离恢复了。紧接着，楚云收敛了自己的气息，迅速赶往了天机峰，关押着叶青离的房间。楚云师弟，你来做什么？楚云刚来到关押叶青离的房间，就听到了一阵熟悉的声音。唐柔带着已经恢复了不少状态的叶青离刚从房间里出来。嗨嗨，我觉得叶青离还需要好好教训一顿。楚云思索了片刻，接着一脸认真的道。唐柔闻言，心里一滞，你小子还真是不客气啊。唐柔自然是明白楚云是想要干什么了，无非就是想消耗叶青离。不过楚云怎么好像变得更好看了？突然唐柔注意到楚云似乎和之前有些变化，虽然样貌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唐柔感觉楚云似乎更有魅力了。看到眼前的楚云，唐柔的脑海中不自觉地想起之前楚云教训叶青离，他的身体变得有些不自然。旁边的叶青离听到楚云的话，大惊失色，脸上满是慌乱之色，接着求助地看着前方的唐柔。楚云师弟，现在不用教训叶青离了。瑶池圣地的圣女拿出了一件真神兵换取叶青离，圣女殿下已经决定把叶青离放了。唐柔收敛了心中思绪，把事情告诉了楚云。瑶池圣地的圣女用一把真神兵换叶青离。楚云眉头微皱，看来是叶凡发力了。楚云的心里想到，瑶池圣地是天武界北域顶尖的圣地，实力底蕴极为的强大，在天武界有着不小的影响力。而瑶池圣女身为天武界的超级天骄，有着先天道胎，也是叶凡的红颜知己之一，在叶凡不方便出面的时候，也会给予叶凡一些帮助。不用想，楚云都知道是叶凡的原因让瑶池圣女出面的，只是用真神兵换叶凡的姐姐，瑶池圣女还真是够大方。真神兵是真神境的顶级强者使用的神兵，价值连城。看来瑶池圣女和叶凡的关系已经相当到位了。楚云心里想到。是的，楚云师弟，瑶池圣女的面子，我们圣女殿下还是要给的。唐柔接着说道，语气毋庸置疑。瑶池圣地是一方顶尖的圣地，又给出了真神兵这等强大的神兵，夏诗雨虽然和叶凡有恩怨，但是也不会拒绝这等好处。行，我知道了。不过唐柔姑娘，我有些事情要和叶青离谈谈。楚云思索了片刻，接着对唐柔道。唐柔面露犹豫之色，如果是之前，唐柔自然是不会理会楚云了，但是不知为何，现在的楚云被唐柔一种淡淡的威压，再加上现在楚云身上的魅力，让唐柔有些不知道如何拒绝。你问下青离姑娘吧。唐柔犹豫片刻，接着看向了旁边的叶青离，她答应的话我就没问题。叶青离，我有些事情想跟你谈谈，你应该不会拒绝我吧？楚云闻言，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叶青离。叶青离直接就想拒绝，但是楚云的目光实在太霸道，再加上前段时间的经历，实在是让叶青离心里有不少的阴影，甚至不敢直接拒绝楚云。既然你没有拒绝，那就是答应了。楚云微微一笑道。叶青离瞪大了眼睛，一脸懵逼。楚云接着拉住唐柔进入了房间。唐柔姑娘，你帮我看着，别让人打扰我，我很快就谈完了。唐柔轻轻叹了口气，脸上一阵无奈之色，她是想和叶青离商量什么？突然唐柔的心里一阵疑惑，难道是想祈求叶青离的原谅？算了，看看就知道了。唐柔接着靠近了房间，只是唐柔刚靠近房间，就听到了一阵熟悉的痛哭声。操，我就知道这个楚云。唐柔的脸色一黑，现在的叶青离已经是被瑶池圣女赎身了，哪里是楚云可以随便？算了，叶青离自己嘟。唐柔摇了摇头，没有再干涉。因为房间的动静，唐柔再次变得不自然。我还是离开吧。唐柔轻咬着红唇道。只是那些动静吸引着唐柔，我还是留下来吧。片刻之后，唐柔终于还是无法拒绝身体的想法，心里默默地想到，我可不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看着楚云，让他不要把叶青离玩坏了。接着为了看住楚云，唐柔不自觉地更靠近房间。几个时辰之后，房间再次平静下来。青离姑娘，我是真有事情要跟你商量，你别怕。进入了冷静模式的楚云对叶青离道。你走开，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叶青离一把推开了前方的楚云，生气的道：“在外面，他还真以为楚云是有事情跟他商量，没想到一进房间，楚云直接就日后再说。你是大坏蛋！”叶青离擦了擦自己脸上的泪水，啜泣道：“这次虽然只是几个时辰，但是楚云变得更加可怕了，让叶青离更加爱。这不怪我啊，都怪你太漂亮了，一看到你就……”楚云叹了口气，接着无奈的对叶青离道。听到楚云的话，叶青离再次呆愣住了。他没想到楚云竟然这般无耻，明明一切都是楚云，现在还来怪自己太漂亮了。我说的是真的。楚云一脸真诚的说道。感受到楚云那炙热的目光，叶青离低下了头。虽然楚云的话非常无耻，不过还是让叶青离的心底出现了一丝涟漪，甚至有一丝丝的欣喜。哼，那你要跟我商量什么事情？叶青离接着小声的道，目光警惕的看着楚云。若是想继续心耗我，那不可能。没，怎么会？我是那种人吗？楚云心里一滞，接着说道。叶青离悠悠的看着楚云，似乎在说，难道不是吗？我是想让你别把这些天我对你做的事情告诉叶凡，还有瑶池圣女。楚云深吸了口气，接着无奈而又真诚的说道，你也知道，我也是逼不得已啊。其实我是个好人，但是奈何身在魔门，身不由己。你……楚云的话说完，叶青离再次被惊呆了。明明心耗的是他，现在来说这种话，之前怎么不说？现在知道自己要被赎走了，来说这种话，无耻、魔头、坏蛋！叶青离瞪了楚云一眼，接着恶狠狠地道。楚云耸了耸肩，毫不在意叶青离的话语。毕竟他本来就是魔门的人，可不会在意这些名声。而且这些天你也挺快乐的，你也不亏啊。楚云接着说道，我一没虐待你，二没废你的修为，三没有伤害你的身体，还锻炼了你的抗压能力。我觉得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叶青离，楚云的话再次让叶青离呆愣无比。这是人说出的话，他是怎么把这个这么无耻的事情说成是为了自己好的？你觉得我说的不对吗？楚云见叶青离似乎有些不认同自己，接着目光直勾勾看着叶青离道，不对，就是不对，明明是你的错。叶青离想到自己受到的伤害，连忙说道，你已经伤害了我，所以你是不答应了。楚云眉头一挑，接着说道，哼，你给我等着，这些天的事情我都记住了。叶青离轻哼道，奶凶的看着楚云，青离姑娘，你也不想这些天发生的事情大肆的传播出去吧？叶青离的话说完，楚云接着缓缓的说道。说着，楚云从自己的空间戒指取出了一块黑色的石头，这个石头上面有着玄妙的道纹，散发着玄妙的灵光。这是流影石，你把那些事情都记录下来了。叶青离瞳孔一缩，脸色陡然间变得极为难看。这个黑色石头正是流影石，可以记录一些画面声音。咔嚓，接着叶青离迅速抓过楚云手中的流影石，立马捏碎。没用的，我已经把里面的画面复制到上千个流影石里去了。楚云接着缓缓道，怎么会有你这么无耻的人？虽然早知道楚云没有底线，但是楚云的这般操作还是让叶青离刷新了三观。叶青离也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人心险恶，什么叫魔头。人在魔门，身不由己。楚云接着道，你自己决定吧，反正我只是魔门一个小魔头，生育无所谓，死了也就死了。但是你可是荒古圣体的姐姐，要是那些东西传播出去，这会对你弟弟产生什么影响，我可不知道。楚云接着死猪不怕开水烫，似乎已经破罐子破摔了，无畏地看着叶青离。原本楚云也不想这般的，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楚云虽然有了系统，但是实力还没有成长起来，现在和天命主角对上的话，根本没有任何胜算。而且楚云清楚，若是叶凡当真要下定决心对付自己，甚至许诺一些利益的话，楚云毫不怀疑下诗雨会直接把自己卖了。所以现在的楚云只能另想办法给自己多找一条退路。叶青离轻咬着红唇，眼眶微红，有着泪珠打转。你还在考虑吗？那我在心耗。楚云接着对叶青离道别，不要，我答应你。听到楚云又要，叶青离连忙答应了楚云。现在的叶青离只想快点离开这里，不想再承受这可怕的一切了。行，这样才对吗？放心，只要你不说出去，这些事情不会有人知道的。楚云拍了拍叶青离的肩膀，说完再次捏了捏叶青离的脸蛋，接着便离开了房间。他就这么走了吗？看到楚云离去的背影，叶青离软瘫在地上，心里突然出现了一丝连他自己都察觉的不舍。楚云师弟，你还真是天生的魔道胚子啊！已经整理好了自己衣裳的唐柔看着出来的楚云，再次感叹道：这不是没办法吗？谁让他弟弟是荒古圣体，我怕啊！
楚云耸了耸肩，接着说道：“好了，我去魔灵窟修行了，那个叶青离，你可以带走了。”接着，楚云告别唐柔，朝着魔灵窟的方向走去。魔灵窟可是修行的好地方，现在有了混沌体，楚云自然是不会浪费这个修炼次数了，必须尽快把自己的实力提升上去，可不许让自己再次陷入这么被动的局面了。楚云一边朝着魔灵窟走去，一边心里想到，楚云师弟和别的魔宗弟子不一样呢。唐柔看着离去的楚云，心里喃喃道。原本唐柔还以为楚云不过是个色胆包天的普通魔宗弟子罢了，现在看来，楚云虽然行事大胆，但是底线灵活，而且懂得为自己规避一些风险，这在魔门来说是相当难得的。不过再有手段又如何，还不是随时都要被圣女殿下抛弃的弃子。唐柔叹了口气道：“楚云师弟，希望你的运气能好一点吧。”说完，唐柔进入了房间，准备把叶青离交接给瑶池圣女。黄泉魔宗魔灵窟，魔灵窟位于黄泉魔宗的黑云山脉，这里到处都充斥着浓郁的魔气，还有各种各样的魔纹以及各种魔物，让这个本就魔气晕燃的区域变得更加的森然。因为魔灵窟的独特环境，让黑云山脉也成为了黄泉魔宗人气最旺盛的地方。许多的弟子都喜欢来这里修行，也有不少的魔宗弟子来这里寻找机缘提升自己的实力。混沌体果然霸道无比，竟然连魔气也能掠夺，自发的提升我的修为。黑云山脉的楚云一边朝着魔灵窟疾驰而去，一边心里想到，在楚云的周身有着一股极为隐晦的吞噬力量，这个吞噬力量不断的掠夺着周围的魔气，缓慢的提升楚云的修为。提升的速度虽然比较缓慢，但是日积月累下来也是一道深厚的力量，完全比自己修行来得更快。不过自己该想办法换一门顶级的功法了，这个火灵诀只是地阶中品的功法，根本无法彻底发挥混沌体的霸道力量。感受到修为的提升，楚云心想天五界之中，功法神通的等级分为黄、玄、地、天、神、圣、地，每个等阶又有上品、中品、下品之分。混沌体是最顶尖的超级体质，地阶中品的功法虽然不弱，但是根本无法发挥混沌体的强大威能。我记得魔灵窟里面似乎还有一个不小的机缘，这次进去或许可以把那个机缘给取走。突然，楚云似乎想到了什么，眼底出现了一丝期待之色。紧接着，楚云收起了自己的思绪，快步地走向了魔灵窟。徐长老，我要进入魔灵窟修行，是圣女殿下让我来的。来到魔灵窟，楚云对魔灵窟门口的徐念长老说道。徐念长老是黄泉魔宗真神境的顶级强者，镇守了魔灵窟上千年，在黄泉魔宗有很高的威望。你可以进去，圣女殿下派人和我说了。徐念长老看了楚云一眼之后，淡淡的说道。在周围还有不少其他黄泉魔宗的弟子，他们看到楚云可以进入魔灵窟，全都露出了艳羡之色。毕竟魔灵窟是他们黄泉魔宗顶级的修炼灵地，对修行有很大的帮助。只是想要进入其中修行也不容易，需要10万点的黄泉魔宗的贡献点。普通的内门弟子想要凑齐10万贡献点，至少需要10年时间。楚云只是抱上了夏诗雨的大腿，不用任何贡献点就能进入，实在是让众人眼热。不过这是圣女的奖励，众人心中虽有情绪，但也不敢表现出来。楚云，你进去也是浪费机缘，还是把名额给楚风大哥吧。就在楚云准备进入魔灵窟的时候，一阵清脆悦耳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一个身穿着浅黄色长裙、鹅蛋脸的豆蔻少女来到了魔灵窟门口，神色傲然地看着楚云。是蝶儿师姐，嘿嘿，我就知道楚云这个家伙没这么好运，有了魔灵窟的名额又如何，还不是要给别人使用。说来楚云不知道是幸运还是倒霉，有一个绝世天才级别的堂哥。当然是幸运了，他堂哥可是我们黄泉魔宗的7大真传弟子之一，天赋实力极强，未来定能成长为我们宗门高层的。等楚风彻底成长起来，随便提携一下楚云都是了不得的机缘。楚蝶儿的出现引起了周围不少黄泉魔宗弟子的议论，不少人都是目光戏谑地看着楚云。原来来人正是楚云的族妹楚蝶儿。楚云所在的楚家是东域一个实力不弱的家族，在东域已经屹立了上千年，族内有着真神境的强者。楚家派遣了数百位族人都进入了黄泉魔宗修行，甚至有一些楚家的顶级强者进入黄泉魔宗，成为了黄泉魔宗的长老。而数百位年轻族人之中，楚风和楚蝶儿是其中最出类拔萃的。尤其是楚风是黄泉魔宗的7大真传之一，在魔门都有不小的名声影响力。因为楚风的强大天赋，所以黄泉魔宗的其他楚家弟子都会尽量的把自己的修炼资源赠予给楚风一些，期待着楚风更快成长起来。之前楚云获得的不少资源，也有许多都进入了楚风的手里。呵呵，我的名额为什么要给楚风？楚云看着不远处的动人少女，淡淡的说道。原著当中，楚云被主角折磨致死的时候，可没见楚家还有什么楚风解救自己。
楚云自然是不会去走原身的路了，现在的他只为自己而活。楚云，你什么意思？你想自己进入魔灵窟？楚蝶儿听到楚云的话，眉头紧锁，神色不善地看着楚云。有问题吗？这是我的名额。楚云淡淡的说道，浑然不在意楚蝶儿有些铁青的脸色。楚云，你怎么这么自私？只有楚风大哥成长起来，我们楚家才能重铸楚家的荣光，你必须把名额交出来。楚蝶儿见楚云不想交出名额，连忙来到了楚云的前方，挡住了楚云的去路。你了不起，你清高，我记得你上个月不是得到了一份涅槃灵液，你怎么不交给楚风？楚云嗤笑道，眼里满是讥讽之色。楚蝶儿被楚云的话对得有些不知所措，脸上一阵羞怒，接着只能说道，我自己修为提升了，才能更好的帮助楚风大哥。那个涅槃灵液对我很重要的，下次我有涅槃灵液一定会给楚风大哥的。傻逼！楚云淡淡的道。啪！说完之后，楚云直接一巴掌狠狠地扇在了楚蝶儿的脸上，直接把楚蝶儿扇飞了。砰！楚蝶儿被扇飞之后，撞在了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上，大树应声碎裂，楚蝶儿的气息也变得虚弱了许多。周围诸多黄泉魔宗弟子看到眼前的场景，一个个都惊呆了。他们都以为楚云会乖乖地交出名额，没想到直接给了楚蝶儿一巴掌，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你敢打我？楚云，你敢打我？短暂的眩晕之后，楚蝶儿发出了尖锐的呼喊声，看向楚云的眼里满是愤恨之色。他没想到这个平日里唯唯诺诺的族弟竟然敢对自己出手，还打自己的脸。周围同门师兄弟们的神色更是让楚蝶儿感觉丢尽了脸。楚云淡淡的瞥了楚蝶儿一眼，完全没有理会楚蝶儿的话语，直接进入了魔灵窟之中。这些家伙以家族道义的名义赚取同族的资源，自己却不愿付出任何，简直和蛀虫吸血鬼没什么区别。若不是现在时机不合适，楚云都想直接把这个家伙都斩了。你这个自私自利、胆大包天的家伙！看着楚云消失的背影，楚蝶儿尖声的喊道：“我要上报家族，让族长把你逐出家族。”楚云自然是没听到楚蝶儿最后的话了，不过就算是听到，他也不会在意的。这样的家族对楚云来说不带也罢。果然，魔灵窟的灵力比外面浓郁多了，不愧是黄泉魔宗的修炼宝地。魔灵窟里的深处山林之中，楚云的混沌体不断的吸收着周围的精纯魔气，在这精纯的魔气流动下，楚云的修为远比在外面提升迅猛得多。魔灵窟的不少地方都有着干涸的鲜血，在某些区域还能看到一些残尸断骸。显然，魔灵窟经常爆发血腥无比的战斗。魔灵窟深处的斗争这么狠吗？看到周围的一些残尸断骸以及森然白骨，楚云的眉头一挑。魔灵窟是黄泉魔宗的极品修炼宝地，同时也是黄泉魔宗的真正法外之地。在魔灵窟的外围还好，有宗门长老巡逻，不少的弟子在进入魔灵窟之后，都是在外围修炼或是寻找资源灵物的。而楚云现在所处的魔灵窟深处，这里没有任何的约束，只要你足够狠，实力够强，可以肆意的掠夺杀戮，是凶险与机遇并存之地。杀杀杀！不一会，一阵脚步声传来，诸多身穿着黑色长袍，身上流转着浓郁血腥味的修士来到了山林，一行7、8人呈犄角之势围住了楚云。臭小子，第一次进魔灵窟就敢进到魔灵窟深处，你胆子很大啊！为首的一个刀疤男子眼里满是凶狠之色，声音低沉的道：“臭小子，把身上的宝物都交出来，然后跪下求饶，我们可以给你。”旁边另一位身材高大的壮硕大汉目光猩红的道：“轰！”只是那位大汉的话没说完，被围在中间的楚云便悍然出手了。楚云挥动着拳头，直接轰向了壮硕大汉。虽然楚云并没有强大的武学秘术，但是混沌体蕴含的混沌灵力霸道非凡，轻而易举的就贯穿了壮硕大汉的身体，把壮硕大汉的心脏洞穿了。点子扎手，一起上，宰了这个家伙！为首的刀疤男子看到楚云展现的强大实力，连忙低吼道。剩余7人闻言，眼里一发狠，齐齐朝着楚云冲杀而去。顿时，山林里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这些修士全都是黄泉魔宗的精英内门弟子，修为已经达到了元婴境。为首的大汉更是法相境的强者，举手投足带着异常强大的力量。众人的联手极为的具有章法，彼此配合精妙，招式也是招招致命，毫不留情。楚云虽然有着混沌体，有着碾压性的力量，但是战斗经验实在是太欠缺了。在这些修士的精妙配合之下，楚云竟然没能迅速的击溃他们，反而是隐隐有些被压制的迹象。敢在这里纵横抢劫，果然是有2把刷子。看到这些修士高速猛攻的强大攻伐节奏，楚云的心里暗暗想到，明明楚云一拳就能解决任何元婴境的强者，却愣是没能找到迅速杀敌的机会。也罢，就让这些家伙磨练磨练下我的战斗经验吧。意识到自己无法迅速结束战斗之后，楚云也不着急，继续与他们交战着，
寻找着破局的机会。有着混沌体、灵力强度、肉身力量、恢复速度，楚云都是碾压性的，完全不会忌惮。我们宗门什么时候出现这等可怕的天骄了？只是刚进入元阴境后期，竟然能挡得住我们这么多人的联手。刀疤男子见楚云一人挡住了他们的联手攻势，心中更是惊骇不已。他们是魔灵窟经常掠夺的修士，实力手段强大，就连法相境中期的弟子都曾经斩杀过。现在竟然在楚云一个刚刚突破元阴境后期的弟子身上僵持住了。而且刀疤男子能明显察觉到楚云的战斗经验很一般，技巧可以说是非常的稚嫩。阁下是何人？或许我们可以握手言和。楚云身上的种种谜团让刀疤男子感觉到不简单，心中已然是有了停战的想法。毕竟诸多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实在很难不让人浮想联翩。或许楚云是宗门内身份重要的天骄种子。魔灵窟的深处虽然是法外之地，但是若是真有非常重要的人在这里陨落，宗门高层也会追查到底的。握手言和，可以。楚云闻言接着淡淡的道。刀疤男子等人闻言纷纷对视了一眼，皆是有了停战的想法。毕竟他们无法奈何楚云，继续斗下去也讨不到便宜。而万一楚云真是什么宗门重要人物，他们就算最后艰难斩杀楚云，也会有不小的麻烦。很快双方都停止了战斗。小兄弟，真是不打不相识，我胡海，不知道阁下怎么称呼。停战之后，刀疤男子抱拳对楚云道，目光不断地观察着楚云，似乎想要从楚云的身上发现什么端倪。轰！只是迎接胡海的是楚云附带着混沌灵力的拳头。你小子！看到楚云轰来的拳头，胡海大惊失色，抬手想要抵挡，但是距离太近了，胡海根本没有抵挡的空间。再加上楚云已经是动了杀心，一拳下去直接击碎了胡海的心脏，瞬间斩杀了胡海。臭小子，你不讲信誉，不是说好停战吗？不远处的另外一位灰袍男子脸色变得极为难看，怒吼道：傻逼，一群掠杀同门的魔修也配跟我讲信誉？楚云一脸鄙夷地看着众人道，这些家伙杀人无数，若不是楚云有些手段，早就被斩杀了。而且楚云很清楚，这可是黄泉魔宗，信誉是最没用的东西。说完，楚云再次朝着剩余的强者们冲杀了上去。没有了胡海这个法相境的强者，剩下的几位元阴境强者完全不是楚云的对手，被楚云摧枯拉朽般的击溃。众人纷纷开口求饶，想要让楚云饶他们性命。但是楚云可是知道，若是异地而处，自己的下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楚云没有丝毫留手的打算，把这些家伙统统斩了。果然还是得偷袭，正面战斗风险太大。战斗结束之后，楚云心里嘀咕道，若是继续正面战斗，花费更多的时间，楚云也能获得胜利，但绝不会像现在这般轻松。而且这可是魔灵窟的深处，若是消耗太多灵力，被其他人盯上也是不小的麻烦。我的手段还是太少了，还是得多准备些手段，或者把修为提升上去，直接以境界压人。楚云心想。接着楚云也没有浪费时间，搜刮着胡海等人的战利品。操，不愧是魔修，抢到宝物资源当场就用了，身上就这么三瓜两枣。一番搜刮之下，只找到100余颗灵石和几瓶回灵丹的楚云骂骂咧咧的道。不过楚云还是把这些东西收了起来，毕竟蚊子再小也是肉。搜刮完了战利品之后，楚云继续朝着山林的南方疾驰而去。几个时辰的疾驰之后，楚云终于是抵达了自己要前往的目的地，应该就是这里了，魔灵窟的阴石林。楚云看着前方的阴气浓郁的山林，眼里流转着异彩。这个山林正是阴石林，阴石林里有着浓郁无比的阴煞之气，哪怕还没有进入阴石林，楚云都能感到一股透体的寒意。楚云没有贸然进入阴石林，而是伸手进去感受了一下阴石林里面的阴煞之气。楚云的手一接触到那浓郁的阴煞之气，混沌体的力量便自发的运转。在混沌体的力量下，楚云只感觉到了一丝丝的凉意，那浓郁的阴煞之气完全无法奈何的了楚云。果然，我的混沌体可以抗住这个阴石林的阴煞之气。感受到那微弱的凉意，楚云眼睛一亮，而且我的混沌体竟然还能吸收阴煞之气，提升我的修为。这个阴煞之气对于别的修士来说是毒药砒霜一般，对我来说还是个机缘。意识到自己的混沌体能吸收阴煞之气，提升修为之后，楚云的心里满是欣喜之色，对于混沌体的霸道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知。既然如此，那就直接进去阴石林吧，里面的九幽魔晶归我了。楚云没有任何犹豫，当即就进入了阴石林之中。哗哗哗！进入阴石林之后，阴煞之气更加的浓郁，楚云的混沌体也展现了更加可怕的吞噬力量，源源不断地吸收着阴石林里面的阴煞之气。大量阴煞之气的摄入，让楚云感觉异常的舒爽，尤其是修为的再次稳步提升，更是大大的增加了楚云的安全感。这个魔灵窟没白来，
楚云的心里感叹道，接着继续朝着阴石林深处走去。随着楚云的深入，周围的阴煞之气更加的浓郁，只是这对楚云没有任何的影响，反而是让楚云的修为提升得更加迅猛。几个时辰之后，楚云抵达了阴石林的深处。阴石林的深处是一片空旷之地，这里没有任何的草木，只有无边无际的浓郁阴煞之地。空旷之地的中央有着一块黑色的晶石，这就是九幽魔尊的九幽魔晶吗？楚云看着前方散发着强大魔威的黑色晶石，眼里流转着异彩。原来这个黑色晶石正是九幽魔尊的九幽魔晶，里面蕴含着九幽魔尊的魔道传承。九幽魔尊是黄泉魔宗曾经的一位魔道尊者，实力异常可怕，乃是继黄泉魔尊之后黄泉魔宗最精彩绝艳之人。他所创立的九幽真意更是威力无双，可以直接对敌人的神魂力量造成伤害，极为的可怕。在九幽魔尊陨落之后，许多的魔道修士都想要得到九幽魔尊的传承，但是可惜没人知道在哪。九幽魔晶现在是我的了。楚云深吸了口气，接着直接握住了前方的黑色晶石。嗡嗡嗡，被楚云握住之后，一道道强大的魔威从黑色晶石喷涌而出，那恐怖的魔威不断冲击在楚云的身体，让楚云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九幽魔尊都死了，区区一个魔晶也敢放肆！见黑色魔晶在抵抗自己，楚云怒吼道，调动了自己混沌体的力量，狠狠地注入了黑色晶石之中。嗡嗡嗡，被混沌体力量注入的就有魔晶爆发了更加可怕的魔威，疯狂地撕裂着一切。只是楚云依旧不理会，不断地用自己的混沌体力量注入其中。时间缓缓流逝，很快几个时辰过去，在楚云混沌体的霸道力量冲击下，九幽魔晶的魔威彻底被楚云镇压。楚云的混沌体力量轻易地把黑色魔晶完全塞满，掌握了九幽魔晶。楚云摩挲着手中被完全掌控的九幽魔晶，苍白的脸上满是欣喜之色。为了掌控这个九幽魔晶，楚云消耗了大量的混沌体本源，但是楚云觉得这都是值得的。看看这个九幽魔晶里面有什么东西吧。楚云深吸了口气，立马把自己的神魂力量注入了九幽魔晶之中。因为楚云已经掌控了九幽魔晶，所以九幽魔晶完全不会抗拒楚云的注入。哗哗哗！不一会，在楚云的神力量注入之后，一道道玄妙晦涩的口诀顺着九幽魔晶传到了楚云的识海之中。不错不错，里面果然有九幽魔尊的传承。感受到自己脑海中的诸多晦涩信息，楚云的脸上满是欣喜之色。这些口诀正是九幽魔尊的传承，幽冥魔掌和九幽圣星诀。九幽魔尊的幽冥魔掌属于顶尖的超级神通，威力非同小可，而九幽圣星诀是九幽魔尊的核心功法，里面有着九幽真意的修炼方法。九幽真意是顶尖的真意，可以直接对敌人的神魂造成伤害，还可以加持在诸多的神通秘术上，非常可怕。除了幽冥魔掌和九幽圣星诀，还有一道顶级剑阵大庚剑阵的修炼方法，以及一把已经暗淡了许多的古剑。楚云取出古剑查看了一番，没想到是一把圣兵，就有魔尊年少时使用的九幽剑。虽然已经丧失了很多灵韵，但是依旧是顶尖的圣兵，威力非凡。不错，一把圣兵古剑，还有九幽魔尊的传承，收获满满啊！把这次的收获消化，我的功法手段将会提升不少，以后再次遇到胡海那个情况，就不会这么被动了。楚云心里浮现出了一道道念头，紧接着楚云也没有犹豫，立马在原地盘坐，开始参悟这些功法秘术，同时吸收周围的阴煞之气，提升自己的修为。在阴石林里有着大量的阴煞之气，其他的人难以进入其中，楚云也不怕有其他人打扰。时间就这么缓缓流逝，2日之后，太初圣地，一处风景极好的山谷，山谷里亭台水榭，还有诸多散发着清香的灵植，仿佛世外桃源般。一个五官精致、肌肤胜雪的绝美少女拖着自己的下巴，呆呆地望着天空，思绪已经飘向了远方。姐姐，你没事吧？半晌之后，一阵温和的声音传来。叶青离双眼重新有了焦距，接着转头看向了另一个方向。山谷的另一侧，一个眉清目秀、身上流转着玄妙气息的青年缓缓走了过来。小叶子，我没事。看着缓缓走来的叶凡，叶青离露出了甜美的笑容，眼里的忧虑也被其彻底的隐藏。姐姐，有事你可千万别藏着。我昨天挣脱了第4道荒古圣体枷锁，一举点燃神火，踏入了虚神境。现在的我在东域有着绝对的压制力，区区一个黄泉魔宗，无论是谁都不用害怕。叶凡握了握自己的拳头，声音低沉的道：是啊，青离姐姐，现在的叶凡也只是稍逊我一筹罢了，你别怕，若是有人欺负了你，我和叶凡都会给你报仇的。在叶凡的身边，一位身材魁梧的青年捶了捶自己的胸口，说道。青年的手背上还有一道略显峥嵘的青色龙纹，看起来霸气凛然。陈伯，你又皮痒了是不是？别以为有了妖帝传承就能膨胀了，要不要我们练练？
叶凡瞥了旁边的陈伯，握了握自己的拳头道：“嘿嘿，别，凡哥，你可是荒古圣体，我哪敢跟你练？”陈伯挠了挠头，露出了憨厚的笑容：“你可放过我吧。”之前陈伯没少和叶凡交战，但是哪怕是有了妖帝传承，境界压叶凡一头，陈伯也完全不是叶凡的对手。看到前方的两人，叶青离只感觉心里轻松了许多。好了好了，你们别担心了，我真的没事。叶青离轻咬着红唇，接着说道：“他们不敢伤害我，毕竟我弟弟可是荒古圣体，未来要成为无敌天地的存在呢。”没事就好。青离姐姐，陈伯缓缓的道：“姐姐，这是一些修炼资源，你拿去使用吧，尽快把自己的实力提升上去。”一番闲谈之后，叶凡取出了一些珍贵的修炼资源，交给了叶青离。叶青离有着星辰道体，虽然比不上叶凡的荒古圣体，但是也是颇为强大的体质，有着巨大潜力。我会的。叶青离重重的点了点头。此次的事件也让叶青离明白了实力的重要性。若是自己实力够强，就不会这么轻易的被抓住了，而且被楚云欺负的时候也可以更心耗一点。呸！叶青离，你在想什么？你怎么能这么想？楚云可是大坏蛋。大魔头感受到自己的奇妙想法，叶青离连忙驱散自己的念头。不过叶青离的脑海中还是不自觉地浮现出了前几日和楚云的画面，这些画面久久萦绕，让叶青离的心里荡起了丝丝的涟漪。青离姐姐，你怎么了？陈伯见叶青离似乎状态有些不对，连忙担忧地问道。没事，我只是之前被关押的时候没有休息好，有点累。叶青离回过神，强行压下自己的诸多慌乱念头，说道：“青离姐姐，那你好好休息恢复一下吧，我和凡哥不打扰你了。”听到叶青离的话，陈伯接着道。一旁的叶凡也是让叶青离多多休息。接着两人便离开了山谷。凡哥，我就说青离姐姐会没事的吧，黄泉魔宗的那些家伙怎么敢伤害青离姐姐，无非是吓唬你罢了。山谷之外，陈伯伸了个懒腰，缓缓的道：“凡哥。”几息之后，陈伯见叶凡没有回应，连忙看向了叶凡，发现叶凡的脸阴沉的有些吓人，身上的灵力不断的汹涌，仿佛随时都要暴动一般。凡哥，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陈伯继续问道。姐姐，他在说谎。叶凡咬牙一字一顿的道，声音低沉无比。青离姐姐在说谎。陈伯闻言愣了愣，不解的道：“姐姐每次说假话的时候，耳根都会红。”叶凡紧握着拳头，眼底流转着深邃的红光，必定是有黄泉魔宗的人威胁了姐姐。不会吧，凡哥，那些黄泉魔宗的人胆子有这么大？听到叶凡的话，陈伯还是有些不敢相信。毕竟叶凡可是荒古圣体，大成圣体堪比大帝，这个威慑力可不是一般的小。而且叶凡还是太初圣地的真传弟子，黄泉魔宗一个魔道势力，怎么敢冒着得罪荒古圣体的风险？我的感觉不会错的。叶凡接着缓缓的道：“凡哥，我这就去黄泉魔宗，把威胁青离姐姐的人挫骨扬灰。”陈伯一拳重重的轰在旁边的巨石上，目光凶狠的道。陈伯和叶凡两人是关系极好的兄弟，所以陈伯也把叶青离当作是自己的亲姐姐看待。等等，黄泉魔宗毕竟是顶级的魔道宗门，不好贸然出手，而且容易打草惊蛇。叶凡深吸了口气，接着说道：“我会让梦儿先去黄泉魔宗调查一下，等调查清楚再雷霆出击。”陈伯觉得叶凡说的有道理，接着说道：“还是凡哥考虑的周到。”两人接着都没有再说话，而是静静地远离了山谷。对了，凡哥，瑶池圣女花了不小的心思把青离姐姐救了出来，要不你就和瑶池圣女在一块吧，你们生一个先天圣体道胎。不一会，陈伯似乎想到了什么，接着挤眉弄眼地对叶凡道：“这种事情顺其自然就好。”叶凡淡淡的说道：“若是真有缘分，自然会走到一起的，不必强求。”凡哥，你还是这么无趣。陈伯叹了口气道：“你踏入修行路以来，这么多的仙子神女喜欢你，你就没有心动的吗？”因为叶凡的强大天赋，自叶凡出道以来就有许多的红颜知己，其中不乏一些名门贵女、神朝公主、古圣家族的天骄美女。陈伯知道，就连瑶池圣女也是对叶凡有意的，若是叶凡主动出击，有很大的机会拿下。只是叶凡一心向道，从来不会主动追求别的女人。现在的我正是勇猛精进的时候，岂能沉溺儿女情长？叶凡继续道：“况且你也知道，我的仇敌太多了。”听到叶凡的话，陈伯点了点头。叶凡身为荒古圣体，一路走来也得罪了许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置其于死地。现在太早的给自己留下牵绊，实在不是明智的行为。看来凡哥不是无趣，是道心坚定。陈伯挠了挠头道。此时的陈伯也明白了，为何自从荒古圣体被天道诅咒降下枷锁之后，只有叶凡能连续打破枷锁，勇猛精进。
这个一心向道的决心，不是别人能比的。嘿嘿，要是我是凡哥，有着这么多的天骄红颜投怀送抱，我肯定统统吃掉，一个不剩。陈伯舔了舔自己的嘴唇，接着嘿嘿一笑道：所以你不是我。叶凡缓缓抬头，说到3日之后，魔灵窟阴石林。此时的阴石林内，大量的阴煞之气已经是凝成了实质，磅礴的阴郁气息充斥了阴石林的每一个角落。在阴石林的深处，楚云不断地挥舞着九幽剑。因为楚云已经成就了混沌体，全方位的天赋都提升了非常之多，悟性相比之前也是提升了数个档次。再加上楚云已经彻底掌控了九幽魔经，相当于得到了魔尊的认可，楚云修行起幽冥魔掌来是事半功倍。在九幽魔经的帮助下，楚云也初步掌握了就有真意，并且因为阴石林里的阴煞之气，让楚云的修为再度提升了不少，达到了元婴9重天、元婴境的巅峰。可惜没有幽冥圣石，否则我就可以转修九幽圣星诀。楚云深吸了口气，叹息道：楚云是混沌体，可以修行任意属性的功法，九幽魔尊的九幽圣星诀自然也是能修行的，只是修行九幽圣星诀需要幽冥圣石为引。幽冥圣石是蕴含着幽冥之气的珍贵圣石，现在楚云根本没有幽冥圣石，所以哪怕是楚云可以修行，也没有办法转修功法。不过楚云也没有在意，只是一门修炼功法罢了，能修行最好，不能修行楚云也不会过于执着。毕竟此次的收获已经是让楚云相当满意了，境界提升了2重，进入了元婴境巅峰，又得到了九幽剑，实力大涨。而且有着系统在，楚云相信以后会有合适的功法的。这里的阴煞之气也释放的差不多，想必没多久魔灵窟就没有阴石林这个区域了。楚云接着看向了前方的裂缝，此时的阴石林虽然充斥着浓郁无比的阴煞之气，但是这些阴煞之气的灵韵减少了许多，已经难以让楚云的修为继续快速提升。而且收起了九幽魔经之后，这里的阴煞之气更是在不断的减少。该离开这里了，阴石林的变故想必会引起不少人的关注，还是早撤离为妙。看着前方阴煞之气迅速减少的阴石林，楚云的心里已经是有了退意。魔灵窟里有许多黄泉魔宗的天骄弟子，还有宗门长老，阴石林的变故必定会吸引他们过来，到时候或许会多生波折。那是什么？就在楚云准备离去的时候，楚云突然发现在阴石林的深处有一个异常古老的石门，似乎是受到了强大阴煞之气的腐蚀冲击，那古老的石门已经打开了一个裂缝。楚云走上前，轻轻一推，石门便彻底打开。石门里面一道道玄妙无比的灵气汹涌而出，随着这个灵气出现的还有一阵极为强大的压迫感。这股压迫感让楚云感觉到了无形的压力，仿佛灵魂都要站立一般。丁，检测到宿主当前经历，触发无敌选择。选择1，进入石门探查一番，奖励混沌仙晶。选择2，不予理会，直接离去，奖励万灵仙晶。混沌仙晶，仙道级功法，专属于混沌体的混沌仙晶，修炼至绝巅可成就混沌仙体万灵仙晶。仙道级功法，可纳万灵，浩瀚无边，修炼至极可成就万灵仙体。就在这时候，系统的机械音响起在楚云的耳畔。又触发选择了。混沌仙晶、万灵仙晶，这2门功法可都是好东西啊。听到系统的提示音，楚云的心里一阵欣喜。在天武界，功法秘术最高也不过是地阶，楚云修炼的火灵诀甚至只是地阶中品，而系统现在给出的2个选择奖励都是仙道级的功法。不愧是无敌选择系统，牛逼！第一次的地落重瞳和混沌体，现在又是2门仙道级功法。不过很显然还是混沌仙晶更适合我，那就进去吧。楚云当即做了决定，一步踏入了石门之内。丁，恭喜宿主完成选择，获得混沌仙晶。随着楚云的踏入，楚云的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属于混沌仙晶的功法口诀顷刻间就注入了楚云的识海之中。楚云没有理会脑海中那玄妙晦涩的功法，此时的他已经被石门后的东西彻底吸引住了。石门后有着浓郁的天地灵力，这浓郁的天地灵力几乎是凝成了实质，让楚云感觉到神清气爽，浑身的毛孔都在欢呼雀跃。除了浓郁的天地灵力，是硕大的空旷区域，而空旷区域的中央有着一块古老的巨大石碑，石碑上面铭刻着一道道玄妙的符文，这些符文似乎蕴含着大道至理，让周围的天地法则都变得更加活跃。楚云不自觉地靠近了石碑，当靠近石碑之后，楚云发现自己的脑海中迸发了无数的灵感，自己对自己学习的幽冥魔掌的感悟如有神助一般飞速地迸发而出，并且刚刚获得的不灭仙晶的玄妙晦涩此刻也慢慢地被楚云领悟。这难道是大道天碑？感受到自己脑海中不断迸发的灵感，楚云一脸的震惊。传说天武界存在一道顶级的至宝，
大道天杯。大道天杯蕴含着无数的大道之力，相传是界域初开才有几率诞生的天地神物。在大道天杯身边修行，相当于大道就在身边一般，悟性会爆炸性的提升，可以帮助修士领悟法则大道，迅速学会各种各样的顶级神通武学秘术。来对了，来对了，这个魔灵窟果然是来对了，没想到在这里面还有这个机缘。意识到这个东西是大道天杯之后，楚云的心里满是兴奋之色。这个大道天杯对修行有着极大的好处裨益，可以提升悟性，加快修行功法神通，甚至是领悟法则大道，这对修士来说非常的重要。功法神通暂且不说，那是实打实的可以提升实力的，而修士到了后期都是要领悟法则大道，那更是需要顶级的悟性和机缘。这个大道天杯可以让修士更快的领悟法则大道，哪怕是那些大圣准帝级别的老怪物都会为之疯狂的。收起来，这个宝物可不能被别人发现。楚云安纳下在这里修行的念头，当即决定先把大道天杯收起来。接着楚云立马把自己的神魂力量注入其中，掌控这个大道天杯。或许是因为大道天杯无主的原因，楚云的神魂力量很快就在大道天杯留下了印记，彻底掌控了这个大道天杯。还可以缩小。掌控大道天杯之后，楚云发现自己可以轻易改变大道天杯的大小，就如同一斤孤棒一般。很快，楚云把大道天杯缩小成了一个玉佩大小。不错，这样的话，以后使用大道天杯修行倒是方便了许多。看着眼前如玉佩大小的大道天杯，楚云心想，大道天杯虽然效果逆天，但是在别的地方修行的话，一个巨大石碑实在太显眼，而缩小成这样就不用担心了。这么小的一个玉佩般的大道天杯，完全不会引人注目。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楚云还是把天道神杯和九幽魔晶一般收进了自己的系统空间，这样绝不会被其他人发现。该离开了，虽然这里的灵气非常充足，是非常难得的机缘，有助于修为的提升，但是安全起见也只能放弃了。收起了大道天杯之后，楚云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离开了阴石林。哗哗哗，楚云离开的半个时辰之后，阴石林的空间出现了一阵扭曲，一个身穿着淡蓝色宫裙、气质高贵的美妇从扭曲的空间走出。美妇面容温婉绝美，身姿婀娜，宫裙紧贴肌肤，勾勒出了令人血脉翻涌的曲线，浑身散发着成熟女性独有的魅力，宛如彻底成熟的水蜜桃一般，风情万种。若是黄泉魔宗的弟子在这里的话，一定能认出来，这个绝美妇人正是黄泉魔宗的炼丹堂堂主南宫婉。南宫婉出现之后，目光很快就被阴石林深处的石门吸引，接着他毫不犹豫地进入了石门之中。奇怪，我明明感应到有着顶级的至宝，怎么什么都没有？看着石门后空荡荡的一片，南宫婉眉头紧锁。师尊，你等等我，你差点把你的宝贝徒弟丢空间乱流里了。就在南宫婉察看着石门后的世界之时，一阵清脆悦耳的声音传来。一个身穿白色长裙、清纯动人的绝美少女，脸色悠悠地走进了石门。少女约莫18岁，肌肤胜雪，身材青涩，宛如小河尖尖般，透露着青春的气息。冰言，有朱雀保护你，怎么会丢在空间乱流呢？看到来人，南宫婉微微一笑道：“原来这个少女正是南宫婉的亲传弟子沈冰言。”听到南宫婉的话，沈冰言努了努嘴，接着说道：“师尊，你不是说感应到天地神物了吗？天地神物在哪里？”南宫婉不仅修为高深，并且神魂境界也是顶级的。不久之前，南宫婉感应到阴石林的异动，立马就察觉到了可能是天地神物，于是就立马赶了过来。来迟一步，应该是被人取走了。南宫婉再度查看了一番之后，接着缓缓的道：“被人取走了。”听到南宫婉的话，沈冰言的脸色微微变得有些难看。师尊，这段时间没有人离开魔灵窟，我们把魔灵窟的人都搜查一番吧，一定能找出天地神物。不一会，沈冰言似乎想到了什么，接着对自己的师尊道：“我们这么做和魔修有什么区别？”南宫婉瞥了前方的沈冰言一眼，淡淡的道：“师尊，我们不就是魔修吗？”沈冰言挠了挠头，接着对南宫婉道：“咚！”听到徒弟的话，南宫婉当即就敲了敲沈冰言的脑瓜子。“师尊，好痛！”沈冰言眼泪汪汪，一脸委屈的看着南宫婉，似乎不明白师尊为什么要敲自己的头。“你忘了，我们可不是魔修，我们是来黄泉魔宗卧底的。”南宫婉嘴角微抽，对前方的沈冰言道：“哦，对哦，我们可是来卧底的，我差点忘了。”沈冰言闻言恍然大悟道：“原来南宫婉和沈冰言两人是冰云仙宫的人，数年前两人奉冰云仙宫公主的命令卧底黄泉魔宗，执行宗门的秘密任务。我看你是真把自己当魔修了吧？”南宫婉接着脸色悠悠的道：“沈冰言是冰云仙宫的圣女，在冰云仙宫的时候，
可是清冷无双、循规蹈矩的好弟子。但是来了黄泉魔宗卧底之后，沈冰岩完全的放飞了自我，彻底忘记了自己是冰云仙宫圣女的事情。在黄泉魔宗，不知道有多少弟子在沈冰岩这里吃了亏，活脱脱的小魔女做派。师尊，我才没有，我可是时刻记得我是冰云仙宫的圣女。沈冰岩拍了拍自己微微起伏的胸脯，一脸正气的道：最好是这样。南宫婉缓缓的道：谢谢师尊，不过那可是天地神物啊，就这么失之交臂，是不是太可惜了？沈冰岩抱着南宫婉的胳膊说道：要不就当一回正经的魔修得了，就这一次。不必了，有一就有二。南宫婉摇了摇头，坚定的说道：神物虽动人，但是我们必须恪守自己的底线。这位师兄，误会啊，都是误会，我们认错人了，我们不是想打劫师兄的。师兄，我们有眼不识泰山，看在我们是同门的份上，这个事情就这么算了吧。师兄，我们愿意把所有的宝物都交出来，以平息师兄的怒火。魔灵窟运龙剑外面的一处山林之中，一群身穿着灰色长袍的黄泉魔宗弟子们跪在楚云的面前，不断的磕头求饶。误会，跟我的九幽剑说去吧。楚云淡淡的道。唰，说完，楚云挥动了自己手中的九幽剑，一抹附带着恐怖九幽真意的剑光，迅猛无比的斩向了那些黄泉魔宗的弟子。随着一阵急促的撕裂声和惨叫声响起，这些黄泉魔宗的弟子就被恐怖的九幽剑光彻底的斩杀，变成了一具具冰冷的尸体。楚云接着神色平静的搜取战利品，果然又是一群穷鬼。看着搜出来零零星星的一些宝物，楚云无奈的道。离开阴石林之后，楚云遇到了不下7次的偷袭劫掠，每次都被楚云轻松的反杀。不过这7次的反杀都没有获得珍贵的宝物，只是一些灵石和普通的丹药，楚云完全看不上眼，还是尽快去运龙剑修行，突破境界吧。接着楚云继续朝着前方的运龙剑走去。运龙剑是魔灵窟里面的一处顶级的修炼灵地，相传运龙剑的地底有着数十条天地灵脉，灵气浓郁非凡，许多进入魔灵窟的弟子都会前来运龙剑修行。魔灵窟已经没有了其他珍贵的机缘，所以剩下的时间，楚云打算在运龙剑里修行，提升自己的修为。不一会，楚云进入了运龙剑。运龙剑里风景独美，天地灵力异常浓郁，这里诸多山脉灵力，还有不少的灵兽在周围盘旋，完全不像是一个魔道之地，倒像是一个世外桃源。在运龙剑中央核心区域，一条宽大的瀑布飞流直下3000尺，仿佛人间仙境一般。瀑布的周围遍布着一个个聚灵法阵，聚灵法阵聚拢着四周的天地灵力，散发着澎湃的灵机。在核心区域，还有不少的黄泉魔宗弟子长老正在修炼。天地灵力果然浓郁，只是好像比不上刚刚大道天碑所在的空间。楚云看了看远处运龙剑核心区域的灵力之后，心里喃喃道：感受过刚刚大道天碑区域的浓郁灵力，楚云对这里的浓郁灵力已经见怪不怪了。不过楚云也没有过多的在意，这里的天地灵力完全足够自己突破境界，提升自己的实力。师弟，你是第一次来运龙剑修行吧？去那边排队。就在楚云准备直接进入核心区域修行的时候，一位青山弟子来到楚云的身边，对楚云说道。楚云眉头微皱，看向了青山弟子所指的方向。诸多黄泉魔宗的弟子已经在核心区域的入口处排成了长龙，楚云估摸了一番，人数足足有数百人之多。这么多人，我要排到什么时候？看到这么多人排队，楚云眉头微皱，淡淡的道：看你的造化了，运气好的话半个月就可以，运气不好的话那就得几个月之后咯。青山弟子耸了耸肩，接着道：若是不想排队，花10万的贡献点也可以现在进去。听到青山弟子的话，楚云笑了，进魔灵窟要10万的贡献点，现在进运龙剑核心区域又要10万贡献点，发明魔灵窟的人真是个天才。我要是不想排队，又不想交贡献点呢？楚云缓缓抬头，神色平静地说道：你想争夺核心区域的席位？青山弟子闻言似笑非笑地看着楚云道：有意思，有新人想要争夺核心区域席位。现在的新人胆子都这么大吗？竟然敢争夺核心区域席位？多久没人敢争夺核心区域席位了？这不得好好去看看。走走走，看看是哪个倒霉蛋。不一会，远处的诸多弟子似乎注意到了楚云和青山弟子的话语，纷纷围了过来，饶有趣味地看着楚云。有什么问题吗？楚云也没有否认，淡淡的道：毕竟这里这么多人，楚云肯定是不想老老实实排队的。没问题，那我给说一下吧。核心区域的位置有限的，只有100个，诸多宗门高层圣子圣女、7大真传以及10大内门弟子占据了其中70个，剩下的30个就是给其他弟子排队使用的。那30个排队的位置是不能动的，你要争夺席位，只能从那些固定席位中争取了。青山弟子眼里闪过了深邃的流光，接着淡淡的道：说吧，圣子圣女、7大真传、10大内门弟子，
你想争夺谁的席位？青山弟子接着似笑非笑地盯着楚云道：“你有固定席位吗？”楚云接着问道，目光直勾勾地看着青山弟子。听到楚云的话，青山弟子一脸的错愕，显然是没想到楚云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有，我自然是有固定席位的。青山弟子淡淡的说道，语气睥睨无比。怎么，你想争夺我的席位吗？行，那我就争夺你的席位吧。楚云一脸认真的道。哈哈，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好久没看到这么有意思的人了。见楚云当真要争夺自己的席位，青山弟子笑了，笑得很大声。疯了，李清源师兄可是10大内门弟子之首，修为已经达到了法相境9重天，距离到宫境也仅有一步之遥，他争夺李师兄的席位，真是疯了。是啊，真是个愣头青，不找个垫底的师兄，直接找了个内门弟子中最狠的。好了好了，这个场景我看过，那个愣头青被李师兄秒杀了。周围的诸多弟子听到楚云的话，一个个像是看傻子一样的看着楚云，显然他们都不看好楚云。毕竟楚云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黄泉魔宗弟子，而李清源可是内门大师兄，在黄泉魔宗有着很高的威望，他们不认为楚云有任何成功争夺席位的机会。我再给你个机会，你确定要争夺我的席位吗？李清源淡淡道，目光锐利地看着楚云。别废话了，我赶时间。楚云淡淡的说道，语气平静不已。好，既然你非要找死，那我就成全你。李清源被楚云狂妄的话气笑了，接着冷声道。说完，两人也没有多说什么，来到了不远处的一处空旷山林处。周围有不少的弟子此时也围了过来，虽然他们对结果已经有了自己的预料，但是好久没见李清源出手了，他们也想看看现在李清源的实力到了何等的地步。我也不欺负你，你先出手吧，免得有人说我欺负人。到了空旷山林之后，李清源伸了个懒腰，接着自信满满的道，那我就不客气了。楚云眉头一挑，淡淡的道，刷。说完，楚云立马取出了九幽剑，展出了一道霸道至极的九幽剑光。不是，小子，你上来就玩这么狠的？看到楚云展出的九幽剑光，李清源瞪大了眼睛，脸色变得极为难看。李清源立马施展了一道顶级的防御神通，试图挡住那强大无比的九幽剑光。砰！只是楚云的九幽剑光实在太霸道，又有着混沌体的加持，根本不是李清源能抵挡的。他凝聚的防御魔气护罩轻易被击溃，霸道的九幽剑光片刻就轰在了李清源的身上，把李清源轰飞，撞在了远处的巨石上。李清源顿时失去了战斗力，整个人血肉模糊，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突然的变故让周围所有的弟子都惊呆了，整个区域变得死寂无比，所有人都是目光呆愣地看着前方的场景。我的天，这我眼花了吗？内门大师兄被一招秒杀了。操，这个新人是谁？我们黄泉魔宗什么时候出现了这么恐怖的新人了？难怪这么狂，原来是有底气在。李师兄这次是真倒霉。说到底还是李师兄太轻敌了，直接让这个家伙先出手。这个家伙也是仗着神兵之力罢了。哼，不管这位师兄是用什么手段，赢了就是赢了。片刻的寂静之后，周围的弟子们纷纷开口道，看向楚云的眼里已经没有了丝毫的轻视，有的只是深深的忌惮。毕竟楚云可是轻松的击溃了李清源，虽然有李清源轻敌的原因，但是事实就是事实，无可辩驳。现在我能直接进去核心区域吗？楚云缓步来到了李清源的身边，认真的问道。可以。李清源脑瓜子嗡嗡嗡的颤抖着回答了楚云的问题，同时把自己的修炼洞府令牌也交给了楚云。行，多谢你了。楚云接着说道。说完，楚云往李清源扔了一颗疗伤丹药，之后便直接走向了核心区域的入口。入口处的诸多弟子们一个个的全都让开了一条道，让楚云进入核心区域。不一会，楚云进入了运龙剑的核心区域，这里的灵力更加的浓郁，还搭建了一个个的修炼洞府，方便诸多弟子的修行。每个洞府外面都有着极为强大的法阵守护，保证弟子的顺利修炼。很快，楚云就找到了李清源的61号修炼洞府，催动洞府令牌的力量，楚云直接进入了61号洞府。洞府里的陈设异常的简单，只有日常的使用用具，还有一个灵力蒲团。灵力蒲团的四周也布置了聚灵阵，不断的聚拢着周围的天地灵力。楚云没有过多的浪费时间，直接在灵域蒲团上坐定。不错，洞府里的灵力又比运龙剑外面浓郁多了。现在还是先修炼混沌仙经吧，那可是仙道级的功法，功法越早修炼，对自己的实力提升越有帮助。而且修炼仙经需要大量的灵运，这个修炼洞府灵气充裕，无人打扰再适合不过了。感受到浓郁的灵力，楚云心想紧接着，楚云一边吸收着周围的灵力，一边借助着大道天碑的力量参悟混沌仙经。混沌仙经虽然是仙道级的功法，玄妙晦涩无比，但是
楚云已经成就了混沌体，悟性本就是达到了顶尖的水准，再加上大道天碑带来的悟性加成，楚云对混沌仙经的参悟学习异常的顺利。时间缓缓流逝，很快3天的时间过去，楚云对混沌仙经的感悟已经到了非常高深的地步。楚云的脑海中一阵阵金色的光芒涌动，整个人的身上都散发着一股神秘飘渺的气质。混沌仙经已经参悟完成，接下来该转修功法了，就让我看看这个不灭仙经有多么强大吧。楚云深吸了口气，接着开始转修混沌仙经。楚云先是散去了自己火灵诀的灵力，因为火灵诀只是地阶中品的功法，再加上楚云的修为并不高，所以几个时辰之后，楚云的火灵诀灵力便彻底散去，变成了一个普通人一般。不过楚云也不在意，散去的灵力自己很快就能重修回来，而且变得更加可怕。散功完成之后，楚云按照着自己参悟的混沌仙经，开始缓慢地吸收周围的天地灵力。随着功法一个周天的运转，楚云的身上出现了一道道金色的神光，一道道玄妙无比的力量在楚云的身上流动。这些力量在不断地滋润着楚云的肉身经脉神魂，让楚云的身体经历着巨大的蜕变。哗哗哗！片刻之后，楚云的身上出现了一股宛如吞天噬地的吞噬力量，修炼洞府的天地灵力如潮水般朝着楚云的身上汹涌而去。这就是仙道级功法吗？果然强大！如潮水般的天地灵力涌入楚云的体内，让楚云感觉异常的舒爽。灵力的迅猛提升更是让楚云震惊不已。如果说之前的火灵诀的吸收灵力速度如涓涓细流一般，那么这个混沌仙经的吸收灵力速度就宛如大海奔腾，双方的差距实在太大，宛如天地鸿沟一般。而且混沌仙经在给自己提升修为的同时，也在不断的淬炼着自己的肉身，提升着楚云的肉身强度。这样下去的话，最多3天时间，我就能重新回到元婴境9重天，冲击法相境了。感受到自己的灵力迅猛增长，楚云的心里道。接着楚云闭上了眼睛，全力的运转着混沌仙经，吸收着周围的天地灵力。楚云仿佛是化身成了一尊饕餮巨兽一般，源源不断的吸收着周围的灵气。时间一晃而逝，很快3天的时间过去，楚云的周身有着极为磅礴的气息，那是属于不灭仙体的力量。他体内原本空荡荡的丹田，此刻已经是完全蓄满，体内的元婴也达到巅峰，化成了金色，散发着浓郁的混沌之力，重回元婴境巅峰，可以冲击法相境了。楚云睁开了眼睛，眼底充斥着深邃的流光。虽然现在楚云的修为依旧是元婴境巅峰，但是修炼了混沌仙经的他，全方位的实力再次攀升了许多。现在再次遇到那个内门大师兄，就算不动用九幽剑，楚云也有把握轻易的轰杀。而且楚云马上就要突破法相境了，那又是一个巨大的实力提升。修炼洞府的灵运不断涌入，让楚云体内的灵力不断攀升，朝着法相境靠近。因为楚云的修为不断提升，楚云身上的吞噬力量也提升了许多。楚云宛如一个灵力黑洞，吞噬着周围的灵运，整个运龙剑的灵运都有许多被楚云所在的洞府吸收而去。发生什么了？怎么灵力变得微弱了许多？卧槽，谁把老子的灵力抽走了？老子就差一点突破啊！好强大的吞噬力量，是哪位虚神境的长老在突破境界吗？虚神境的长老怎么可能有这么强大的吞噬力量？绝对是真神境的长老在修炼。核心区域的各个修炼洞府内，诸多的黄泉魔宗弟子长老们纷纷开口道。此时的他们都在为这个突然出现的巨大吞噬力量感觉到心惊不已。楚云自然是不知道其他长老弟子的震惊了，此时的他正在全力的冲击法相境。轰！又是几个时辰之后，随着一阵恐怖的灵力浪潮翻涌，楚云的身后出现了一道散发着滔天气息的法相。这个法相呈现金黄色，似仙似神，给人一种无穷无尽的压迫感。楚云的身体也在不断的飞速蜕变，散发着属于法相境的气息。不错，总算是突破法相境了，剩下的半个月就在修炼洞府里继续修行，提升自己的修为。晋级法相境之后，楚云没有离开，而是打算继续在这里修行。毕竟这里的灵力浓度实在是比黄泉魔宗的其他地方浓郁太多，在这里提升修为，顺便熟悉掌控一下自己的力量，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紧接着楚云闭上了眼睛，继续鲸吞着周围的天地灵力，提升自己的修为。圣女殿下，楚云打伤了楚蝶儿，还独自占据了魔灵窟的名额，楚家的人要找楚云的麻烦了。黄泉魔宗风景优美的山谷中，唐柔对旁边正在品茗着灵茶的夏诗雨说道。我知道了。夏诗雨点点头，语气平静地说道。圣女殿下，楚家的人找他的麻烦，我们要不要警告一下楚家？唐柔见夏诗雨语气平静，丝毫不在意，接着缓缓说道。毕竟楚家在黄泉魔宗是属于一个不小的派系，若是真要找楚云的麻烦，以楚云现在的实力，根本没有任何的办法。他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就应该要料到这个局面，
不用理会。夏诗雨淡淡的说到。唐柔闻言，眼里闪过了一丝不忍之色。放心，楚云毕竟是我们的人，楚家还是不敢要了楚云的命，无非是狠狠教训一顿罢了。似乎是感觉到了唐柔的一些思绪，夏诗雨接着淡淡的说道：圣女殿下，难道你是故意的，给楚云魔灵窟的修炼名额？不一会，唐柔似乎想到了什么，接着道：魔灵窟的修炼名额颇为的珍贵，楚云只不过是新耗了几天夜清离，完全没有必要给出这么丰厚的奖励，也算是一个测试吧，看看这个楚云到底真是胆大心细，还是只是精心耗上脑的家伙。夏诗雨也没有否认，回答道：现在看来，这个楚云的胆子确实不小。既然楚云已经通过测试了，那为什么不帮助楚云解围？唐柔恍然大悟，接着问道，脸上有着疑惑之色。锦上添花哪有雪中送炭来的好，不经历一下楚家的毒打，楚云这么会死心塌地的为我所用。夏诗雨再次饮了一杯灵茶，眼里闪烁着深邃的流光。此间事了，楚云就知道在黄泉魔宗谁才是他的依靠了。圣女殿下英明。唐柔闻言，对夏诗雨更加的敬畏了。只是一个魔灵窟的修炼名额就有如此多的算计，实在是让唐柔有些心惊。对了，那个荒古圣体现在如何了？夏诗雨接着问向了唐柔。圣女殿下，我得到消息，那个荒古圣体已经点燃神火，突破虚神境了。唐柔恭敬地道，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诉了夏诗雨。突破虚神境了，打碎了天地枷锁的荒古圣体如此可怕吗？进阶速度这么快？听到唐柔的话，夏诗雨的眉头微皱。叶凡是3年之前打破天地枷锁的，在那之前还没踏入修行，短短的3年时间就点燃神火进入虚神境，这个修炼速度简直是可怕。看来我也要尽快突破了。夏诗雨感受到了沉甸甸的压力，接着说道，对了，现在可以散出一些传言去了，绑架对付叶青离的罪魁祸首。记住，要隐晦一点，不要太容易让别人打听到，毕竟太容易得到的真相是不容易让人信任的。半个月后，魔灵窟的入口处，那个楚云已经进去1个月了，今天就是他出魔灵窟的日子，等着吧，蝶儿妹妹，我们一定让那个楚云付出代价。没错，竟然敢欺负蝶儿妹妹，还把楚风大哥的魔灵窟名额抢了，实在太自私了，一点都不为家族的未来考虑，只知道自己浪费资源，可耻。哼，就这个楚云进去了魔灵窟，也不过是在外围蹭点魔气修行，简直是太浪费了。一棵大树面前，不少身穿着黄色长袍的黄泉魔宗弟子纷纷开口道，语气里满是不善之色。这些弟子都是楚家的人，在知道了楚云欺负了楚蝶儿，又进去魔灵窟之后，纷纷前来要为楚蝶儿报仇。在诸多弟子的面前，清纯动人的楚蝶儿昂首挺胸地等待着。楚风大哥，你怎么亲自来了？楚云那个家伙，有我们在这里就足够了。半晌之后，一位楚家族人似乎发现了什么，激动地说道。旁边的楚蝶儿听到楚家族人的话，连忙朝着旁边看去，顿时看到了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正在朝着他们走来。来人正是楚风，黄泉魔宗的7大真传之一，同时也是楚家当代的顶级天骄。楚风哥哥，你来了。看到缓缓走来的楚风，楚蝶儿脸上的冷漠彻底消散，取而代之的是甜美的笑容，仿佛一个人畜无害的邻家少女一般。我们楚家好久没有出现这种家伙了，我必须得好好惩戒一番。楚风接着淡淡的道。楚风大哥说的是，这种自私自利的家伙就要好好惩罚一下。哼，浪费资源的家伙，我看啊，这种不利于家族团结的家伙就要逐出家族。周围其他楚家族人也是纷纷开口道，逐出家族有点过分了，就打断4肢，碾碎他的经脉就行了，毕竟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一个家族的人。楚风眉头微皱，接着淡淡的道，哎，楚风哥哥，你还是这么善良。楚蝶儿闻言，一脸崇敬的看着楚风。哦，只是打断我的4肢，碾碎我的经脉，那我是不是还要谢谢你的大发慈悲？就在这时候，一阵淡漠的声音传来，一个身穿白色长袍、俊逸出尘的青年缓缓从魔灵窟入口走了出来，淡淡的说道：楚云，你终于出来了，准备好受死吧。楚蝶儿看到出来的青年，脸上满是愤恨之色。上次在魔灵窟的入口处，楚蝶儿被楚云偷袭击溃，这个事情让楚蝶儿丢尽了脸面，他现在都难以忘怀那些黄泉魔宗弟子看向自己的鄙夷神色，那是他永远都忘不了的耻辱。谢道不必了，只是以后小心点，不要做不该做的事情。楚风看向了不远处的楚云，淡淡的说道。哦。楚云眉头一挑，接着说道，我知道了。轰。说完，楚云的双手凝拳，身体化成了一道残影，迅速无比的冲向了楚风。哼，果然和蝶儿妹妹说的一样，就知道偷袭。楚风冷哼一声，可惜我早有准备。说着，楚风的体内涌现了一道璀璨的灵力，
这道灵力迅速地遍布了楚风的全身，形成了一个严丝合缝的灵力护罩。砰！只是灵力护罩刚刚凝聚成功，就被楚云的拳头彻底轰碎。楚云那附带着混沌体力量的拳头狠狠地轰在了楚风的胸口上，顿时楚风被轰飞，撞在了一颗巨大的石头上面。石头应声碎裂，楚风口吐鲜血，脸色刹那间变得苍白无比。这怎么可能？眼前的场景让楚蝶儿脑瓜子嗡嗡嗡的。他万万没想到，他们楚家的顶级天骄楚风竟然被一拳击溃，还是在早有准备的情况下。我一定是在做梦。一位楚家的族人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声音苦涩地说道。周围的其他楚家族人们也是呆愣在原地。楚风可是道宫境8重天的顶级强者，是黄泉魔宗的7大真传弟子之一，实力天赋强大，就这么轻易的被击溃了。楚云则是没有任何的惊异，毕竟他自身有着混沌体，又修行了混沌仙经，虽然只是法相3重天，但是实力已经达到相当可怕的地步，跨境界击溃道宫8重天的楚风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轰！接着楚云再次一拳轰向了旁边的楚蝶儿，目标直指着楚蝶儿的丹田。咔嚓！随着一阵清脆的碎裂声响起，楚蝶儿的丹田应声碎裂，无数的灵气开始溃散。你废了我！你废了我！楚蝶儿尖锐的怒吼道，只感觉浑身冰冷，身躯不断的颤抖，完全没有了楚家天之娇女的风度，反而像是一条无能狂怒的星号一般。我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了，楚云淡淡的说道，眼神里没有丝毫的怜悯之色。再叫，送你上路。听到楚云那没有丝毫感情的话，楚蝶儿打了个寒战，深深的低下了头，完全不敢再说话。接着楚云再次缓缓走向了另一边口吐鲜血虚弱无比的楚风。看在你这么善良的份上，我也只打断你的4肢，碾碎你的经脉吧。楚云一步一步走向楚风，语气平静的道。楚云，不要，这是误会啊。看着缓缓走来宛如无敌战神一般的楚云，楚风彻底慌了，连忙颤抖的道。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只是过来处理一下不听话的族人，就遭遇了这等恐怖的冲击，简直是太可怕了。刚刚楚云的力量让楚风完全没有任何与之为敌的勇气。楚云根本不是仗着偷袭之力，他是有实打实的实力。想到这，楚风杀了楚蝶儿的心都有了，把楚云的实力贬低的这么弱，还让自己进入了这等无路可退的局面。别怕，我会快一点。楚云微微一笑，说完，楚云来到了楚风的面前，一脚重重地踩在了楚风的腿上。啊，不，好痛！剧烈的疼痛让楚风几乎要失去理智了。接着又是几阵阵痛从楚风的4肢传来，楚风的4肢都被楚云踩烂了，同时他的经脉也被楚云的混沌灵力彻底搅碎。啊！楚风额头狂冒冷汗，发出了痛苦至极的哀嚎声。周围的其他楚家族人看到眼前的场景，一个个都脸色发白，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他们楚家纵横无敌的楚风就这么被废了。虽然楚风还活着，丹田也没碎，但是经脉的碎裂对修士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尤其是楚风这种顶级天骄，就算是能成功修复经脉，也会影响根基底蕴，难以再勇猛精进。哼，你们这些吸血鬼就知道榨取我们这些普通的弟子的修炼资源，你们有什么存在的价值？楚云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的楚风，淡淡的道。楚风还沉浸在极致的痛苦中，根本没有办法回应楚云的话。周围的其他弟子们全都沉默着，楚云的话其实挺让他们动容的，这是第一个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考虑的。虽然家族的荣耀很重要，但是更多的人其实是更想要提升自己，只是碍于家族的强大，他们无力反抗罢了。楚云，你是觉得我们楚家的这个做法有问题吗？就在这时候，一阵低沉肃然的声音响起在楚云的耳畔。楚云抬头朝着声源处望去，顿时看到了一个身穿着灰色大袍、气势威严的白发老者。族老，你终于来了！这个楚云以下犯上，把我废了，还把楚风大哥打成了重伤，你快把这个家伙……这时候，不远处的楚蝶儿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发出了尖锐的声音。原来来人正是黄泉魔宗的内门长老楚志远，也是楚家的族老。住嘴！只是楚蝶儿的话没说完，楚志远便打出了一道灵机神通，轰在了楚蝶儿的身上，直接把楚蝶儿轰晕了过去。楚云，你觉得我们楚家的做法有问题吗？用多数底层弟子的资源供奉最强弟子，让最强弟子冲击更高境界，重铸楚家辉煌。打晕了楚蝶儿之后，楚志远接着目光看向了楚云，再次重复了一遍。楚志远的目光散发着庞大的威压，让已经达到了法相3重天的楚云感受到了巨大的压迫感。有问题，资源都供奉给楚风了，我们怎么修炼提升自己？不过楚云还是深吸了口气，继续道：哦，若是那个被供奉的人是你呢？楚志远接着缓缓的道，目光看着楚云。被供奉的人是我。
楚云闻言陷入了沉思。那肯定没问题，强者就该被弱者狠狠的供奉。思索了片刻之后，楚云接着义正言辞的道。楚云的话一出，周围的诸多弟子们一个个都傻眼了。不是，楚云，你之前还一口一个吸血鬼，现在怎么就变成狠狠的供奉了？哈哈哈！说得好，强者就该被弱者狠狠的供奉。楚志远闻言开怀大笑，看向楚云的眼里满是赞赏之色。以后你来替代楚风的位置，黄泉魔宗的弟子们以后80%都交给你，我们家族也会定期给你提供资源，80%的资源都提供给我。家族给提供资源？楚云的眼睛一亮，心里泛起了一阵活络之色，那可比之前的楚风还多啊！不是，族老，之前都是供奉50%，现在给楚云怎么是80%？一位楚家的弟子忍不住开口道。轰！那位弟子的话刚说完，楚长老一掌打出，直接轰飞了那位弟子。还有人要违背家族的意愿吗？楚志远淡淡的说道。周围的弟子们一个个都跟蔫了的茄子一样，完全不敢多说什么了。那我需要做什么？楚云沉思了片刻，接着问道。不需要。楚志远回答。为什么？楚云有些疑惑。没有为什么，你是楚家的族人，那便够了。楚志远淡淡的说道。什么都不用做，就有资源供给。楚云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心里想到，这个楚长老还真是个好人，谁说楚长老不好的？鲁迅说的对，当你变得优秀以后，身边的人都是好人了。这是一些修炼资源，你先拿去使用，后续黄泉魔宗其他弟子的修炼资源80%都会上缴给你，我们家族的资源也会定期发放给你。楚风的一切也都是你的了，你可以随意处置。楚志远接着取出了一个空间戒指，递给了楚云，之后便毫不留恋地离开了魔灵窟入口。楚云探查了一番楚志远给自己的空间戒指，发现了里面有数万枚灵石，还有30瓶灵元丹。除了灵石和灵元丹，还有不少辅助修行的灵丹妙药、清神丹、魂元丹，以及一些可以提升肉身力量的灵物。这个长老是真给资源啊！看到空间戒指里面的诸多资源和修炼灵物，楚云的心里一阵欣喜之色。这些资源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哪怕是对那些真传弟子来说，也是颇为珍贵的。如今楚志远直接就给了自己，后续还有其他的资源提供，管他，先收下吧。不管这个家伙想干什么，反正有资源，不拿白不拿。楚云心里想到。楚云大哥，这是楚风和楚蝶儿的宝物资源，还有他们的贡献点。不一会，一位楚家的族人来到了楚云的身边，把楚风和楚蝶儿的宝物交给了楚云。不错，这个楚风竟然还有8万的贡献点。看到那位族人划过来的贡献点，楚云的心里一阵满意。黄泉魔宗的贡献点还是挺值钱的，可以在黄泉魔宗兑换许多东西。楚云大哥，原本楚风是想传贡献点去魔灵窟修行的。那位楚家族人接着说道。原来如此。楚云点点头。在黄泉魔宗，许多弟子的身上都不会留太多的资源和贡献点，基本上都迅速地转化为自己的实力。毕竟资源贡献点都是外物，自己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楚云，给我等着，你不会逍遥太久的，我会回来夺回我的一切的。这个时候，不远处的楚风突然大吼道，目光猩红地看着楚云。唰！楚云闻言眉头一挑，接着屈指一弹，一股霸道无比的九幽剑意直接轰向了楚风，把楚风的丹田破碎。不，我的丹田，你废了我！不！丹田被废之后，楚风发出了痛苦绝望的哀嚎声。原本还不想彻底废了你的，为何非要威胁我呢？看着绝望崩溃的楚风，楚云淡淡的道。楚云大哥，楚风在黄泉魔宗还有不少的财产，我带你去接收一下吧。旁边的楚家族人对楚云道。楚云点点头，也离开了魔灵窟的入口。路上的闲谈之中，楚云也知道了那位楚家族人的名字，楚子航。不一会，在楚子航的带领下，楚风来到了黄泉魔宗的天际峰。这个修炼洞府是我们楚家花费了30万灵石购买的，现在这个洞府也是楚云大哥的了。楚子航看着天际峰的一处修炼洞府，对楚云说道。楚云看向了前方的修炼洞府，洞府气派无比，周围还有一道道顶级的天阶法阵守护着洞府。不错，没想到还有这等意外收获。看着前方的洞府，楚云的脸上满是欣喜之色。接着楚云进入了洞府查看，洞府里有着一个小型的灵药园，还种植着一些珍贵的灵药。修炼室、炼丹房、洗浴房、会客房应有尽有，在各个地方还有不少的聚灵法阵，聚拢着天地灵力，让这个修炼洞府的灵气变得更加充裕。不愧是30万灵石购买的修炼洞府，果然够气派，比我之前的那个小房间好多了。楚云感叹道。普通的内门弟子哪里有这等待遇，基本上都是只有一个小房间，只能用来修炼。毕竟黄泉魔宗是顶级的魔道宗门，门内弟子数万，不可能给每个人都配备修炼洞府。想要修炼洞府，
只能向黄泉魔宗购买。不过，因为修炼洞府高昂的价格，哪怕是一些真传弟子都没有自己的修炼洞府。楚云大哥，这个洞府以后也归你使用了，有什么事的话可以随时传唤我。楚子航把洞府的控制令牌交给了楚云。对了，楚云大哥，楚风在楚家还有一些财产，要不要回楚家去接收一下？这个时候，楚子航似乎想到了什么，接着对楚云道：楚风在楚家还有财产吗？也是我的。楚云的眼睛一亮。是的，楚云大哥，族老已经发话了，楚风的一切都是你的。楚子航回答道：等过段时间吧，我要先修炼。楚云思索了片刻，说道：楚风在楚家还是有一些影响力的，现在回去楚家的话，难保不会有一些波折，不如把自己的实力提升上去再说。而且楚云也不认为楚风在楚家还有太多的宝物资源，身为黄泉魔宗的弟子，肯定是把更多的资源放在黄泉魔宗了。是，楚云大哥，那我就不打扰楚云大哥修行了。楚子航恭敬的道，接着便离开了天极峰的修炼洞府。楚子航离开之后，楚云立马开启了洞府周围的诸多法阵。不错，有了这个修炼洞府，自己的隐私性倒是得到了很大的保障，毕竟自己的秘密太多了，还出了不小的风头，还在那种小房间修炼的话，容易被人窥探。在这个修炼洞府就不用担心了，楚云心里道。接着楚云在修炼洞府里查看探查着，没多久，楚云在修炼洞府里再次搜刮出来了一些灵石以及修炼资源。除此之外，楚云还找到了7门强大的神通武学，不过其中5门都是神阶以下的，完全不入楚云的眼。这个落水神拳和9重雷剑倒是不错，都是神阶中品的神通，可以修炼一下，提升自己的实力。楚云看着其中2门顶级的神通，心里一阵满意。楚长老给的灵石和修炼灵丹，以及楚风的财产，都能提升自己的不少实力。那接下来就修炼一番吧，把接收的财产好好消化一下，最大化的提升自己的实力。楚云压下了心中的思绪，心中已然是有了决定。接着立马在修炼洞府里修炼起来。7日之后，黄泉魔宗古魔酒馆。古魔酒馆是黄泉魔宗一个非常古老的酒馆，自黄泉魔宗创立之后便一直在黄泉魔宗，其酿造的古魔醉更是声名远扬，不仅味道非常好，而且对肉身也有淬炼的效果，所以许多黄泉魔宗的弟子长老们闲来无事就会来这里小酌几杯。最近的我们宗门还真是风起云涌，太热闹了。是啊，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内门弟子竟然能连续击溃内门第1人和7大真传弟子之一？嘿嘿，那可是圣女殿下看中的人，肯定不简单，不然内门弟子千万，圣女殿下怎么会独独看中楚云呢？古魔酒馆里，诸多黄泉魔宗的弟子们纷纷开口着，正在议论着最近黄泉魔宗声名鹊起的楚云。毕竟楚云之前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内门弟子，现在短短的时间连败李清源和楚风2个强大的弟子，实在是罕见。哼，楚云那个家伙不过是运气好罢了，有什么好吹的？听说他的几次出手都是偷袭获胜的。就在这时候，一位身穿着蓝袍的黄泉魔宗的弟子说道：傻逼，偷袭怎么了？你小子这么看不起偷袭，不会是正道派来的卧底吧？就是，我们可是魔宗，能偷袭自然是偷袭最好了。那位弟子的话一出，旁边的其他黄泉魔宗弟子也纷纷开口道，目光不善地看着那个蓝袍弟子。胡说，我可是堂堂正正的魔修，怎么会是青阳宗的卧底呢？蓝袍弟子脸色微变，连忙道：我说你是青阳宗的卧底了吗？一位魔宗弟子发现了不对劲，目光锐利地看着那个蓝袍弟子，我不是青阳宗的卧底，不是，真的不是，我发誓。蓝袍弟子更加慌乱了，青阳宗，小子，原来是青阳宗的家伙，尼玛，给我死！只是旁边的黄泉魔宗弟子们可不会听他多说什么，一个个顿时下了死手。短短的几个呼吸之后，那个蓝袍弟子就被乱拳打死，整个酒馆充斥着一阵浓郁的血腥味。周围的弟子们全都见怪不怪，神色如常的继续饮酒，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般。梦儿姑娘，看到了吧？这些魔宗的人一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非常的危险，别乱说话。那个青阳宗的卧底就是说话不经大脑，你看，现在就凉了吧？酒馆的角落里，一个黑袍青年对旁边一个妩媚动人的少女小声的说道。苏妹儿点了点头，只是她的眼里没有任何的惧色，甚至有着些许的兴奋和跃跃欲试。对了，各位师兄，你们听说了吗？不久之前，荒古圣体的姐姐被绑到了黄泉魔宗。半晌之后，酒馆慢慢安静下来之后，苏妹儿接着开口问道。旁边的黑袍青年听到苏妹儿的话，脸色微变，似乎想要制止苏妹儿，但是为时已晚。嘿嘿，师妹，这你可是问对人了。荒古圣体叶凡那个家伙竟然敢在秘境之中抢夺我们圣女殿下的机缘，绑他姐姐来只是给叶凡一个威慑罢了。一位黄泉魔宗的弟子出声道。这都1个多月之前的事情了，
哼，荒古圣体又如何？我们圣女殿下想拿捏他，还不是轻而易举？是啊，荒古圣体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其他的黄泉魔宗弟子们也开口道，对这个事情根本毫不在意。苏沫儿闻言，眉头微皱，这些事情他已经知道了，他想打探的是他不知道的事情。看来这些家伙根本不知道什么有用的信息。苏沫儿的心里暗道。接着，苏沫儿看向了旁边的黑袍男子，想要去其他地方看看。我这里倒是有个小道消息。就这时候，一个喝得脸色涨红的男子打了个酒嗝，接着说道：小道消息？有多小道？有弟子忍不住问道。我听说绑架荒古圣体姐姐根本不是圣女殿下的主意，是楚云看上了荒古圣体的姐姐，自己偷偷派人绑来的。那个男子接着说道。而且那个楚云还极有可能新好污了荒古圣体的姐姐。不是，哥们，这也太小道了吧，楚云怎么可能有这个胆子？是啊，我看你是喝多了，这是你瞎编的吧？离谱，那可是荒古圣体的姐姐，谁敢胆大包天，新好她。其他黄泉魔宗的弟子闻言纷纷表示不信，以为他在说大话。哼，你们懂什么？真相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男子冷哼道，算了，你们不信也好，我可什么都没说。说完，男子立马转身离去，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古魔酒馆。苏沫儿听到那个男子的话，若有所思。接着，苏沫儿也很快和旁边的黑衣男子离开了古魔酒馆。沫儿姑娘，你不会是信了那个家伙的话吧？黑衣男子见苏沫儿的脸色变化，接着说道：当然不会轻易相信，不过也未尝不可能。你在这里详细的调查一下那个楚云的情报，我回去验证一下。苏沫儿思索了片刻，接着说道：验证一下？黑衣男子不解地问道：那个家伙不是说清理姐姐被新号了吗？检查验证一下他的身体就好了，到时候就能知道真相了。苏沫儿接着缓缓地道。半个月后，天极峰修炼洞府。修炼洞府里，楚云正在源源不断地吸收着灵元丹的力量。这些天，楚云一直在修炼洞府里修炼提升修为。他之前得到的那些灵石以及那些其他的资源，也全都被楚云换成了灵元丹。毕竟灵石的效果是远远不如丹药提升的快的。轰隆隆，半晌之后，一道恐怖的轰鸣声响起，楚云的身上荡起了一阵可怕的气息，整个洞府都被强大的气息压制。不远处的灵泉像是受到了强大的压迫感一般，轻微的颤抖，出现了无形的涟漪。总算是突破了法相境6重天了。楚云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眼底流转着深邃的光芒。虽然修为没有了瓶颈，但是消耗未免太大了一些。看到自己周围的大量丹瓶，楚云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浊气。楚云把自己的那些灵石宝物全都换成了灵元丹，加上楚志远赠予的足500多瓶的灵元丹，5000多颗丹药。这些丹药都足以让一个刚踏入修行境界的修士踏入到宫境了，但是却只是让楚云的修为从法相境3重天达到了法相境6重天。楚云也清楚，这是因为混沌体太过逆天的缘故。混沌体是非常强大的超级体质，在踏入仙道领域之前不会有任何的瓶颈，而且每次的境界突破都是稳固无比，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就能不断突破。再加上楚云修炼的混沌仙经也是顶尖的仙道级功法，有着无穷的潜力，更是让楚云的底蕴提升了许多。不过楚云也没有过多的在意，短短的2个多月，自己就从一个金丹境的小魔修到现在的法相境，楚云已经相当满意了。而且强大的底蕴给楚云带来的是更强的战斗力，可以轻易的越阶而战。修炼了这么久，也该放松一下了。而且我需要更多的资源，修炼洞府的灵力虽然浓郁，但是于我而言，修炼还是太慢了。楚云深吸了口气，有了暂时离开修炼洞府的想法。接着楚云去旁边的浴房清洗一番之后，便离开了修炼洞府。楚云大哥，不好了，出事了！楚云刚离开洞府，就听到了一阵惊慌失措的声音。楚子航面色慌乱地来到了楚云的面前。有什么事？楚云眉头一挑，问道。楚云大哥，我听到了有传言，之前绑架荒古圣体姐姐的是你，传言还说你把荒古圣体的姐姐给新好污了。楚子航连忙说道，事情传得有鼻子有眼的，虽然还没有大肆传播，但是暗地里已经有不少人都就觉得这个事情是你做的了。现在就开始了吗？楚云眉头微皱，他清楚这是夏诗雨开始发力了，就是要让他背锅。楚云大哥，我们怎么办？最近那个荒古圣体风头正盛，前2天击败了金翅小鹏王，要是他来找麻烦。楚子航继续说道，脸上满是担忧之色。无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楚云淡淡的说道，神色平静不已。楚云大哥，那可是荒古圣体，我们要不要偷偷澄清一下？否则圣体的怒火……楚子航还是觉得胆战心惊。澄清，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算是澄清也没有用了，真相已经不重要了。
楚云接着缓缓的道。楚云心里清楚，现在谣言已经形成，不管真相与否，叶凡为了他姐姐的名节，哪怕事情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他也不会放过自己。更不用说楚云还真把叶青离狠狠的星号了。夏诗雨的手段还是有点狠，把自己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原本楚云以为自己让叶青离保守秘密就能暂时压下这个事情，没想到夏诗雨只是散布一些谣言，就让自己的保密手段变得可有可无。看来以后对付夏诗雨得小心点，这个家伙不简单。楚云的心里暗暗的想到。不过楚云的心里也没有太多的忌惮，现在还只是谣言而已，而且自己现在身处黄泉魔宗，叶凡真要对付自己也没这么容易。况且楚云现在也不是之前的楚云了，他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反抗。楚云大哥，那我们要不要避一避风头？楚子航此时也明白了楚云的意思，接着问道。不必，就当这个事情没发生即可。楚云接着说道。楚云自然是不可能因为这些事情影响自己提升实力的步伐。听到楚云的话，楚子航的眼里满是敬佩之色，发生了这种事情还能这么淡定，不愧是楚云大哥。最近魔宗还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楚云接着问道。重要的事情？楚子航思索了片刻，回答道。对了，楚云大哥，明日就是我们黄泉魔宗内门大比了。内门大比要开始了。楚云眉头一挑。内门大比是黄泉魔宗的一大盛事，每年都会进行一次。在内门大比之中脱颖而出，会得到宗门奖励的大量贡献点以及资源宝物。另外，真传弟子也是在内门大比之中选拔出来的。是的，楚云大哥，那你要参加内门大比吗？楚子航接着问道。参加，当然参加了。楚云淡淡的道。内门大比的一些资源宝物奖励还是不错的，可以更快的提升楚云的实力，而且成为真传弟子的话，可以得到更多黄泉魔宗的资源倾斜。楚云大哥，那我这就去给你报名。楚子航对楚云道。你去吧。楚云回答道。接着楚子航便离开，前去给楚云报名。事情有变，这样的话，那我或许也得多做一些准备了。楚云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心里想到。这样的话，那就先去方氏吧，那些贡献点应该够我把那个宝物弄到手了。片刻之后，楚云的脑海中浮现了一个念头，接着楚云立马转身朝着黄泉方氏走去。黄泉方氏是黄泉魔宗的交易方式，许多的弟子甚至一些长老都会来这边售卖交易各种宝物资源。这里的东西绝大多数的都是价值一般的东西，这些弟子长老们会把那些低价值的东西包装成珍贵的顶级宝物。每天都有弟子在这里花大价钱购买了没用的东西。不过在这里买到没用的东西也只能吃闷亏了，因为这是黄泉魔宗太上长老的场子，都是你情我愿的买卖，没有任何人敢违反规则。当然这里也有一些珍贵的宝物，但是属于比较少的一类，也不乏一些弟子用很低的价格购买到了顶级的珍贵宝物。这时候楚云清楚，大部分的捡漏都是骗人的，目的是吸引更多的弟子来这里交易，瞧一瞧看一看，上古圣兵便宜卖了，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真龙精血买10瓶送1瓶，买得多送得多。修炼不努力，异魂幡中做兄弟，都来看一看。曾经的太古魔兵异魂幡，现在只要50万贡献点，你还在为实力低微感到苦恼吗？快来看一看上古的魔帝神通残卷，至尊秘术低价出售了30万贡献点，首付5万起，剩下的按月归还。一进入黄泉方室，楚云就听到一阵阵蛊惑人心的声音，诸多散发着可怕气息的宝物在黄泉方室的各个摊位之中遍布，哪怕是楚云都感觉到了强大的压迫感。卧槽，做得这么逼真，难怪这么多的魔宗弟子上当，这么精细的手法和强大的威压，就算是圣人来了都得犯迷惑。看着那诸多散发着可怕气息的神物至宝，楚云看了直摇头。要不是他知道这个黄泉方式的宝物99%都是假的，楚云都会被这些东西迷惑，指不定得买1-2把神兵。而且这个方式都是用贡献点交易的，绝大部分的宝物还能签订协议分期购买，首付一小部分，剩下的按月归还。一旦上了这个贼船，则后半生的魔修生涯就有福了。协议也是受宗门保护的，无人可以违抗，除非你比太上长老更强。楚云压下心中的思绪，缓缓地朝着黄泉方式的里面走去。一路上，楚云看到了不少的弟子买到了顶级的圣兵神物，无敌魔道秘术，感觉欣喜若狂。楚云知道，等离开了黄泉方式，他们就笑不出来了。也有不少的人向楚云推荐各种宝物，楚云自然是不会上当了。没多久，楚云来到了黄泉方式东南角的一个摊位，摊主是一个独眼男子，身上散发着强大的威压，显然是一位实力强大的顶级强者。小兄弟，我这个摊位可都是极品的宝物啊，古圣兵、大地秘术、地兵残片，应有尽有，你看上什么随便挑。
独眼男子看到了楚云的到来，眼底浮现了一阵欣喜之色，仿佛是在看什么极品的小肥羊一般。楚云嘴角微抽，这个家伙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不过想到这里是黄泉方室，楚云就释然了，这才正常。嗨嗨，我随便看看。楚云轻轻咳嗽了一声，接着查看着摊位上的宝物。这个摊位不大，但是宝物却不少，每一个宝物都散发着强大的威压，还有神秘无比的道纹，给人一种异常强大的压迫感。这是至尊神器，只是损失了一些灵韵罢了。这个可了不得，是乱古大帝的地兵残片，威力非凡啊！这个更是珍贵无比，是仙道秘术啊，一般人我都不拿出来的。楚云每看向一件宝物，独眼男子都会给楚云介绍这个宝物。前辈，你能不能安静点，让我自己看看？楚云一脸无奈对独眼男子说道。行，你自己看。楚云的话一出，独眼男子也没有再多说什么，而是让楚云自己查看。半晌之后，楚云在摊位的角落拿起了一个散发着磅礴地威、雕刻着强大道纹的灵印。小兄弟，你有眼光啊，这可是我从一处太古遗迹中得到的虚空大帝的地印，威势无双，上面雕刻的虚空道纹可以轻易的撕裂虚空，一旦掌控了这个虚空大帝的地印，未来可是能继承虚空大帝的衣钵。看到楚云拿起的灵印，独眼男子立马唾沫横飞，开始给楚云介绍着。开个价吧。楚云嘴角微抽，接着说道：200万贡献点，首付10万，剩下的按月归还。独眼男子深吸了口气，接着一脸忍痛割爱的模样道：这可是虚空大帝的地印，别人来我都是至少要卖500万的，也就是看小兄弟你有眼缘。5万。楚云说道：首付5万也行，不过这样的话你每个月还的贡献点有点多哦。独眼男子说道：我是说只付5万。楚云目光直勾勾地看着独眼男子，一脸认真的道：独眼男子。楚云的话一出，独眼男子人都傻了。不是，哥们，你砍价这么砍的300万，直接砍成了5万，小兄弟，这可是虚空大帝的地印。独眼男子压下心中的情绪，接着说道：你这么砍也太不尊重虚空大帝了吧。4万。楚云完全不理会独眼男子的话，接着道：独眼男子闻言脸色再次愣住了，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不按常理出牌的。3万。楚云接着道：小兄弟，你这可是地印啊。2万。独眼男子沉默了，在黄泉方室摆摊这么多年，独眼男子第一次看到这么油盐不进的。前辈，实话跟你说吧，我买这个宝物也是去售卖别人的，能不能卖出去还是两说。见独眼男子沉默了，楚云接着道：前辈要是不愿意的话，那就算了。说完，楚云放下了手中的灵印。见独眼男子还是不说话，楚云没有再犹豫，直接转身离去。等等，5万就5万，你小子捡到大便宜了。在楚云走出7步之后，独眼男子连忙传音给楚云道：多谢前辈了。楚云见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也回到摊位对独眼男子道。接着双方的交易达成，楚云把贡献点划给了独眼男子，同时把灵印收了起来。虚空大帝的地印5万贡献点被你买走，真是幸运的小子，我愿称你为气运之子。交易完成之后，独眼男子还一副肉痛的模样，对楚云道。楚云不置可否，带着灵印离开了摊位。哎，不容易啊，总算是开张了，现在的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了。楚云离开之后，独眼男子伸了个懒腰，有些疲惫的道：那是你太黑了，一件地兵要价几百万，谁顶得住？这时候旁边一位白发老者悠悠的道：要个100多万就得了，你还开几百万，啧，真是太黑了，这可是地兵，卖几百万不是很正常吗？独眼男子义正言辞的道。呵呵。白发老者笑而不语。你懂什么？我这是在贯彻太上长老的方针，让这些年轻的弟子们多背一些债务，这样他们才能更加拼命的提升修为，赚取贡献点。年轻弟子不能太安逸，有压力才有动力。独眼男子继续说道。白发老者没有多说什么，这确实是太上长老的方针，整个黄泉方式也是为了锻炼黄泉魔宗弟子的道心，磨练他们，同时让他们有更强的动力。老陈，不过刚刚那个小家伙什么都不要，只要你的虚空大帝地印，那个地印不会真是什么好宝贝吧？白发老者接着说道。独眼男子闻言嗤笑一声：老许，你的话听得我想笑，真要有宝物能让那小子给捡漏了，你以为我瞎？我是独眼，不是瞎眼。那个灵异药真是什么强大的宝物，我倒立吃星号，你拉的我全吃了。这不是至尊神器吗？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无法施展至尊神力？黄泉方室的门口，一位黄泉魔宗的弟子看着手中的一个神秘古塔，脸色苍白的道：这可是我花了90万的贡献点购买的。哈哈，又一个倒霉蛋，可惜才90万的贡献点，一点都不刺激。
旁边有其他黄泉魔宗的弟子听到那位弟子的话，微笑道：“进了黄泉方士，不背个大几十万债务就想走，怎么可能？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天命之子，可以捡漏，到头来都是悲剧。没意思，走了，还是赶紧去赚贡献点吧。下个月的神器袋还没有着落呢。”其他的弟子们见状都是见怪不怪了。很快，有其他的弟子来到了那位弟子的面前，把黄泉方式的真相告诉了那位弟子。这是被骗了。那位弟子脸色苍白，身躯不断的颤抖。好了，放宽心，80多万的贡献点而已，每个月还几百，100多年就还清了。这可不是骗，是你情我愿的交易。嘻嘻，他明明可以直接抢你90万贡献点，还给了你一把至尊神器的仿品，不亏。虽然没有什么用，但是有时候拿出来唬人还是有奇效的。旁边的其他弟子安慰道：“哎，长老们明明已经提醒我了，不要去黄泉方士，千万不要去黄泉方士，我为什么就是不听呢？”片刻之后，那位弟子似乎想到了什么，接着苦涩无比的道：“原来在之前，宗门的长老已经是告诫过他了，让他不要去黄泉方士。”楚云看着方士门口不少痛苦绝望的弟子，脸上没有丝毫的神情。楚云知道，那些提醒也是太上长老要求的，毕竟人都是有逆反心理的，更不用说黄泉魔宗的这些魔修弟子了。让不要去，他还非得去看看不可，不去看还不行，这太上长老也是个人才。楚云心里忍不住想到，不过楚云也不在意，反正他不会吃亏就行。这个灵印里面可是真有好东西的。接着楚云不再逗留，立马离开黄泉方士，回到了天极峰的修炼洞府。天极峰修炼洞府里，楚云开启了洞府的所有防御法阵，接着取出了自己从黄泉方士高价购买的神秘灵印。此时的神秘灵印依旧散发着极为强大的威压，上面的道纹流转着异常神秘的力量。接着楚云取出了自己的九幽剑，使用了霸道至极的九幽真意，精准地斩在了灵印中央的一个道纹上。刺了！随着一阵猛烈的撕裂声响起，那神秘的灵印被彻底的展开。灵印被展开之后，一个蕴含着无尽虚空之力的神符显露了出来。神符上面有着异常玄妙的道纹，散发着可怕的可以扭曲空间的力量。果然在这里，虚空大帝的虚空神符。看着眼前的神符，楚云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笑意。那个独眼男子没有说错，这个宝物确实是虚空大帝的东西，只是并不是地印，而是虚空神符。虚空大帝根本没有地印，外面的灵印就是为了保护里面的虚空神符的。虚空神符虽然不是极道帝兵，也没有强大的攻伐之力，但是它属于非常罕见的空间类辅助神符。使用这个虚空神符，可以轻易的穿越空间，挪移到10万里之外，无视阵法和禁制的封锁。而且上面有着极为强大的顶级空间阵纹，一旦催动，可以扭曲自身周围的空间，把外来的攻击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可以说，这个虚空神符是极品的保命神物。有了这个虚空神符的话，就算遇到一些危机，也有着自保的能力了。楚云摩挲着手中的虚空神符，心里喃喃道：接下来就赶紧炼化这个虚空神符吧，尽快掌握它。明天就是内门大比，时间不多了。接着楚云闭上了眼睛，开始炼化这个虚空大帝的虚空神符。时间就这么缓缓的流逝。第二天，黄泉魔宗内门广场。内门广场里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充斥着喧闹欢腾的声音。虽然不是所有的弟子都会参加内门大比，但是内门大比是黄泉魔宗的一大盛事，许多弟子都会前来观看的。在内门广场的上方高台，诸多的宗门高层长老也齐聚一堂，等待着内门大比的开始。楚云大哥，此次内门大比足足有7000余名弟子参加，是近100年来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而且有好几位已经踏入了道宫境的弟子也会参加。楚子航对来到了内门广场的楚云说道：好几位踏入了道宫境的弟子，竟然有修为这么多道宫境的内门弟子。楚云闻言，眼里闪过了一丝惊异之色。之前楚云击溃的那个10大内门弟子之手里清源，也不过法相境9重天。道宫境的弟子在黄泉魔宗一般都是真传弟子级别的。是的，楚云大哥，我们黄泉魔宗内门藏龙卧虎，有不少弟子都选择低调修行，不在乎那些虚名的。楚子航接着说道。楚云点点头，魔宗之中也是什么千人千面，什么人都有。甚至楚云听说有在黄泉魔宗内门蛰伏修行了数百年的内门弟子，狗得可怕，实力堪比黄泉魔宗的长老，却依旧当一个默默无闻的内门弟子。而且黄泉魔宗是属于颇为强大的魔道势力，许多正道势力都会专门对黄泉魔宗的弟子下手，尤其是真传弟子，更是被诸多正道天骄当作魔刀石的重灾区。黄泉魔宗不知道有多少的真传弟子被正道天骄斩杀，成为了尸骨的。只是这次他们为什么又要来参加这次内门大比？楚云眉头一挑，接着问道：当然是因为大比的奖励了，
听说这次若是表现出众的话，可以获得进入涅槃血池的资格。楚子航接着道，把自己探查到的一些情报告诉了楚云。原来如此。楚云闻言，眼睛一亮。涅槃灵池是黄泉魔宗的另一个顶级的修炼灵地，乃是用无数涅槃境强者的本源精血打造的血池。在里面修行，不仅可以提升修为，对神魂力量也有着强大淬炼效果。只是其消耗非常巨大，每次开启都需要大量的涅槃境修士精血，所以等闲不会开启。就算是开启了，也不会给内门弟子使用。此时楚云也明白了，为何那些平日里藏得好好的道宫境内门弟子要跳出来了。涅槃血池的诱惑太大，把他们都调出来了。那就是楚云吗？果然颜值极为出挑，气质非常完美。那可不，不然荒古圣体的姐姐怎么会看上他？荒古圣体的姐姐看上楚云，不是楚云绑架了荒古圣体的姐姐，并对其。你的消息过时了，据我知道的小道消息，是荒古圣体的姐姐自己送上来的。她对楚云一见钟情。没错，两人情投意合。听说荒古圣体的姐姐已经怀上了楚云的孩子。周围不少的黄泉魔宗弟子看到了楚云的出现，纷纷小声的议论道：谣言已经这么离谱了吗？听到周围诸多弟子们的议论和那异样的目光，楚云的心里一滞。没想到谣言已经演变成这个地步了。不过很快楚云就压下了心中的思绪，这种流言蜚语楚云根本不在意。圣女殿下来了，圣女殿下好美啊。就在这时候，人群之中再次响起了一阵骚动，众人的目光被一道靓丽的绝美女子吸引。楚云也抬头看向了不远处，顿时看到了一个身穿着黑色长裙、五官精致的绝美女子。女子身姿婀娜，气质清冷，仿佛一朵魅力非凡的黑莲花一般，给人一种致命的吸引力。楚云，你的事情已经听说了，做得不错，连楚风都被你击败了。夏诗雨来到了楚云的面前，轻声说道：运气好罢了。楚云耸了耸肩，毫不在意的道。看到楚云在自己面前不卑不亢的神色，夏诗雨的眉头一挑。明明以前在自己面前还是唯唯诺诺的，甚至不敢抬头看自己，现在看来得到了些许机缘，就有些膨胀了。夏诗雨心想。不过夏诗雨也不在意，他有自信可以掌控得住楚云还有荒古圣体姐姐的事情，你不用担心，只要你好好听话，我会罩着你的，哪怕是荒古圣体也伤害不了你。夏诗雨接着缓缓的道，语气睥睨无比。没问题，圣女殿下。楚云微微一笑，声音轻柔的说道。不错，虽然这个楚云有些膨胀，不过还是听话的。听到楚云的话，夏诗雨心里想到，只是我现在非常缺少修炼资源，圣女殿下还能不能再多给我点修炼资源？就在这时候，夏诗雨的耳畔传来楚云柔和的声音。夏诗雨心里一滞，缓缓抬头，发现楚云正一脸期待地看着自己。要修炼资源。夏诗雨闻言，心里感觉到了一丝丝烦躁，可从来没有人敢直接向他索要修炼资源。夏诗雨刚想拒绝，但是想到楚云的潜力，夏诗雨还是压下心中的烦躁。这是5万颗灵石，还有20瓶灵元丹，你先拿去用吧。夏诗雨接着取出了一个空间戒指，交给了楚云。多谢圣女殿下。楚云收下空间戒指后，面露感激之色。接着楚云似乎想到了什么，继续道：对了，我有点想叶青离了，圣女殿下能不能再把叶青离请来？夏诗雨。楚云的话一出，夏诗雨整个人都有些愣住了。不是，这个楚云胆子这么大吗？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还想星号荒古圣体的姐姐，这 TM 真是色胆包天，以后再说吧，你先参加内门大比。夏诗雨深吸了口气，接着对陆晨道。说完，夏诗雨直接转身离去。虽然楚云的颜值很高，但是夏诗雨现在不想看到楚云了。楚云耸了耸肩，也没有再多说什么，要来了一点灵石和灵元丹，也不错，蚊子再小也是肉。接着楚云进入了内门广场里面，等待内门大比的开始。此次内门大比，魁首可获得进入涅槃血池的名额。前3名，每个弟子奖励10万贡献点、5万灵石、1门神品武学、1个天阶灵宝。前10名，每个弟子奖励2万贡献点、1万灵石、1门天阶武学、1道地阶灵宝。半晌之后，广场高台上，一位身穿着墨色大袍、气势威严的中年男子缓缓地说道，告知了此次内门大比的奖励。中年男子正是黄泉魔宗宗主林元洪，还真有进入涅槃血池的名额，这个名额我要定了。这次的奖励也太多了吧，之前的前3才有天阶武学的奖励，现在前10就有了。是啊，前3更是有神品武学神通的奖励，诱惑太大了。可惜那几个道宫境的弟子也来参加了，否则前3。黄泉魔宗宗主的话一出，广场的诸多弟子们纷纷开口道，眼里满是狂热之色。显然这次的大比奖励让诸多的弟子都非常的心动。好了，接下来
此次内门大比正式开始，所有参加内门大比的弟子都到广场中央来。把奖励说完之后，林元宏再次开口道。林元宏的话说完，诸多的弟子立马朝着广场中央疾驰而去，楚云也不例外，进入了中央广场。没多久，硕大的中央广场聚集了数千名弟子，诸多的弟子都在四处打量着，查看着此次自己大比的竞争者。此次内门大比采取常规的擂台战方式，两两对战。林元宏打量着中央广场的诸多弟子，开口说道：不过我们这里只有一个擂台，现在参加的弟子实在太多，需要提前淘汰一些弟子，否则大比的时间太长了。怎么提前淘汰？是有什么别的考核吗？有弟子忍不住开口问道。不必考核，林元宏淡淡的说道。哗哗哗！说完，林元宏的右手轻抬，一道深邃无比的魔气从林元宏的手中翻涌而出。这深邃的魔气不断分裂，化成了一条条黑色魔蛇。不一会，在林元宏的身后浮现出了大量散发着森然气息的黑色魔蛇。看到林元宏展现的手段，中央广场的诸多弟子们都是满脸的疑惑，他们宗主这是要干什么？轰！就在众人都一脸疑惑的时候，林元宏身后的铺天盖地的黑色魔蛇已经是冲向了中央广场。不会吧，宗主，你要干什么？不要啊，我不敢了，我不敢参加了。中央广场的诸多弟子们看到那散发着威压天地的诸多黑色魔蛇，脸都绿了，全都感觉到了深邃无比的压迫感，仿佛灵魂随时都要被撕裂一般。只是林元宏并没有理会诸多弟子的哀嚎，那恐怖无比的黑色魔蛇已经冲击到了中央广场之上。这些黑色魔蛇无规则，随机地冲击着中央广场之中的内门弟子们。刹那间，惨叫哀嚎声此起彼伏，许多的弟子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整个内门广场其他的弟子长老们也全都愣住了，呆愣地看着眼前的场景，不明白林元宏此举是为什么。半晌之后，中央广场的大量黑色魔蛇完全的消散，原本数千名内门弟子，此时只剩下800余名弟子正站在广场上，剩下的诸多弟子则是全都躺在了地上，失去了战斗力。不过刚刚我已经随机淘汰了一些弟子，现在的数量就差不多了。林元宏看着还站着的800多名弟子，满意的道：宗主，这不公平吧，他们都没有展现自己的天赋实力就被淘汰了。一位黄泉魔宗的长老忍不住开口道。林元宏的这次冲击足足淘汰了90%的弟子，其中不乏一些实力非常强大的。有什么不公平？我的魔蛇天涌是随机冲击的，被击中只能算他们运气不好，运气何尝不是实力的一部分？林元宏淡淡的开口道，声音传遍了整个内门广场。听到林元宏的话，诸多的弟子长老们都不自觉地吸了一口凉气。这就是他们黄泉魔宗的宗主，从不按常理出牌。幸好我炼化了虚空神符，否则我也被提前淘汰了。广场里，楚云也是心里一阵后怕。刚刚林元宏的魔蛇天涌其实是冲击到了楚云，楚云动用了虚空神符的力量，把魔蛇天涌的力量转移到了旁边的弟子身上。好了，现在可以开始了，两两对战，依旧是随机对战，直至决出前10以及最后的魁首。清场之后，林元宏接着淡淡的开口道。接着执法唐长老立马按照收集完剩余弟子的身份信息，安排了1对1的对战。第一场，赵景睿对战陈刀谷。没多久，执法唐长老安排好对战之后，立马开始了第一场的战斗。2个黄泉魔宗的弟子立马登上了擂台，开始战斗。是赵师兄，此次大比的道宫境强者之一，也是我们内门老牌的顶级强者。赵师兄是真有气运啊！此次大比另外的2名道宫境的强者都被宗主淘汰，看来此次的魁首非他莫属了。是啊，魁首已经没有悬念了。周围的诸多弟子们认出了其中一名身穿着白色锦袍、气宇轩昂的青年，正是此次大比的道宫境强者赵景睿。此时擂台上的大战已经爆发，另一名弟子知道赵景睿的实力强大，所以率先出击，使用了最强的武学冲击了上去。赵景睿见状，眼皮都没有抬一下，一拳轰出。轰！随着一道恐怖的轰鸣声响起，陈刀谷被赵景睿一拳轰出了擂台，失去了战斗力。第一场，赵景睿胜。执法唐长老淡淡的开口道，看向赵景睿的眼里有着赞赏之色。不愧是赵景睿师兄，果然强大，一招就结束了战斗。诸多弟子看到赵景睿展现的实力，忍不住感叹道。赵景睿解决了陈刀谷之后，离开了擂台。接下来，内门大比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场又一场的战斗让诸多的弟子们大呼过瘾。其他弟子的实力虽然比不上赵景睿，但是来参加内门大比的都是有2把刷子的，展现的一些手段也是让不少的弟子直呼学到了。第9场，楚云对战许振瑞。没多久，终于是轮到了楚云上台，是那个新号了荒古圣体姐姐的楚云，轮到他了。这个许振瑞也不简单，顶尖的法相境修为，实力也不容小觑。
不知道他实力到底如何。之前虽然击败了楚风，但是有偷袭的嫌疑，现在倒是可以看看他的成色了。轮到楚云上场之后，周围的弟子们纷纷议论道，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楚云，眼里满是好奇之色。圣女殿下，那个就是你最近收的追随者吗？果然是个模样极为俊俏的小白脸，难怪你会如此看重。广场高台上，黄泉魔宗圣子许宽看着远处缓缓走上台的楚云，对旁边的夏诗雨道：“他可不只是模样俊俏这么简单。”夏诗雨淡淡的说道：“哦，难道他那方面手段也非常惊人？”许宽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若有所思的道：“也对，不然怎么会让荒古圣体的姐姐一见钟情呢？”夏诗雨淡淡的瞥了许宽一眼，并没有接他的话。唰！此时不远处擂台的战斗已然结束，楚云一道恐怖无比的剑光迅猛地轰向了对手，直接把对手击溃了。果然，这个楚云还是有点实力，同样是瞬间秒杀对手，结束了战斗。战斗结束之后，诸多弟子看向楚云的眼里也多了一丝敬畏。接下来战斗继续进行着，赵景睿师兄，其他弟子都不足畏惧，只要小心那个楚云就行了。擂台的边缘处，一个内门弟子见楚云再次轻松秒杀了一位顶尖的法相境强者，对旁边的赵景睿道：“要小心楚云。”赵景睿闻言，眉头微皱：“是啊，只有楚云有危险。”那位弟子接着说道：“威胁？呵呵，你是觉得我会输吗？”赵景睿冷笑一声，眼里满是鄙夷之色。不过是一个法相境的垃圾，等他遇到我，就会知道什么叫做残忍了。那位弟子闻言，心里一滞，他觉得赵景睿过于骄傲了。但是想到赵景睿展现的实力，那位弟子又觉得赵景睿的话没毛病。那个楚云再强，也不过是法相境，之前只不过是没遇到赵景睿师兄罢了，那才让楚云一直轻松连胜。而且赵景睿的威名可是更甚，由于其强大的实力，很多对手看到赵景睿就直接认输了。几个时辰过去，经过一系列的对战，很快就决出了32强，只剩下了32名弟子。32名弟子都是从800余名弟子之中连胜脱颖而出的，都实力颇为强大。到了这个地步，诸多弟子对彼此的实力都有个大概的认知了。32进16，第一场赵景睿对萧晨。很快32进16的战斗出炉，第一场就是赵景睿的战斗。赵景睿师兄，请赐教。身穿着黑色劲装，神情坚毅的萧晨抱拳对赵景睿道：“你不认输？”赵景睿见萧晨似乎有想与自己战斗的想法，眉头一挑，眼里闪过了一丝惊异之色。对于这个萧晨，赵景睿有一点印象，虽然也是一直取得了胜利，但是每次获胜都非常的艰难，每次都以为他要倒下，但是都在战斗之中战到了最后。在赵景睿看来，这个萧晨的实力非常一般，根本就是强撑着走到这一步，根本没有了再进一步的可能。都到了这一步，我怎么会轻易放弃呢？脸色有些苍白的萧晨深吸了一口气，接着坚定的道：“勇气可嘉，只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的坚持都没有意义。”赵景睿摇了摇头，睥睨的道：“不过，看在你身受重伤还敢挑战的份上，我倒是可以指点指点你。多谢赵师兄指点。”萧晨闻言，脸上浮现出了笑容，似乎对赵景睿的指点非常感激。周围的弟子们听到了擂台上两人的话，都是对萧晨羡慕不已。毕竟在他们看来，萧晨根本没有任何的机会胜过赵景睿，到了这一步已经是萧晨的极限了。能得到赵景睿的指点，更是天大的机缘。你先出手吧。赵景睿负手而立，淡淡的道：“赵师兄，那我就不客气了。”萧晨开口道。说完，萧晨立马催动了强大的神通，直接冲杀了上去。萧晨使用着一道地阶拳法，一拳又一拳的轰击着赵阳。太慢，太弱，节奏不够快。赵景睿轻松地抵御着萧晨不断猛攻的拳头，轻松惬意地说道：“你的拳头破坏力太弱，需要再兼修一门火属性的神通，提升杀伤力。多谢赵师兄指点，这个火属性的神通可以吗？”就在这时候，赵景睿的耳畔传来了萧晨询问的声音。赵景睿闻言，连忙看向了萧晨，顿时看到了萧晨的手中涌现出了一道极为炙热的火焰，同时萧晨的气息也陡然间攀升，瞬间突破了道宫境。你小子扮猪吃虎，你是道宫境？感受到萧晨身上的可怕气息，赵景睿汗毛直立，连忙惊呼道。他立马调动了全身的所有力量，想要反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萧晨那附带着炙热烈焰的拳头已经是狠狠地轰在了赵景睿的身上。轰！随着一阵猛烈的轰鸣声响起，赵景睿被萧晨附带着强大火焰气息的拳头直接击中。炙热的火焰让赵景睿发出了痛苦的哀嚎声，接着被强大的冲击力轰出擂台，直接失去了战斗力。这个萧晨好阴啊，隐忍了这么久，原来是道宫境的修为。
好好，这个小子这么玩是吧？哎，赵阳师兄还是不够谨慎啊，被萧晨骗了。擂台上的场景让周围的诸多弟子们纷纷议论道，看向萧晨的脸上满是忌惮之色。萧晨明明有着道宫境的修为，但是在之前的战斗中却丝毫没有展现出来，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实力一般的弟子。没想到这个涅槃血池的诱惑如此之大，竟然把另一个天命主角吸引出来了。广场的另一处，楚云看着走下了擂台的萧晨，心里嘀咕道，原来这个萧晨也是这个世界中的天命主角之一。萧晨是10万年前的九阳至尊转世。10万年前，萧晨在闭关冲击大地之境时，遭遇自己的兄弟和红颜知己背叛偷袭，萧晨直接身陨。没想到萧晨并没有彻底的神魂俱灭，反而是转世众生到了10万年之后，吸取了前世的教训。萧晨重生之后，一直隐藏在黄泉魔宗，小心翼翼的修行提升自己，一直没有暴露。楚云没想到现在萧晨竟然跳出来了，还在黄泉魔宗的内门大比之中现身天命主角又如何？我岂会怕他？楚云的心里嘀咕道。萧晨虽然是至尊众生，但是楚云身怀系统，也不会太过多的忌惮。而且楚云可是清楚，萧晨的处境可比自己危险多了。若是他是九阳至尊众生的消息曝光，前世偷袭他的好兄弟和红颜知己，可不会放过他。那个就是你看中的萧晨吗？确实有点手段，没有暴露自己的九阳圣体，就击败了赵景睿。内门广场的高台之上，一袭水蓝色宫裙，身姿婀娜的南宫婉看着远处的萧晨，对身边的沈冰言道：哼哼，那当然，萧晨哥哥可是非常优秀的人。旁边的绝美少女沈冰言扬了扬自己的粉拳，轻哼道：要不是萧晨哥哥道宫受到了损伤，萧晨哥哥可以更轻松地结束战斗。南宫婉点点头，他自然是能看出来，萧晨虽然早就进入了道宫境，但是道宫出现了一些问题，上面隐隐有几道裂痕，这导致萧晨无法产生随意的使用道宫境的力量。刚刚萧晨使用道宫境的力量，让萧晨的裂痕隐隐又加深了一些。哎，可惜要是其道宫没有损伤，魁首就非他莫属了。南宫婉摇了摇头，接着说道：师尊，现在赵景睿已经败了，还有谁能战胜萧晨哥哥吗？沈冰言闻言愣了愣，连忙不敢置信地问道。和萧晨相识了许久，沈冰言自然知道萧晨的实力了，就算不动用到宫境的修为，其实力也是相当可怕的。他不觉得剩下的那些法相境的弟子能威胁到萧晨。诺，你看，你的萧晨哥哥能胜得了那个人吗？南宫婉接着看向了不远处的擂台，接着道。沈冰言闻言也看向了擂台，顿时看到了擂台上面楚云一道凌厉无比的剑光，瞬间击溃了一位法相境9重天的修士。看到那场景，沈冰言轻咬着红唇，他自然也是感觉到了楚云的强大实力。萧晨打不过楚云，除非他能随意使用到宫境的力量。南宫婉非常笃定的道：像之前这样偷袭也不行吗？沈冰言接着问道：你觉得这样的招数还能用第二遍吗？南宫婉淡淡的道。沈冰言闻言：是啊，这样的方法只能用一次，别人都有防备了，可是涅槃血池对萧晨哥哥很重要。沈冰言轻咬着红唇，心里道。接着沈冰言看向了刚刚走下擂台的楚云，眼里闪过了一丝坚定之色。大比依旧在进行着，事实也正如南宫婉所说，因为萧晨的扮猪吃虎，之后的每一场战斗众人都是全力以赴，不敢有丝毫的松懈，生怕像赵景睿这般阴沟里翻船了。很快又是几场激烈的战斗结束，此时的中央广场只剩下了16名弟子，正是此次内门大比的16强。经过激烈的战斗，诸多的弟子都消耗甚大，气喘吁吁，唯独楚云一人仿佛没有任何消耗一般，甚至连衣袍都还是干净的，没有染上任何的尘埃鲜血。此时其他的弟子们都不自觉地看向了楚云，他们也都意识到了楚云或许是最难缠不可战胜的对手了。诸多弟子都纷纷祈祷着不要在下一轮遇到楚云，毕竟下一轮就是16进8的关键名次。好了，接下来休息半个时辰。执法长老接着说道，半个时辰之后再进行16进8的战斗。楚云大哥威武，一路连胜，看来魁首稳了。楚子航泡好了灵茶，来到了楚云的身边，激动无比的道。楚云的表现彻底的征服了楚子航，让楚子航对其非常的狂热。楚云大哥太强了，每次都是秒杀。我们的付出没有白费，楚云大哥，请把我的所有资源都拿走，请重铸我们楚家的辉煌吧。楚云大哥加油，夺得魁首。嘿嘿，楚云大哥使用了我的修炼资源，吃才如此强大，那这魁首是不是也有我的功劳？也有我的功劳，加1。旁边的其他楚家族人也是兴奋无比的道，此次内门大比藏龙卧虎，他们没想到楚云竟然真能走到这一步。不少的楚家族人都与有荣焉，毕竟他们都把自己的许多资源分给了楚云，只感觉楚云的成长他们也有参与感。你们都有功劳。
楚云淡淡的说道。楚云公子，可否借一步说话？就在这时候，一阵清脆悦耳的声音传来，一个身穿着白色长裙、清纯动人的绝美少女来到了楚云的面前，声音柔和的道。少女肌肤胜雪，身材青涩透，宛如邻家妹妹般，洋溢着青春可人的气息，是炼丹堂堂主的亲传弟子，我们宗门的炼丹天才沈冰岩。他来找楚云大哥干嘛？嘿嘿，不会是被楚云大哥的魅力征服了吧？还真有可能，连荒古圣体的姐姐都被我们楚云大哥吸引了，这个炼丹堂的女神说不定也喜欢这款呢。哼，楚云大哥风流倜傥，俊逸出尘，天赋实力又如此可怕，我要是妹子我也喜欢。旁边的诸多楚家族人纷纷开口道。行，楚云没有拒绝，他想看看这个炼丹堂的炼丹天才想做什么。很快，在周围楚家族人的艳羡目光之中，两人来到了旁边一个僻静的房间。楚云公子，能否请你在和萧晨战斗的时候手下留情，让萧晨获胜？进入房间之后，沈冰岩接着轻咬着红唇，语气轻柔无比。若是楚云公子答应的话，这我愿意把这个三文道元丹送给楚云公子。楚冰岩说着，从自己的空间戒指里取出了一颗玄妙气息的灵丹，灵丹上面有着3道深邃的道纹，散发着沁人的芳香。这个三文道元丹可以让到恭敬的修士提升3个小境界。楚冰岩继续说道，介绍了这个三文道元丹的效果。果然是为了萧晨来的。听到沈冰岩的话，楚云的眉头一挑。楚云清楚，这个楚冰岩是冰云仙宫的圣女，和她的师尊卧底在黄泉魔宗的，而且这个楚冰岩也是萧晨的红颜知己。在萧晨隐藏在黄泉魔宗的时候，结识了萧晨，并被萧晨吸引，给了萧晨不小的帮助。丁，检测到宿主当前经历，触发无敌选择。选择1，答应沈冰岩的请求，在大比之中败给萧晨，奖励幽冥神火。选择2，拒绝沈冰岩的请求，在大比之中击败萧晨，奖励净灵神火。幽冥神火，幽冥族的顶级神火，威力非凡，蕴含着强大的幽冥之力，有着焚天煮海的威能。净灵神火，至纯至净的顶级神火，对邪祟污秽有着强大的克制效果。就在这时候，楚云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楚云的心里一喜，又触发选择了2道顶级神火，幽冥神火和净灵神火，这可都是极为强大的异火，有着极为恐怖的破坏力。楚云公子是对三文道元丹不满意吗？我可以再加10万灵石，涅槃血池的名额对萧晨很重要，你就答应我吧。这时候，沈冰岩见楚云没有回答，以为楚云对三文道元丹不满意，接着楚楚可怜地对楚云说道：不必了，涅槃血池的名额对我也很重要，萧晨想要就让他击败我吧。楚云的心里已经有了决定，接着淡淡的说道：涅槃血池是珍贵无比的机缘，楚云自然是不会这般轻易退让了。楚云公子，真的没得商量吗？沈冰岩还是不想轻易放弃，接着开口问道。没得商量。楚云毋庸置疑的道。沈冰岩轻咬着红唇，眼里满是纠结之色，半晌之后，他似乎想通了什么，眼眸之中满是坚定。楚云公子，对不起，刚刚只是对你的一个考验，没想到楚云公子果然是一个向道之心非常坚定的修士。片刻之后，沈冰岩接着道，请允许我表达我的歉意。表达歉意。楚云微微愣了愣，不明白这个沈冰岩到底是什么意思。不一会，沈冰岩突然就投入了楚云的怀抱，直接 A 了上去。顿时，楚云被一阵柔软包裹。这个小妞想干什么？楚云被沈冰岩的操作搞得一头雾水。不过，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接着，楚云也2刻钟之后，楚云离开了房间。房间里，沈冰岩捂住了自己的脸，眼里满是委屈之色。萧晨哥哥，这次为了你能夺得魁首，我可是付出了很多，便宜都被楚云占光了，你一定要加油啊！沈冰岩想到刚刚楚云的行为，脸色红润的道。原本沈冰岩只是想亲一下就了事的，没想到楚云完全不把自己当外人，直接深感受了沈冰岩的。想到这，沈冰岩心里又羞又恼，不过想到都是为了萧晨，只感觉这点付出也是值得的。紧接着，沈冰岩整理了自己的衣裙，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佳，也离开了房间。这个小妞还真是下了血本啊，为了让萧晨获胜，如此的不择手段吗？楚云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心里嘀咕道。他的神魂力量在体内轻微的涌动着，察觉到了在自己的体内有了一股非常隐晦的寒冰之力。寒冰之力正是沈冰岩在亲自己的时候注入自己体内的。这个寒冰之力在自己的体内蛰伏着，只要自己过多的使用灵力，就会爆发，对自己造成伤害。楚云此时明白，沈冰岩是为了萧晨。若是在战斗的时候，这股寒冰之力突然爆发，绝对会对自己造成不小的影响，帮助萧晨获得胜利。可惜，我的神魂力量强大，已经发现了。楚云摇了摇头。
因为穿越的缘故，他的神魂力量颇为的强大，完全可以探查到自己体内的隐患。而且他可是混沌体，霸道的混沌力量只要运转一下，就能轻易的驱逐这股力量。沈冰岩的这个方法注定是没有任何效果的。不过这个沈冰岩倒是挺不错的，小小也很可爱，而且潜力应该不小。楚云想起了自己刚刚感受到的，还是先准备一下和萧晨的战斗吧，毕竟是天命主角，指不定有什么惊人的手段底牌呢。楚云压下了自己心中的思绪，心里道。紧接着楚云来到了广场中央，静静等待着16强比赛的开始。怎么突然感觉一阵烦躁？此时不远处的萧晨缓缓地睁开了眼睛，不知为何，他原本古井无波的心里涌现出了一阵淡淡的烦躁，难道是因为道宫的伤势吗？萧晨的心里暗道，他的道宫受损颇为严重，所以想要借助涅槃血池的力量修复。这时候萧晨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倩影，沈冰岩不知去了哪里，此时正在回去高台。沈冰岩经过擂台时还看了萧晨一眼，两人的目光对视，萧晨感觉到了沈冰岩的眼底有一丝复杂。冰岩，不用担心，我没事。萧晨以为沈冰岩担心他，连忙偷偷的给沈冰岩传音道。沈冰岩闻言露出了笑容，接着回去了高台，两人没有任何的直接交流。这是萧晨的主意，沈冰岩在黄泉魔宗有着极高的人气，萧晨不想暴露两人的关系，他只想安静低调的修行内门大比16进8。第一场，楚云对战欧阳询。半晌之后，广场上传来了执法长老的声音，大比再次开始了。萧晨此时也收敛了自己的思绪，看向了擂台，他也知道楚云是此次内门大比最难缠的一人。楚云师兄，请赐教。擂台上，欧阳询拱了拱手，对楚云道。楚云的实力已经得到了许多弟子的认可，哪怕是身为对手，欧阳询也不得不承认，楚云确实非常强大。楚云点了点头，回应了欧阳询。唰！说完，楚云抬手就是一道恐怖无比的剑光，直接轰向了欧阳询。欧阳询瞳孔一缩，感受到了极为强大的压迫感。不过他似乎早有准备，爆发了自己的灵力，立马凝聚了一个水蓝色的灵力光盾。砰！剑光打在灵力光盾上，响起了激烈的碰撞声。不一会，剑光的巨大冲击力把灵力光盾轰出了一道道裂痕。欧阳询的身体只是后退了2步，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挡住了。楚云见状，眉头一挑，没想到竟然有人挡住了。不过楚云也不意外，到了16强，基本上都是内门弟子之中极为强大的存在了，而且自己使用了这么多次这个剑光，被研究也是理所当然的。你也是道宫境？此时楚云隐隐感应到了欧阳询身上的气息，似乎已经达到了道宫境。是的，楚云师兄，我早已进入了道宫境。见楚云看穿了自己的实力，欧阳询也没有留手，把自己的力量催动到了极致。顿时属于道宫境的气息在欧阳询的身上流动，而且还是达到了道宫境5重天卧槽，还有高手。果然内门弟子藏龙卧虎，又一个老银币，隐藏修为，准备来一波大的。本以为又是一场楚云的秒杀盛宴，没想到又冒出个道宫境。楚云危险了，他的修为还是太低了，只是法相境，而且最强的剑光都被挡住了，估计是要败了。可惜楚云有前3的实力的，若是不遇到欧阳询，还能争一争前3。台下的诸多弟子们见状，纷纷开口道，眼里满是惊异之色。显然欧阳询的实力出乎了他们的预料。之前楚云多次出手都是凭借着灵力的剑光，现在剑光被破解，欧阳询的境界又远超楚云，他们实在不知道楚云拿什么赢。楚云师兄，我要出手了。欧阳询此时也是自信无比，接着爆发了所有的力量，朝着楚云冲击而去。楚云没有说话，而是右手轻抬，哗哗哗，片刻间在楚云的前方凝聚了上百道剑光，这些剑光散发着是非常强大的气息。欧阳询见状，瞳孔微缩，脸色陡然间变得煞白无比，他再次凝聚了一道灵力光盾，唰！只是片刻之后，上百道剑光就迅猛无比地冲击到了欧阳询的身上。砰！那坚固的灵力光盾瞬间破碎，欧阳询也被大量的剑光冲击，整个人倒飞出去，直接失去战斗力，晕厥了过去。不是，楚云也隐藏实力了。妈了个巴子，一个个都这么狠，上百道剑光，这谁顶得住？还是楚云师兄更胜一筹，这么恐怖的实力，魁首没跑了。看来倒霉的是欧阳询，有机会进前3的被楚云直接击败了。这突然逆转，再次惊呆了周围的诸多弟子们。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欧阳询如此可怕，有着道宫5重天的修为，依旧被强势击溃。不仅是周围的弟子，广场高台上的诸多长老们也是一脸异色的看着擂台上的楚云。楚云以法相境的修为，轻易逆袭击败了道宫境5重天的欧阳询，这个天赋实力实在太可怕。
这个楚云强。萧晨看着擂台上的楚云，心中只有一个字。接下来大比继续。后续的战斗依旧非常激烈，只是楚云的对战就相当无聊了，8进4、4进2的大比，对手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直接认输。毕竟欧阳询的下场他们可都看在眼里，胜利虽然重要，但是他们可不想受这么重的伤。另一边的萧晨同样是连续勉强击败了对手，和楚云双双进入了决赛。内门大比决赛，楚云对战萧晨。1刻钟之后，执法长老宣布了决赛的开始。楚云和萧晨两人缓缓地走上擂台，周围的所有弟子和长老们都是目光紧盯着擂台，想看看这最后一场决赛。楚云的实力自不必多说，多次秒杀了对手。而萧晨虽然每次的战斗看起来都非常艰辛，但是每次都获胜了。之前更是展现了道宫境的实力，击败了赵景睿这个老牌的道宫境强者。而且能走到这决赛最后一步的都不会是简单的货色，肯定是有自己底牌的。萧晨哥哥加油，有我的帮助，你一定可以击败楚云，获得大比魁首的。广场高台之上，沈冰岩微微握着自己的拳头，心里暗暗的给萧晨加油。虽然楚云的实力非常可怕，但是他依旧对萧晨有信心。毕竟萧晨可是有着9阳圣体，而且掌握了诸多强大的手段底牌，再加上沈冰岩还给楚云下了手段，沈冰岩觉得萧晨的胜算很大。此时楚云和萧晨两人都踏入了擂台之上，两人在擂台之上对峙着。难怪胜得这么勉强，原来是因为道宫受损了。楚云的神魂力量顿时感知到了萧晨身上的异状，察觉了其道宫受损的原因。这样的话倒是又轻松了许多，楚云心里想到。决赛开始。此时不远处的执法长老立马宣布了决赛的开始，楚云立马右手轻抬，凝聚了上百道剑光，磅礴的气息在楚云的身上流转。等等，我认输。就在楚云的剑光即将冲击出去之际，擂台上的萧晨直接开口了。说完，萧晨直接跳下了擂台。这个天命主角直接认输了。楚云见状眉头一挑，没想到这个萧晨连尝试一下都不愿意，直接就认输了。不过这个倒是符合这个萧晨的心性，低调稳重修行，尽量不冒险。毕竟他的前世可是至尊强者，天武界的巅峰强者之一，只要慢慢修行，总是能重回巅峰的。这也让楚云对萧晨更加忌惮了几分。这种知进退有分寸的主角，其实更难缠远处的沈冰岩。不是，萧晨哥哥直接认输了。远处中央高台上，沈冰岩看到萧晨直接认输，人都傻了。我付出了这么多，你直接就认输了，那我之前被楚云算什么？沈冰岩为了萧晨可以多一分胜算，不惜献出自己的吻，还让楚云把自己想到这。沈冰岩气得直颤抖，眼里的泪光不断闪烁。冰岩，你怎么了？这时候南宫婉察觉到了沈冰岩的神色变化，不解地问道：萧晨，他怎么能直接认输呢？沈冰岩委屈无比地说道：这对萧晨来说是最好的选择了，他很理智。南宫婉倒不觉得萧晨直接认输有什么问题，相反，他觉得萧晨非常不错，谁都有年少轻狂的时候。但现在萧晨的情况根本不适合继续战斗，继续战斗也有很大的风险。不行，我要亲自去问问萧晨。沈冰岩气不过，接着气呼呼地离开了高台。此次内门大比的魁首楚云。这时候擂台上的执法长老宣布了此次的内门大比的魁首。楚云，你很不错，这是你此次大比的奖励，10万贡献点，5万灵石，神品武学和天阶灵宝，你可以自己去藏经阁和宗门宝库挑选。此时黄泉魔宗的宗主也来到了楚云的身边，神色柔和地对楚云道：另外，这是涅槃血池的令牌，涅槃血池7天之后会开启，到时候你可以使用这个令牌进入涅槃血池。接着林元红还取出了一块血红色的令牌交给了楚云。多谢宗主。接过奖励之后，楚云缓缓地道：此次内门大比之中，楚云、萧晨两人表现优秀，现提拔两人为真传弟子。不一会，大比的奖励全部发放完，执法长老也宣布了此次内门大比之中表现突出的楚云和萧晨两人成为黄泉魔宗的真传弟子。恭喜楚云师兄晋升真传。周围的诸多弟子们纷纷开口道，为楚云恭贺。此次楚云的表现折服了诸多的弟子。虽然在后续的大比之中，楚云的对手全都认输了，不过这也正说明了楚云的实力强大。楚家的诸多弟子们也是纷纷为楚云呐喊，同为真传，楚云的潜力可比楚风强大太多了。楚云，这是你的真传令牌，这个真传令牌也是一个天阶极品灵宝，可以抵挡虚神境强者的3次攻击，并且这个真传令牌里面还有一道传讯法阵，直达宗门核心，遇到危险可以使用这个真传令牌传讯求救，宗门长老会去救援的。另外，
成为了黄泉魔宗的真传弟子之后，宗门每个月会发2万的贡献点和3万的灵石。另外，可以遇到修行上的问题，可以随时找宗门长老解惑。真传弟子兑换藏经阁的武学神通都有8折的折扣，兑换的武学神通不过仅限自己使用。执法长老把象征着真传弟子的真传令牌，同时把真传弟子的福利也告知了楚云。不错，这个黄泉魔宗的真传弟子福利还是不错的。感受到真传令牌蕴含的玄妙气息，楚云心里道：虽然黄泉魔宗是魔道势力，但是一旦成为了其核心真传，福利是真不错。不过除了福利，真传弟子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每年都必须完成3个天级任务。执法长老继续说道：没问题，我会完成的。楚云点点头，宗门自然是不可能无偿花费诸多资源培养真传弟子了。黄泉魔宗有任务大殿，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可以获得宗门奖励，天级任务算是其中比较高难度的，不过楚云自然是不会忌惮了。交代完真传弟子的事情之后，执法长老便离开了。恭喜你，楚云，成功晋升真传弟子了。不一会，夏诗雨也来到了楚云的面前，对楚云道。夏诗雨也是非常的唏嘘，没想到楚云真的夺得那门大比的魁首了。楚云的优秀出乎了他的想象，果然我的眼光不错，楚云真是个值得重用的人。7天之后，我也会进入涅槃血池，到时候我会再给你一个机缘。夏诗雨思索了片刻，接着对楚云道：行，那我就期待3天后的涅槃血池之行了。楚云缓缓的道。双方在寒暄了几句之后，楚云在诸多内门弟子的狂热目光下面离开了内门广场。接下来的几天继续修行提升自己的实力，然后把此次大笔的奖励也兑换了吧。离开内门广场之后，楚云前往了藏经阁，挑选了一门神品武学。楚云挑选的是浮光掠影，一门神品高阶的身法武学，虽然修行难度高，但是一旦修行成功，有着肉眼都难以企及的迅猛速度。之后楚云再度前往了藏宝阁，挑选了一个天阶极品的灵甲玄玉甲。挑选完奖励，楚云把自己的诸多贡献点以及灵石全部换成了可以提升自己修为的各种灵丹资源，用来提升自己的修为。做好这一切之后，楚云回到了天极峰的修炼洞府。系统领取净灵神火。洞府的聚灵法阵上，楚云心里默念道。在萧晨直接认输之后，系统便提示楚云完成了选择。哗哗哗，随着楚云的心念一动，一道淡蓝色的火焰从冥冥之中涌动，漂浮在了楚云的手中。淡蓝色火焰出现的瞬间，整个修炼洞府的温度陡然间攀升了许多，并且洞府里的一些魔气刹那间就被这个火焰散发的气息融化，化成了虚无。不愧是净灵神火，果然强大。感受到净灵神火蕴含的气息，楚云的眼里满是欣喜之色。这炙热的气息，哪怕是楚云都感觉到了微微的炙热。有这个异火，面对一些特殊的敌人，或许会有奇效。楚云的心里道。接下来就全力的提升自己的实力，等待7天后的涅槃血池吧。楚云深吸了口气，从自己的空间戒指里取出了诸多的灵丹和各种修炼资源。接着楚云闭上了眼睛，运转着不灭仙经，吸收着这些灵丹资源，提升着自己的修为。时间就这么缓缓的流逝。萧晨哥哥，为什么你要认输呢？你明明有获胜的实力。黄泉魔宗一处风景优美的竹林之中，身穿着白色长裙，清纯动人的沈冰岩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旁边的萧晨。冰岩，一时的胜利并不是真正的胜利，能走到最后才是最重要的。萧晨看着前方的少女，接着缓缓的道，语气轻柔无比。可是修炼就是要勇猛精进，不断的胜利。此时的沈冰岩还是沉浸在萧晨的失败之中，有些难以接受。冰岩，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只有不断的胜利才能问鼎至高。萧晨接着说道，但是后来我发现了，错了，大错特错，一时的成败并不重要。你的路，我们的路都很长，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不是每一次都需要拼尽全力的，只要安稳的走到最后，把握最关键的一次胜利就行了。萧晨说着，脑海中浮现出了自己前世的诸多思绪画面。前世的他正是全力拼争，争资源，争名誉，争强斗胜，为了胜利竭尽全力，他也成功了，但是在最后还是失败了，不断的进取胜利蒙蔽了他的双眼，没有发现自己身边人的异样，导致他在最重要的关卡上被狠狠背刺。只是一次的失败，就让他的一切化为了泡影尘埃，他的一切也被背叛他的人夺走。每想到这些，萧晨的心就揪心不已，仿佛有着无数的利刃穿心而过，实在是太窒息了。如今好不容易重生一次，萧晨不想重蹈前世的覆辙。这一世的他背负的太多了，当初背叛他的人，萧晨一定要他们付出代价，前世没有达到的巅峰，这一世一定要达到。为此他选择了最稳妥的方法，低调稳重修行。他不能犯错了，因为
真的没有下一次的机会了。这次的涅槃血池虽然重要，但是也不是非要不可，毕竟楚云的实力确实厉害，而且萧晨不太愿意暴露自己太多的手段，那不值得。现在的他正是需要韬光养晦的时候，没必要如此冒险，把握最关键的一次胜利就行吗？听到萧晨的话，沈冰岩似有所悟，只感觉前方的萧晨充满了魅力。冰岩，我知道你是担心我的道功。萧晨接着说道，你放心吧，就算没有涅槃血池，我也有别的方法可以修复我的道功的。听到萧晨的话，沈冰岩一阵无奈，道功受损可是非常严重的。沈冰岩以为只有涅槃血池才能，所以这才萧晨哥哥怎么不早说。沈冰岩越想越气，对了，冰岩，听说在大比的时候你去找楚云了，你找楚云干嘛去了呢？这个时候萧晨似乎想到了什么，接着问向了沈冰岩。没事，我就是想让楚云输给萧晨哥哥，但是他拒绝了。沈冰岩低着头把事情告诉了萧晨，不过后续他被楚云的事情，沈冰岩则是没有透露。看着前方的沈冰岩，萧晨的心里一滞，他感觉沈冰岩似乎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而且他可是听说两人在房间里待了2刻钟，肯定是有别的事情。不过沈冰岩没说，萧晨也不想多问，既然他不说，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他相信沈冰岩不会伤害自己，只是萧晨的心底还是多了一丝若有若无的芥蒂。萧晨哥哥，抱抱我。这时候沈冰岩突然靠近了萧晨，眼神直勾勾地看着萧晨。别这样，冰岩。萧晨下意识的就退后了好几步。萧晨哥哥。看到萧晨连拥抱自己都不肯，沈冰岩非常的委屈。他都被楚云这般了，现在想从萧晨这里找些安慰，但是萧晨却这般冰岩，对不起，是我的问题，异性一靠近我，我就会非常害怕。沉默半晌之后，萧晨接着说道，声音沙哑无比。前世红颜知己的背刺，真是让萧晨产生了很大的阴影。现在萧晨都不敢和异性过多的接触，尤其是关系亲密的，更是让萧晨灵魂都要战栗一般。我会努力克服的，给我点时间。萧晨深吸了口气，接着对沈冰岩道，没事的，萧晨哥哥，我等你。沈冰岩压下了自己心中的酸楚复杂，露出了甜美的笑容。青离姐姐，你真的被那个黄泉魔宗的楚云给了吗？7日之后，太初圣地，一处风景优美的山谷之中，身穿着红色长裙，妩媚动人的梦儿对身旁的叶青离说道，你在说什么？那个楚云可是魔宗的一个普通内门弟子，我怎么可能被一个小小的魔宗内门弟子星号？旁边的叶青离闻言脸色微变，连忙出声否认道，青离姐姐，你别骗我了，刚刚我们在灵泉泡澡的时候，我检查过了，你不纯净了。苏妹儿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叶青离，轻声道，你检查我？听到苏妹儿的话，叶青离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无比。苏妹儿是天妖狐族的公主，神魂力量强大，并且掌握着极强的天妖幻术，难怪刚刚我感觉有些迷迷糊糊的，是你用幻术在干扰我。此时的叶青离也明白了，为何刚刚在灵泉泡澡的时候有些晕乎乎的。叶青离原本还以为是自己这些时日修行过度，没想到是苏妹儿在检查自己。对不起，青离姐姐，我不该用幻术对付你的，不过我这都是为了查出真相。苏妹儿面露愧疚之色，接着道，既然你知道，那我也不瞒你了，我确实是和黄泉魔宗的楚云。叶青离见苏妹儿已经知晓了，也没有再隐瞒。那个可恶的小魔头。叶青离的话说完，苏妹儿恨得牙痒痒。虽然之前心里就有所预料，叶青离可能已经被楚云夺去了清白，但是现在亲耳听到叶青离的话语，苏妹儿还是有些无法接受。我这就去把那个小魔头给斩了。苏梦儿气的胸脯直颤抖，声音冰冷无比。苏妹儿之前被叶凡和叶青离救过性命，几人关系莫逆，苏妹儿也把叶青离当成了亲姐姐看待。如今知道叶青离被一个黄泉魔宗的小魔崽子夺去了清白，心中涌现出了无尽的怒火，恨不得现在就把楚云碎尸万段。梦儿，别！楚云也是身不由己。叶青离连忙拉住了苏妹儿，一脸恳求的道，青离姐姐，现在你还要袒护那个小魔头吗？苏妹儿咬牙切齿，接着苏妹儿想到了自己不久之前知道的传闻，难不成你真的喜欢上了那个小魔头？在离开了黄泉魔宗之后，苏妹儿也一直让人在黄泉魔宗打探消息，知道了许多在黄泉魔宗的各种关于叶青离和楚云的消息，其中就有叶青离喜欢上了楚云的离谱消息。怎么会？我才不会喜欢上那种这么过分的小魔头呢。叶青离轻咬着红唇，接着道，只是叶青离的脑海中不自觉地回想起了之前在黄泉魔宗的经历，虽然楚云带给了他不少噩梦，但是其中的快乐也是难以想象的，让现在的叶青离想起来都有些完了，青离姐姐真的对一个魔宗的小魔头动了感情。看到叶青离这个神态，苏妹儿心里一沉，顿感不妙。不行，我不能就这么看着青离姐姐误入歧途，
我要解救青离姐姐。苏沫儿紧握着拳头，心里道：沫儿，求你了，就当这个事情没发生过吧，你别把这个事情告诉小叶子。不一会，叶青离拉住了苏沫儿，一脸恳求的道。叶青离知道叶凡对自己的感情，若是他知道了真相，绝对会彻底疯狂，不顾一切杀入黄泉魔宗。叶凡肯定会有危险，这不是叶青离想要看到的。而只要瞒住这一切，那就没有谁会受伤了。看着叶青离这般恳求自己，苏沫儿的心里也是揪心无比。青离姐姐，那个楚云只是魔宗的一个小魔头。你，苏沫儿接着道，脸上满是不解之色。楚云他和别的魔宗修士不一样，他虽然是魔宗修士，但是楚云是个好人。叶青离接着说道，虽然和楚云只是短时间的相处，但是两人知根知底。叶青离也能感觉到楚云没有别的魔修那般暴力的气息，而且身上也没有染很多的鲜血，他只是受制于黄泉魔宗的圣女，不得不天下乌鸦一般黑。苏沫儿缓缓的道，他自然是不相信有什么不一样的魔修了。在苏沫儿看来，魔修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噩梦，尤其还是臭名昭著的黄泉魔宗，更是没一个好东西。不过既然是青离姐姐请求，那我暂时帮你隐瞒。苏沫儿接着对叶青离道，多谢妹儿。见苏沫儿答应，叶青离心里松了口气。不过只是暂时隐瞒，我亲自去探一探这个楚云的底，若是楚云不是青离姐姐说的这般，那我就帮不了青离姐姐了。苏沫儿接着道，眼神里流转着璀璨的光芒。与此同时，黄泉魔宗血元峰，血元峰是黄泉魔宗深处的高大主峰，这里到处翻涌着滔天气血之力，空气中都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诸位，前面就是涅槃血池了。血元峰的一处深邃山洞里，血元峰长老带着9名修士缓缓地踏入其中。这群修士正是获得了涅槃血池名额的黄泉魔宗弟子长老，其中楚云、夏诗雨赫然在列。不一会，一行人进入了山洞的深处，这里反而是没有浓郁的血腥味，而是流转着沁人的芳香和浓郁的灵机。山洞深处的中央，一个透露着丝丝缕缕血气息的血池出现在众人的眼前。血池气息涌动，飘香四溢，涌动着摄人心魂的灵光。血池周围布置了强大的阵法，让血池的灵力不外泄。涅槃血池是用无数涅槃境修士的本源精血以及诸多天材地宝打造的顶级灵物。虽然在涅槃血池里修行有着极大好处，但是里面的灵力霸道非凡，有着极大的腐蚀性。若是坚持不住的话，尽快从血池中出来，不然会对身体造成难以逆转的损伤，得不偿失。血元峰长老接着缓缓的道，向众人介绍着涅槃血池。行了，老郭，我们自然是知道涅槃血池了，别墨迹了，赶紧让我们进去。一位资深的长老不耐烦的道。是啊，老郭，开阵法吧。其他长老们也是纷纷开口道，显然他们对涅槃血池已经很熟悉了。你们这些老帮子，我是在告诫这2个第一次来的宗门真传。血元峰长老嘴角微抽，缓缓的道，此次涅槃血池有9人踏入，6名宗门长老，圣女夏诗雨、楚云以及宗门第一真传宋廷玉。郭长老，我们知道涅槃血池不会冒险的。身穿白色长裙，清纯动人的第一真传宋廷玉轻轻嫣然一笑，语气轻快的道。楚云也点了点头，示意自己知道了。行，那我就开启阵法，注意一定要小心。郭长老见楚云和宋廷玉都知晓了涅槃血池的危险，也没有再多说什么，直接就打开了法阵。打开法阵之后，诸多长老迫不及待地进入了血池之中。楚云，7天之前我不是说要给你一个机缘吗？血池前方，夏诗雨对楚云说道。圣女殿下，不知道是什么机缘。楚云闻言，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夏诗雨，眼里有着一丝期待之色。能被夏诗雨称之为机缘的，想必不会太差。这是我之前在一处秘境之中得到的宝物。夏诗雨缓缓开口，接着取出了一副气血森然的铠甲。这个铠甲上面有着极为邪异的道纹，散发着狰狞的气息。只是铠甲的灵光有些微弱，似乎受到了不少的损伤。但是即使是损坏了，这个铠甲给人一种异常恐怖的压迫感，仿佛可以吞噬血肉一般。哇，师姐，你竟然把这个血域魔铠给楚云师弟！这个时候，旁边的宋廷玉看到了夏诗雨取出的铠甲，一脸惊异的道：这可是你在上古遗迹之中好不容易得到的宝物，这是血域魔铠。楚云闻言同样是一脸的惊讶。血域魔铠是上古强族血神族的圣兵魔铠，有着异常强大的防御力，可以极大的提升自身实力，并且这个铠甲是蕴含着血道规则的魔铠，可以吸收气血之力，恢复自身并大幅度强化自身实力，是极为强大的杀伐宝铠。这个确实是血域魔铠，不过它的灵性受损，现在只能发挥天阶灵宝的威能。夏思雨点点头，继续说道：但是它可以吸收涅槃血池的力量，恢复灵性。
楚云师弟把它炼化，用自身气血运养，再加上涅槃血池的力量，应该可以很快把它恢复成虚神兵的等阶。将来楚云师弟有别的机缘，完美的恢复其灵性，重回圣兵之列，也不是没有可能。灵性受损的血域魔铠吗？楚云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前方的魔铠，他能感受到这个血域魔铠蕴含的可怕气息。只是这个血域魔铠毕竟是血神族的宝物，蕴含着暴虐无比的气息，若是无法承受，容易被魔铠的暴虐气息反噬。你有勇气收下这个机缘吗？夏诗雨接着缓缓的道，深邃的目光看着前方的楚云。丁，检测到宿主当前经历，触发无敌选择。选择1，收下血域魔铠，奖励混沌灵印。选择2，拒收血域魔铠，奖励混沌劫光。又触发选择了混沌灵印和混沌劫光，两道神通都是非常适合混沌体的顶级神通。听到系统的提示音，楚云的心里一喜，没想到这也能触发选择。旁边的宋廷玉也是饶有趣味的看着楚云，想看看楚云是否会收下这个血域魔铠。虽然血域魔铠灵性受损，但是其暴虐气息可是没有减弱许多。想要掌控这个魔铠，必定是有不小风险的。楚云虽然战力惊人，但是可不一定能镇压得住这个血域魔铠。有何不可？圣女殿下敢给我，就敢收。这时候楚云开口了，直接收下了这个散发着恐怖气息的血域魔铠。血域魔铠入手之后，楚云便感受到了一股血腥的气息，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蚕食着自己的血肉。只是楚云体内的混沌灵力微微运转，这股无形的压力就被彻底化解。丁，恭喜宿主完成选择，获得混沌灵印。在楚云收下血域魔铠之后，楚云的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混沌灵印这门强大的大神通也出现在了楚云的系统空间。不愧是我看中的楚云师弟，有魄力，我越来越欣赏你了。旁边夏诗雨接着微笑道，眼里满是赞赏期待之色。接着夏诗雨没有再多说什么，直接进入了涅槃血池之中。楚云师弟，你……一旁的宋廷玉欲言又止，似乎想说什么，但是还是没有开口。加油吧，楚云师弟。最后宋廷玉给楚云加油了一声，就进入了涅槃血池。楚云默默地看着进入了血池的两人，他自然是知道这个血域魔铠的危险，但是他可不会害怕，有着混沌体，还有混沌仙晶，他有自信可以镇压一切。接着楚云也没有多想，直接进入了涅槃血池之中。哗哗哗，一进入涅槃血池，楚云就感受到了一股极为可怕的血色灵力。这些血色灵力疯狂地融入着楚云的体内，提升着楚云的修为。前几天楚云利用内门大比获得的资源，让自己的修为提升到了法相境8重天。此时楚云法相境8重天在不断提升，朝着法相境9重天靠近。涅槃血池的其他强者们此时也在不断地吸收着涅槃血池的力量，疯狂地提升着自己的实力。在这里修行，相信很快就能让我突破到宫境，甚至再到宫境也能提升不少的修为。不错，不愧是涅槃血池，果然强大，效果惊人。感受到自己体内疯狂暴涨的灵力，楚云的心里满是欣喜之色。接下来把血域魔铠也炼化掌控，顺便让这个血域魔铠吸收涅槃血池的力量，恢复灵性。楚云深吸了口气，接着取出了刚刚从夏诗雨那里得到的血域魔铠。接着楚云开始注入自己的灵力，炼化这个狰狞无比的血域魔铠。吼吼吼！灵力注入的瞬间，楚云就感觉到了极为恐怖的压迫感。血域魔铠蕴含的气血之力疯狂的涌动，与此同时，里面还有一道邪恶的神念疯狂的撕扯，仿佛要腐蚀他的灵魂一般。区区一件残破的圣兵残灵，也想蚕食我的神魂。楚云心里冷冷的道。接着楚云调动了自己的混沌体本源和混沌仙晶的强大灵力，狠狠地注入了血域魔铠之中。很快楚云隐隐听到了血域魔铠里面有着无尽的哀嚎声，似乎有邪异的气息在被楚云的混沌体本源和混沌仙晶灵力镇压抹除。果然有大问题，这个血域魔铠里面应该是有残留的血神族强者的神念，若是一时不慎的话，绝对会吃很大亏的。可惜我有混沌体和混沌仙晶，区区残灵神念完全奈何不了我。楚云的心里道。此时楚云也明白了为什么夏诗雨要把这个宝物给自己。这个血域魔铠除了蕴含非常狂暴的气血之力，里面还有着异常古老的血神族强者残灵神念，没有足够的手段会被这残灵神念损伤，情况更严重，还有可能走火入魔，造成不可逆的影响。看来是自己提升的太快，给了夏诗雨不小的压力，想要用这个宝物打压自己。但是可惜你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楚云的心里冷笑道。接着楚云继续调动自己的本源力量和灵力，冲刷着血域魔铠。短短的2刻钟之后，血域魔铠里面的残灵神念完全的被抹除，
剩下的霸道气血之力丝毫无法对楚云造成任何影响。如此情况下，血域魔铠很快就被楚云炼化掌控。总算是炼化掌控了，接下来就全力提升修为，恢复血域魔铠的灵性吧。看着手中掌控自如的血域魔铠，楚云心里喃喃道。接着，楚云把混沌仙晶运转到了极限，疯狂地吞噬着涅槃血池里的灵韵。顿时，楚云仿佛化身成了一头饕餮巨兽，周边出现了巨大的灵力风暴，疯狂地吞噬着一切。楚云身边的血域魔铠也在吸收着灵韵，恢复着自己的灵性。时间就这么缓缓地流逝。师姐，你也太恶毒了吧！楚云可是你的人，你竟然把这个危险的血域魔铠给他！涅槃血池的另一处区域，宋廷玉对不远处正在吸收着涅槃血池力量的夏诗雨道：“恶毒！我这是给他机缘，而且我也没逼着他收下。”夏诗雨眼皮都没抬一下，淡淡的说道：“哎，楚云还是年轻气盛啊，虽然实力不错，但是太认不清自己了，那岂是现在的他能掌控的？”宋廷玉叹了口气道。宋廷玉其实还是挺看好楚云的，黄泉魔宗好不容易出现一个这么有意思的人，颜值又如此完美，没想到被夏诗雨，你是想用让楚云成为血域魔铠的祭品，让血域魔铠彻底恢复吧？不一会，宋廷玉似乎想到了什么，接着道：“我可没有。”夏诗雨微微一笑：“我怎么会这么做呢？楚云师弟可是我们黄泉魔宗的同门真传啊，我是希望他好好的，可以掌控血域魔铠。”看到夏诗雨那有些瘆人的笑容，宋廷玉心里一滞，楚云摊上夏诗雨这个魔女真是太倒霉了。宋廷玉已经能想象到楚云被血域魔铠摄取了气血底蕴之后的惨状了，可惜了一张这么好的脸。宋廷玉舔了舔自己的嘴唇，眼里有着一丝失望之色。师姐，等那个楚云没有了利用价值，你能不能把他的尸体给我？我可以用一把真神兵作为交换。不一会，宋廷玉接着对旁边的夏诗雨道。夏诗雨闻言摇了摇头：“师姐，你什么意思？”宋廷玉眉头微皱，没想到夏诗雨会拒绝。夏诗雨淡淡的道：“他可是我的人，还是同门真传。”宋廷玉一脸异色的看着夏诗雨，说道：“师姐不会真看上这个家伙了吧？”“不，我的意思是，一把真神兵不够，得加钱。”楚云自然是不知道宋廷玉和夏诗雨的谈话了。此时的他正在全力的吸收涅槃血池的灵韵，提升着自己的修为。很快，几个时辰过去，楚云的修为进入了法相境9重天巅峰，是时候冲击道宫境了。达到法相境巅峰之后，楚云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眼底流转着深邃的流光。接着，楚云没有任何的犹豫，把自己的不灭仙金韵转到了极致，不断地朝着道宫境进发。因为楚云是混沌体，在仙道领域之前不会有任何的瓶颈，楚云轻易的就冲破了法相境的阻碍，朝着道宫境冲击而去。不过，虽然没有瓶颈，但是楚云突破的消耗也是巨大无比。哗哗哗，周围的涅槃血池的力量疯狂地朝着楚云的身上涌动，整个涅槃血池的灵韵似乎都被楚云一个人吸收一般。楚云的周身形成了一个吞噬一切的黑洞，霸道地掠夺着一切灵韵。是谁在突破？动静这么大，难道是陈长老在冲击天神境？不是，他不要命了吗？这么稀会出事的？不要这么绝吧，他这么修炼，其他人还怎么修炼吸收？涅槃血池的其他强者们都被突然出现的霸道吞噬力量影响了，无法再安然的修炼。毕竟涅槃血池的灵韵本来就非常恐怖，需要小心翼翼吸收炼化的，从来没有人敢如此大动静的暴力吸收。不是老夫，老夫还没突破呢。这时候涅槃血池传来了陈长老的声音，不是陈长老在突破，难道是圣女？此次他进入涅槃血池就是为了冲击虚神境。乖乖，现在的年轻一辈修行都这么恐怖吗？又一位长老暗自咂舌，脸上有着唏嘘之色，扑哧。此时在涅槃血池的另一个区域，夏诗雨吐出了一口浊血，脸色顿时变得煞白无比。我的突破被打断了。夏诗雨擦了擦自己嘴角的鲜血，脸色阴沉的道：原来他刚刚正在全力的吸收灵韵，准备点燃神火进入虚神境，但是这突然出现的灵韵风暴打断了夏诗雨的突破。到底是什么人敢坏我的修行？夏诗雨脸色冰冷，身上的灵气不断的翻涌。因为突破中断，让夏诗雨体内的涅槃灵光都受到了影响，其中几道涅槃灵光变得微微有些暗淡。这样，夏诗雨短时间内难以再次冲击虚神境，涅槃血池的机缘可以说是白白浪费了。想到这，夏诗雨气的身体直发抖，恨不得手撕了那个坏他修行的家伙。修士的每一次突破都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像夏诗雨这种魔道顶级天骄，突破的失败颇为巨大。毕竟修行之路的每一次突破都是与天争命，必须要不断高歌猛进。而且夏诗雨为了此次的涅槃血池名额也付出了许多，如今突破失败，损失可谓是非常惨重。不行，不能继续在涅槃血池修行了，我得先离开，尽快恢复自己涅槃灵光。
夏诗雨深吸了口气，接着咬牙道：“虽然心中非常不甘心，但是他也知道，以他现在的状态，在涅槃血池根本没有任何的效果，甚至是有不小的坏处。”紧接着，夏诗雨立马起身，准备离开涅槃血池。不过，我得看看是谁破坏了我的修行。夏诗雨心里想到。接着，他离开涅槃血池的同时，暗自查看着涅槃血池诸多修行的长老们。很快，夏诗雨就发现了根源所在，正是楚云所在的区域。灵运风暴在不断的翻涌。什么？是楚云？看到是楚云造成的，夏诗雨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阴沉的几乎要滴出水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打断他突破的会是他一直自以为能掌控的楚云，那个之前在他面前唯唯诺诺的弟子，竟然敢坏他修行，而且他成功炼化掌控了血域魔铠。这个时候，夏诗雨注意到了楚云身边的血域魔铠的狂暴气息彻底平息，他平静地在楚云身边吸收着涅槃灵域，没有任何的躁动。楚云啊楚云，没想到我还是小看了你。看到眼前的场景，夏诗雨只感觉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紧紧攥住一般。楚云的表现完全出乎了他的预料，这种失去了掌控的人。夏诗雨看着远处变得愈发强大的楚云，眼里流动着猩红的血光，就该果断舍弃。既然如此，那就是时候榨取你的剩余价值了。夏诗雨默默转身离去，心中已然有了定计。师姐夏师姐，你还真是终日打厌烦，被大雁啄了眼。不过，你的突破还真是件值得开心的事情。涅槃血池的另一侧，宋廷玉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眼里满是欣喜之色。接着，宋廷玉看向了不远处正在狂暴吸收灵韵的楚云。在进入修行状态之后，宋廷玉也一直注意着楚云的动静。本以为会是楚云被血域魔铠摄取血肉本源，没想到楚云成功的掌控血域魔铠，还打断了夏诗雨的突破。楚云，你真是给了姐姐好大一个惊喜，我对你越来越有兴趣了。宋廷玉舔了舔自己的嘴唇，看向楚云的眼里越发的火热。楚云自然是不知道自己冲击到宫境的时候还打断了夏诗雨的突破，不过即使知道了，楚云也不会在意的。他清楚夏诗雨对他从来都只是利用，随时都会把自己舍弃的。轰！没多久，在楚云的体内出现了一座散发着可怕气息的灵力道宫。与此同时，属于道宫境的气息也在楚云的周身流动。突破到宫境了。楚云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涅槃血池的效果实在是太逆天，短短的几个时辰就让他的修为突破到宫境。接下来继续提升修为，涅槃血池里还有大量的灵韵，应该足够自己提升许多的修为。接着，楚云闭上了眼睛，继续鲸吞着周围涅槃血池的灵韵，提升着自身的修为。接下来的时间，楚云的吸收虽然不如突破到宫境时这般凶猛，但是也是非常可怕，宛如一头太古凶兽一般，气息不断的壮大。他身边的血域魔铠也吸收着涅槃血池的灵韵，不断的壮大着。因为楚云吸收的动静变小了一些，其他的长老以及宋廷玉也很快的进入了修行状态，提升着自己的修为。时间就在众人的平静修行之中流逝。很快，半个月过去，涅槃血池的灵韵已经被吸收的七七八八，其他长老们已经全部都离开了。涅槃血池当中只剩下了楚云和宋廷玉两人。楚云体内的道宫数量经过这段时间的吸收也到达了6个，这意味着楚云的修为已经达到了道宫6重天。爽，真是太爽了，这个涅槃血池真是个好地方，半个月时间就让我连续突破达到了道宫6重天，难怪那个萧晨都忍不住现身，想要争夺这个名额。感受到自己体内的庞大力量，楚云的眼里满是欣喜之色，这种高速提升修为的感觉实在太爽了。不过楚云也知道这样的日子没多久了，毕竟涅槃血池的灵韵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剩下的灵韵最多也只能让自己突破到宫境7重天。接着楚云压下了自己心中的思绪，全力的吸收着剩下的灵韵。时间缓缓流逝，很快又是2天过去，剩下的灵韵彻底的吸收殆尽，整个涅槃血池也彻底的变成了一汪清水，直接能看到池底道宫7重天。不错，可惜涅槃血池半年才能开启一次，不然我的修为要不断猛涨啊！道宫7重天，加上我的混沌体、不灭仙经以及9幽魔尊的传承，虚神境之下，我竟皆可一战。现在我的实力终于是达到东域年轻一辈顶尖的水准了。楚云睁开了眼睛，体内的深邃力量给了他极大的安全感。之前虽然有着系统傍身，但是修为太低了，楚云并没有太多的安全感。现在有了到宫境后期的修为，总算是让楚云心中安定了许多。还有这个血域魔铠竟然恢复到了真神兵的地步，若是再穿上这个血域魔铠，就算是点燃神火的虚神境强者也不是不能与之一斗。楚云接着看向了自己身边的血域魔铠，经过半个多月的吸收，这个血域魔铠的灵性恢复了许多，已经恢复到了真神兵的水准。
森然无比的气息在血域魔铠的身上轻微涌动，整个涅槃血池的区域都隐隐流动着一丝狰狞的气息。只是因为楚云已经炼化掌控了这个血域魔铠，所以楚云并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压力，也该离开这个涅槃血池了。接着楚云收起了血域魔铠，准备离开这个让他提升了许多修为的地方。楚云师弟，你还真是厉害，整个涅槃血池近乎一半的灵韵都被你吸收了。就在这时候，一阵清脆悦耳的声音从旁边传来。楚云缓缓转身，顿时看到了一个身穿着淡黄色长裙、五官精致、清纯动人的宋廷玉正在缓缓朝着自己走来。宋廷玉的长裙被血池里的清水打湿，淡黄色的长裙紧贴着肌肤，勾勒出了绝美动人的曲线。楚云甚至能看到，没想到这个美女真传还挺有实力的。看着前方的动人少女，楚云忍不住想到，眼底出现了一丝丝的炙热。宋廷玉自然是感受到了楚云的目光，只是他似乎并不在意，反而是笑嫣嫣的来到了楚云的身边。我也没注意吸收了多少，只是正常修炼罢了。楚云此时也收敛了自己的思绪，接着道：嘿嘿，楚云师弟，夏诗雨被你打断了虚神境的突破，你回去之后要小心，那个家伙眦必报，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你的。宋廷玉大胆地勾起了楚云的下巴，对楚云道：那个夏诗雨被我打断突破了。听到宋廷玉的话，楚云微微愣了愣。这半个多月，楚云一直在全力地提升自己，根本没有在意外界的情况，这倒是个意外之喜。这样的话，自己倒是不必忌惮这个夏诗雨了，至少与他正面冲突的话，自己不会吃亏。至于他来找麻烦，也是在楚云的意料之内，无非是早晚的问题。是啊，楚云师弟真是太猛了。宋廷玉笑嫣嫣的道，看向楚云的眼神里满是异彩，你也挺猛的。楚云看到了宋廷玉的曼妙细腻，缓缓的道：嘻嘻，多谢楚云师弟夸奖。宋廷玉吐气如兰的道：这个宋廷玉真是星号啊。接着楚云师弟，差不多就行了，你要是能帮我把夏诗雨解决了，我倒是可以给你一场完美的体验。一刻钟之后，宋廷玉抽身而出，整理了自己的仪态，缓缓的道：解决夏诗雨，宋师姐还真是看得起我。夏诗雨可是宗门圣女，我哪有本事解决她？楚云耸了耸肩，接着说道：我相信楚云师弟有这个潜力的。宋廷玉风情万种的看了楚云一眼道：宋师姐是想取代夏诗雨的圣女之位吧？楚云接着问道：没错，当初圣女之争，要不是那个小贱人耍了手段，圣女之位怎么轮得到她？我不过是夺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罢了。宋廷玉直接说道，丝毫没有避讳自己对夏诗雨的仇恨。楚云不置可否，他也听说了当初两人的一些恩怨。宋廷玉和夏诗雨两人都是圣女候选人，夏诗雨确实使用了一些手段，不过那也在选拔规则之内，只不过那时候的宋廷玉稍微差了一筹罢了。虽然楚云不喜欢夏诗雨，但是也不得不承认，那个家伙确实是个难缠的对手。宋廷玉与之相比还是差了不少。楚云师弟帮助我一起对付夏诗雨的话，等我成为宗门圣女，除了我刚说的完美体验，我还可以给楚云师弟一把真神兵。宋廷玉接着道：以后再说吧，我无意参与你们的争斗。楚云思索了片刻，接着道：他肯定会对付你的，你打算坐以待毙？宋廷玉眉头一挑，接着道：我现在是宗门真传，夏诗雨没有办法轻易对付我，而且宋师姐一句话就想让我冒着这么大风险对付夏诗雨，是不是有点想当然了？楚云接着缓缓的道：那你想要什么？宋廷玉眉头一挑，接着问道：我现在实力低微，需要提升大量修为的资源灵物。楚云接着说道：楚云师弟，你才刚连续突破进入了到恭敬后期，继续使用灵物资源提升自己，会影响自己的根基，有损你的未来修行。宋廷玉接着告诫道：我不怕。楚云淡淡的道：好，既然楚云师弟都这么说了，那我要是不付出，有些就有些不近人情了。宋廷玉沉吟片刻，接着说道：这是20万灵石以及10瓶涅槃灵液，应该足够了吧？宋廷玉说着，从自己的空间戒指取出了20万的灵石和10瓶涅槃灵液。宋师姐果然大方。看到诸多的灵石和涅槃灵液，楚云的脸上满是笑意。他本来也是随口一说，没想到这个宋廷玉还真拿出了修炼资源资助自己。涅槃灵液是涅槃境强者用来提升修为的灵液，价值惊人，对涅槃境修士有着好的效果。楚云虽然现在用不上，但是他的修为已经达到道宫7重天，距离涅槃境也没多远，很快就能发挥效果了。宋师姐，还有，楚云接着说道：楚云，你别太过分了，我只是让你辅助我对付下诗雨。见楚云还想要别的东西，宋廷玉眉头微皱：不是，宋师姐，我是说刚刚有些不够尽兴。楚云连忙说道。宋廷玉闻言，风情万种的白了楚云一眼：你不早说。其实对于楚云，
宋廷玉还是挺欣赏的，而且其颜值又如此出众，宋廷玉并不介意与楚云有更亲密的关系。不过现在不行，我修炼的功法有些特殊，在突破天神境前我不可以踏破底线，否则会影响我的修行。宋廷玉接着说道，天神境之前不能破底线吗？楚云双眼微眯，不破底线也行。宋廷玉疑惑地看着楚云，你只需……楚云接着附在宋廷玉的耳边小声地说道，楚云师弟，你……听到楚云的话，宋廷玉脸色一阵羞红，显然是被楚云的话有些震惊到了。可以吗？楚云微笑地问道，真是拿你没办法，不过我也不会，你要教我。宋廷玉轻咬着红唇道。接着宋廷玉挽起了自己的秀发，缓缓。几个时辰之后，楚云神清气爽地离开了涅槃血池。楚云也和宋廷玉达成了初步的合作。不过夏诗雨毕竟是黄泉魔宗的圣女，实力手段都远超常人，所以两人都决定等待合适的时机再给夏诗雨致命一击。离开涅槃血池之后，楚云直接前往了自己的天极峰。他得到了混沌灵印这门顶尖的大神通，得好好修行一下，而且血域魔铠也需要熟悉一下，才能更好的发挥。楚云，站住！只是楚云刚刚离开血元峰，就听到了一阵低沉的声音。楚云朝着声源处望去，看到了一个身穿白袍、气宇轩昂的青年。青年缓缓走来，气呼呼地看着楚云。楚云，你偷走了我的那门大比魁首，让我失去了涅槃血池的名额，我要挑战你，我要证明我才是那门大比的魁首。是那个参加那门大比的赵景睿。楚云认出了这位弟子的身份，眉头一挑，我偷走了你的大比魁首，什么意思？击败你的不是萧晨吗？听到赵景睿的话，楚云乐了，没想到这个赵景睿会来挑战自己。确实是萧晨偷袭我导致我落败，但是若是没有萧晨的偷袭，夺得魁首的应该是我，所以偷了魁首的是你。赵景睿接着咬牙道。此时两人的动静吸引了不少的其他黄泉魔宗弟子，众人都是齐刷刷地看着两人，想要看楚云会如何处理。毕竟赵景睿的话虽然有些离谱，但是也不无道理，赵景睿实力颇为强大，若是继续斗下去，真有夺得魁首的希望。哦，我知道了。楚云淡淡的道，我会击败你，证明这一切的。赵景睿咬牙道，催动了自己的灵力，迅猛无比的冲了上去，想要直接击溃楚云。砰！只是楚云眼皮都没有抬一下，甚至都没动用自己的灵力，一脚踹在了赵景睿的身上，直接把赵景睿踹飞了。赵师兄简直不堪一击啊，完全路边的野狗一样，一脚被踹飞了。就这，我以为赵师兄有什么手段呢，就这点实力，实在是……赵师兄还是有些不理智啊。楚云师兄都进涅槃血池修行了，岂是他能对付的？看到赵景睿被一脚击溃，诸多的弟子纷纷摇了摇头，言语中满是对赵景睿的不屑。不该是这样的，怎么会这样？赵景睿有些无法接受，身躯不断的颤抖。我不甘心啊，要是再谨慎一点，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夺得魁首，进入涅槃血池的应该是我。看到赵景睿像是失心疯一般，楚云摇了摇头。接着他没有再理会风言风语的赵景睿，直接离开了血元峰。他的时间宝贵，可不会在这种小丑身上浪费。主人，对不起，我没能对楚云造成任何的伤害。半个时辰之后，黄泉魔宗一处隐秘的山林之中，脸色苍白的赵景睿对旁边一位妩媚少女道。此时的赵景睿瞳孔失去了焦距，声音冷酷，像是被什么力量掌控住了一般，一脚就直接击溃了堪比涅槃境的你。这个楚云有点实力啊。苏妹儿看着五脏六腑都有些移位崩溃的赵景睿，眉头微皱。为了让赵景睿能小小的教训一下楚云，苏妹儿可是让赵景睿修行了禁术，修为和肉身都踏入了涅槃境的门槛。本以为这样就能好好的教训一下楚云，让他吃点苦头，没想到楚云的实力如此可怕，竟然一脚就解决了赵景睿。这个楚云有点不简单啊。苏妹儿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心里道。原本苏妹儿还以为楚云只是个普通的黄泉魔宗内门弟子，但是一番调查之后，苏妹儿发现楚云的实力提升有点迅速，再加上这一脚击溃赵景睿的实力，让苏妹儿也有些兴趣了。看来还是要本公主亲自出马。苏妹儿扬了扬自己的粉拳，心里顿时有了决定。天极峰修炼洞府里，楚云在大道天碑的帮助下，正在修炼混沌灵印。丝丝缕缕的混沌之力在楚云的周身流转，楚云手中的大道天碑释放着玄妙无比的灵机，让楚云的脑海中不断闪烁着灵光。时间缓缓流逝，楚云对混沌灵印的修行愈发的深刻。轰！几个时辰之后，一道散发着恐怖气息的灵印被楚云打出，随着一阵剧烈的轰鸣声响起，混沌灵印轰击在了旁边的空间，
顿时把空间轰出了一道裂缝，丝丝缕缕的空间乱流在周围涌动。不错，威力非常可观，完全不输九幽魔掌，甚至在破坏力上比九幽魔掌还更强。看到隐隐破碎的空间，楚云的脸上满是欣喜之色。轰碎虚空，那是真正的虚神境强者才能做到的。如今楚云只是初步掌握了混沌灵印，就有如此破坏了，可见这个混沌灵印潜力非常强大。接下来继续修行吧，把这个混沌灵印修行到更高的境界。楚云深吸了口气，决定继续修行混沌灵印。楚云大哥。就在这时候，洞府外面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楚云闻言，双眼微眯，是楚子航的声音。难道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若是没有重要的事情，楚子航一般是不会来打扰他的。去看看吧。楚云接着收敛了自己的气息，打开了洞府大门。楚云大哥，家族来人了，说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楚云大哥回家族一趟。楚子航来到楚云的面前，恭敬无比的道：要我回去家族，有事情商量。楚云闻言，双眼微眯，脸上满是疑惑之色，不知道楚家为何这个时候让自己回去。你知道什么事情吗？楚云接着问向了前方的楚子航。楚云大哥，我也不知道，不过是族长亲自发话要你回去的。楚子航接着说道。族长亲自发话，看来是真有重要的事情。听到楚子航的话，楚云的心里一惊。他们楚家曾经也是辉煌过的顶尖圣族，现在虽然没落了，但依旧有着不小的影响力和底蕴。尤其是他们族长更是强大的天神境巅峰强者，距离超凡入圣也仅有一步之遥，是真正的霸主级强者，实力非常可怕。这样的话，那就回去一趟吧，说不定还能在楚家也捞一笔好处呢。楚云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心里已然做了决定。毕竟是族长亲自发话，楚云现在还没有办法违抗族长的命令。现在楚云是楚家在黄泉魔宗唯一培养的真传弟子，楚家也不可能迫害楚云。更重要的是，现在楚云已经有了足够的实力，有自信可以面对这些有可能的风险。紧接着，楚云收拾准备了一番，便直接离开黄泉魔宗，前往了楚家。东域，楚家。楚家位于东域的天风城，人杰地灵，底下有着一条巨大的天际灵脉，是一座颇为繁华富庶的超级城池。天风城，楚家、赵家、齐家三大家族鼎立，三大家族都在天风城屹立了数千年，共同主宰着这座巨大的古老城池。天风城和黄泉魔宗果然不一样，虽然灵力不如黄泉魔宗浓郁，但是少了许多的压抑气息。天风城的街道，楚云深吸了口气，感受着天风城的柔和气息。虽然在黄泉魔宗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在黄泉魔宗平日里少不了争斗血腥，还有下尸雨的威胁，在那里是无法真正安心的。不一会，楚云回到了的府邸。楚云，你夺走了我的一切，你还敢回来？楚云刚刚进入府邸，就听到了一阵熟悉冰冷的声音。穿着白色锦袍，没有任何灵力的楚风目光死死地盯着楚云，他眼里的猩红之色仿佛要把楚云彻底的吞没一般。大胆楚风，你在狗叫什么？敢这么跟楚云大哥说话？你想死吗？楚风的话刚说完，旁边就有楚家的族人来到楚风的身边，直接怒斥道：可恶，区区一个法相境的废物，要是在以前，我一巴掌就把你废了。楚风看到一个普通的楚家族人都敢这么跟自己说话，顿时气炸了。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楚风，你已经不是以前的你了。旁边的楚家族人冷冷的道：敢对楚云大哥无礼，看来要狠狠的教训你一顿了。其他的楚家族人也开口道，说完立马对楚风开始拳打脚踢起来。楚风发出了痛苦的哀嚎声：楚云啊！为什么？我的一切都被你夺走了，我不甘心啊！即使是被毒打着，楚风依旧在发泄着对楚云的愤怒。楚云淡淡的瞥了楚风一眼，没有任何的理会。楚风平日里趾高气扬，仗着自己的天赋实力，没少在楚家仗势欺人。现在他已经废了，有的是人收拾他。楚云大哥，你真是太厉害了，既然成为了黄泉魔宗的真传弟子。楚风那个家伙，我早就看他不爽了。楚云大哥干得漂亮。有不少的楚家族人来到了楚云的身边，神色狂热地看着楚云。这个世界终究是弱肉强食，强者为尊的。或许以前楚云在楚家只是小透明一枚，但是现在楚云是绝对的核心。楚云，族长在议事大殿等你呢，我带你去吧。不一会，一位楚家的族老来到了楚云的身边，神色柔和地对楚云道。楚云点点头，跟随着族老进入了议事大殿。议事大殿里，一位身穿黑色长袍，气势威严的中年男子站在大殿。中年男子正是楚家的族长楚应天。楚云，你在黄泉魔宗的事情我听说了，一举夺得了内门大比的魁首，不错。楚应天看到楚云进来之后，一脸赞赏地对楚云道：不过是运气好罢了，不值得一提。楚云缓缓地回答道：不骄不躁，
果然是比楚风那个不成器的家伙强多了。看到楚云没有丝毫的焦躁之心，楚应天更加满意了。我们楚家有你这样的天骄，未来必定可以重铸辉煌。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此次让你回来，是想让你尽快完成你的婚约。两人寒暄了几句之后，楚应天开门见山道：婚约？我什么时候有婚约了？听到楚应天的话，楚云愣了愣，显然是没想到楚应天会说出这样的话。楚云只是楚家的一个小透明，并且父母双亡，父母也没有留下什么婚约。所有楚云对楚应天的话是一脸懵逼。族长是不是搞错了？楚云搜刮了脑海中的所有回忆，依旧没有任何的印象，接着说道：你忘了吗？你击败了楚风，他的一切都是你的，那他的未婚妻自然也改由你继承了。楚应天接着对楚云说道。楚云，楚应天的话说完，楚云人都傻了。不是，未婚妻也能继承的。这楚风要是和他放心，楚风没有和他的未婚妻有任何的接触，你无需介怀。楚应天似乎是感觉到了楚云的担忧，接着说道：他的父母不会也要给我继承吧？楚云思索了片刻，接着道：这倒不用，他的父母早没了。楚应天说道：原来父母没了，那没事了。楚云心想，联姻的对象是谁？楚云接着问道：洛神族的大小姐洛云溪。楚应天接着笑眯眯的道：洛神族的大小姐。楚云闻言瞳孔一缩，眼里满是惊异之色。洛神族是天武界的上古神族之一，底蕴潜力非凡。虽然经过了无数岁月的流转，洛神族有些没落了，但是依旧是天武界的顶尖势力，有着异常强大的影响力。他们楚家虽然曾经也辉煌过，但是和洛神族这等顶尖的上古神族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差距。双方根本是不可能有缔结婚约的事情发生的，尤其联姻对象还是洛神族的大小姐。对于洛云溪，楚云也有所耳闻，容颜天赋都是天武界1等1的存在，而且洛云溪更是踏入了乾隆榜前100的超级天骄。乾隆榜是天机阁制定的整个天武界圣人境之下天骄强者的榜单，能入乾隆榜前100的都是必定可以超凡入圣的顶级天骄。族长，你是怎么忽悠洛神族的，竟然让洛神族与我们楚家联姻？楚云思索了片刻，接着问向了楚应天。除了忽悠，楚云是真想不到洛神族会把自己的天骄大小姐下嫁于楚家。此时楚云也明白了，为什么楚风这个家伙被自己废了之后还对自己有这么大的仇恨。不仅是修为被废的原因，还有他的未来老婆洛神族的天骄大小姐也成了自己的了，这如何不让他绝望崩溃？他本该有完美人生的。不是忽悠，10几年前我在外界历练的时候，刚好遇到了洛神族族长和他的女儿洛云溪。当时他的女儿洛云溪身中玄阴寒毒，命不久矣，就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我把自己得到的一株圣药9曲灵参给了洛神族族长，救了他女儿一命。当时洛神族族长为了感谢我，于是便有了这个婚约。原本这个婚约是给楚风的，但是楚应天接着缓缓的道，把婚约的由来告诉了楚云。原来是这样，没想到族长你还有这等经历。楚云接着感叹道：10多年过去了，洛神族会承认这个婚约吗？楚云接着道：虽然自己有着系统，但是修炼路漫漫，谁都无法确定未来，能多一分助力自然是更好的，尤其是洛神族的实力底蕴还不小，而且楚云乐得多一个天骄美女媳妇。反正天武界又不是蓝星，没有规定一夫一妻3妻4妾，已经是算相当收敛的了。只要你有实力手段，尽管浪费，洛神族族长金口玉言，定下的婚约不会毁约的。楚应天缓缓的道：只是洛神族的大小姐毕竟还是洛神族身份尊贵的存在，又是乾隆榜的超级天骄，在洛神族必定少不了流言蜚语和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所以你自己抉择吧。你若是不想要这个婚约的话，我就把这个婚约再给我们楚家的其他族人。楚应天接着说道：还可以给别人？楚云愣了愣，哈哈，当然，为了避免出现意外，婚书男方的名字还没有书写上去。楚应天微微一笑道。说着，楚应天取出了一道婚书，上面有着洛云溪的名字，但是男方的名字还只有一个楚字，没有完整的名字。族长好手段。看到这个魏腾写完成的婚书，楚云彻底佩服，楚应天真是太有操作了。你自己决定吧，你同意我就把你的名字写上去，若是不愿意，我找其他族人。楚应天接着看向了楚云道：你是我们楚家崛起的希望，你不愿意的话，我不会逼你。听到楚应天的话，楚云的心里一暖，虽然楚云对楚家并没有多少的感情，但是这个族长确实是挺不错的。丁，检测到宿主当前经历，触发无敌选择。选择1，接受婚约，奖励雷帝宝树。选择2，拒绝婚约，奖励真龙宝树。雷帝宝树，太古10大至强宝树，
蕴含着雷道至高奥义的绝顶宝术，含有雷霆化星辰、雷地指诸多威力绝伦的强大神通。真龙宝术，太古10大至强宝术，真龙族的至高无敌宝术，蕴含着御龙术、真龙爪诸多威力绝伦的强大神通。就在这时候，楚云的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触发选择了雷地宝术和真龙宝术，都是顶尖的至强宝术啊！听到系统的提示音，楚云的心里满是欣喜之色。看来系统的奖励和决定的重要程度有关，这个婚约对我的未来影响不小，所以奖励比较丰厚。楚云的心里暗道，多次的触发系统让楚云对系统有了更深的认识。我愿意接下这个婚约。楚云思索了片刻，接着给出了自己的选择。你不怕洛神族的压力吗？到时候你要背负的东西不小。楚阴天闻言微笑道，洛神族族长或许不会有什么恶意，但是洛神族的其他人必定少不了给楚云一些压力。不怕，他们要是压力我，我就狠狠地压力他们的大小姐，我看谁吃亏。楚云缓缓的道，言语里没有丝毫的忌惮。至于什么流言蜚语，楚云更是不在意了。好，楚云，你有如此心气，未来何愁不能成就巅峰？楚阴天闻言再次感叹道，对楚云愈发的满意了。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心，我们楚家虽然没落了，但是也不是软柿子，若是洛神族当真欺人太甚的话，我也不会置之不理的。我相信族长。楚云点点头道，那我这就把你的名字写上去。楚应天接着说道。说完，楚应天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在婚书的后面再添了一个云字。叮，恭喜宿主完成选择，获得雷地宝术。随着婚书的完整，楚云的系统再次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族长，什么时候成婚？楚云看着已经完整的婚书，接着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前方的楚阴天。3个月后就是你们成婚之时。楚阴天接着缓缓地道。3个月后吗？行，那我这几个月就继续修行，提升自己的实力。楚云闻言缓缓地道。有3个月的缓冲，楚云心里也更加有底气了，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提升自己的修为。毕竟要与洛神族的大小姐成婚，楚云心中还是有一些压力的。如是能把自己的实力再提升上去，那无疑是更好的。好，这几个月你就全力修行，我会把一切安排好，你等着成婚就行。楚阴天说道。这些修炼资源你拿去修行吧。楚阴天说着，取出了一个空间戒指，交给了楚云。楚云接过查看了一番，发现里面有着20万枚灵石，以及上百瓶灵元丹，还有诸多其他的灵药资源。多谢族长。楚云深吸了口气，感激的道。这些修炼资源再加上宋廷玉投资自己的，应该足够自己提升不少的修为了。接着楚应天在勉励楚云几句之后，便让楚云离开了。楚云离开2刻钟之后，大殿里一道阴影浮现，化成了一个黑衣男子。族长，这个楚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火灵之体，短短的时间进境如此之大，而且前后的心性变化如此之大，说不定。男子出现之后，看向了楚云离开的方向，声音沙哑的说道。只是男子的话没说完，楚应天就抬手制止了黑衣男子的话。那又如何？只要他还是我楚家的人，那便够了。楚应天淡淡的开口道，眼神里流转着璀璨的流光。至于别的，我不想理会，也不想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不是吗？我明白了。听到楚应天的话，黑衣男子轻声的道。他清楚，楚应天的心中只有让楚家重铸辉煌这一个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他已经付出太多了。好了，不说这个了，你去洛神族告诉洛神族族长，3个月之后，洛云熙必须与楚云成婚。我说的是必须。接着，楚应天接着对旁边的黑衣男子道，眼里闪过了一丝冰冷之色。若是不答应的话，那就别怪我不念旧情了。几个时辰之后，雷灵谷。雷灵谷是在天风城北方100余里的一处山谷，这里终日被无穷无尽的雷霆之力包裹，充斥着异常恐怖的毁灭气息。在雷灵谷的雷霆聚集处，身穿着白袍的楚云正在周围雷霆之力的包裹下修行着雷地宝术。雷地宝术是顶级的10大至强宝术之一，蕴含着雷道的至高奥义，其修行难度也是非常的艰难，需要雷霆之力的辅助才能更快的修行完成。所以楚云选择来到这里修行雷地宝术。大道天碑也被楚云握在了手中，给楚云的悟性带来了巨大的加持，让楚云更好的修行雷地宝术。随着时间的缓缓流逝，在大道天碑和周围雷霆之力的帮助下，楚云对雷地宝术的领悟越来越深。楚云的周身都出现了一道道深邃的电弧，仿佛一尊隐隐要爆发的雷神一般。3天之后，楚云身上的电弧变得更加恐怖，已经彻底凝成了实质。他的身上散发着毁灭一切的气息。接着，楚云凝指朝着前方一点，顿时一道蕴含着恐怖气息的天雷指朝着前方轰击而去。轰！
随着一阵恐怖的轰鸣声响起，前方的一座小山顿时被强大的天雷指彻底轰碎，变成了废墟。小山周围萦绕的雷霆之力也被天雷指轰成了虚无，浩强的威力完全的超越了混沌灵印。以我现在的修为，全力的施展天雷指，哪怕是虚神境都不一定扛得住。看到前方充斥着毁灭气息的废墟，楚云的眼里满是欣喜之色。只是这个消耗未免太大了一些，只是一道天雷指就消耗了我1/3的灵力，而且修炼难度也比混沌灵印更高。混沌灵印我几个时辰就入门，这个雷帝宝术足足耗费了我3天，若是没有大道天碑，甚至都无法入门。楚云深吸了口气，感受到自己体内已经空荡荡的灵力，低声道：看来这个雷帝宝术要当做底牌使用，否则过多的使用让自己灵力消耗太多，容易让自己陷入不利的局面。楚云的心里想到。不过楚云也没有过多的在意，他有着诸多的手段，实在没有灵力了，使用虚空古界跑路就是。而且随着修为的提升，楚云的灵力增多，这个巨大消耗的问题必定是有所改善的。对了，我记得在雷灵谷的深处有一些惊雷神竹，如今我雷帝宝术出成，完全不惧周围的雷霆之力，可以把那些惊雷神竹取了。不一会，楚云似乎想到了什么，眼底浮现了一丝异动之色。接着楚云立马服下丹药，恢复着自己的灵力，准备进雷灵谷的深处一探。在丹药的帮助下，楚云的灵力很快恢复得七七八八，便立马进入了雷灵谷的深处。轰隆隆，雷灵谷的深处充斥着更加狂暴的雷霆之力，空气中都弥漫着丝丝缕缕的毁灭气息。楚云催动了雷帝宝术的雷霆之力护持在自己周身，轻松的就抵御了这强大的雷霆之力。2刻钟之后，经过连续的疾驰，楚云抵达了雷灵谷的深处。这里随处都能看到闪耀的电光，就连草木都被这强大的电光同化，彻底的变成了雷属性。只是楚云没有理会这些草木，他的目标是惊雷神竹。找到了惊雷神竹。不一会，楚云在一片隐秘的树丛中找到了惊雷神竹。10根惊雷神竹在树丛之中屹立，散发着璀璨的流光。这个神竹散发的雷霆之力也是紫金色，不仅有雷霆的霸道毁灭气息，更有锋芒毕露的金属性锐利之风。不错，9根惊雷神竹，这样的话，之前的九幽魔尊传承获得的大更剑阵倒是可以发挥威能了。看到前方的10根散发着毁灭锋芒气息的惊雷神竹，楚云的眼里满是欣喜之色。上次在获得了九幽魔尊传承之后，楚云把大更剑阵也查看了一番。原来这个大更剑阵是上古时期的顶尖杀伐剑阵，有着极致的杀伐之力。只是想要布置大更剑阵也比较艰难，其虽然有着非常可怕的杀伐之力，但是对布阵的宝剑要求极高，至少需要5把同属性的宝剑，而且等阶也需要达到虚神兵。宝剑的等阶越高，其爆发的威能便越发恐怖。这个惊雷神竹是蕴含着金属性和雷属性的顶级神物，非常适合用来炼制宝剑。而且这些惊雷神竹都是万年神竹，是可以炼制天神兵的，若是有更顶级的材料融合其中，成就圣兵也不是不可以。若是把这些惊雷神竹都炼制成宝剑，再用这些宝剑布置大更剑阵，只怕超凡入圣的圣人都不一定顶得住。看着眼前的惊雷神竹，楚云的眼里愈发的火热。在和洛云熙成婚之前，必须把大更剑阵的事情搞定，这可是真正的大杀器。楚云的心里喃喃道。紧接着楚云立马开始收取这些惊雷神竹。很快这些惊雷神竹都被楚云收起，放进了自己的系统空间。雷帝宝术修成，惊雷神竹也到手了，该回去了。楚云深吸了口气，决定先回楚家。接着楚云施展了浮光掠影，朝着天风城疾驰而去。经过多次的修行，楚云的浮光掠影也修行到了颇为高深的地步，整个人如同一道光影般朝着远处遁去。刷刷刷，1刻钟之后，楚云刚刚走出雷灵谷的范围，周围突然传来一阵尖锐的破风声，接着四周泼射而来一阵散发着冷冽气息的剑雨。剑雨迅猛无比地穿向了楚云，那尖锐的气息仿佛要撕碎一切。看到那锋芒毕露的剑雨，楚云的瞳孔一缩，接着楚云抬手凝聚了一道强大的不灭灵力护罩。砰砰砰，凌厉的剑雨冲击在楚云的不灭灵力护罩上，响起了猛烈的碰撞声。不一会，剑雨完全的消散，但楚云的不灭灵力护罩依旧没有受到太多的损伤。厉害啊厉害，楚家还真是气运惊人，废了一个楚风，还有一个更加难缠的楚云。这时候在不远处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声音。楚云朝着声源处望去，看到了一个身穿黑色锦袍、浓眉大眼的青年。青年的身边跟随着一位头发花白、身材佝偻的老者，两人的身后还有一群散发着强大灵力的黑衣修士，他们手持着弓箭，显然刚刚的箭雨就是他们射出的。你是赵家的赵红耀。楚云搜索自己脑海中的记忆，很快就认出了这个青年的身份，
正是天风城赵家的少主赵红耀。不错，正是本公子。赵红耀昂首挺胸，神色睥睨的道。赵红耀刚回答完，楚云便取出了九幽剑，抬手就数百道强大无比的九幽剑光，刷刷刷，九幽剑光带着恐怖无比的杀伤力，迅猛无比的攻向了赵红耀等人。哼，不自量力，还想偷袭？赵红耀身边的白发老者见状，冷哼一声，接着右手一挥，恐怖的灵力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灵力锋刃，迅猛地斩向了楚云的数百道九幽剑光。砰！碰撞的瞬间，那巨大的灵力锋刃便被九幽剑光冲碎，强大的九幽剑光再次迅猛无比地轰向了赵红耀等人。怎么可能？老夫可是虚神境！白发老者瞳孔一缩，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身体本能般的闪避开了。只是他身边的赵红耀以及诸多的黑衣修士就没这个反应速度了，顷刻间就被强大的九幽剑光淹没。随着一阵痛苦的哀嚎声响起，赵红耀等人顷刻间就被诸多九幽剑光洞穿，变成了一具具尸体。少主！白发老者看到赵红耀死在自己的面前，发出了尖锐的喊叫声。他万万没有想到，楚云的手段竟然如此凌厉，明明只是道恭敬的垃圾，却轻易就夺走了赵红耀的性命。小畜生，如此歹毒，我要杀了你，为少主报仇！白发老者双目猩红，立马催动了全部的灵力，朝着楚云冲击而去。正好，拿你这个老狗试试我的实力！楚云见状，巍然不惧，提着九幽剑迎击了上去。白发老者体内的神火熊熊燃烧，给白发老者提供着庞大的力量，举手投足都带着恐怖无比的杀伤力。楚云则是使用着九幽真意，同时催动了自己的混沌体和混沌仙晶。在混沌仙晶和混沌体的加持之下，楚云仿佛是一尊没有极限的战神一般，与虚神境的白发老者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再加上楚云的九幽剑是顶尖的圣兵，在九幽真意的加持下，有着强大的威力，这让楚云与虚神境的白发老者激斗丝毫不落下风，甚至隐隐压着白发老者打。怎么可能？你区区一个道恭敬的废物，怎么有这么强大的实力？数十个回合都没对楚云造成任何威胁，白发老者脸色变得难看无比，颤抖的道：平日里道恭敬的修士在他面前简直和蝼蚁没有区别，如今楚云却能与他斗到这个地步，如何不让他心惊？老狗，你要是只有这点实力的话，那就到此为止吧。此时楚云已经有些不耐烦了，这个白发老者虽然是虚神境的强者，但是似乎疏于战斗，再加上其气血已经衰败，完全没有给楚云造成任何的压力，让楚云根本测试不出自己实力的极限。臭小子，安敢如此羞辱我！白发老者闻言，肺都气炸了。身为虚神境的强者，他在赵家都是受无数赵家族人敬仰的，如今被楚云这般鄙视，实在是让他愤怒不已。接着，白发老者爆发了更加强大的力量，试图找回自己虚神境强者的威严。只是楚云的手段太过恐怖，白发老者的这点爆发完全无法对楚云造成任何的威胁。我要是再年轻点就好了。此时白发老者的心底萌生了一个念头，因为久居高位疏于战斗，再加上白发老者的气血早就开始衰败，根本难以持续这等高强度的战斗。白发老者无比怀念年轻的自己。老狗，年轻，你这样的废物，就算让你进入真神天神，也是个垃圾废物。楚云闻言淡淡的说道，进入了虚神境就开始贪图享受，不思进取，这样的人注定难以攀登修炼高峰。小杂种，安敢欺我，我就不信你会没有衰老的时候。白发老者怒吼道，眼里燃烧着熊熊的烈火。轰！楚云没有理会，只是默默地凝聚了一道恐怖的混沌灵印，直接轰向了白发老者。不，看到楚云轰来的强大灵印，白发老者瞪大了眼睛，感受到了深入骨髓的恐惧。他想要躲避，但是混沌灵印实在太快，瞬息就轰在了白发老者的身上。砰！随着一阵恐怖的碰撞声响起，白发老者被强大的混沌灵印击溃，整个人像是一条断了弦的风筝一样跌落在了不远处的山坡上。混沌灵印的威力不错，直接击溃了这个虚神境的老狗。看到不远处血肉模糊、气息微弱的白发老者，楚云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经过这场战斗，楚云对自己当前的实力也有了一个大概的认知。像白发老者这种半吊子的虚神境可以轻松镇压，而实力更强的虚神境，若是使用血域魔铠和雷帝宝术的话，也必定可以一战。想到这里，楚云的心里又有了不少的安全感。老狗，说说吧，为什么要对付我？楚云接着来到了白发老者的面前，淡淡的对前方的白发老者问道。哼，赵家待我不薄，我是不会透露任何消息的，你死心吧。白发老者口吐鲜血，咬牙道。哦，我可是黄泉魔宗的人，有些手段使用起来我自己都害怕，希望你待会也能这么嘴硬吧。
见白发老者似乎想要当一把硬骨头，楚云接着说道。听到楚云的话，白发老者打了个寒战，身体轻微的颤抖。黄泉魔宗可是顶级的魔道宗门，他们的弟子一个个都是残忍嗜杀的家伙，落在他们手中，简直和进入了地狱没什么区别。楚云说着，取出了一个黑色的灵兽袋，从灵兽袋里取出了一只小巧可爱、长得酷似蚂蚁的虫子。只是这个虫子比蚂蚁大了许多，嘴上还有着锋利的利齿，仿佛可以撕裂一切的利刃。等等，赵家作恶多端，我觉得我不能助纣为虐。我说，我全都说。楚云取出虫子的瞬间，白发老者脸色顿时变得煞白，连忙改口道，生怕楚云直接就把虫子往他嘴里怒塞。虽然他不知道这个虫子是什么东西，但是他并不想知道。楚云闻言心里也是一滞，刚刚有一瞬间他还真以为这个家伙是个忠心的老狗，现在看来也是个贪生怕死的货。我们赵家和齐家准备联手把你们楚家灭了，吞并你们的势力。我们少主听说了你在黄泉魔宗的出众表现，于是就想先把你杀了，以绝后患。白发老者接着像是倒豆子一样把事情都告诉了楚云。你们要联手对付我们楚家。楚云闻言脸色微变，天风城、楚家、赵家、齐家三方势力都差不多，已经是三足鼎立之势。若是赵家和齐家联手，楚家没有准备之际，必定要吃大亏。要尽快把这个消息告诉族长。楚云心里暗道。不过你们是怎么知道我在雷灵谷的？突然楚云似乎想到了什么，接着问道。楚云在离开楚家之后，只是跟族内的长老报备了一下，除了核心的族人，根本不可能有人知道自己的行踪。是楚风，你们家族的楚风透露的。白发老者接着说道。好，这个家伙真是贱啊，我都留他一命了，还敢作妖。听到白发老者的话，楚云的眼里闪过了一丝凌厉的杀意。刷！接着楚云使用九幽剑一剑了结了这个白发老者的性命，收取了赵红耀等人的战利品之后，直接朝着楚家疾驰而去。半个时辰之后，楚云回到了楚家，再次面见了楚应天。族长，刚刚我去雷灵谷修行，回来的时候遇到了赵家的，赵家和齐家要联手对付我们楚家。楚云直接把自己遇到赵家袭击以及从白发供奉口中的事情告诉了楚应天。这个事情我早就知道了，放心，赵家和齐家不过一群土鸡瓦狗罢了，我会解决他们的。楚应天闻言脸色依旧从容，微笑对楚云道。楚云闻言点了点头，既然族长有把握，楚云就放心了。对了，族长，还有楚风，是他把我前去雷灵谷修行的事情透露给了赵家。楚云沉吟片刻，接着把楚风透露消息的事情也告诉了楚应天。楚风毕竟是楚家的人，哪怕是背叛了楚家，也该由楚应天处理。我知道了，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楚应天缓缓的道，丝毫没有怀疑楚云的话。得到楚应天的回应之后，楚云也离开了大殿。看来我们楚家的族长也不简单。大殿之外，楚云的心里喃喃道。赵家和齐家同样是顶尖的家族，两家联手，其实力已经堪比普通的古圣家族了。但是楚应天竟然有把握对付两家联手。算了，先去收集炼制惊雷神剑的材料吧，接下来炼制惊雷神剑还有提升自己的修为。楚云的心里道。惊雷神主想要炼制成惊雷神剑，还需要其他的顶尖炼器材料，只是其他的材料就无需惊雷神剑这等级别的宝物了，只是一些辅材而已。接着楚云离开了大殿，前往了楚家的宝库。现在楚云是楚家重点培养的对象，宝库里的一些材料灵物，只要楚云需要都可以直接取走的。很快楚云在宝库里找到了不少的材料，不过还是有几道关键的辅材没有找到。楚云也不在意，剩下的辅材在黄泉魔宗肯定可以找到。既然楚家的事情处理完了，那就回黄泉魔宗吧。楚家的修炼环境和黄泉魔宗相比，差的还是太多了，而且要炼制惊雷神剑也得回黄泉魔宗。楚云思索片刻，心里有了决定。接着楚云便离开了楚家。别杀我，我不敢了，我对楚家忠心耿耿，都是楚云的错，都是楚云的错。要是没有楚云，我怎么会这样？楚云偷走了我的人生，我不甘心啊！你们不能杀我，我才是楚家的未来啊！不要啊！在离开楚家府邸之时，楚云听到了楚风绝望而又崩溃的声音。这道声音越来越小，最终彻底的消散。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听到那平息的声音，楚云心里道：原本楚风要是老老实实不招惹楚云的话，楚云还真没什么兴趣对付他。可惜楚云没有逗留，迅速踏上了回到黄泉魔宗的路途。几个时辰之后，黄泉魔宗藏经阁。藏经阁在黄泉魔宗的深处，这里是黄泉魔宗的宗门重地，有诸多的法阵守护。藏经阁的3楼，楚云从一个架子上取下一个泛黄的玉简，玉简上面写着玄天炼气诀几个大字。取下玉简之后，
楚云立马来到了藏经阁长老处。长老，我要兑换这个玄天炼气诀。楚云对藏经阁长老道：行，5000贡献点，你是真传弟子，只需要4000贡献点就行。听到藏经阁长老的话，楚云愣了愣，这么便宜？黄泉魔宗的诸多神通典籍可都不便宜。上次楚云内门大笔奖励兑换的神品武学的浮光掠影，若是用贡献点需要3万贡献点。这个玄天炼气诀可是圣阶的炼气诀，竟然只需要5000，差距实在太大了。这个是残卷，只能炼制神兵。长老接着说道，而且这个玄天炼气诀根本没什么人兑换，价值自然一降再降了。没人兑换？楚云不解，这个玄天炼气诀可是颇为精妙的炼气诀，而且这么便宜炼气是需要长时间钻研的。长老缓缓抬头，接着神色睥睨的道，而且我被魔修要神兵利器去抢就行了，何须自己动手炼制？说的好有道理。楚云的心里一滞。不过惊雷神烛是顶尖的天地灵物，价值珍贵，潜力非常大，楚云也不放心其他人炼制。况且他有着大道天碑，又有镜灭神火这等顶尖的异火，有着得天独厚的炼气条件。紧接着楚云兑换了这个玄天炼气诀，再次前往了黄泉魔宗的宝库，兑换了炼制惊雷神剑的其他辅材。剩余的灵石和贡献点，楚云则是全都兑换成了提升修为的修炼资源灵物。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楚云回到了天极峰的修炼洞府。修炼洞府里，楚云取出了大道天碑，把自己的悟性拉到了极限。接着楚云开始参悟玄天炼气诀，同时楚云的不灭仙经也不断的运转，吸收着周围的修炼资源，提升着自己的修为。时间缓缓流逝，楚云对玄天炼气诀的领悟越发的深入，他的修为也在诸多灵物资源的帮助下不断增长。10天之后，修炼洞府响起了一阵猛烈的轰鸣声，楚云的修为达到了道宫境9重天，磅礴的气息在楚云的周身疯狂的涌动，道宫境9重天了。混沌体和不灭仙经的消耗实在是太可怕了。看着周围大量的灵物尘埃，楚云忍不住感叹道，他本以为这些修炼资源至少能让自己进入涅槃境，现在看来是楚云低估了混沌体和不灭仙经的消耗。顶尖的超级体质和仙道功法在给楚云带来了无穷的潜力，同时消耗也是非常惊人的，几乎是普通修士的10倍不止。不过楚云也没有什么懊悔，毕竟其带来的战力提升也是非常惊人的，别说是道宫境巅峰，就算是涅槃境的巅峰强者，楚云也能轻松镇杀一大片。若现在再次和赵家的白发供奉一战，就算不动用混沌灵印，楚云也有把握轻松的解决。这种高额的战力提升远比一些资源的消耗更加重要。接下来就尝试一下炼制惊雷神剑吧。修炼资源吸收完之后，楚云接着取出了自己系统空间里的惊雷神烛。这些天在大道天碑的帮助下，楚云对玄天炼气诀的参悟已经是彻底圆满。不过还是先用别的材料炼制试一试。虽然是炼制简单的神兵，但是楚云还是没有很有底气。接着楚云取出了之前准备好的一些剑胚，开始尝试炼制兵器。哗哗哗，镜灭神火也被楚云取了出来。很快神火煅烧着剑胚，楚云按照玄天炼气诀的方法开始炼制兵器。砰！1刻钟之后，一阵爆鸣声响起，剑胚直接炸裂。火候没到位，加辅材的时候着急了一些。楚云轻轻叹了口气，炼气果然不简单。接着楚云继续尝试炼制，第2次失败，第3次失败，第9次成功。经过了8次的失败后，楚云终于是成功的炼制完成。继续练习，彻底熟悉步骤之后再炼制惊雷神剑。楚云乘胜追击，继续练习着。经过2天2夜上百次的练习，楚云对炼制步骤已经是掌握的炉火纯青。在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佳之后，楚云开始了惊雷神剑的炼制。哗哗哗，镜灭神火朝着惊雷神烛汹涌而去，慢慢的把惊雷神烛煅烧成神剑剑胚。其他的辅材也在楚云的掌握之下，有条不紊地融入惊雷神剑的剑胚上。由于是正式的炼制，楚云非常的小心。哗哗哗，1个时辰之后，惊雷神剑的剑胚在楚云的炼制下彻底炼制成了一把锋芒毕露、散发着紫金色电光的神剑。炼制成功了，惊雷神剑。看到前方散发着恐怖电光和毁灭气息的紫金色神剑，楚云的脸上满是欣喜之色。因为楚云的辅材问题，这个惊雷神剑只达到了极品真神兵的强度。不过后边楚云再找到顶尖的辅材，可以让这个惊雷神剑继续提升，和血域魔铠一般，将来完全可以晋升为圣兵。接下来继续炼制，把其他的惊雷神烛也炼制成惊雷神剑吧。楚云深吸了口气，看向了自己剩余的其他9根惊雷神烛。接着楚云压下了自己心中的诸多思绪，开始炼制惊雷神烛。时间缓缓流逝，在楚云的专心炼制下，
惊雷神烛再一根根的变成惊雷神剑。如此往复，3天之后，楚云的惊雷神烛全都被炼制成了惊雷神剑。10把惊雷神剑在楚云的前方散发着恐怖至极的紫金雷光，周围的空间在雷光的汹涌下隐隐有破碎的趋势。不错，10把顶尖的虚神兵还是霸道的雷属性和锋利的金属性，布下大根剑阵，就算是顶尖的真神境强者都一定抵挡得住。看到这10把强大的惊雷神剑，楚云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嗡嗡嗡，不一会，楚云的真传令牌突然传来了一阵轻微的嗡鸣声，是宗门召集。看着手中轻微嗡鸣的真传令牌，楚云的眉头一挑。这个真传令牌出现这等嗡鸣声，则代表着宗门有重要的事情要召集真传弟子。既然如此，去看看吧。现在修为达到了到恭敬巅峰，10把惊雷神剑也已经练成。楚云的心里顿时做了决定。接着，楚云离开了自己的修炼洞府。黄泉魔宗魔元峰，魔元峰峰顶一处气派威严的大殿里，黄泉魔宗的真传弟子们一个个的来到了大殿。魔宗大长老墨雨正在大殿等待着。不一会，楚云也来到了大殿之中，发现宗门的8大真传加上圣子圣女都已经来到了大殿。楚云，最近修行怎么样呢？楚云刚进入大殿，就听到了一阵清脆悦耳的声音。一袭黑裙，绝美动人的夏诗雨微笑地对楚云道：多谢圣女殿下挂念，还挺顺利的。楚云同样微笑回应道。此时的夏诗雨虽然脸上带着以往的笑容，但是楚云感受到了一股若有若无的压迫感。显然，因为之前楚云打断他突破的事情，夏诗雨还是非常介怀的。顺利就好。夏诗雨接着缓缓道：走吧，大长老有要事，赶紧去吧。楚云点点头，接着来到了大殿中央。楚云到来之后，圣子以及诸多的真传弟子都是淡淡的瞥了楚云一眼，尤其是宋廷玉更是风情万种的冲楚云眨了眨眼，似乎在眉目传情。好了，既然弟子都到齐了，那我就直接开门见山吧。在楚云到位之后，大长老接着缓缓的道：你们10位都是我魔宗非常优秀的弟子，此次召集你们前来是有重要任务交给你们。听到大长老的话，众人的脸上都没有太多的异色，毕竟宗门肯定是不会无缘无故召集他们的。大长老，是什么任务？竟然要把这么多弟子都召集过来？圣子赵宽接着问道。我们得到消息，青阳宗在原初古矿发现了一条小型的原石矿脉，我们宗门高层一致商议，决定让你们去争夺那条原石矿脉的原石。墨雨长老摸了摸自己的胡须，接着说出了任务。什么？原石矿脉？青阳宗的人竟然这么好运，竟然能找到原石矿脉。要是能把原石矿脉的原石抢来，我们黄泉魔宗的底蕴必将再次增强。墨雨长老的话一出，众位弟子们都是眼睛一亮。原石是比蕴含着元气的矿石，里面蕴含的灵韵比灵石更加珍贵，而且在原石矿里面更是蕴含着神元，那是真正的顶级修炼资源，对虚神境强者甚至真神天神都有极大的提升效果。只是原石矿脉这么珍贵，青阳宗的人必定派重兵把守，我们这些弟子能行吗？这时候圣子赵宽说道。赵宽的话说完，其他的弟子也是冷静了下来。原石矿脉这么珍贵，只凭他们确实不太可能争夺。放心吧，矿脉是在原初古矿之中，那是天武界的禁区之一，里面有着独特的天地法则，实力越是强大，在里面更是难以发挥自身的实力。我们已经探查过了，青阳宗的人也只派遣了一位虚神境的长老，其他都是涅槃境合道恭敬的弟子，凭你们的实力手段可以把矿脉抢到手的。墨雨长老接着悠悠的道。这次任务不论成败，每人都有20万的贡献点以及50万的灵石奖励，并且夺取的原石只需要上缴2/3。另外，若是能抢夺神元，宗门会再奖励1把天神兵以及2道圣品的神通。墨雨长老的话说完，在场的弟子们都是目光火热，这个奖励太丰厚了。只是楚云却是没有这么乐观，巨大的利益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长老给出这么多的奖励，其中的危险肯定不小。干了，要是这把成功了，我晋升虚神境就是板上钉钉了。我也干了，必须干，猛猛干。俺也一样。诸多弟子们纷纷开口道。墨雨长老见诸多弟子都纷纷响应，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长老，我恐怕不能参加。就在这时候，一阵虚弱的声音响起，众人朝着声源处望去，发现说话的是上次内门大比中获得第2的萧晨。此时的萧晨身穿着黑色劲装，脸色微微有些苍白。哦，宗门培养你这么多，现在让你做一个小小的任务都不行。墨雨长老闻言淡淡的道，语气像是寒霜般令人心悸。长老，我的道功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了，根本无法战斗。萧晨面露苦涩，接着说道。我检查一下。墨雨长老神色冷漠的道。接着墨雨长老抓住了萧晨的手，
神魂力量直接霸道地侵入了萧晨的体内，本就有些虚弱的萧晨被墨雨长老这般侵入，更是额头狂冒冷汗，身躯不断的颤抖。还真是已经碎成这样子了。不一会，墨雨长老收回了自己的手，一脸不可思议的道：既然如此，你不用去了。不过你都伤成这个样子了，真传弟子的位置也不适合你，你回去当内门弟子吧。墨雨长老直接收回了萧晨的真传令牌。多谢长老体恤。萧晨一脸的黯淡，失魂落魄的道。周围的弟子见状，看向萧晨的眼里满是怜悯之色。这个萧晨为了不出宗门，把自己的道功都废了吗？看到眼前的场景，楚云的心想，之前他可是也查探到了萧晨的情况，只是轻微的裂缝罢了。现在这般，显然是有外力冲击，还有谁也不想去吗？没收了萧晨的令牌之后，长老接着看向了其他的弟子们。有萧晨的先例在，众人自然不敢多说什么了。好，事不宜迟，那就赶快出发吧。至于奖励，等你们完成之后再发放。此次任务一切听从圣女殿下的安排。墨雨长老接着淡淡的道。回不来，奖励就不用发了是吧？这可太魔宗了，让夏诗雨安排，只怕他要狠狠的安排我了。楚云的心里吐槽道。不过到了如今这个实力，楚云对夏诗雨已经没有太多的忌惮了。就算让他安排，楚云也有把握化解一切。楚云师弟，你可是我的人，放心，我会好好关照你的。离开之际，夏诗雨微笑的对楚云道。那我可就期待了。楚云也微笑的回应道。接着夏诗雨从墨雨长老那里知晓了矿脉的位置后，便带着诸多的弟子们立马前往了原初古矿。都怪那个楚云，要不是他夺走了萧晨哥哥的内门大比魁首，萧晨哥哥怎么会变成这样？黄泉魔宗一处风景优美的山谷之中，身穿着素白色长裙，清纯动人的沈冰岩看着脸色苍白，道功已经濒临破碎的萧晨，哭得梨花带雨。冰岩，这不怪楚云，是我技不如人。萧晨看着前方悲伤无比的沈冰岩，缓缓地说道。而且现在这个情况也好，不用去原初古矿冒险。萧晨哥哥，看到萧晨到了现在还在安慰自己，沈冰岩的心里更加悲伤难过了。我没事的，真的。萧晨继续道。沈冰岩吸了吸鼻子，精致的脸上已经挂满了泪珠。他万万没有想到，萧晨的道功竟然会变成这样。早知道的话，他就应该使用更激进的方法，让楚云放弃魁首，这样萧晨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了。萧晨哥哥，这个九转涅槃丹你先拿去使用吧，暂时稳住你的伤势。这个时候，沈冰岩取出了一颗散发着浓郁清香的灵丹九转涅槃丹，这太珍贵了。看到沈冰岩赠予的灵丹，萧晨的心里一惊。九转涅槃丹可是绝品的灵丹妙药，有着非常逆天的治疗效果，只要还有一口气，无论多重的伤势都能恢复大半。这个丹药哪怕是对真神境乃至天神境的强者都有不少的效果，可谓是价值连城。和萧晨哥哥相比，这个九转涅槃丹算什么？沈冰岩接着道。含情脉脉地看着萧晨，看到沈冰岩这般神态，萧晨那如同坚冰的心似乎都融化了些许。他能感受到沈冰岩的心意，那我就收下了。萧晨没有再推辞，只是心中默默地把沈冰岩在自己心中的地位再提高了一截。如烟，要是你有冰岩1/10好，我也。此时萧晨再次想起自己前世的红颜知己柳如烟，心中一阵悲痛。等着吧，曾经失去的一切我一定全部夺回来，哪怕已经成就了无敌至尊。萧晨心里默默地想到。楚云，等着，萧晨哥哥变成这样，你要负一半的责任，还有上次占了我的便宜，这些事我可全都记住了。沈冰岩的心里想到。上次在房间的画面经常萦绕在沈冰岩的脑海，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无数次让沈冰岩不对劲。接着两人在闲谈了一番之后，沈冰岩便离开了。主人，你要的绝灵玉兰已经找到了。沈冰岩离开不久之后，一道黑色的迷雾来到了萧晨的身边，迷雾中跳出了一头略显狰狞，浑身散发着扭曲空间气息的小兽。好，梦魇兽，干得不错。听到小兽的话，萧晨的脸上浮现了久违的笑容，接着坚定的道：那就马上开始碎功涅槃吧，刚好现在被贬为了内门弟子，可以让我少一些关注。只是主人真要如此冒险吗？碎功涅槃之法毕竟是上古时期的秘术，若是失败了……梦魇兽的脸上一阵担忧之色，接着说道：碎功涅槃之法是萧晨不久之前在一处古籍上看到的上古修行秘法，与现在的常规修行方法不同，需要主动把道功完全的破碎，然后进入涅槃境。我已经试验了许多次，不会有问题的，或许这才是正统的涅槃之法。萧晨沉吟片刻，接着道：使用这个方法可以让我的潜力最大化的释放，再者就算是失败了，我也还有补救的机会，不是吗？
听到萧晨的话，孟衍寿点点头，主人一定会成功的。你去原初古矿一趟吧。这时候，萧晨似乎想到了什么，接着对孟衍寿道。孟衍寿不解地问道：主人去原初古矿干嘛？丁景楚云，我感觉到了，他的身上有着一道神火的气息，神火对我很重要。萧晨接着道：若是机会合适，把他身上的神火抢过来；若是没有合适的机会呢？孟衍寿接着说道：那就创造合适的机会，区区一个道宫境，你还拿捏不了吗？萧晨看着孟衍寿，神色冷酷的道：是，主人，我明白了。孟衍寿恭敬无比的道。说完，孟衍寿再次化成了一团黑色迷雾，消失在了萧晨的眼前。楚云，天赋强大，战力惊人又如何？你的底蕴依旧太过稚嫩。看着离去的孟衍寿，轻声道：任凭你如何潜力惊人，在没有兑换成实力之前，再强的潜力都是虚妄。就算我不对付你，也会有别人盯上你，所以别怪我，要怪就怪你自己倒霉吧。说完，萧晨转身离去，他要进行岁宫涅槃的东域原初古矿。原初古矿是天武界一个强大的禁区，这里一片苍茫，赤地千里。在原初古矿的深处，有着大片的迷雾，诸多的迷雾笼罩了一切，让人完全探查不到里面的情况。在原初古矿的外围，同样有着丝丝缕缕的迷雾流动。这些迷雾虽然不如深处浓郁，但是也附带着极为恐怖的气息，阻止了神念的渗透。好了，停下，前面就是原初古矿了。没多久，夏诗雨带着黄泉魔宗的诸多弟子来到了原初古矿的外面。虽然没有进入原初古矿，但是前方古矿扑面而来的气息，依旧是让诸多的弟子感受到了强大的压迫感。楚云，你和宋廷玉两人先进去探查一下吧。众人停下之后，夏诗雨对队伍中间的楚云和宋廷玉道：师姐，我们不一起进去吗？这可是原初古矿，我和楚云两个人先进去，实在太危险了。夏诗雨的话一出，旁边的宋廷玉连忙说道：而且我们不知道原石矿脉的位置，原石矿脉事关重大，肯定需要小心谨慎。你们不去，难道我去？夏诗雨看着前方的宋廷玉，淡淡的说道。看到夏诗雨这个姿态，宋廷玉的心里一滞。墨雨长老说了，此事交由夏诗雨全权处理，若是拒绝夏诗雨的话，无疑是给夏诗雨抓住小辫子。而且其他的弟子都没有说话，显然也是不想理会这个事情。夏诗雨接着看向了旁边的楚云，想看看楚云的想法。丁，检测到宿主当前经历，触发无敌选择。选择一，听从夏诗雨的安排，进入原初古矿，奖励道家9秘之一斗字秘。选择二，拒绝夏诗雨的安排，不进入原初古矿，奖励混元魔拳斗字秘。道家9秘之一，天武界失传已久的上古秘术，乃是主掌杀伐的绝顶秘术混元魔拳。混元魔帝的拳道神通蕴含着霸道至极的破灭之力。就在这时候，楚云的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又触发选择了道家9秘之一的斗字秘，还有混元魔帝的拳道神通。听到这两个奖励，楚云的心里一阵激动，两个都是有着强大攻伐之力的神通秘术。楚云师弟，你觉得我的安排有问题吗？这个时候，夏诗雨再次看向了楚云，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楚云也回过了神，接着道：没问题，我觉得师姐安排得很好。看到楚云如此上道，夏诗雨眉眼弯弯，似乎对楚云的回答很满意。接着夏诗雨继续道：当然，你若是，我愿意进去原初古矿。只是夏诗雨的话没说完，楚云就再次开口了。说完，直接转身就进入了原初古矿，似乎生怕夏诗雨反悔似的。喂，楚云，等等我还没。宋廷玉看着直接进去原初古矿的楚云，连忙道。接着宋廷玉也跟着楚云的脚步，直接踏入了原初古矿。看着干脆进入的两人，夏诗雨眉头紧锁，脸上一阵寒意。圣女，看来你养的狗是真的不听话咯，连你的话都不听完就直接走了。旁边的赵宽见状，幸灾乐祸道：不说话，没人当你哑巴。夏诗雨淡淡的对赵宽道。赵宽耸了耸肩，没有再多说什么。现在夏诗雨明显情绪不对，赵宽不想触夏诗雨的眉头。我已经再次给过你机会了，你自己不珍惜，那就别怪我了。半晌之后，夏诗雨眼底闪过了一丝寒光。圣女殿下，那我们就在这里等楚云他们探查回来吗？这时候，一位涅槃境7重天的真传弟子道：不用理会他们，我们也进去吧。夏诗雨淡淡的道：那他们探查出来找不到我们怎么办？那位弟子接着问道：他们自己办事不力，探查一个原初古矿耗费这么久时间，怪得了谁？夏诗雨冷笑道：那他们找不到我们，直接摆烂了怎么办？又一位弟子说道。在感受到原初古矿的可怕气息之后，他也感觉到了深邃的恐惧。如此进去夺取原石，似乎并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是啊，
他们两人直接摆烂，不去夺取原石，到时候回去了也能得到奖励，这太便宜他们了。旁边的弟子再次道：呵呵，你以为长老是傻子吗？若是没有原石带回去，还想拿奖励？能保住性命都算长老法外开恩了。夏诗雨淡淡的道，脸上满是不屑之色。夏诗雨的话一出，周围的弟子们心里一滞。是啊，偷奸耍滑还想拿奖励，大长老会教他们做人的。想到这，众人不禁为两人默哀，同时心里也打定了主意，千万不要得罪圣女好了。我们进去吧，放心，只要好好听我的话，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夏诗雨接着说道。说完，夏诗雨带着剩下的弟子们全部进入原初古矿指示，他们前往的是和楚云截然不同的方向。丁，恭喜宿主完成选择，获得斗字秘。此时，原初古矿内，楚云的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楚云，等等我吗？宋廷玉迅速地跟上了楚云的脚步，不断地呼唤着楚云。楚云也停下了脚步，等宋廷玉跟上自己。不一会，宋廷玉终于是追了上来，直接抱住了楚云的胳膊，轻哼道：这下你别想丢下我了。我没想丢下你。楚云看着身边的宋廷玉，缓缓的道：那就好。听到楚云的话，宋廷玉展露了笑颜：你还有没有修炼资源了？再给我一些，我要突破涅槃境。楚云似乎想到了什么，接着对宋廷玉道：楚云，你也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吧。听到楚云的话，宋廷玉脸色悠悠的道：他没想到楚云开口就是跟自己要修炼资源，实在是太不客气了。不过宋廷玉倒是没太多反感，楚云起码是坦坦荡荡的，有什么说什么，跟他在一块还挺自在的，不必像和其他魔宗的人一般勾心斗角，明争暗抢。我们是盟友，要一起对付夏诗雨，我实力更强，把握更大。楚云沉吟片刻，接着说道：哎，摊上你真是倒了大霉了，我就剩下这些资源了，你先拿去用吧。宋廷玉无奈的道。不过宋廷玉还是从自己的空间戒指取出了许多的修炼资源，直接给了楚云。看到宋廷玉直接就给了自己，楚云微微愣了愣，他不过是随口一说，这个宋廷玉直接就给了，而且其中有不少都是颇为珍贵的顶级灵液以及极品灵药，对涅槃境都有不少好处的。怎么嫌少？这可是我最后的家当了，要不是我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才不给你呢。宋廷玉见楚云有些愣神，接着冷哼道：没，不嫌弃，不嫌弃，谢谢你，宋姑娘。楚云此时也正视起了这个宋廷玉，接着一脸认真的道：虽然这个宋廷玉不如夏诗雨有手段，但是楚云此时感觉似乎和他合作也没什么不好。不客气，咱们可是盟友，好好帮我对付夏诗雨就行。宋廷玉眉眼弯弯说道：没问题，那我们先找个地方修炼吧，等我突破了再去抢夺原石。楚云接着说道：你知道矿脉的位置？宋廷玉眼睛一亮：不知道，不过我能找到夏诗雨。楚云说道：哇，楚云，看来跟你合作是个正确的选择，难怪你会答应那个贱人进来，原来早就在他身上留了手段。宋廷玉闻言，脸上也满是欣喜之色。楚云点了点头，他确实是在夏诗雨的身上留了点标记，正是混沌体的一丝本源之力，他可以感应到具体的位置。那我们先找地方修炼吧。楚云说道，接着两人便在周围寻找着合适的修炼区域，至于探查情况回去禀告。两人都默契的没有提这个事情，他们清楚这不过是夏诗雨排挤他们的手段罢了。哎，奇怪，夏诗雨排挤你也就罢了，为什么连我也要跟着你倒霉？我明明很尊重师姐的。路上，宋廷玉郁闷无比，无奈的道：你一路上都在跟我眉目传情，你以为夏诗雨瞎了吗？楚云一阵无语，轻声道：一路上虽然两人都没有任何的直接交流，但是宋廷玉一直对眉目传情，虽然隐晦，但是夏诗雨本就颇为的关注楚云，自然发现了。原来是这样。宋廷玉恍然大悟，就在这里修炼吧，你在外面给我护法。楚云没有理会宋廷玉，而是看着不远处一个荒芜的山洞说道。宋廷玉没有拒绝，接着两人在周围布置了隐秘法阵，楚云独自便进入了山洞，宋廷玉则是在外面给楚云护法。进入山洞之后，以防万一，楚云在山洞里同样布置了一些阵法，希望这些修炼资源可以让我突破涅槃境吧。布置好阵法之后，楚云看着前方的诸多修炼资源，心里道。接着楚云运转了自己的不灭仙经，不断地吸收着周围的灵物资源的灵运，提升着自己的修为。同时楚云也领取了斗字秘，借助着大道天碑的力量，参悟着这个强大的道家九秘之一。楚云的气息在诸多修炼资源的灵运摄入下，飞速地朝着涅槃境靠近。同时斗字秘的口诀也在楚云的脑海中流动。斗字秘千变万化，没有固定的形态招式，修成之后身体的战斗潜能将会爆发到极致，
每一道攻击都会得到强大的斗字秘加成，变得更加可怕，而且还可以模拟演化他人的攻伐圣术，恐怖非凡，是绝顶的斗战攻伐术。当然，其参悟也是非常的艰难，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心力。这时，楚云有着大道天碑的帮助，这些玄妙晦涩的口诀在楚云的脑海中变得简单了许多，完全可以被楚云参悟。时间缓缓流逝，很快7天便过去了。楚云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眼底有着无数的金色流光涌动，似乎有着无数的圣术神通在演化。他明明没有释放任何的神通武学秘术，但是身上散发着一股无穷无尽、威压四方的战斗气息。这个斗字秘果然强大，只是初步的掌握，让我的战斗潜能完全的发挥，把我战斗力拉到了极限。虽然楚云没有出手，但是此时他的身体像是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一般，他能感受到自己的实力已经再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这还只是初步掌握，随着楚云的深入掌握，楚云的战斗潜力还会不断的攀升。接下来就是踏入涅槃境了。楚云深吸了口气，体内的灵气在疯狂的涌动。1日之前，他的修为变已经达到了道宫境的极限，只是因为正处在领悟斗字秘的关键时刻，所以楚云没有选择突破。现在斗字秘已经掌握，是时候踏入道宫境了。哗哗哗！接着，楚云立马催动了自己体内的所有灵力，朝着9个道宫流转而去。在诸多霸道的灵力汹涌下，9个道宫在慢慢的融为一体。楚云的气息不断攀升，如此又是几个时辰过去，9个道宫完全的融为了一体，化成了一道精纯无比的灵光，正是涅槃灵光。楚云的身上也出现了涅槃境的气息。突破涅槃境了，夏诗雨，我们的账该好好清算了。楚云缓缓睁开了眼睛，眼底流转着深邃的流光。紧接着，楚云收敛了自己的气息，收起周围的阵法，离开了山洞。因为混沌体的逆天威能，所以楚云的境界稳固无比，完全不需要像其他修士这般需要打磨。只要有足够的修炼资源，楚云就能无限的突破。楚云，你终于出来了，不好了，出事了！楚云刚刚离开山洞，就听到了宋廷玉有些焦急的声音。出什么事了？楚云眉头一挑，接着问道。青阳宗找到的那个原石矿脉不是一个小型矿脉，而是一个大型矿脉，已经有不少东域的顶级势力以及古圣家族盯上了那个矿脉。宋廷玉深吸了口气，连忙说道：赤云宗、白骨阴宗、天象宗、古圣家族诸家，还有逍遥圣宗，他们布置了大量的阵法，封锁了原初古矿，不准任何人进出了。大型原石矿脉，在外围竟然能出现大型原石矿脉。听到宋廷玉的话，楚云的心里一惊。原初古矿是天武界非常古老的禁区，深处区域被无穷无尽的迷雾包裹，少有人敢进去探索。但是外围确实危险性少了许多，所以经常有修士会来外围寻找机缘。楚云没想到，外围经过了这么多次的探索，还能出现大型原石矿脉。大型原石矿脉里面蕴含的原石是小型原石矿脉的数十倍不止，里面出现神元的概率也比小型矿脉大了非常多。这是连顶尖圣地都会眼红的机缘，现在如此多的势力蜂拥而至，完全是非常正常的。有夏诗雨他们的消息吗？楚云沉吟片刻，接着问道。虽然现在出现了大型原石矿脉，但是楚云还是想先把夏诗雨了结了。楚云师弟，没有，他们可能也隐藏起来了，想伺机行动。宋廷玉接着说道。楚云点点头，如果他是夏诗雨，他也会这么做的。我知道了，那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先把夏诗雨解决了吧。楚云接着对前方的宋廷玉道。听到楚云的话，宋廷玉的眼睛一亮，他日思夜想的都是如何干翻夏诗雨，然后自己上位。现在机会终于来了，让宋廷玉非常的激动。只是楚云师弟，你有把握拿下诗雨那个贱人可不好对付。宋廷玉的脸上有着担忧之色。身为夏诗雨的对手，宋廷玉可太清楚夏诗雨的难缠程度了。放心吧，我有把握的。楚云点点头道。在道宫境7重天的时候，楚云都能镇压赵家的虚神境供奉，现在已经成就涅槃境，又修行了斗字秘这等无敌的杀伐秘术，楚云自然是不会忌惮夏诗雨了。行，那就干吧。宋廷玉咬牙道。他也清楚现在这个原初古矿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在这里灭了夏诗雨可以少很多的麻烦。咦，这里还有2个小魔宅子。就在这时候，不远处传来了一阵淡漠的声音，接着一个身穿着蓝色锦袍、散发着磅礴气息的青年缓缓地踏入了这片区域。在锦袍青年的身边还有7位身穿黑袍的修士，一行人目光淡漠地看着楚云和宋廷玉，眼里满是冰冷之色。你是孟家的孟宏文？看到来人，宋廷玉的瞳孔一缩，脸色顿时变得有些难看。孟家是东域的顶尖古圣世家，实力异常可怕，在东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孟家有孟宏文和孟宏武2大天骄，
被称之为孟家双子星。孟洪武更是拜入了中域的顶尖圣地乾坤圣地，是乾坤圣地的真传弟子，乾隆榜前100的超级天骄。孟洪文虽然不如自己的哥哥，但是在东域也是属于响当当的人物，是老牌的虚神境天骄。不错，既然认出本公子来了，你跪下臣服本公子，成为本公子的女仆，本公子可以留你一命。孟洪文看着貌美动人的宋廷玉，眼里闪过了一丝火热之色。接着他看向了宋廷玉身边的楚云，至于你自己自裁吧，否则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唰！孟洪文的话音刚落，宋廷玉身边的楚云突然化成了一道光影。这道光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地冲到了孟洪文的面前。光影再次浮现楚云的人影，楚云手中的九幽剑散发着恐怖至极、扭曲一切的九幽剑意，直接斩向了孟洪文。你看到突然袭至的楚云，孟洪文汗毛直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接着他本能般地侧了侧身体，楚云的九幽剑径直斩在了孟洪文的身上，因为他刚刚侧了侧身子，九幽剑直接斩在了孟洪文的胳膊上。刺了！随着撕裂声的响起，孟洪文的胳膊直接被九幽剑斩断。孟洪文身上的一个玉佩爆发了强大的灵机，把想要再次补刀的楚云直接击退了。啊！小魔头，你砍了我的手臂！徐老，给我抓住这个小子，我要把他千刀万剐！孟洪文发出了尖锐的喊叫声。嗡！孟洪文的话音刚落，一个散发着恐怖气息的灰袍老者扭曲空间出现在了孟洪文的身边。小畜生，敢斩我少主手臂，你找死！灰袍老者看到眼前的场景，怒吼道，他的声音虎啸龙吟，像是海啸般朝着被击退的楚云汹涌而去。妈的，是不是玩不起还带护道者？楚云感受到巨大的威胁，脸色微变。廷玉，我们走。接着楚云立马抱住了身边的宋廷玉，催动虚空古戒。哗哗哗，虚空神符涌现了一道玄妙的空间力量，包裹着两人，迅速离开了这片区域。徐老，给我抓住这两人，我要他们死无葬身之地。孟洪文看到楚云两人消失在自己的眼前，疯狂地咆哮道，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吃过这种亏。身为孟家的双子星天骄，他哥哥又是乾隆榜的超级天骄，东域谁都不敢伤害他，如今竟然被斩了一臂，而且刚刚要不是他侧了侧身子，只怕现在性命都没有了。想到这，孟洪文又是恐惧又是愤怒，恨不得现在就把楚云抽皮包金。少主，现在你身受重伤，需要立马治疗。许高俊闻言，一脸担忧地对旁边的孟洪文说道。楚云的九幽剑意极为可怕，上面的九幽之力依旧在腐蚀着孟洪文的伤口。现在，立刻，马上，我要抓到他们！听不懂人话是不是？孟洪文此时已经有些失去理智了，对前方的许高俊咆哮道。许高俊闻言不敢再拒绝，你们赶紧给少主疗伤，我去抓那两个小畜生。许高俊连忙让身边的孟家护卫给孟洪文疗伤。接着许高俊立马撕裂了空间，前去抓捕楚云和宋廷玉。孟家的护卫们则是取出了各种灵药，给孟洪文处理着伤势。半刻钟之后，在诸多灵丹妙药的帮助下，孟洪文的状态恢复了不少，但是脸色依旧狰狞无比，仿佛要吃人一般。可恶，你们两个魔宗的小杂种，等许老抓到你们，我要把你们抽筋炼魂，让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孟洪文声音沙哑的道，眼睛里涌动着猩红的流光。哦，那你要失望了，你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了。孟洪文的话音刚落，耳畔传来了一阵冰冷淡漠的声音。听到这个声音，孟洪文的身体一僵，心底的恐惧再次如潮水般狂涌而来。接着孟洪文前方的空间一阵扭曲，手持着九幽剑的楚云再次出现在了孟洪文的面前。不，你别冲动，我刚是开玩笑。看到杀意凛然的楚云，孟洪文连忙出声道，眼里满是哀求之色。只是楚云的九幽剑已经出手了，他的九幽剑直接斩向了孟洪文的脖颈。刺了！随着一阵猛烈无比的撕裂声，楚云的九幽剑斩断了孟洪文的脖颈。孟洪文瞪大了眼睛，接着感觉自己飞了起来。不一会，孟洪文的眼睛看到了一具无头单臂、躯体直挺挺的倒下。我就这么死了吗？孟洪文的脑海中涌现出了最后一个念头。少主，旁边的诸多孟家族人看到孟洪文被斩杀，不断的惊呼道。楚云眉头一挑，接着砍瓜切菜般把周围的其他孟家族人也斩了。解决了这些家伙之后，楚云迅速地收起了这些修士的战利品，再次使用虚空古戒离开了这片区域。少主，属下办事不力，没有抓到那两个小畜生。楚云刚离开不久，周围的空间再次扭曲，许高俊再次回来。只是眼前的场景让许高俊僵在了原地。看到眼前一地的尸体，许高俊心底感觉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寒冷。哼，好狠啊！那个魔宗的小畜生杀了个回马枪。看到那些散发着九幽之力还热乎的伤口，
许高俊如何不明白是楚云又折返回来啊？好狠，你好狠啊！许高俊仰天长啸，身上的灵机不断涌动，朝着四周冲击而去。我记住你了，魔宗的小畜生，我一定要抓住你！楚云实在是太刺激了，你竟然直接回头把那个孟家的天骄斩了！远处谷矿一处隐秘的山洞之中，宋廷玉神色激动地对楚云道。此时的宋廷玉依旧沉浸在兴奋恐惧之中。原本宋廷玉以为楚云把孟宏文的手臂斩了已经够狠了，没想到在被天神境的强者追杀之际，还敢回到那里杀了孟宏文。这个胆子实在是太大了，让宋廷玉都心里直打鼓，现在都没有缓过来。这种家伙要是不斩草除根，后续肯定会恶心我的。脸色苍白的楚云缓缓的道，若不是实力不够，我都想把那个天神境的老狗杀了。刚刚连续的催动虚空神符，让楚云的消耗极大。听到楚云的话，宋廷玉的心里一滞，还想杀天神境的孟家强者，你果然是胆子很大，难怪连荒古圣体的姐姐都敢信号。宋廷玉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楚云，眼里闪烁着流光，只感觉眼前的楚云充满了魅力。我那是别无选择。楚云耸了耸肩道，看来解决夏诗雨真是十拿九稳了。宋廷玉心想，刚刚楚云展现的实力实在太过可怕，2招就解决了孟宏文。虽然有偷袭的原因，但是孟宏文可是老派的虚神境强者，实力非同小可。楚云连孟宏文都能解决，夏诗雨自然是不在话下了。看看这个孟家的天骄有什么宝物吧。此时楚云取出了从孟宏文等人身上抢下来的空间戒指，果然还是杀人夺宝资源来得快啊。楚云看着空间戒指里的大量资源宝物，眼里满是欣喜之色。在空间戒指里有数十万的灵石，还有着不少的灵丹妙药，虚神境修炼的虚灵丹，修行神魂的魂元丹，涅槃灵液，这些资源灵丹的数量都非常多，每种都有数百瓶，还有诸多散发着浓郁灵机的千年灵药，简直就是一个小型宝库。除了这些宝物，虚神兵、真神兵也有几把，甚至还有一把攻类的天神兵。这是玄元铁晶，顶级的炼器辅材，蕴含着玄云真力，可以用来炼制真神兵。不一会，楚云在空间戒指的角落发现了一块人头大小的铁块，正是玄元铁晶。不错，有了这个玄元铁晶，可以把我的惊雷神剑淬炼一番，成就真神兵了。看着玄元铁晶，楚云的心里满是欣喜之色。这次意外收获实在是太让楚云满意了，尤其是那些修炼资源以及灵丹，可以再次让楚云的修为提升不少。这个地心火莲给你吧。接着楚云从诸多的宝物中取出了一朵散发着炙热气息的莲花，递给了宋廷玉。这是能辅助点燃神火的极品灵药，你给我。看到楚云把地心火莲递到了自己的面前，宋廷玉微微有些愣神，有些惊愕的道，地心火莲虽然只是千年灵药，但是它有一个非常逆天的效果，可以辅助点燃神火，让修士突破虚神境的概率大大提升，所以它的价值已经堪比万年灵药了。宋廷玉没想到楚云会直接把地心火莲送到自己的面前，他现在已经是涅槃境9重天的修为了，若是有这个地心火莲，他有很大的把握进入虚神境。楚云，为什么给我？这个对你以后也有帮助。宋廷玉思索了片刻，接着问道，我们是盟友，你给我修炼资源的时候不也没犹豫吗？你的实力提升可以更好的对付夏诗雨。楚云缓缓的道，目光直勾勾的看着宋廷玉。而且楚云有着混沌体，完全不需要任何东西辅助，修为到了直接就能点燃神火，踏入虚神境。更重要的是，楚云觉得宋廷玉这个家伙相比较于魔宗的其他人更值得信任。听到楚云的话，宋廷玉的心里再次感觉到一阵温暖。好，那我收下了。宋廷玉深吸了口气，接着收下了楚云的地心火莲。宋廷玉收下之后，在楚云的脸上平 A 了一下，同时他的心底也是感叹道，夏诗雨真是错过了一个非常好的人，但凡夏诗雨能少一些算计，或许现在和楚云并肩的就是他了。师姐啊师姐，你老觉得我傻，但有时候太过精明也不是什么好事呢。不过宋廷玉也没有深思，若没这么多算计，夏诗雨就不是夏诗雨了。你让我生气了。这时候宋廷玉的耳畔传来了楚云的清朗声音。宋廷玉回过神来，发现楚云正目光灼灼地看着自己，似乎非常生气。哼哼，我给你消气还不行吗？宋廷玉舔了舔自己嘴唇，轻声道。几个时辰之后，不方便说话的宋廷玉来到了山洞的另一处区域，借助地心火莲的力量进阶虚神境。神清气爽的楚云则是开始给自己的惊雷神剑进阶，同时使用着那些从孟宏文身上得到的资源提升自己的修为。经过刚刚的事情，楚云知道自己的实力虽然在黄泉魔宗还算凑合，但是黄泉魔宗太小了，天武界太大，强者无数，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远远不是可以随意放纵松懈的时候。半个月之后，原初古矿
外围一处高大山脉脚下，山脉脚下是一片散发着浓郁灵机的矿区，矿区的周围布置了诸多强大的阵法，防御着四周的力量。矿区里有着不少戴着镣铐、脸色苍白的修士，他们在矿区里热火朝天的挖矿。矿区里一筐筐的原石从矿洞里被运送而出。哈哈，不错不错，短短的7天就挖了1000余斤的原石，不愧是大型原石矿脉啊！在矿区的中央亭子，一个身穿着白色长袍的青年爽朗地笑道，那深邃的眼底满是笑意。是啊，小小的青阳宗挖出这等矿脉，真是祖坟冒青烟了。可惜他们把握不住啊！罗轩师兄手段惊人，轻易的就镇压了那些青阳宗的家伙，还让他们给我们挖矿，真是太厉害了。就是这个矿脉何该是我们逍遥圣宗的机缘？旁边还有诸多逍遥圣宗的弟子们同样是兴奋的道。看着一筐筐的原石从里面运出，众人都是火热不已。罗轩，你不讲信誉，明明说好了我们青阳宗和你们逍遥圣宗共同开发矿脉，如今你们独占矿脉，还让我们挖矿，实在是太过分了，你会遭报应的。这时候不远处一个披头散发带着沉重镣铐的青年怒喝道，眼里满是怒火。呵呵，你们也配跟我们逍遥圣宗共同开发，真是搞笑，跟你们开玩笑，你们还当真了？罗轩冷笑一声，目光不屑地看着那个伤痕累累的青年。之前罗轩为了尽快占有原石矿脉，假意答应青阳宗与其一起开发矿脉，只是青阳宗打开阵法之后，罗轩等人直接冲进矿区，抢夺了矿脉，把矿脉占为己有，还抓住了青阳宗的诸多强者，奴役他们挖矿。好了，继续挖矿，挖够1万斤原石就给你们自由。罗轩接着淡淡地对下方的诸多青阳宗弟子道。诸多的青阳宗弟子们闻言，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虽然罗轩已经没有信誉分了，但是他们依旧不敢反抗，因为拒绝就要死。此时他们也只能期待罗轩心中还有一丝的善心，挖够之后可以放了他们。哈哈，废物，我就喜欢跟废物打交道。看到青阳宗等人在老老实实的挖矿，罗轩再次大笑道。接着罗轩没有再理会他们，把他们挖出的1000多斤原石全都收了起来。不错不错，有了这个原石矿脉，我们逍遥圣宗的实力底蕴必将再次增强，甚至独霸东域也不是没有可能。看着一点点从矿洞里运出的原石，罗轩的眼里满是睥睨之色，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东域有着诸多圣地和顶尖古圣家族、隐士强族，但是没有一家独自掌握了大型原石矿脉。如今他们逍遥圣宗掌握着这个大型原石矿脉，可谓真是有了彻底崛起的资本。轰！就在这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恐怖无比的轰鸣声，一道道强大无比的力量正在冲击着矿区周围的阵法。什么人想来抢夺我们逍遥圣宗的原石矿脉？听到外面阵法的碰撞声，罗轩的脸色陡然间变得极为难看。砰！就在罗轩准备前去查看一番的时候，外面再次传来一阵刺耳的碰撞声，外面的防御法阵轰然破碎。随着法阵的破碎，一道镇压天地的气息从外面汹涌而来。这道气息如同太古神山一般，狠狠地压在了矿区的所有人身上，包括罗轩也被这个气息压制，完全无法动弹。不错，诗雨丫头，果然是一座大型原石矿脉，你很不错，为我们魔门再添了一道强大的底蕴。不一会，一阵爽朗的声音从外面传来，接着一个身穿黑色锦袍、气息如渊的中年男子踏入了矿区之中。在中年男子的身边，还有一位身穿着黑色长裙、绝美动人的少女。两人一前一后，面带笑容地进入了矿区。前辈，这个矿区已经是我们逍遥圣宗的了，还请前辈离开。看到突然出现的中年男子和黑裙少女，罗轩强压着心中的恐惧，连忙道：啪！只是罗轩的话音刚落，不远处的中年男子瞬息出现在了罗轩的面前，一巴掌就把罗轩扇飞了。妈了个巴子，唧唧歪歪的，现在矿脉是我元魔地宗的了，你有意见吗？中年男子面无表情地看着不远处像是死狗一样的罗轩，淡淡的道：元魔地宗，前辈是元魔地宗的。罗轩的脑瓜紫嗡嗡嗡的，身躯不断的颤抖，脸上满是深邃的恐惧之色。元魔地宗是中域的魔道宗门，实力底蕴极为可怕，哪怕在地族林立、无数古族圣地盘踞的中域，也是属于顶尖的势力。罗轩没想到这个矿脉竟然会把中域的顶尖魔道势力都吸引过来。哼，区区一个圣宗也想占据大型原石矿脉，简直是可笑。中年男子看着陷入了极致恐惧的罗轩，冷笑道。接着中年男子右手微抬，一抹霸道无比的黑色灵力凝聚，似乎就要把罗轩彻底轰杀。薛蟠长老，如今这个矿区正是需要人手挖矿的时候，不如留这个家伙狗命，让他留下挖矿。这个时候夏诗雨来到了中年男子身边，缓缓的道：诗雨丫头，你说的对，
挖矿还需要人呢，留着挖矿更好一点。元魔地宗长老薛蟠闻言点头道。接着薛蟠立马给罗轩以及周围其他逍遥圣宗的弟子们都带上了枷锁。接下来你们就在这里挖矿吧，什么时候挖到我满意，我就放了你们。薛蟠淡淡的对众人道。诸多逍遥圣宗的弟子脸上满是恐惧屈辱，什么叫挖到他满意，什么时候能满意？但是他们此时也不敢反抗，只能一个个的开始挖矿。不远处的青阳宗的弟子们看到逍遥圣宗弟子的下场，一个个都心里暗爽，狗杂种，你们也有今天，你们那些家伙也别停，继续挖。薛蟠接着对不远处的青阳宗弟子们冷冷的道。是，前辈，我们一定努力挖矿。青阳宗的诸多弟子狂热道，接着热火朝天的挖了起来。薛蟠见状没有再理会他们，而是看向了旁边的夏诗雨。诗雨丫头，这次你做得不错，等回去了地宗，我会向宗主为你请功的。这种级别的矿脉也只有地宗才有资格拥有，诗雨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夏诗雨缓缓的道。原来在发现这个矿脉是大型矿脉之后，夏诗雨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用这个矿脉搭上元魔地宗。你先在这里看着他们，我去看看这个矿脉。薛蟠满意的点点头，接着道。说完，薛蟠直接化成了一道黑影，直接飞向了前方的矿洞。薛蟠离开之后，夏诗雨收敛了自己的笑容，从空间戒指取出了一张通缉令。通缉令上的画像正是楚云。楚云啊楚云，我真的低估了你，没想到你连孟家的孟宏文都能斩杀。看着通缉令上的高额悬赏，夏诗雨低声道。或许你潜力真的很强，但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没有兑现的潜力终究只是一盘散沙。夏诗雨看着进入矿洞的地宗长老，重重地把手中的通缉令捏成了碎屑，原出古矿外围一处荒芜的山谷中。山谷里正在进行着激烈无比的战斗，哀嚎声、碰撞声、撕裂声此起彼伏。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一面倒的屠杀。一个身穿着狰狞魔铠的修士，手持着散发着黑色气息的古剑，疯狂地屠戮着周围的大批修士。这些修士之中不乏虚神境的顶级强者，但是在魔铠修士的手中，完全如纸糊的一般，轻易的就被斩杀，化成了一具具尸体。黑色的狰狞魔铠染上了无数的鲜血，染上了大量的鲜血之后，狰狞魔铠似乎在慢慢的蜕变进化。恶魔，你是恶魔，你会遭到报应的。造如此的杀孽，你怎么敢的？可恶的魔头，等着，我们天象宗不会放过你的。半晌之后，剩余的诸多修士们咆哮道，他们的脸上满是恐惧之色，在不断的颤抖。你们不是要我的命去领孟家的悬赏吗？怎么，你们可以要我的命，我就不能要你们的命？身穿着血域魔铠的楚云淡淡的道，眼里满是讥讽之色。原来楚云闭关修行，突破了涅槃境5重天之后，便离开了山洞。没想到楚云在原初古矿的外面多次遇到了不少修士的追杀，而且招招致命，毫不留情。一番打探，楚云才知道他被孟家悬赏了。孟家发布了悬赏令，只要杀了楚云，可以找孟家领取100万灵石的悬赏，以及一道顶尖的天神兵和大量其他的天材地宝。这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足以让虚神境乃至真神境的修士心动。这已经是楚云杀戮的第3批修士了。楚云的话一出，周围的诸多强者们脸色一僵，被楚云的话对得无言以对。走，继续斗下去，只会白白丢了性命。接着剩余的强者们立马四散逃去。想跑，太天真了。楚云双眼微眯，接着取出了从孟宏文那里得到的天神兵赤炎天弓。刷刷刷，楚云迅速张弓搭箭，一箭箭射出，散发着炙热气息的箭矢像是死神一般，迅速地夺去了四散逃跑的诸多修士的生命。被赤炎天弓射中，还没有死。不一会，楚云看到了不远处一个身穿着青色长袍、脸色苍白的青年。青年的胸口处有着一根凌厉剑矢，虽然他的气息微弱，但是依旧在轻微的颤抖，还有着不少的生机。那就再来一剑吧。楚云面无表情，再次张弓搭箭。楚云公子，我是瑶池圣地的弟子，我爷爷还是瑶池圣地长老，你不能杀我。这个时候，青年开口了，身躯颤抖地看着楚云，想要我的命，就该做好身陨的准备。楚云淡淡地说道。接着赤炎天弓拉满，凌厉剑矢蓄势待发。楚云，舒恒已经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了，你没必要赶尽杀绝吧。就在这时候，不远处传来了一阵清冷悦耳的声音。在荒芜山谷的不远处，一个身穿着白色仙裙、飘飘欲仙的绝美女子缓缓走了过来。女子身材窈窕，周身流转着无数的道韵，仿佛山河大道一般。她的眉心有一个青莲印记，更是让她的气质变得更加飘渺出尘，仿佛天道化身。圣女殿下，救我！这个恶魔要杀我！不远处的青年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连忙呼喊道：“是瑶池圣女，圣体叶凡的红颜知己之一，先天道胎。”楚云的眉头一挑，没想到瑶池圣女竟然也来了原初古矿。魔头，我们的瑶池圣女来了，你完了。这时候青年还恶狠狠地看着楚云，似乎想要把楚云彻底吞噬一般。舒恒，住嘴！瑶池圣女眉头微皱，训斥道：“楚云公子，舒恒不懂事，还请你放过他吧。”接着瑶池圣女接着对楚云道，声音清脆悦耳，仿佛可以洗涤心灵一般。丁，检测到宿主当前经历，触发无敌选择。选择一，答应瑶池圣女的请求，放过朱书恒，奖励上古剑术、藏天剑术。选择二，拒绝瑶池圣女的请求，斩杀朱书恒，奖励凤凰族顶级疗伤秘法凤凰涅槃经、藏天剑术。上古时期，藏天剑圣的剑道圣术有着非常可怕的攻伐之力。凤凰涅槃经，凤凰族的无上疗伤秘术，有着逆天的治疗效果，修炼至大成圆满，可断肢再续，涅槃复生。就在这时候，楚云的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楚云的眼睛一亮，又触发选择了藏天剑术和凤凰涅槃经。瑶池圣女，看着你亲自开口的面子上，我可以考虑一下。楚云接着缓缓的道：“好，楚云公子，只要你放了舒恒，我……”瑶池圣女闻言，脸上露出了浅浅的笑容。只是瑶池圣女的话没说完，楚云的赤炎天弓已经再次爆射出了一道灵力剑矢。唰！顷刻间，灵力剑矢已经贯穿了朱书恒的喉咙。朱书恒瞪大了眼睛，无数的鲜血流出，身躯在不断的颤抖。片刻之后，朱书恒的双目失去了焦距，化成了一具尸体。丁，恭喜宿主完成选择，获得凤凰涅槃经。在朱书恒死亡的瞬间，楚云的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突然的变故让瑶池圣女呆愣住了，她万万没有想到，刚刚楚云还说给自己面子考虑一下，反手就把朱书恒杀了。你杀了书恒，为什么？片刻的愣神之后，瑶池圣女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楚云，气得身体直发抖。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给你面子。楚云思索了片刻，接着认真的道：“好啊，楚云，敢当着我的面杀我瑶池圣地的弟子，我不会放过你的。”瑶池圣女都要气疯了，她自成为瑶池圣女以来，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对她。而且这个朱书恒还是他们瑶池圣地一个长老的子嗣。诸多弟子外出的时候，那个长老已经交代过了，要保护好朱书恒。没想到现在朱书恒被楚云杀了，还是死在他的面前。若是不抓住楚云，哪怕她是瑶池圣女，回去之后也要承担不少的干系。哗哗哗！说着，瑶池圣女催动了自己体内的力量，磅礴的气息从瑶池圣女身上散发而出，周围的大道之力也像是受到了牵引一般，不断的在瑶池圣女周身汇聚。后会有期。楚云感受到瑶池圣女身上的强大气息，接着微笑道。说完，楚云直接催动了虚空神符，直接离开了这片区域。楚云，你给我等着，你跑不了的。看到消失无踪的楚云，瑶池圣女更是气得身体颤抖，她头一次感觉到这么憋屈。悬赏，我也要悬赏这个家伙。瑶池圣女咬牙道。果然，先把虚空神符这个宝物拿到手是正确的选择，实在是太好用了。原初古矿一处隐秘的山林之中，楚云收起了自己的血域魔铠，心里喃喃道：自进入原初古矿以来，凭借着虚空神符的力量，楚云度过了多次的危机。刚刚的瑶池圣女，楚云感觉到了，她已经进入了真神境，而且有着先天道胎。楚云很清楚，现在的自己不是他的对手，与其硬碰硬，不如先撤为妙。等实力强大起来，有的是机会可以反击。楚云师弟，你没事吧？山林里，宋廷玉看着浑身染血的楚云，一脸担忧的道：没事，这些血都是别人的。楚云微笑道：我检查一下。宋廷玉迫不及待地拉着楚云进入了旁边的山洞，给楚云检查。几个时辰之后，楚云神清气爽地从山洞里出来。楚云师弟，我打探清楚了，夏诗雨那个小贱人把大型矿脉的消息告知了元魔地宗的长老，因此攀上了地宗长老。现在原初古矿也被元魔地宗掌控，我们短时间内动不了那个小贱人了。不一会，宋廷玉从山洞走出，声音有些沙哑的道：攀上了元魔地宗的长老，这个夏诗雨果然是手段不少。听到宋廷玉的话，楚云的眉头一挑。不过这倒是夏诗雨一贯的作风，不会放过任何对自己有利益的事情。没事，那就让他再多活一段时间，地宗长老庇护不了他一辈子的。楚云接着说道。宋廷玉点了点头，现在去对付夏诗雨显然不是明智的行为。我先去闭关修行，你继续打探原初古矿的消息吧。楚云接着道。行，那你安心修行，现在原初古矿被元魔地宗占领，宗门的任务应该是到此为止了。宋廷玉缓缓的道。接着楚云再次进入了山洞之中。
虽然楚云受到了诸多修士的追杀，但是这同样给楚云带来了不少的机遇。那些修士全都被楚云反杀，身上的资源宝物也全都成为了楚云的。经过多番激烈的血战，楚云不仅得到了大量的资源灵物，楚云的血域魔铠也因为吸收了大量的鲜血，已经达到了虚神兵的极限，随时都能进入真神兵的等阶。血域魔铠是血神族的至强圣兵，是强大的杀伐利器，尤其是在连续的战斗之中，可以源源不断的吸收气血之力，强化自身的肉身力量。楚云本就底蕴极为可怕，再加上强大的斗字秘，楚云的实力几乎是达到了虚神境无敌的地步。若是血域魔铠再次进化，楚云的实力也将再迎来一次巨大的提升，可惜还是吃了境界低的亏，否则那个瑶池圣女我何必跑路。楚云心里叹了口气，无奈的道，虽然他底蕴无敌，但是境界依旧是短板，现在只是涅槃境5重天，在黄泉魔宗或许是属于顶尖的一批，但是和东域的其他顶尖天骄，甚至中域的那些已经踏入乾隆榜的超级天骄相比，还是差得太远了。他们基本上都踏入了虚神境顶级乃至真神境，甚至乾隆榜前10的超级天骄已经进入了天神境，正在朝着超凡入圣的圣者境发起冲击。不过我有着混沌体，不用担心修炼瓶颈的问题，将来追逐超越他们也不过是时间问题。楚云深吸了口气，缓缓的道，混沌体给了楚云足够的底气，没有境界瓶颈，只要有足够的修炼资源就能突破，而且不用担心境界不稳的问题，这让他不论何时对未来都充满着信心。接下来就把这些资源灵物化为我的底蕴修为吧。楚云接着取出了最近获得的诸多资源灵物，很快山洞里就堆满了大量的资源灵物，各种灵丹灵液以及散发着浓郁清香的灵药资源。虽然这些修士单独的资源都不多，但是架不住他们数量多。这些天楚云反杀的修士何止上百，资源灵物的数量也达到了非常夸张的地步，丝毫不输上次斩杀孟宏文获得的资源灵物。哗哗哗！接着楚云没有任何的犹豫，立马催动了混沌仙经，霸道地吸收着周围的资源灵物灵韵，迅速地提升自己的修为。在诸多灵物资源的灵韵摄入下，楚云的气息在不断的攀升。与此同时，大道天碑也被楚云取了出来。借助着大道天碑的力量，楚云参悟着刚刚系统奖励的凤凰涅槃经，诸多玄妙晦涩的口诀在楚云的脑海中流动。因为有着大道天碑的辅助，这些玄妙晦涩的口诀很快的被楚云参悟。时间缓缓流逝，很快7天过去，楚云的体内已经有了7道涅槃灵光，这代表着楚云已经踏入了涅槃境7重天，并且体内的第8道涅槃灵光也在缓慢的凝聚。只是周围的资源已经被吸收的七七八八，剩余的灵韵根本难以让楚云进入涅槃8重天，看来还是得使用这个3文真灵丹。楚云缓缓地睁开了眼睛，轻声道。接着楚云从自己的空间戒指取出了一颗有着3道云纹的灵丹，这个灵丹正是真灵丹，而且是3文真灵丹。真灵丹是真神境修士修炼的顶级丹药，3文真灵丹更是真灵丹中的极品，对真神境修士有着强大的效果。这个丹药是在孟宏文的身上找到的，原本楚云还想留着这个丹药到自己进入虚神境的时候再使用，现在看来留不到那个时候了。接着楚云直接把3文真灵吞入了自己的体内，哗哗哗，3文真灵丹吞入的瞬间，精纯无比的灵力在楚云的体内疯狂涌动。楚云运转自己的混沌仙经，把这些灵韵化为自己的修为底蕴。在3文真灵丹的帮助下，楚云体内的第8道涅槃灵光彻底的凝聚，总算是进入了涅槃境8重天。感受到自己体内磅礴的力量，楚云的脸上满是欣喜之色。没有什么东西比自己强大的修为能给自己安全感了。凤凰涅槃经也已入门，再看看原初古矿的情况吧。若是没有合适的机会，那就直接离开。楚云的心里道。接着楚云收敛了自己的气息，直接离开了山洞。廷玉，你受伤了。离开山洞之后，楚云看到在旁边的山林处，宋廷玉脸色苍白，肩膀上似乎有着一道严重的伤口。虽然已经包扎好了，但是依旧有着鲜血渗出，显然伤势颇为的严重。楚云师弟，没事，只是一点小伤罢了。宋廷玉露出了俏皮的笑容，对楚云道。楚云珠抓住了宋廷玉的手，接着探查起来。小伤，你的暗影王体本源都快崩溃了。感受到宋廷玉的气息，楚云脸色有些冰冷。什么人干的？楚云师弟，是孟家，我没想到他们布置了封禁法阵，我一时失策中了招。宋廷玉低下了头，轻声道。孟家这些家伙不过死了一个孟宏文，有必要像是疯狗一样吗？楚云眉头微皱，缓缓的道，同时心里打定了主意，这个孟家这么疯，必须好好安排一下。楚云师弟那可是孟家的双子星天骄，还是乾隆榜孟宏武的弟弟，
身份尊贵，在孟家的地位非凡。宋廷玉心里一滞，说道：“楚云这个发言，属实有点倒反天罡了。我先给你治疗。”楚云接着对宋廷玉说道：“楚云师弟，伤到本源了，你别浪费灵力了。”宋廷玉无奈的道：“孟家的手段太过凌厉，已经伤到宋廷玉的暗影王体本源。这种本源的伤势非常的严重，除非有着圣阶级别的灵丹妙药，否则根本难以治疗。”楚云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运转了凤凰涅槃经，给宋廷玉治疗着伤势。宋廷玉看着不在乎自己话语，直接给自己治疗伤势的楚云，心里泛起了一阵暖意，一阵浓郁的安全感油然而生，仿佛只要在楚云的身边，便可以无惧一切一般。楚云师弟，我打探到消息，在原初古矿里面有大地传承出现，不少的天骄都进入太初古矿，想要夺取大地传承。宋廷玉见楚云依旧坚持，也不再劝说，而是倚靠在楚云的怀里，轻声地说道：“原初古矿里面出现了大地传承，是哪位大帝的？”楚云的双眼微眯，接着问道：“原初古矿是天武界极为古老的生命禁区，有着大地传承在，也极为正常，据说很有可能是虚空大帝的传承。虚空大帝的大帝血脉家族江家也派了他们族内的天骄族人前来争夺传承。”宋廷玉接着道，把自己调查到的情报告诉了楚云。虚空大帝的大地传承。楚云闻言，眼睛一亮，他手中的虚空神符正是虚空大帝的宝物，给了他许多的帮助。如果是虚空大帝的传承，自己或许可以尝试前去争夺一番，自己有着虚空神符，和虚空大帝也算有点缘分。就算得不到，凭借着虚空神符，要跑也是轻而易举的。楚云的心里顿时有了想法。楚云师弟，你别浪费灵力了，我的伤势。这个时候，宋廷玉不忍楚云耗费过多的灵力，接着对楚云道：“真的没效果吗？”楚云闻言，看着宋廷玉道。听到楚云的话，宋廷玉接着感受了一下自己的伤势，顿时发现自己的伤势似乎缓解了许多，并且即将溃散崩溃的本源，此时也像是受到了滋润般，在缓慢的恢复。这怎么可能？楚云师弟，你也太厉害了吧！确认自己的伤势真的在好转之后，宋廷玉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前方的楚云。这可是本源的伤势，需要圣阶灵药才能恢复的。如今楚云竟然凭借着灵力治疗恢复，这简直是太逆天了。一些小手段罢了。楚云微微一笑，接着道：“这个正是凤凰涅槃经的逆天效果，恐怖至极的治疗效果，让他对本源伤势也是手到擒来，可以轻易治疗。”楚云师弟，你太厉害了。宋廷玉接着再次平 A 了上去。等等，你伤势还没有好呢。楚云心里一滞，接着道：“我等不了了。”宋廷玉激动的道。几个时辰之后，宋廷玉的伤势在楚云的凤凰涅槃经下彻底的恢复了。廷玉，我去看看那个大地传承，你自己先隐匿好，见机行事，不要冒进。神清气爽的楚云对宋廷玉道：“若是有机会，赶紧离开原初古矿。”宋廷玉虽然已经踏入了虚神境，但是实力在现在的原初古矿还是属于中等偏下的水准，在这里太危险了。没问题，楚云师弟，我会保护好自己的，你也要小心。经历了孟家的封禁法阵之后，宋廷玉也更加谨慎了，说道。接着两人在温存了一会之后，楚云便直接离开了山林，前往了原初古矿的深处。差点就没有保护好底线。楚云离开之后，宋廷玉深吸了口气，心里道：不过楚云师弟的花样还挺多的，真是太羞人了。宋廷玉轻咬着红唇，心里荡起了无数的涟漪。原初古矿一片苍茫无比的群山之中，群山里到处都流转着浓郁的迷雾，遮蔽了一切。但是在群山的中央，有着一座古老巍峨的大殿，大殿散发着一股极为玄妙的虚空之力，在虚空之力的包裹下，这个大殿与这片空间格格不入，仿佛不在这个世界一般。大殿前方有着9座用黄金浇筑的龙形高台，高台上面还有极为玄妙的道纹，散发着异常可怕的力量。在9座黄金龙台的前方，诸多的天骄强者齐聚一堂，众人都是目光火热地看着龙台后面的古老大殿，似乎非常想要进入其中。紧接着有天骄强者按耐不住，直接冲向了9座高台后面的大殿，想要直接闯入大殿。砰！只是几位天骄强者刚刚进入其中，就被大殿散发的恐怖气息直接轰飞，直接失去了意识。蠢货，没看到大殿前面的9龙台吗？想要直接绕过9龙台闯入大殿，怎么可能？一位身穿白袍面色俊逸的青年冷笑道，眼里满是讥讽之色。9龙台原来是传说中的9龙台，大地传承果然是没这么好开启的，竟然用9龙台守护。9龙台需要9名可以承受真龙威压的天骄进入其中才能打开的9龙台。那位青年的话一出，周围的天骄强者们纷纷开口道，眼里满是震惊之色。原来
九龙台是上古真龙族的神物，蕴含着极为玄妙的力量。只有9名可以承受真龙威压的天骄强者，都占据这些黄金龙台，才能开启大殿。若是没有，哪怕是至尊亲临，也休想打开，开启大地传承。区区真龙威压，能奈我何？这时候，那个白袍青年直接飞入了其中一座黄金龙台。白袍青年踏入黄金龙台之后，一阵低沉的龙吟声传来，响彻了四周，顿时周围的众人都感觉到了极为强大的压迫感。而踏入了黄金龙台的青年更是额头狂冒冷汗，身躯轻微的颤抖，身体不断发出骨骼的清脆声音。显然，黄金龙台里面的真龙威压极为可怕。没多久，青年彻底的在黄金龙台站稳，虽然脸色依旧苍白，但是已经是承受住了真龙威压。不一会，真龙威压消散，青年勉强达到了黄金龙台的要求。不愧是赤云宗圣子，果然强大，竟然顶住了九龙台的真龙威压。周围的天骄们看到白袍青年在黄金龙台站稳，纷纷开口道，眼里满是惊异之色。原来白袍青年正是赤云宗圣子杜玉川。在赤云宗圣子站稳黄金龙台之后，陆陆续续又有其他的天骄强者们开始尝试占据黄金龙台。诸多的天骄们开始争夺黄金龙台的归属，爆发了激烈无比的战斗。我们要3个黄金龙台。半晌之后，就在众人都在黄金龙台的争夺而激烈战斗的时候，一阵清冷无比的声音传来。什么人开口就要3个黄金龙台？你以为你？一位顶级天骄闻言冷哼道，睁大你的狗眼，什么人你都敢对的。只是那位天骄的话没说完，旁边的伙伴都直接狠狠地甩了那位天骄一巴掌。老六，你打我干嘛？那位天骄脸色难看无比，声音低沉的道。这时候，那位伙伴掰起了他的头，让他看向了刚刚说话的方向。顿时，那位天骄看到了一个戴着面纱、身材婀娜的、皮肤细腻白皙的清冷少女。少女虽然戴着面纱，但是浑身透露着高贵出尘的气质。她的身边有2个气宇轩昂的青年，同样是贵不可言。3人身上的衣裳上绣着古老的金色云纹，散发着玄妙扭曲空间的气息。3人的身后有着几位散发着镇压天地气息的圣人跟随，给人一种极为可怕的压迫感。地族江家看到3人衣裳上的金色云纹，那位天骄瞪大了眼睛，顿时明白了他们的身份。难道是地族江家的公主江青衣？老六，你救了我！那位天骄一脸后怕的道。江家是中域的地族，有着非常强大的底蕴，而且他们还是虚空大帝的后人。这个大地传承也是虚空大帝的，要是此时出言不逊，只怕会成为其第一个杀鸡儆猴的对象。周围其他的天骄强者们也认出了江家几人的身份，一个个都默认了他们占据3个黄金龙台。江峰、江远、青衣，你们3人快上黄金龙台吧，这是我们江家大帝的传承，务必要把传承取到手。江家一位圣人境的长老对着前方的3名江家天骄道。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的。江峰点点头，脸上满是自信的笑容。身为江家的绝世天骄，乾隆榜前10的超级天骄，再加上有着虚空大帝血脉，江峰自然是有信心。没错，长老，交给我们吧。江远也点点头道，非常的自信。江青衣没有说话，只是眼神坚定无比。接着3人立马找了一座高台，立马踏入了黄金龙台之中。没多久，3人就在黄金龙台站稳脚跟，并且极为的轻松，仿佛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不愧是江家的顶级天骄，果然可怕。看到3人毫不费力地站稳了黄金龙台，周围的天骄强者们眼里满是震惊之色。他们可都是知道这个黄金龙台的强大真龙威压，元魔地宗踏入了真神境的顶级天骄都难以这般轻松，可见他们这几人的实力都达到了非常可怕的地步。时间缓缓流逝，很快9座黄金龙台已经有8座被占据。占据黄金龙台的基本上都是天武界顶级的天骄，最低都是虚神境。剩下最后一座黄金龙台的时候，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大殿的前方到处都是鲜血。最后一座黄金龙台，我要了！就在众人在爆发激烈争夺的时候，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一个身穿着黑色劲装、头戴着斗笠的青年迅速地来到了群山中央。你是什么东西？最后一座黄金龙台，你开口就要了？笑话，我们在这里打生打死，你想要黄金龙台，拿出你的实力来！最后一座黄金龙台前方正在激斗的10几位天骄强者们见状，纷纷开口道，目光不善地看着斗笠青年。哦，说的也对，大地传承开启的大好日子，不见血确实不太好。青年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说完，青年右手虚握，一把黑色长剑出现在青年手中。接着，斗笠青年长剑一挥，顿时一道黑色的剑光携带着恐怖的剑意，斩向了黄金龙台周围的诸多天骄强者。刷刷刷，随着一阵急促的剑光肆虐声以及痛苦哀嚎声响起，
黄金龙台周围的天骄强者们全都被斩成了2截，尸体直挺挺地倒了下去。这恐怖的一剑让周围的诸多天骄强者们全都汗毛直立，倒吸一口凉气。显然是没想到斗笠青年的实力如此可怕。现在我可以要这最后一座黄金高台了吗？斗笠青年微微一笑，接着说道。周围的天骄强者们沉默不语，一个个都老老实实地让开了道路。如此实力，他们根本没有与之争锋的资格。阁下是什么人？实力不错啊。这时候，黄金龙台上的一位天骄开口问道，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斗笠青年。七玄门，厉飞羽。斗笠青年打了个哈欠，轻声道，接着收起自己的长剑，直接踏入了最后一座黄金龙台上。周围的天骄强者们听到厉飞羽的话，纷纷搜寻着自己脑海中的记忆，想要看看这个斗笠青年的底细。但是在场的诸多天骄们搜遍了自己脑海中的记忆，都未能找寻到什么七玄门，更不用说什么厉飞羽了，听都没听过。哗哗哗，在厉飞羽进入了站稳最后一座黄金龙台之后，9座黄金龙台发出了一阵轻微的嗡鸣声，不远处的传承大殿似乎也在涌动着可怕的气息。等等，黄金龙台，我叶凡也要一个。就在这时候，不远处再次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声音。接着，一个面容清秀、散发着金色流光的白袍青年来到了九龙台之前，是荒古圣体叶凡。他竟然也来了！众人惊呼道，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清秀白袍青年。叶凡，你来晚了，已经没有黄金龙台给你了。赤云宗圣子耸了耸肩道，他与叶凡有仇怨，乐得看到叶凡无法进入大地传承。赤云宗圣子的话音刚落，不远处的叶凡直接抱起，冲向了赤云宗圣子的高台前，一拳重重轰出。砰！随着一阵猛烈的碰撞声响起，赤云宗圣子直接被叶凡的拳头打爆，化成了无数的血肉。打爆赤云宗圣子之后，叶凡取代了赤云宗圣子的黄金龙台。现在有了。叶凡的身上沐浴着赤云宗圣子的血，璀璨的金色流光轻微涌动，给人一种极为强大的压迫感。草，不愧是天命主角，比我还能装。化名厉飞羽的楚云看到不远处沐浴着鲜血的叶凡，心里吐槽道。周围的其他天骄强者们也目光直勾勾地看着黄金龙台上的叶凡，显然叶凡的实力也让他们有不少的惊异之色。毕竟赤云宗圣子的实力并不弱，在东域的年轻一辈属于顶尖一批的，但是如此轻易的就被叶凡斩杀，可见叶凡的实力已经完全的碾压了赤云宗圣子。叶青离那个小妞也来了。这时候楚云看到了不远处一个五官精致、肌肤胜雪的绝美少女，正是叶凡的姐姐叶青离。此时的叶青离完全没有在意她的弟弟，反而是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楚云，眼里满是复杂之色。这个小妞不会认出我来了吧？看到叶青离投射而来的视线，楚云的眉头微皱。如果她的身份曝光的话，必定引起不小的麻烦，甚至让自己错失虚空大地传承的机会。只是叶青离看了楚云一会之后，还是移开了目光。看到叶青离移开了目光，楚云眉头微皱，他一时间也把握不准，这个叶青离是认出了自己，还是只是单纯的对自己好奇。算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先取了传承再说。我有虚空古戒在，进可攻，退可守，没必要担忧。楚云很快就放宽了心，到了他如今这个实力，已经不必像之前这般小心谨慎了。在叶凡占据了黄金龙台之后，又有其他的天骄强者试图凭借着自己的实力抢夺黄金龙台，但是很可惜，他们的实力根本不足以支撑他们争夺黄金龙台。如此又是半刻钟过去，黄金龙台的名额终于是完全的确定。哗哗哗，在黄金龙台的名额确定之后，9座黄金龙台发出了一阵恐怖无比的轰鸣声。九龙台后面的大殿此时也缓缓地打开了大门。看到打开的大殿之门，有不少的天骄强者立马飞了上去，想要直接进入传承大殿。只是他们刚靠近大殿大门，就被庞大的威压直接碾压成了血肉碎片。蠢货，要是这么轻易就能进去争夺九龙台作甚？周围的天骄们冷笑道。这个大地传承只有占据了九龙台的天骄强者才能进去，其他人根本没有进去的资格。刷刷刷，在大门完全打开之后，9座黄金龙台一个个的腾空而去，直接进入了虚空大地的传承大殿。在9座黄金龙台进入大殿之后，周围的天骄强者们大部分都离开了此地，也有不少的天骄强者选择留下来，想看看后续有没有捡漏抢夺的机会。总算是进来了虚空大地的传承大殿。未知的空间之中，楚云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古老庄严的殿宇。殿宇门口有着2座真龙雕像镇守，散发着威严无比的气息。殿宇的大门已经打开，但是周围有着玄妙无比的道纹，这些道纹蕴含着玄妙无比的力量，让楚云的目光无法直接看到殿宇里面的情况。直接进去吧。楚云思索了片刻，
接着没有任何犹豫地朝着大殿走去。在楚云缓步靠近的时候，殿宇门口的真龙雕像释放了异常可怕的威压。楚云眉头微皱，没想到进入了传承大殿之后还有考验。不错，楚云也不在意，这种威压对他没有丝毫的影响。接着，楚云一步一步地踏入了殿宇里，哗哗哗。踏入了殿宇之后，楚云的瞳孔一缩，感受到了一股极为浓郁的天地灵力。那精纯的天地灵力已经是凝成了实质，让进入了殿宇的楚云都感受到了极大的灵压。楚云双眼微眯，看向了前方，顿时看到了在殿宇的中央有着一汪乳白色、散发着精纯灵力的白色灵池。难怪有如此精纯的天地灵力，原来是万年灵乳。看到殿宇中央的那汪白色灵池，楚云的眼睛一亮，他已经认出来了，那个乳白色的灵液正是万年灵乳，蕴含着精纯灵韵的灵乳，价值非凡，对修炼有着非常大的帮助。不愧是大地传承，一进入就有着如此珍贵的宝物，把这些万年灵乳吸收完的话，或许能让我进入虚神境。楚云的脸上满是欣喜之色，心里道。紧接着，楚云也没有过多的犹豫，立马进入了万年灵乳池里面。哗哗哗，进入万年灵乳池之后，楚云立马运转了自己的混沌仙经，全力地吸收着万年灵乳的灵韵。随着万年灵乳灵韵的不断摄入，楚云的修为在不断的提升。时间缓缓流逝，很快10天过去，楚云的气息变得非常可怕。在楚云的体内已经出现了9道涅槃灵光，这意味着楚云的修为已经到达了涅槃境9重天，达到涅槃境9重天了。楚云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眼底满是欣喜之色。这个万年灵乳蕴含的灵韵超乎了楚云的想象，虽然万年灵乳在这里存放了无数岁月，许多的灵韵都已经消散，但是剩下的灵韵依旧是一股非常庞大的数目，只是一小部分的灵韵就让那个楚云达到了涅槃境巅峰。接下来可以冲击虚神境了。楚云压下了自己心中的思绪，准备点燃神火冲击虚神境。点燃神火对别的修士来说需要一些资源灵物的辅助，但是对于楚云来说完全不需要。他有着混沌体，只要有足够的资源灵韵就能不断突破。哗哗哗，接着楚云再次运转了不灭仙经，鲸吞着万年灵乳里的天地灵韵。大量的天地灵韵被楚云吸收进了体内，在不灭仙经的运转之下，楚云的9道涅槃灵光汇聚在一起。点燃神火正是以9道涅槃灵光汇聚融合为重，再以天地灵韵为引，点燃灵光华。时间缓缓流逝，又是几个时辰过去，楚云的9道涅槃灵光彻底汇聚在一起，那霸道的天地灵韵顷刻间就把灵光点燃。轰！随着一阵轰鸣声响起，在楚云的体内出现了一道灵光火焰。楚云的气息不断攀升，很快就出现了属于虚神境的气息。这就是虚神境吗？果然比涅槃境强大了许多。楚云握了握自己的拳头，感受着自己的力量和体内的浓郁灵韵。突破虚神境之后，楚云的力量和灵力强度都得到了10倍以上的提升，混沌体的混沌灵力和不灭仙经的不灭灵力也变得更加可怕，散发着熠熠光辉。万年灵乳还有不少的灵韵，继续吸收提升自己的修为吧。楚云深吸了口气，压下了心中的思绪，准备继续吸收万年灵乳，突破境界。哗哗哗，接着楚云再次运转了不灭仙经，因为达到了虚神境，楚云吸收灵韵的速度再次提升了不少。万年灵乳蕴含的灵韵如潮水般朝着楚云的体内汹涌而去，楚云的修为也在稳步的提升。时间缓缓流逝，很快又是半个月过去，经过半个月的吸收，殿宇里的万年灵乳已经被楚云吸收的七七八八，原本充裕着无数灵韵的殿宇此刻变得空旷了许多。虚神3重天，楚云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属于虚神境3重天的气息在楚云的身上散发。不错，这个万年灵乳真是好东西，让我从涅槃8重天直接到达了虚神境3重，我的修为总算是不再是短板了。感受到自己体内的强大灵韵，楚云心里满是欣喜之色。虽然楚云的战斗力很强，但是他崛起的时间太短了，修为一直是他的短板。现在修为到达了虚神3重，虽然还没有达到天武界年轻一辈顶尖天骄的水平，但至少已经不会拖后腿了。不知道这个大地传承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好东西？楚云的心里道。哗哗哗，不一会，在万年灵乳的灵韵彻底被吸收之后，楚云看到在殿宇的深处出现了一个白色的漩涡。这个白色漩涡应该就是踏入传承的其他地方了。楚云的眼睛一亮，接着楚云收敛了自己的气息，朝着白色漩涡走去。有什么东西？就在楚云准备踏入白色漩涡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自己的斗字密像是被什么东西牵引了一般，自发地运转了起来。楚云连忙停下了脚步，看向了四周。殿宇里空荡荡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很快，楚云就发现了在殿宇的西方墙壁上雕刻着一些繁密无比的文字和图案。那是……楚云连忙走向了墙壁，
仔细地端详着墙壁上的文字图案。这是九秘。很快，楚云就认出来了，墙壁上雕刻的正是九秘之一，阶字秘的口诀以及修炼方法。幸好我修炼了斗字秘，否则还真错过了这个机缘。看着眼前墙壁的图案文字，楚云的脸上满是欣喜之色。阶字秘也是九秘之一，它无需灵力催动，可以在一瞬间叠加10倍战斗力打出，有着破灭一切的恐怖力量，可以与任何神通叠加。只是这个阶字秘触发几率比较低，运转100次或许只能触发1次。不过若是施展这个阶字秘的修士掌握其他的九秘，可以提升触发10倍战力的几率。不错，虽然只是有几率触发10倍战力，但是只要触发1次，那就是顶中顶的暴击伤害，再配合着我的雷帝宝术触发10倍战力，只怕天神都得脑瓜子嗡嗡的。而且我还有斗字秘，触发几率比单独的阶字秘高。楚云的心里浮现了一道道念头，既然如此，那就现在把阶字秘参悟修行吧。有着大道天碑在，也花费不了多久的时间。楚云的心里顿时有了决定。接着楚云立马取出了大道天碑，借助着大道天碑的力量参悟着墙壁上的阶字秘。因为楚云已经学会了斗字秘，再加上大道天碑的强大效果，短短的3天时间，楚云就成功的学会了阶字秘。试试这个阶字秘的效果吧。学会之后，楚云立马开始运转了阶字秘，同时施展着诸多的神通秘术，攻击着前方雕刻着阶字秘的墙壁。轰隆隆，混沌灵印、九幽魔掌、九幽真意，诸多强大的神通剑法轰击在墙壁上，响起了剧烈无比的轰鸣声。只是阶字秘迟迟没有触发，如此往复，经过50多次的运转之后，一道蕴含着极致破坏气息的剑光轰向了墙壁。砰！剧烈的碰撞声响起，雕刻着阶字秘的墙壁顿时被轰成了废墟。50多次的运转才触发1次，也就是说概率从1%达到了2%吗？看着前方的废墟，楚云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心里道：2%也不错了，在战斗之中可是有奇效。很快楚云就放宽了心，这个阶字秘如此逆天，2%的触发几率也是相当可怕了。接下来就看他后面还有没有什么惊喜吧。这个大地传承，确定阶字秘被自己毁了之后，楚云也没有再逗留，直接一脚踏入了殿宇深处的白色漩涡。白色漩涡蕴含着极为狂暴的力量，楚云一踏入就感觉到了极为强大的失重感，还有刺眼无比的光芒，让楚云完全睁不开眼睛。给我干哪来了？不一会，失重感和刺眼光芒消散，楚云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映入楚云眼帘的是一个苍茫无比的黑暗森林，天空一抹红月高悬，散发着淡红色的月光。咦，有意思，一个人族小子来了，好久没有品尝过人族的血肉了。就在楚云打算探一探四周的情况的时候，一阵低沉沙哑的声音传来，楚云连忙转身，朝着声源处望去，顿时看到了在黑暗森林的一侧，一群周身萦绕着黑色气息、面目狰狞无比的生灵正在不远处聚集。他们的瞳孔纯黑无白，还有着紫色以及浅绿色的流光轻微涌动。红月下的这些圣灵更是显得极为的邪异，让人遍体生寒。邪灵族，楚云的双眼微眯，身体不自觉地紧绷起来。原来这些狰狞无比的生灵正是邪灵族。邪灵族是属于域外的邪恶种族，是毁灭扭曲的恐怖族群。他们无时无刻不想掠夺毁灭一切。天武界的前辈先烈们也与邪灵族经历了无数的争斗。在数十万年前，邪灵族甚至一度打进了天武界，几乎把整个天武界都毁灭了。幸好那时候天武界出现了一位无敌强者五祖。五祖凭借着自身的强大实力，和天武界的诸多强者联手，把邪灵族驱赶出了天武界。自那以后，邪灵族消停了许多。不过在五祖飞升仙界之后，邪灵族又多次的尝试侵占天武界。天武界与邪灵族的战斗也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因为那次的几乎要灭界的危机，让天武界对邪灵族都异常的重视，许多宗门都记载着邪灵族的讯息。难道是大地传承的考验吗？让我对付这些邪灵族。看着眼前的诸多邪灵族，楚云的心里暗道。楚云可以感受到，这些邪灵族的气息虽然非常可怕，但是缺少了灵魂一般，只有深邃的邪恶。而且楚云察觉到了，这些邪灵族的数量虽然很多，但是最高也不过真神境，绝大多数都是虚神境的邪灵族。既来之则安之，那就斗一斗邪灵族吧。楚云深吸了口气，接着取出了自己的九幽剑，血域魔铠也被楚云召唤出来，穿在了身上。刷刷刷，接着楚云爆发了强大无比的神通剑法，立马冲杀向了前方的邪灵族。激烈的战斗瞬间爆发，这些邪灵族像是无惧死亡的战斗机器一般，哪怕楚云的攻势非常凌厉，这些邪灵族依旧无所畏惧。果然很硬啊，我的攻击力如此强大，都难以轻易斩杀邪灵族，难怪邪灵族能成为我们天武界的大敌。
一道强悍的九幽剑意没能秒杀一尊真神境中期的邪灵族之后，楚云皱眉。现在楚云的实力已经达到了虚神3重，再加上血域魔铠，实力已经达到了虚神境无敌的地步。就算是真神境的强者，楚云也有把握轻易斩杀。但是刚刚那个真神境中期的邪灵族竟然承受住了楚云的九幽剑意，这让楚云对邪灵族的难缠程度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邪灵族比同阶的人族修士强大许多。接着楚云继续战斗着，砰！半晌之后，在楚云触发了阶字密的10倍战力之后，还是一剑斩杀了那尊真神境中期的邪灵族。阶字密果然给力。看到真神境中期的邪灵族轻易的被自己轰成了残渣，楚云的脸上满是欣喜之色。接下来继续战斗吧，还有我的净灵神火，看看这个净灭神火的威力。斩杀了那尊真神境中期的邪灵族之后，楚云接着取出了自己的净灵神火。净灵神火取出之后，整片区域顿时变得明亮起来，温度都瞬间拔高了几个层次。周围的诸多邪灵族此时也像是感觉到了恐惧一般，发出了尖锐的嘶叫声，甚至有些邪灵族已经开始后退了。楚云感受到周围邪灵族的恐惧，立马催动了净灭神火，朝着四周冲击而去。哗哗哗，净灵神火像是灭邪神龙一般，朝着四周冲击而去。神火所到之处，邪灵族尽皆被焚烧成了灰烬。就连真神境的邪灵族在净灵神火的冲击下，也不过多坚持了几息，就彻底的湮灭了。不是，净灵神火克制邪祟，这么克制？看到净灵神火的恐怖威能，楚云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场景。这何止是克制，简直是邪灵族的活爹！看来我小看了净灵神火的威力了。看到肆意狂舞焚灭邪祟的净灭神火，楚云的心里道：这个克制可真是太克制了，早知道净灵神火这么强，我刚刚何必浪费时间？楚云的心里嘀咕道。见识到净灵神火的恐怖之处后，楚云也没有再自己出手，而是用净灵神火不断地收割着黑暗森林里的邪灵族。短短的半个时辰之后，整个黑暗森林都被净灵神火彻底的焚烧殆尽，邪灵族的踪影更是消散的七七八八。恭喜通过考验！在邪灵族被彻底磨灭之后，一阵清灵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果然是大地传承的考验。楚云闻言心里一动，不过我用净灵神火直接刷爆了邪灵族，算是作弊吗？不，净灵神火也是我的，我凭本事得来的。接着在楚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金色的漩涡，楚云压下了自己心中的诸多思绪，直踏入了金色漩涡。哗哗哗，又是一阵天旋地转。当楚云再次回过神的时候，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沧桑威严的大殿之中。大殿异常的奢华，到处都雕梁画栋，还有强大的阵法以及散发着浓郁清香的灵宝。没想到第一个通过考验的会是你。在楚云打量着四周的时候，一阵清脆悦耳的声音传来。楚云朝着声源处望去，看到了一个戴着面纱、身材婀娜、皮肤细腻白皙的清冷少女，是江家的小公主江青衣。楚云瞳孔一缩，顿时认出来了，少女正是江青衣。江姑娘才是第一个通过考验的吧？楚云深吸了口气，缓缓的道：我是大帝后人，不需要考验，吸收完万年灵乳就直接过了。江青衣缓缓的说道，目光直勾勾的看着楚云。原来如此，楚云的心里一动，血脉后人和别人还是不一样的，可以走后门。我是该叫你厉飞羽，还是该叫你楚云呢？这个时候，江青衣突然开口道，眼神里流转着异彩。听到江青衣的话，楚云的眉头微皱，他没想到江青衣竟然认出了自己的身份。江姑娘，你想做什么？楚云没有回答，而是淡淡的问道。虽然身份被识破，但楚云也没有过多的忌惮，现在的他有足够的实力可以应对很多危机了。放心，我对你的身份并不在意，只是你如此迅速的通过了考验，让我对你的实力产生了一些兴趣。江青衣眉眼弯弯，声音柔和的说道。虽然江青衣身为虚空大帝的后人，不用通过考验就能抵达传承大殿，但是江青衣还是去走了个过场，查看了一下考验的内容。考验内容都是一致的，清剿黑暗森林所有的邪灵族，或者在黑暗森林之中存活1个月。楚云这么快的来到了传承大殿，显然是彻底的清剿了那些邪灵族。那些邪灵族哪怕是他出手，也要花费许多的时间。由此可见，楚云的实力绝对非同小可，不是简简单单的虚神境这么简单。就算不是实力超群，也有着对付邪灵族的独特手段。只是对我的实力感兴趣吗？楚云眉头一挑，他隐隐感觉没这么简单。江青衣可是江家的小公主，天赋实力惊人，据传她早就进入了天神领域，实力非常可怕。这等实力的天骄怎么会对自己的实力感兴趣？没错，我对你的实力感兴趣。6个月后就是我们地族3年一度的兽邪之战，我想邀请你加入我们江家的队伍，不知道你是否愿意？江青衣沉吟片刻，接着说道。
兽邪之战是我们天武界诸多地族对邪灵族的大战，需要和真正的邪灵族进行大战。若是在其中表现优异的话，可以获得非常丰厚的奖励，并且你若是愿意加入，我们江家也愿意给予你100万灵石、10颗4文真灵丹的报酬。兽邪之战，楚云的双眼微眯，他自然是知道这个兽邪之战了。那是天武界的一个盛大的大战，是诸多地族才有资格参与的。此时，楚云也明白了为什么江青一会对自己有兴趣，多半是自己迅速通过考验的事情被江青一察觉到了。江青一意识到了自己可能有对付邪灵族的手段，想让自己帮助他们江家在兽邪之战中获得更多的优势。丁，检测到宿主当前经历，触发无敌选择。选择1，答应江青一的请求，参加兽邪之战，奖励紫辉魂术。选择2，拒绝江青一的请求，奖励大眼魂术。紫辉魂术地阶炼魂秘术，可吸收周天星辰之力，提升自身灵魂力。大眼魂术地阶炼魂秘术，可极大的提升自身的神魂力量，并且以大眼之术可遮蔽天机，阻挡别人的推算。就在这时候，楚云的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触发选择了。奖励这么丰厚，听到系统的提示音，楚云的眼睛一亮。2个选择的奖励都是地阶的炼魂秘术，一个是可以吸收星辰之力的秘术，一个可以遮蔽天机。看到2个炼魂秘术，楚云的心里很快就有了决断。江姑娘，抱歉，我不想参加兽邪之战。楚云接着对前方的江青一道：不想参加。听到楚云的话，江青一的眉头紧锁，显然是没想到楚云竟然会直接干脆利落的拒绝自己。是因为奖励的问题吗？我可以代表我们江家。江青一接着说道：不是奖励的问题，我不想参加。楚云接着说道。江青一闻言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深深地看了楚云一眼。那便这样吧，你不会知道你拒绝了什么的，希望你将来不会后悔。楚云点了点头，完全没有在意江青一的话。他从来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现在不会，以后更不会。丁，恭喜宿主完成选择，获得大眼魂术。不一会，楚云的脑海中再次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他完成选择了。恭喜你，试炼者，你通过了考验，你可以从这些大地的宝物之中任选2件，作为你通过考验的奖励。就在这时候，不远处再次传来了一阵清灵的声音，一个白色的灵体缓缓地飘到了大殿之中。我是虚空大帝传承大殿的殿灵。白色殿灵说着，再次右手一挥，顿时7个光团出现在了大殿的中央。殿灵前辈，这些神通宝物都是些什么东西？楚云看着前方的7个光团，问向了殿灵。我也不知道，你自行挑选，看你的机缘了。传承大殿的殿灵微笑道。楚云闻言没有再多说什么，运用自己的神魂力量感应了一番之后，直接从7个光团之中挑选了2个让自己神魂力量有异动的光团。挑选之后，楚云也没有直接打开，而是扔进了自己的空间戒指。殿灵前辈，我该如何离开这里？挑选完神通宝物之后，楚云接着对殿灵道。现在江青一就在大殿之中，楚云不确定这个江青一会不会对自己出手，所以楚云打算直接离开。出口在那里。大殿殿灵右手虚指，顿时在大殿的一侧出现了一个白色的漩涡。多谢殿灵前辈。楚云见状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踏入白色漩涡，离开了传承大殿。前辈，通过试炼不是只能挑选1件吗？为什么那个家伙可以挑选2件？江青一看着直接离去的楚云，不解地问向了传承大殿的殿灵。身为虚空大帝的血脉后人，江青一知道这个传承的规则，通过试炼之后都是只能挑选1件宝物的。如今大殿殿灵竟然让楚云挑选带走了2件宝物，实在是让江青一非常的不解。毕竟他才是大帝的真正传承者，留下的宝物可都是他的。楚云多拿了1件，就意味着江青一少拿了1件，如何不让江青一不在意？因为他是有缘人。传承大殿的殿灵看着远去的楚云，接着缓缓的道：有缘人。江青一闻言心里满是不解，哪里有缘了？他没有感觉到这个楚云哪里有独特的地方。以后你就知道了。大殿殿灵接着道：以后若是有机会的话，你可以教好这个小家伙，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教好他？前辈，你这么看好这个楚云吗？听到殿灵的话，江青一的眼里满是惊异之色。殿灵可是曾经追随过虚空大帝的存在，不知道见识了多少的超级天骄、至尊后裔、大帝传人、古族天骄。现在殿灵竟然让自己教好一个只是虚神境的楚云，实在是让江青一感觉有些不可思议。在江青一看来，楚云的天赋虽然不错，或许有些独特的对付邪灵族的手段，但是教好他实在是有些过于夸张了些。我只是建议而已。殿灵微微一笑，没有再多说什么。江青一闻言，脑海中再次浮现出了刚刚楚云的人影，心中对其更是多了几分重视。前辈，
既然试炼者已经离开了，现在可以开始传承了吗？半晌之后，江青一接着对电灵说道：“不急，还有一个小家伙也马上要通过试炼了。”电灵缓缓的道，声音不疾不徐：“还有人能通过试炼？”江青一眉头一挑，他可是知道这个试炼的难度有多大。这些进入试炼的天骄虽然不弱，但是想要通过试炼可没这么容易。哗哗哗！不一会，周围再次出现了一阵漩涡，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缓缓地从漩涡之中走了出来。青年脸色苍白，气血衰败，看起来非常的狼狈。不过还有丝丝缕缕的金色气息从青年的周身涌动，散发着强大的威压。荒古圣体叶凡。江青一看着出现的青年，顿时就认出了来人的身份。既然楚云不愿意，那就邀请这个荒古圣体。荒古圣体可是顶尖的超级体质，肉身无双，蕴含的意象更是对邪族有着极大的克制。叶凡，我想邀请你参加兽邪之战。江青一接着缓缓地走向了叶凡，是七玄门的厉飞羽，他出来了。大殿外面，楚云刚离开传承大殿，就听到了一阵嘈杂的声音，不少修士都是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楚云，眼里满是火热之色。只是因为之前楚云已经展现了足够的实力，再加上楚云这么早就出来了，众人也不觉得楚云得到了什么珍贵的宝物，所以并没有对楚云出手。楚云见状也没有多说什么，施展着浮光掠影，直接离开了大地传承处。这是廷玉留下来的信件。楚云离开传承后，立马来到了之前和宋廷玉隐匿的山洞。山洞的灵玉蒲团上有着一封信件。楚云连忙打开了信件。楚云师弟，长老传来讯息，原石矿脉已经被元魔地宗掌控，任务取消，可以随时回魔宗，之前承诺的奖励也会发放。另外，夏诗雨那个小贱人已经退出了黄泉魔宗，加入了元魔地宗。看到信件上的内容，楚云的眉头一挑。原石矿脉的任务取消，楚云倒是可以预料，但是夏诗雨那个家伙竟然退出了黄泉魔宗，入了元魔地宗。看来我的存在还是给了夏诗雨不少的压力。楚云的心里暗道，夏诗雨在黄泉魔宗经营了许久，花费了许多的心血，这般直接退出的话，之前的经营全都白费了，在黄泉魔宗的诸多资源宝物也全都失去了。而且元魔地宗虽然是魔道地宗，但是夏诗雨没有和黄泉魔宗商量，便直接退出黄泉魔宗，这相当于背弃了宗门。有这个先例在，夏诗雨是不可能进入元魔地宗的真正核心。不过无妨，一个夏诗雨而已，有的是机会可以解决。楚云也没有过多的在意，他现在已经成长了起来。昔日在他看来如大敌般的夏诗雨，此时已经不值一提。接下来看看大地传承里面的2个宝物是什么东西，还有大眼道术也该修行一下，可以遮蔽自身天机，这可是非常重要的。楚云深吸了口气，接着从自己的空间戒指取出了在大地传承里面得到的2个灵力光团。一道虚空大帝的本命神通虚空大手印。一道光团的灵光散去，楚云发现了这是一道神通传承，正是虚空大帝的本命神通虚空大手印。蕴含着虚空之力的顶级大神通，凝聚虚空手印，有着超绝的破坏力，而且也是偷袭的顶级大神通。不错，看看另一个。接着楚云看向了另一个灵力光团，这是怎么可能？看到灵力光团里面的东西，楚云瞪大了眼睛，忍不住失声道。只见灵力光团里面一个神秘古朴的镜子静静地漂浮着，镜子背后有着一道道极为古老的道纹，看起来蕴含着神秘的力量。在古朴镜子的周边还有丝丝缕缕的极道地威流动，这个极道地威仿佛要镇压天地一般，给楚云一种无穷的压迫感。极道地兵虚空镜，不是吧？大地传承里面最重要的东西都被我拿走了。看着眼前散发着极道地威的虚空镜，楚云还是有些不敢置信。极道地兵是天武界的究极兵器，蕴含着极致的攻伐之力，哪怕是那些地族也不是全都有极道地兵存在的。而虚空大帝的虚空镜更是诸多极道地兵之中极为强大的，蕴含着虚空大道的力量，有着超绝的破坏力。我气运上涨了，这个东西都被我得到了。楚云还是有些不可思议，这等极道地兵传承大殿的殿灵根本不可能拿出来的，应当是留给虚空大帝后人的。先收起来吧。楚云连忙把虚空镜收进了自己的系统空间，那是最安全的地方。有了这个极道地兵也不能随便使用，否则被那些顶级强者知道了，绝对会发了疯的抢夺的。楚云深吸了口气，不过能得到极道地兵，楚云心里还是非常开心的。这可是一道近乎无敌的底牌，可以让楚云有着更充足的底气。就算是面对那些天武界的真正巅峰强者，楚云也有一点点的底气了。眼下还是先修炼大眼道术和虚空大手印吧，尤其是大眼道术，必须尽快修行成功。楚云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浊气，接着取出了大道天碑，开始修行大眼道术以及虚空大手印。时间就这么缓缓地流逝。黄泉魔宗一处庄严巍峨的大殿之中，
大殿里，一袭墨色长袍、气势威严的林元宏正在大殿上端坐。林元宏没有说话，但是周身散发的气息如同天渊一般，让人不敢直视。林宗主，考虑的如何了？只要把贵宗肯把楚云交给我们孟家处理，以后贵宗就是我们孟家的盟友了。我们孟家可以优先给贵宗炼制圣兵和圣阶丹药。大殿的另一侧，一位孟家的长老缓缓地说道，神色高傲不已。没错，不仅如此，给楚云的悬赏，我们愿意一并交给贵宗门。旁边又一位孟家长老说道，这些天他们孟家在原初古矿之中疯狂地寻找楚云，但是都没有找到楚云的踪影，于是他们便把主意打到了黄泉魔宗这边，想让黄泉魔宗把楚云交出来。说完了吗？林元宏瞥了那4位长老一眼，接着淡淡的说道，林宗主，你什么意思？听到林元宏的话，不远处的孟家长老眉头微皱，他隐隐感觉到了一些不安。没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完遗言就该上路了。林元宏淡淡的说道。轰！说完，林元宏的右手轻抬，顿时一道蕴含着暴虐气息的黑色灵力迅猛轰击而出，目标直指林元宏。你敢！看到林元宏打出来的黑色灵力，孟家长老瞳孔一缩，连忙惊呼道，显然是没想到林元宏竟然会突然暴起，直接对他们出手。砰！片刻间，那强大的黑色灵力已经是冲击到了孟家长老的身上，直接把那几位孟家长老轰成了血肉碎片。整个大殿顿时汹涌了一阵浓郁的血腥味。操，宗主，你倒是轻点啊，血都溅到我身上了。旁边的执法堂长老看着自己身上的鲜血，皱眉道，其他的长老们则是神色平静，似乎丝毫不意外林元宏会直接暴杀了这几名孟家长老。哎，宗主，你太浪费了，应该把这几个家伙抓起来，还能敲孟家一笔的。是啊，敢让我们交出我们魔宗的优秀弟子，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这些家伙脑子不好使吗？我们魔宗又不需要炼丹和炼气。不过楚云那个小子还真是给我们黄泉魔宗争气啊，孟家的双子星天骄直接就杀了。是啊，听说他还把瑶池圣地的一位顶尖长老的子嗣也杀了，很有我们魔宗弟子的风格。其他的长老们纷纷开口道，言语中满是对这些孟家长老的不屑。同时众人还聊起了楚云，显然楚云的那些事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算事。身为魔道中人，哪个魔修手中没有沾染一些鲜血？宗主，夏诗雨叛出了我们宗门，需不需要？这个时候，旁边的一位长老似乎想到了什么，接着对林元宏道，无妨，我们魔宗的叛宗弟子还少吗？林元宏浑然不在意的道，我黄泉魔宗从不强迫任何弟子必须留在我们黄泉魔宗，去流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不过夏诗雨那丫头确实有些不厚道。林元宏摸了摸自己的下巴，似乎在思忖着什么。看到林元宏如此神态，周围的魔宗长老们不自觉的身体一紧，宗主肯定又对了。我记得他的弟弟之前不是借用我们黄泉魔宗的名头借了御兽宗的一头天阶灵兽吗？不一会，林元宏似乎想到了什么，接着说道，借了这么久也该还回去了。还有，把夏诗雨那丫头的弟弟剁碎了喂给灵兽，让灵兽吃饱点，省得御兽宗的人以为我们黄泉魔宗的人连一头灵兽都喂不饱。7日之后，原初古矿隐秘的山洞，山洞里楚云的周身流转着一阵阵玄妙无比的力量。在这个玄妙力量的汹涌下，楚云仿佛是与这个世界完全隔绝一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大眼道术竟然如此神妙。不一会，楚云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眼底满是惊异之色。刚刚楚云成功地学习了大眼道术，可以轻易地感觉到自己的神魂力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并且自己的命运似乎都与这个世界慢慢地剥离了，这种感觉非常的神奇。修成了这个大眼道术，这样那些擅长天机术的强者就无法推算自己的一切，自己的秘密便有了许多的保障了。楚云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浊气，眼里满是欣喜之色。这个天武界是存在天机术的，可以运用各种手段推演天机，测算一切。那些顶级的天机师甚至可以推演圣人乃至至尊的一些讯息，非常的神秘莫测。现在楚云修行了大眼道术，就可以避免他人的推演测算。还有我的神魂力量达到了真神阶的境界，提升太大了。楚云接着感受自己的灵魂力量，或许是因为穿越的原因，楚云的神魂力量天生就强大无比，在经过大眼道术的梳理之后，瞬间暴涨到了真神阶。这可是极为难得的，神魂力量的提升异常的艰难，需要非常珍贵的魂类天材地宝或者顶级的炼魂秘术，而这种东西一般都掌握在顶尖的势力之中，普通势力的修士根本难以得到。而且修炼炼魂秘术同样需要天赋的，没有天赋，就算有秘术也难以修行成功。神魂力量的强大对炼丹炼气、战斗乃至于参悟各种神通秘术都有着强大的效果。神魂天赋强大的，
哪怕是在顶尖的圣地级势力之中，也是属于香饽饽的。既然大眼道术和虚空大手印都修炼成功，那也应该回黄泉魔宗了。楚云收敛了自己的气息，心里浮现一个念头，而且3月之期没多久，自己也该准备前往洛神族，迎娶洛神族的大小姐了。之前楚云回到楚家的时候，族长楚应天已经安排好了他和洛神族大小姐的联姻。3个月时间，现在已经过去2个多月，距离成婚的日子已经没多久了。那就离开这里，先回黄泉魔宗一趟，再去楚家准备婚礼。楚云深吸了口气，接着立马收敛了自己的气息，离开了山洞。不对，外面有问题。刚离开山洞，楚云那强大的灵魂力就感觉到了周围的气息有些不对劲。周围的草木山石虽然都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楚云能感觉到仿佛有一股玄妙的力量在四周萦绕。楚云小儿，敢杀我的孙儿，准备好受死吧！就在这时候，一阵低沉肃然的声音传来。不远处的树丛空间一阵扭曲，一个身穿着灰色道袍、头发花白的老者从扭曲的空间之中走出。老者的周身充斥着极为霸道的法则之力，威压着四方。圣人，有圣人在蹲我。感受到老者身上的气息，楚云浑身汗毛直立，感受到了一阵前所未有的恐惧。显然，这是一位圣者境的顶级强者，而且在圣者境也是修炼到了极为高深的境界。楚云连忙催动了虚空古戒，想要立马离开这个地方。毕竟圣人境的强者对楚云来说还是太过可怕了，不是现在的楚云可以力敌的。只是那原本可以扭曲空间带着楚云直接瞬移的虚空神符突然失去了效果一般，让楚云无法挪移。怎么可能？见虚空神符没有发挥效果，楚云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轰！此时不远处的圣人境已经催动恐怖的法则之力，形成一道恐怖的法则拳印，迅猛无比地轰向了楚云。法则拳印仿佛要扭曲空间般，疯狂地撕裂着周围的一切。哗哗哗！楚云汗毛直立，身体本能般地召唤出了血域魔铠，散发着滔天气血之力的血域魔铠瞬间加持在身上，同时混沌体、不灭仙经的力量也全数地在楚云的周身涌动。咔嚓！片刻间，那强大的法则拳印轰击在了楚云的身上，他身上散发着滔天气血的血域魔铠瞬间被轰出了无数的碎纹。巨大的冲击力之下，血域魔铠几乎就要支离破碎，气血之力不断溢散。楚云的身体也被轰飞，撞在了不远处的大树上。大树应声碎裂，楚云倒在大树下，脸色刹那间变得苍白不堪，体内的骨头和经脉都被轰碎了大半。圣人，这般可怕吗？楚云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他本以为自己有了如今的手段实力，可以面对绝大部分的危机了，现在看来是自己太过自傲了。那些超凡入圣的圣者实力太过可怕，根本不会给自己太多的机会。楚云，我的书横死的这么惨，我会好好的折磨你的，以魏书横的在天之灵。白发老者一步步的走向楚云，周身的气息像是镇压天地的神山一般，威压四方，让楚云难以动弹。是那个瑶池圣地弟子的爷爷，不过他是怎么找到我的？而且我的虚空古戒为何？楚云的脸色阴晴不定，心中充满了疑惑。只是楚云知道现在不是考虑这么多的时候，现在必须摆脱眼前的家伙，否则真要折戟在这里了。难道要动用极道地兵吗？楚云心里犹豫，周围的玄妙气息消散了。就在这时候，楚云感觉周围的玄妙气息似乎消散了。难道是这样玄妙气息导致我的虚空神符没有成功使用？楚云的心里浮现了一个念头，接着楚云再次催动了虚空神符。哗哗哗！这次的催动异常顺利，楚云立马被虚空神符的力量席卷着，迅速地扭曲了周围的空间。想跑？白发老者双眼微眯，立马再次凝聚了一道神通，想要阻止楚云。但是虚空神符的力量岂是他可以撼动的？他的神通完全无法阻止楚云的离去。老狗，你给我等着，你的死期不远了，我会送你和你的宝贝孙儿团聚的。楚云被虚空神符的力量带走的时候，再次放了一句狠话。楚云，你跑不了，我会再次找到你的。看着消失在自己眼前的楚云，白发老者声音低沉的道，目光凶狠的看着消失的楚云。朱长老，你要那个楚云跑了。不一会，在山林的另一侧缓缓走出了一个身穿黑色长裙的绝色女子。若是楚云在的话，一定能认出来，女子正是夏诗雨。此时的夏诗雨周身流动着磅礴的气息，显然也已经踏入了虚神境，他的手段不简单。若是我没认错的话，他手中的应该是虚空神符，我阻止不了他逃跑。朱淑华深吸了口气，缓缓的道：虚空神符，他竟然还有这个机缘，难怪这个家伙这么滑溜。夏诗雨闻言，眉头微皱。放心吧，我已经知道了他的手段，下次我直接一招轰杀他，虚空古戒也救不了他的。朱淑华脸上满是凌厉的杀意，沉声道：只是我有些疑惑，既然楚云有虚空神符的话，
为什么发现危险之后不第一时间逃走，反而是被你打了一记神通呢？这个时候，夏诗雨突然想到了什么，接着有些疑惑的道：虚空神符玄妙非凡，若是楚云一开始就直接撤离的话，根本不会如此狼狈的逃去。哼，或许是以为自己天赋超群，想以虚神之躯与我斗一斗吧。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我见多了。朱淑华淡淡的说道。夏诗雨闻言，眉头微皱，他总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楚云不是如此托大的人的。行了，别管这个了，赶紧再确定一下楚云的位置。现在他身受重伤，无力逃窜，正是解决他的好机会。朱淑华接着催促夏诗雨道。夏诗雨闻言，也压下了自己心中的思绪，再次施展秘法，感应着楚云的位置。哗哗哗，远处谷矿一处隐秘荒芜的山谷之中，山谷里的空间一阵扭曲，楚云的身体从扭曲的空间跌出，噗呲，摔倒在地上的楚云再次吐出了一口浊血。意识到自己越发的虚弱，楚云连忙运转了自己的凤凰涅槃经，同时立刻吞下了一颗顶级的疗伤丹药。在丹药和凤凰涅槃经的辅助下，楚云的伤势在缓慢的恢复。又是那个玄妙的气息。就在楚云准备全身心的投入恢复治疗之时，突然再次感觉到了那道熟悉的玄妙气息。危机还没解除，楚云的眉头一皱，顿时知道了自己现在依旧处于危险之中。被你发现了，可惜已经晚了，你跑不了了。这时候，不远处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声音，刷刷刷。接着，荒芜的山谷处突然出现了一道道黑色的虚空锁链。这些虚空锁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地把楚云完全的捆绑住，让楚云动弹不得。在楚云被虚空锁链捆绑住了之后，一道黑色的迷雾从不远处飘散而来，迷雾中跳出了一头略显狰狞、浑身散发着扭曲空间气息的小兽。哈，楚云啊，楚云任你天赋超然，手段惊人，也难逃我的手段。梦魇兽看着被虚空锁链捆绑的楚云，得意洋洋的道：梦魇兽，原来幕后之人是你吗？看到出现的梦魇兽，楚云的瞳孔一缩，声音冰冷的道。在那个圣人手中逃脱之后，楚云就感觉到了不对劲，若真是那个圣人封锁了自己的虚空古界，自己根本没有再次施展虚空古界的可能，而且此次虚空古界的穿梭也和之前完全不一样，虚空挪移的方向完全不被楚云掌控。原本楚云还以为是自己太过虚弱的原因，现在看来是梦魇兽这个幕后黑手策划了这一切。不错，本座正是幕后之人，不过也不全是，本座只是略微施展了一些手段而已。梦魇兽接着睥睨无比的道，语气极为的高傲。不全是？楚云不解地问道。本座没必要跟你解释，把你的异火交出来吧。梦魇兽接着缓缓的道，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楚云。盯上了我的异火。楚云闻言，心里顿时想到，幕后之人除了眼前的梦魇兽，还有天命主角萧晨。萧晨是10万年前的九阳至尊转世，融合异火可以迅速地恢复自身实力。看来这其中也有萧晨的手笔。楚云的心底浮现了一道道念头，顿时把事情的原委捋了个大概。你也别想着有人来救你，这里被我布下了禁绝大阵，没有任何人能来救你。梦魇兽接着缓缓地说道，任何的动静也可能传出去，所以老老实实交出异火是你最好的选择。若是你老老实实配合，本座可以把你收为人宠，让你和我一起为主人效命。果然是萧晨。听到梦魇兽的话，楚云心里泛起了一阵冰冷的杀意。原本楚云还不想理会萧晨这个天命主角，没想到他自己要跳出来找自己的麻烦。这样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的耐心有限，给你3息的时间考虑。梦魇兽见楚云不搭理自己，接着皱眉道：不用3息。楚云闻言淡淡的道：不错，识时务者为俊杰，本座很欣赏你。以后梦魇兽以为楚云要屈服了，接着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哗！只是梦魇兽的话没说完，梦魇兽突然感觉到了一阵前所未有的巨大压迫感。那巨大的压迫感镇压在梦魇兽的身上，让梦魇兽感觉到灵魂肉身几乎要崩溃般。什么？梦魇兽身躯颤抖，连忙查看着四周。片刻之后，梦魇兽就看到了，在楚云的前方，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神秘无比的古镜。这个古镜平静地悬浮在楚云的身前，散发着几乎要毁天灭地的极道气息。极道地兵，你怎么会有极道地兵？看到楚云前方的神秘古镜，梦魇兽瞪大了眼睛，发出了尖叫声。我没必要跟你解释，你该上路了。楚云平静地说道，眼神没有任何的情绪。听到楚云的话，梦魇兽的身躯彻底僵住，无限的恐惧在他的心底弥漫。极道地兵是天武界的究极兵器，有着超绝的破坏力，哪怕他是梦魇兽，也不可能承受住极道地兵的冲击。此时的梦魇兽肠子都悔青了，早知道楚云有极道地兵，说什么他都不敢来对付楚云，只是
现在他已经没有后悔的机会了。等等，楚云，我愿意臣服，别杀我。我精通阵法和虚空之道，我还有价值，别杀我，我愿意臣服于你。请给我个机会，我不想死啊，都是萧晨让我来的，我是被迫的。求你了，我真的不想死。不一会，孟衍寿连忙呼喊求饶道，战战兢兢地跪在了楚云的面前，深深地低下了自己的头。显然，极道帝兵带给他的恐惧实在太大，让他的心理防线瞬间崩塌，只能以这种手段寻求生路了。丁，检测到宿主当前经历，触发无敌选择。选择一，无视孟衍寿的求饶，直接斩杀孟衍寿，奖励太古神凤蛋。选择二，留下孟衍寿的性命，彻底的掌控孟衍寿为己用，奖励太古鲲鹏蛋。太古凤凰蛋可以孵化出太古神凤，太古鲲鹏蛋可以孵化出太古鲲鹏兽。就在这时候，楚云的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触发选择了太古凤凰蛋和太古鲲鹏蛋。听到系统的提示音，楚云的眼睛一亮，心里顿时激动无比。太古神凤和太古鲲鹏都是太古时期的超级神兽，有着逆天的潜力，两个太古神兽一出生便有着顶级圣兽的实力，非常的可怕。一旦成年，更是堪比人族至尊，有着镇压一切的强大实力。没想到对付一个孟衍兽也能触发选择，看来这个孟衍兽也不简单。只是凤凰和鲲鹏选谁呢？楚云的心里暗道，两个都是超级神兽，肉身极为可怕，潜力非凡。凤凰烈焰焚天逐海，鲲鹏则是掌握着天下极速，速度天下无双，很快楚云的心里就有了想法。放过你可以，让我种下本源奴印。楚云接着对前方的孟衍兽道。楚云自己已经有了镜灭神火，凤凰烈焰的能力和异火有些重叠，而且鲲鹏有着天下极速，在很多的时候可以有奇效。没问题，没问题，奴印随便种，我不会反抗的。见楚云愿意放过自己，孟衍兽连忙说道。说完，连忙收起了自己的一切防护，任凭楚云处理。楚云见状，立马催动了自己混沌体本源，凝聚了一道强大的本源奴印。哗哗哗，凝聚了本源奴印之后，楚云立马把本源奴印打入了孟衍兽的脑海之中。在孟衍兽的全力配合之下，楚云的本源奴印成功的在孟衍兽的脑海中扎根。丁，恭喜宿主完成选择，获得太古鲲鹏蛋，把灵力注入灵兽蛋内，便可孵化灵兽蛋，同时完成认主。随着对孟衍兽的完全掌控，楚云的脑海中再次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领取奖励。楚云没有任何的犹豫，立马领取了奖励。现在他受了不小的伤势，正是需要孵化鲲鹏来护法的时候，楚云自然不会过多的等待了。不一会，冥冥之中出现了一道神秘无比的力量，一个黑金色的巨蛋出现在了楚云的手中。黑金色的巨蛋上面有着深邃无比的道纹，似乎蕴含着神秘的力量。哗哗哗，鲲鹏蛋入手之后，楚云再次把自己的灵力迅速的注入了其中。在楚云的灵力注入之后，黑色巨蛋绽放了璀璨的光芒，似乎还有一阵欢欣雀跃的声音在里面传出。这是什么东西？旁边的孟衍兽看着前方的黑金色巨蛋，脸上满是疑惑之色。不过他刚刚被楚云掌控，不清楚楚云的脾气，也不敢多问。轰！随着楚云灵力的不断摄入，这个黑金色巨蛋爆出了一阵恐怖的灵机，仿佛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里面一般。咔嚓！一刻钟之后，灵兽蛋的吸收到了极限，那坚固的蛋壳出现了一阵阵碎纹。很快，碎纹蔓延到了蛋壳的全身，巨蛋瞬间碎裂。一头通体金黄、长着双翅、形如鹏鸟的幼兽出现在了楚云的面前。幼兽的双翅上还有着极为玄妙的黑色道纹，似乎有着神奇的力量。幼兽的身上还有着极为强大的圣兽气息，镇压着四方，让旁边的孟衍兽身躯微微的颤抖。这是鲲鹏，主人竟然有太古神兽！看到前方的鲲鹏幼兽，孟衍兽彻底惊呆了。他自然是认出来了，这个幼兽乃是传说中的鲲鹏，一出生就有着顶级圣兽实力的超级神兽。吱吱吱，鲲鹏幼兽跳到了楚云的肩膀上，亲昵的和楚云贴贴，展示着自己的亲昵。不错，这个鲲鹏幼兽的气息比刚刚那个瑶池圣地的圣人长老强多了，这样的话就可以马上报仇了。感受到鲲鹏身上的气息，楚云的心里道：孟衍兽，现在展示你价值的时候到了，那个瑶池圣地的圣人老狗，赶紧把他弄过来，我要他死。楚云接着对旁边的孟衍兽说道：主人，那个瑶池圣地的长老不是我安排的，我使唤不了他。孟衍兽耷拉着头，一脸无奈的说道：不是你，那他怎么找到我的？楚云眉头微皱，他还以为是孟衍兽和那个瑶池圣地的长老有勾结，现在看来或许不对。主人，是夏时雨那个小贱人，他把你的行踪透露给了那位长老，然后想要对付你，我只利用阵法干扰了一下虚空古界的力量，想要捡漏而已。孟衍兽接着说道，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诉了楚云。是夏诗雨，草，是那个贱人，
听到孟衍寿的话，楚云的脸色顿时变得阴沉了许多。没想到这个事情还和夏诗雨有关，看来他也留不得了。楚云深吸了口气，不过他是怎么找到我的？接着楚云的脸上再次出现了一阵疑惑，他修炼的那个地点非常的隐秘，一般人根本发现不了的，夏诗雨更是不可能知道的了。主人，或许是他在你身上留下了什么标记。孟衍寿接着说道。楚云闻言连忙开始检查起了自己的身体，只是楚云并没有任何的发现，他的神魂力量已经达到了真神阶，如果有异常的话一定可以发现的。难道……突然楚云似乎想到了什么，接着立马取出了被瑶池圣地长老打得几乎破碎的血域魔铠。取出之后，楚云立马在里面查看着血域魔铠。很快，楚云在血域魔铠的一道深邃的气血之力里发现了一个玄妙的印记。这个夏诗雨好深的心机，竟然把感应印记植入了气血之力，若不是魔铠被打成这个状态，只怕我永远都发现不了。看到魔铠里面的玄妙印记，楚云的心里一阵冰冷。这个夏诗雨心机实在太重了，当初在把血域魔铠交给自己的时候就留下了这个隐患，不过这个印记或许能成为解决他们的关键，楚云的心里暗道。之前楚云也在夏诗雨的身上留下了印记，只是后续印记的位置一直没有变化，想来是被夏诗雨发现并消除了。这个夏诗雨必须尽快解决，否则太烦人了。楚云的心里道。孟衍寿，现在把你的阵法撤了，让这个感应印记的力量散发出去。接着楚云对孟衍寿道。孟衍寿为了解决楚云，布置了法阵，让一切的感应力量都难以外流，夏诗雨的印记也不例外，所以为了让他们过来，这个法则必须撤掉。是，主人。孟衍寿恭敬无比的道。接着孟衍寿立马撤去了阵法，楚云则是加紧恢复自己的身体，准备对付瑶池圣地的长老和夏诗雨。朱长老，感应到了，那个小魔头的位置我知道在哪了。与此同时，原出古矿的一处山林之中，夏诗雨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眼底流转着深邃的异彩。好，总算是找到了，这次必定把那个小畜生宰了。朱书长神色冰冷的道。夏诗雨点了点头，立马带着朱书长朝着感应到的位置疾驰而去。只是刚刚印记突然消失了一段时间，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突然夏诗雨的心里泛起了一道念头。夏姑娘，快点，别让那个小畜生跑了。朱书长继续催促着夏诗雨。听到朱书长的催促，夏诗雨眉头微微舒展。刚刚朱书长的一道神通已经把楚云打废了，朱书长又是圣人境的强者，应该不会出问题。若是这次不把楚云解决，以后就更难了。很快，夏诗雨立马压下了自己心中的思绪，全力地朝着楚云的所在疾驰而去。半刻钟之后，两人抵达了一处荒芜隐秘的山谷。看到前方的山谷，夏诗雨停下了脚步，心里隐隐感觉到了不对劲，接着对朱书长道：朱长老，楚云那个家伙就在山谷里，你去对付他，我在周围封锁出口，让楚云没有可逃之机。夏姑娘果然心思缜密，这样的话，那个小畜生插翅难逃。朱书长淡淡的道。说完，朱书长迫不及待地飞入了山谷之中，准备瞬间解决了楚云。希望只是我的错觉吧。看着迅猛进入山谷的朱书长，夏诗雨的心里喃喃道：力。只是朱书长刚进入山谷没多久，山谷里面就响起了异常尖锐的鸣叫声。这个声音像是翻天覆地的海啸一般，震慑着四方，让夏诗雨感觉灵魂都在颤栗。果然有问题，必须马上离开。夏诗雨汗毛直立，当机立断，立马取出了一个挪移符，直接捏碎，想要瞬间离开这里。刷刷刷！只是夏诗雨的挪移灵符还没有完全的催动，周围突然出现了一道道深邃无比的虚空锁链。这些虚空锁链以极为迅猛的速度，直接把夏诗雨完全的捆绑。什么人敢抓我？看到狠狠束缚自己的虚空锁链，夏诗雨连忙冷声道：嘿嘿，主人果然所料不错，你这个小魔女行事谨慎，不一定会跟那个圣人长老进入山谷。不一会，周围响起了一阵深邃的声音，孟衍寿的身影出现在了夏诗雨的面前。可惜有我在，你休想逃。孟衍寿冷冷的道。说着，孟衍寿拖着被束缚的夏诗雨缓慢地走向了山谷。主人，楚云给了你多少好处，我出双倍，只要你放了我就可以。看到前方的孟衍寿，夏诗雨的心几乎沉到了谷底，连忙对孟衍寿道，试图以利益诱惑孟衍寿放了自己。哼，我孟衍寿可是忠心耿耿，死都不会背叛主人的灵兽，想要我放了你，做梦吧。孟衍寿冷哼一声，傲然无比的道。孟衍寿，楚云竟然还有一只孟衍寿，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夏诗雨闻言，脸上满是不可置信之色，陷入了深深的震惊之中。很快，夏诗雨就被孟衍寿拖入了山谷之中，一个更让夏诗雨震惊的场景浮现在眼前。
只见山谷的中央，一头长着双翅、形如鹏鸟的神兽，气息威严地站在中央。神兽那锋利无比的爪子狠狠地抓着一个身穿灰色道袍的白发老者。白发老者不是朱书长又是谁？只是此刻的朱书长披头散发，身上有着几道狰狞无比的伤口，看起来极为的血腥。他整个人都化成了血人，嘴里不断发出痛苦的哀嚎声。怎么可能？朱长老可是圣人境8重天的顶级圣者，怎么会？眼前的场景狠狠地刷新了夏诗雨的三观。他万万没想到，有着如此强大实力的圣人长老，只是短短的功夫就变成了这个模样。不愧是超级神兽，果然可怕。虽然有着偷袭的嫌疑，但是一击就击溃了圣人境巅峰的长老，这个战斗力太强了。不远处的梦魇兽看到山谷中央几乎没有人形的朱书长，心里暗暗心惊。鲲鹏可是才刚出世，就有着如此逆天战力，实在是让梦魇兽头皮发麻。看来自己以后也要好好的展现自己的价值，不然风头都被这个小鲲鹏抢走了。梦魇兽的心里道：夏师姐，好久不见啊。就在这时候，一阵熟悉的声音响起在夏诗雨的耳畔。夏诗雨缓缓抬头，看到了身穿着白色长袍、脸色苍白的楚云，正面笑意缓缓地走向了自己。楚云师弟，好久不见。夏诗雨勉强挤出了一个笑容，对楚云道：楚云师弟，我听说瑶池圣地的长老要对你不利，立马就赶来支援你了，你没事吧？夏诗雨假装忧心忡忡地对楚云道，脸上满是真诚之色。夏师姐，我们之间就不用搞这种拙劣的谎言了，这个圣地长老就是你找来对付我的。楚云淡淡的道，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夏诗雨。听到楚云的话，夏诗雨脸上的真诚担忧刹那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冰冷。楚云师弟，我真是小看你了。显然夏诗雨也清楚，这样的谎言已经没意义了。确实，我也小看了师姐。楚云点点头，接着缓缓说道，既然师姐一言说完了，那我就送师姐上路了。楚云师弟，你确定要杀我吗？你会后悔的。夏诗雨深吸了口气，接着一脸认真地对楚云道，杀。只是楚云根本没有理会夏诗雨的话，取出了九幽剑，立马刺向了夏诗雨。你会后悔的，你一定会后悔的。夏诗雨发出了最后的尖叫声，接着被楚云的九幽剑直接穿透了心脏。霸道的九幽真意在夏诗雨的体内疯狂肆虐，迅速地夺去了夏诗雨的性命。夏诗雨的瞳孔失去焦距，脸上出现了一丝丝的惊愕，似乎是没想到楚云会如此的果断，直接斩杀了他。接着夏诗雨的尸体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鲜血不断涌出。后悔，我只后悔没有早点斩了你。看着失去了生命气息的夏诗雨，楚云淡淡的道。原本楚云是不想这么快斩杀夏诗雨的，毕竟其还是有不少价值的，但是这个家伙太难缠了，一些手段让楚云都有些棘手。同时夏诗雨的死亡也让楚云的心里松了口气。夏诗雨就像躲在暗处的毒蛇一样，冷不丁的就会给你来上一口，这样的人还是死了更让人安心。主人，这个是夏诗雨的空间戒指。这个时候梦魇兽取出了夏诗雨的空间戒指，恭敬地递给了楚云。楚云接过空间戒指，立马查看了起来。不愧是夏诗雨，宝物竟然不少。看着空间戒指里的东西，楚云的眼睛一亮，在空间戒指里有着不少诸多灵丹修炼资源。在空间戒指的角落，楚云还看到了不少的原石，楚云估摸着大概有1000余斤。这个原石显然是古矿的那个大型原石矿脉挖出来的，散发着惊人的原力。可惜没有神元。楚云叹息道，大型原石矿脉里是有不少的神元的，神元蕴含的神元灵韵比原石精纯许多，是那些圣王以及大圣都会为之心动的。但是或许是夏诗雨的手段不够，还没有接触到神元。不过很快楚云就压下了心中的情绪，有1000多斤的神元石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夏诗雨空间戒指里的其他资源宝物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不一会，楚云在空间戒指里的角落发现了一封信件。楚云取出了信件，信件的封面写着楚云轻启4个大字。这个夏诗雨还给我留了信，我倒要看看你耍什么花招。接着楚云打开了信件。楚云师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或许已经死了吧，不过你别得意，我们的事情还没有结束，我还会回来的。看着信件里的内容，楚云的眉头微皱。这个夏诗雨死了都不安生，难道他还留了什么手段？接着楚云再次检查了一番夏诗雨的尸体，确认其已经彻底死透了。算了，不管了，这个家伙说不定在装神弄鬼，想恶心我呢，直接把你的气血之力用来恢复血域魔铠吧。楚云接着取出了血域魔铠，直接用血域魔铠吸收着夏诗雨的气血之力，修复破损的魔铠。血域魔铠是血神族的顶级圣兵，可以吸收气血之力恢复。小畜生，你放了我，有种我们单挑，让鲲鹏偷袭我算什么本事？这个时候
不远处被鲲鹏抓着的朱书长发出了咆哮声，目光狠狠地盯着楚云。哦，对了，还有你这个瑶池圣地的老狗。楚云接着看向了朱书长，你想干什么？看到楚云的目光，朱书长身体发怵，只感觉头皮发麻。没什么，你不是想你的孙子吗？我送你和他团聚，顺便修复一下我的魔铠吧。咔嚓，楚云的话说完，鲲鹏立马狠狠一抓，直接捏爆了朱书长的身体，无数的血肉灵机四散。楚云连忙催动着血域魔铠，吸收着朱书长的气血之力。不错，不错，有了这个圣人老狗的气血之力，说不定能让血域魔铠恢复到天神兵的地步，到时候可以展现更加可怕的力量。看到朱书长散发的磅礴气血之力，楚云的脸上满是期待之色。接着，楚云让血域魔铠不断的吸收气血之力恢复，同时自己也在原地盘坐，运转凤凰涅槃经，恢复自己的伤势。天武界东域，一处人迹罕至、被无数血色迷雾包裹的山谷。山谷的深处有着一道深邃无比的深渊，这个深渊宛如连接地狱一般，充斥着浓郁几乎凝成了实质的气血之力。山谷里，一个气质甜美的绿裙少女抱着一个瓶子，小心翼翼地走向了山谷中央的巨大深渊。不一会，少女抵达了深渊的旁边，打开了手中的瓶子。哗哗哗，瓶子打开的瞬间，一道虚弱的灵体从瓶子飞了出来。若是楚云在的话，一定能认出来，这个灵体正是夏诗雨的灵体。圣女殿下，血神渊到了，你真的要进入血神渊吗？这可是死亡绝地啊！唐柔对前方似乎随时都要飘散的夏诗雨灵体道：“小柔，我已经没有退路了，你别担心，我已经感应到了，楚云师弟果然把我的气血之力喂给了血域魔铠，我的灵念也因此有了血神族的气息，我不会有事的。”夏诗雨灵体不断地吸收着周围的气血之力，微笑道：“圣女殿下，我们在黄泉魔宗好好的，为什么？”唐柔轻咬着红唇，眼睛通红的道：“小柔，这就是修行，我败给了楚云师弟，便只能走这条路。”夏诗雨的声音虚弱而又坚定。唐柔闻言悲伤无比，她是真不想夏诗雨走上这条路。虽然夏诗雨说得很清楚，但是唐柔清楚，这条路九死一生，就算能回来，也必定要承受难以想象的痛苦。这里面的血神之力，他有肉身都感觉随时要被撕碎。现在夏诗雨只剩下了一道残缺的灵体，要承受的痛苦，只怕比传说中的18次地狱都恐怖无数倍。好了，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你可是魔宗弟子。夏诗雨似乎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接着对唐柔道。听到夏诗雨的话，唐柔擦干了自己的眼泪，只是心里依旧非常担心。还记得我交代你的另一件事吗？夏诗雨接着对唐柔道。圣女殿下，我不会忘记的，我一定会把东西送到。唐柔紧握着手中的一颗神秘的石头，重重的点头道：“行，那我就放心了。”夏诗雨微笑道。说完，夏诗雨一头扎进了血神渊之中。小柔，把东西送到之后，就去冰云仙宫修行吧，以后再也不要踏入魔道，也不要和楚云有任何的交集，也不要再来寻我。3天之后，黄泉魔宗魔元峰大殿，楚云，这是你这次任务的奖励。大殿里，墨鱼长老给楚云的真传令牌加了20万的贡献点，还给了楚云50万的灵石。多谢墨鱼长老。楚云接过装着灵石的空间戒指，对墨鱼长老：“好好修行，此次原出古矿，我宗门5个真传都身陨其中，未来就看你们的了。”墨鱼长老接着对楚云道：“我会的。”楚云回答道。同时，楚云也明白了为什么奖励照常发放了。圣女没了，5个真传弟子也死了，这可节省了好大一笔经费。收下宝物之后，楚云便离开了魔元峰大殿。楚云师弟，你终于回来了。刚离开魔元峰大殿，楚云的耳畔传来了一阵清脆悦耳的声音。身穿着白色长裙，绝美动人的宋廷玉来到了楚云的身边。廷玉，恭喜你成为圣女了。看着前方动人的少女，楚云露出了温和的笑容。宋廷玉已经晋升了虚神境，再加上夏诗雨叛宗被楚云解决，所以宋廷玉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黄泉魔宗的新圣女。嘻嘻，这都是楚云师弟的功劳。宋廷玉抱住了楚云的胳膊，笑意盈盈的道：“楚云师弟，有时间的话，随时来我的洞府找我哦，我帮你消气。”接着，宋廷玉附在了楚云的耳畔，轻声道：“那现在就去吧。”楚云眼睛一亮，之前被那个圣人老狗打成了重伤，楚云的心里本来就一肚子火，现在这个宋廷玉送上门来，楚云自然是乐得玩一玩消消乐了。好吧，不过不能全部给你哦。宋廷玉接着说道。放心，我懂的。楚云微微一笑道。虽然无法彻底，但是这个宋廷玉花样可多了。接着，楚云前往宋廷玉的新洞府。几个时辰之后，楚云神清气爽地回到了天际峰自己的洞府。手酸脚麻的宋廷玉则是在自己的洞府里休息。楚云师兄，族长传来讯息了，
10天之后就是和洛神族大小姐成婚的日子。天极峰洞府，楚子航恭敬地对楚云道：“还有10天吗？”楚云深吸了口气，接着对楚子航道：“我知道了，你回去汇报吧，我会尽快赶回楚家的。”是，楚云师兄。楚子航回答道，接着便离开洞府给楚家传讯了。哗哗哗，楚子航刚离开不久，一道黑色迷雾从洞府外面汹涌而来。孟衍寿出现在了楚云的面前。孟衍寿，有萧晨的消息吗？看着前方的孟衍寿，连忙问道。回到黄泉魔宗的第一件事，楚云就立马去找萧晨的踪迹，想要报仇。但是萧晨似乎感应到了孟衍寿被他人掌控，回来之后，黄泉魔宗已经没有了萧晨的踪影。于是楚云就让孟衍寿去寻找。主人，没有，我去了萧晨几个秘密隐藏的地点，都没有任何发现。孟衍寿耷拉着头，接着道：果然，这个谨慎的家伙已经早跑了吗？楚云深吸了口气，萧晨让孟衍寿来对付他，想要抢夺他的异火，楚云自然是不会轻易放过他了。而且异火是极为罕见珍贵的宝物，萧晨既然盯上了，那就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该死，我只是想安安静静的修行，为什么非要逼我呢？楚云捶了捶前方的桌子，感觉一阵烦躁。天命主角这种东西有点难缠，尤其是萧晨这种谨慎无比的老银币，看来有必要想办法对付这个天命主角了。楚云心里暗道，不过在此之前还是先收点利息吧，刚好还有10天才是大婚，那就当消遣一下吧。楚云眼底闪过了一丝寒光，心里很快就有了一个不错的想法。走，我们去天阳皇朝。接着楚云对前方的孟衍寿道：主人，我们去天阳皇朝干嘛？孟衍寿缓缓的道，脸上满是疑惑之色。子战母长，萧晨那个家伙跑了，自然就找他娘亲了。我找不到萧晨，我还找不到他娘吗？楚云淡淡的说道，就让他娘先替他承受点怒火吧。东域天阳皇朝。天阳皇朝是东域一个强大的皇朝，它坐落在东域玄宇州，在玄宇州有着不小的影响力。天阳皇朝皇城奢华无比的一个房间里，晨儿，你不是在黄泉魔宗修行吗？怎么突然回来了？房间里，一个身穿着华丽宫裙、冷艳高贵、身材婀娜的美妇柔和地对着身旁的萧晨道：没事，只是有点想母后了，就回来看看母后。萧晨看着前方的冷艳美妇，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晨儿。方若雪看着萧晨，脸上也是柔和的笑意。母子俩接着就在房间里寒暄着，不过大部分都是方若雪在说着，萧晨在听。萧晨很享受这种静谧和平的时光，让他感觉到由衷的安心。虽然萧晨是至尊转世，但是他的前世记忆是在18岁之后觉醒的，所以虽然他是曾经的至尊，但是对于这一世的母亲，萧晨依旧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对了，晨儿，有你父皇的消息了吗？不一会，方若雪似乎想到了什么，接着对萧晨道：萧晨的父皇萧战在萧晨还年幼的时候便离开了天阳皇朝，此后10多年一直杳无音讯，方若雪一直都没有找到。萧晨结识了天武界顶级商会宝云商会长老的女儿，于是萧晨就让宝玉商会帮忙寻觅。母后还没有消息。萧晨一脸愧疚的道：没事，慢慢来，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而且你父皇的命灯还亮着，肯定没事的。方若雪虽然心里闪过了失望，不过还是安慰萧晨道。萧晨点了点头，回应了方若雪。嗡嗡嗡。就在这时候，萧晨腰间的一个玉佩突然出现了一阵嗡鸣声。感应玉佩发出感应了，有顶级的圣人出现在方圆千里之内。看着腰间玉佩发出的嗡鸣声，萧晨的眉头微皱。这个感应玉佩是使用顶级的材料打造，可以感应到千里之内的可怕气息，尤其是顶级强者的气息，逃不出这个感应玉佩的感应。晨儿，你有事就去忙吧，有时间再来看母后。方若雪看着眼前脸色微变的萧晨，接着声音柔和的道。虽然方若雪不知道萧晨这个玉佩是什么东西，但是方若雪知道，每次这个玉佩出现异动的时候，萧晨便会离开，从无例外。母后，那我后面再来看你。萧晨深吸了口气，对方若雪道。因为前世吃了不少的大亏，所以萧晨在觉醒了前世记忆之后，第一时间就打造了这个感应玉佩。有强敌出现，第一时间就是跑路，他不想承受他承受不了的风险。毕竟他曾经是至尊，只要不遭遇意外，未来注定光芒万丈去吧。晨儿。方若雪声音柔和的道。母后，那孩儿告退了。萧晨接着告别了方若雪，立马离开了天阳皇朝。晨儿越来越强了，连我都看不透晨儿了。方若雪看着离去的萧晨，神色柔和的道。在萧晨的父皇失踪以后，方若雪就成为了天阳皇朝的女皇。虽然天赋一般，但是在皇朝气运的加持下，现在也已经是真神境的强者了。之前方若雪还能看出一些萧晨的底细，
感受到萧晨的修为实力。但是这次方若雪完全的看不透萧晨，萧晨整个人如同迷雾缭绕一般，难以看穿分毫。女皇陛下，该上早朝了。不一会，一个容貌清丽的女官来到了房间，恭敬地对方若雪道：好，给我更衣，准备上朝。方若雪点点头，对女官道。接着女官便让几位贴身侍女进入房间，给方若雪更换了上朝的朝服。不一会，方若雪身穿着绣日月山河的鎏金长袍，头戴9凤衔珠冠，宛如风华绝代的女皇。在诸多女官的簇拥下，方若雪踏入了金銮殿之中，参见女皇陛下。金銮殿的诸多皇朝大臣们纷纷恭敬地跪拜道。参拜完之后，开始朝会。方若雪游刃有余地处理着皇朝的诸多问题。此时的方若雪完全没有之前在萧晨面前的温和，像是一尊冷面威严的女皇，每一句话都让下方的诸多大臣们胆战心惊，完全不敢直视方若雪。众位爱卿，还有什么事要启奏吗？没有的话就退朝吧。处理完了诸多的事务之后，方若雪接着对下方的诸多大臣道：启奏女皇，在我们天阳皇朝和赤叶皇朝的交界地带发现了一道玄铁矿，因为这个玄铁矿爆发了不少的冲突，这个玄铁矿我们要如何处理？这时候一位大臣恭敬的道：玄铁矿还在我们天阳皇朝和赤叶皇朝的交界处。方若雪闻言，双眼微眯，眼里闪烁着流光，似乎在思索着什么。先勘察清楚玄铁矿的真伪，不要被其他势力做局了。这个玄铁矿的位置太微妙了。方若雪沉吟片刻，接着道：是，女皇陛下。那位大臣继续说道：若是玄铁矿是真的呢，那就先假意同赤叶皇朝瓜分玄铁矿，尽量的拖延时间，然后安排人手赶紧挖空铁矿。方若雪接着淡淡的道：若是实在拖延不下去，就派人把边境赤叶皇朝的人都杀了。当然，这个事情可是白骨鹰宗那些魔道弟子做的，与我们无关，我们还要给赤叶皇朝给予慰问。女皇陛下英明。下方的大臣闻言，眼里满是狂热之色的道：本宫乏了，没什么事就退朝吧。处理完了玄铁矿的事情之后，方若雪接着淡淡的道。听到方若雪的话，诸多大臣一个个有序的退出了金銮殿。看着前方空荡荡的金銮殿，方若雪揉了揉自己的眉心，感觉心神有些疲惫。为了治理好天阳皇朝，方若雪可是费了好多的心力。青儿，给本宫揉一揉肩膀吧。接着方若雪缓缓的道。只是方若雪的话说完，青儿迟迟没有回应。青儿。方若雪眉头微皱，心里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这时候一个手掌按在了方若雪的肩膀上，轻轻地给方若雪按揉着肩膀。这柔和的力度让方若雪感觉到了一阵前所未有的舒爽，尤其是手掌传来的气息，更是让方若雪的疲惫消减了许多，身体都莫名的轻快了。只是揉捏的方向很快就，方若雪也不在意，这可是青儿自己的贴身侍女。青儿，你的手法越来越厉害了。半晌之后，方若雪缓缓的道，脸上满是柔和惬意之色。不知为何，此次青儿的手段让方若雪感觉非常好，甚至让她产生了久违的多谢夸奖。就在这时，一阵清朗的声音传入了方若雪的耳畔：你不是青儿。听到这个声音，方若雪瞳孔一缩，顿感毛骨悚然。接着方若雪猛然回头，一个戴着黑色面具的陌生青年出现在方若雪的面前。你是什么人，竟敢轻薄本宫？看到眼前的陌生青年，方若雪脸色变得极为难看，目光羞愤地盯着前方的陌生青年，同时把自己前方刚刚被解开的星号劈了回去。他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有人潜入了金銮殿，还给自己揉捏肩膀，甚至染指了禁忌领域。想到这，方若雪气的胸脯直颤抖。身为天阳皇朝的女皇，任何人见到方若雪都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的逾越。如今这个陌生青年竟然如此，如何不让方若雪愤怒？我是黄泉魔宗的真传弟子楚云，也是萧晨师弟的师兄。楚云取出了黄泉魔宗真传令牌，缓缓递道。看到楚云取出的令牌，方若雪瞳孔一缩，是黄泉魔宗的人。因为萧晨加入了黄泉魔宗，所以方若雪对黄泉魔宗也进行了不少的调查了解。他能认出来这个真传令牌是真的，也就是说眼前的青年确实是黄泉魔宗的真传弟子。不知道这位公子找我干嘛？我不认识你说的什么萧晨。方若雪深吸了口气，接着道。萧晨为了方若雪的安全，没有向任何人透露她是方若雪的孩儿。女皇陛下，我知道你是萧晨的母后，别担心，我不是坏人，我是来给帮女皇陛下舒缓身体的。楚云接着对方若雪道，眼里满是戏谑之色。刚刚我的手法不错吧？来帮我舒缓身体。不需要。方若雪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楚云，眼里满是警惕之色。她自然是不会随便相信楚云的话了，尤其是刚刚楚云还亵渎了她。若不是她感受到了楚云身上极度可怕的威胁气息，以及他黄泉魔宗真传弟子的身份，
就凭刚刚楚云的那些亵渎行为，方若雪就直接抱起给楚云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了。至于楚云说的他是个好人，方若雪半个字都不信。黄泉魔宗可是魔道宗门，那个宗门能有好人就有鬼了。当然，他的孩儿萧晨肯定不算，你若是再出言不逊，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方若雪接着冷冷的道，体内的灵力不断涌动。虽然楚云给她的威胁非常大，但是身为天阳皇朝的女皇，方若雪还是有自己的尊严的。若是楚云继续咄咄逼人，哪怕拼着玉石俱焚，方若雪也会与之拼一拼的。我觉得你需要萧晨在黄泉魔宗修行，而且只是一个小小的内门弟子。楚云耸了耸肩，接着打量着前方的方若雪，接着说道，女皇陛下，你也不想看到萧晨在黄泉魔宗被我调教吧？楚云说着还勾起了方若雪的下巴。虽然方若雪是萧晨的母亲，但是容貌高冷绝美，像是冰山雪莲一般，尤其是其久居高位，身上有着一股女皇威严，让人畏惧而又想要亵渎。你听到楚云的话，方若雪的脸色终于变了。萧晨是她最在乎的人，在萧晨的父皇失踪许久没有找到之后，方若雪的心中已经慢慢绝望了。萧晨是她唯一的支撑，她想要看到萧晨顺利无比的成长，并且身为萧晨的母亲，方若雪知道萧晨很不喜欢变故以及其他意料之外的事情，若是自己真的和这个黄泉魔宗的真传弟子斗到底，晨儿她……方若雪心里喃喃道，脸上满是纠结迷惘之色。楚云身上的气息太过强大，尤其是其体内隐藏的力量，更是让方若雪感觉到了久违的惊悚。而且楚云的话也给了方若雪很大的压力，若是她去对付萧晨，晨儿她能承受得住吗？真的只是舒缓身体吗？方若雪接着咬牙道，心中已经有了一丝动摇。她不想萧晨因为自己出现问题。你觉得呢？楚云似笑非笑地看着方若雪，一脸戏谑的道，放心，只要你好好配合，我不会动萧晨分毫的。而且这个事情也不会传出去，你不为了自己考虑，也要为你的萧晨考虑吧。方若雪闻言，脸色再次变得苍白。她自然明白楚云说的好好配合是什么意思了，可以摘下面具，让我看看你的样子吗？方若雪接着咬牙道，当然可以。楚云淡淡的道。接着楚云取下了自己的面具，露出了那俊朗无比、气质飘渺出尘，宛如在世谪仙一般。楚云的容颜气质让方若雪愣住了，这等极品颜值的青年，竟然是黄泉魔宗的弟子。什么时候魔道的要求这么高了？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楚云接着说道。没问题。方若雪脸上闪过了一丝羞红之色。自从萧晨的父皇失踪之后，方若雪还没有和其他男子这般亲近。如今楚云我可以好好配合，但是你不许在黄泉魔宗欺负萧晨。方若雪接着轻声道。方若雪说着松开了手中的一个玄妙的温润玉佩。没问题，我不会欺负他的。楚云眼睛一亮，接着道，果然这个萧晨的母亲软肋就是萧晨，只要拿萧晨为引便能拿捏住。楚云不是没考虑过用绝强的实力镇压，但是这可是天命主角的母亲，说不准有什么可怕的底牌。能用这种温柔的手段镇压，肯定是用这种手段镇压更好。好，若是让我知道你骗我，我拼着玉石俱焚也不会放过你的。方若雪接着说道，眼睛里满是坚定之色。楚云点点头，继续道，不会的。那我们去请功吧。想到待会可能发生的事情，方若雪接着对楚云道，眼里闪过了一丝羞赧之色。不必，就在这里。楚云直接把方若雪拥入怀中，微笑道，这里可是金銮殿。方若雪闻言脸色有些慌乱，这可是他们天阳皇朝最神圣的地方，每日他都在这里上朝，处理各种政务，哪怕是之前萧晨的父皇，两人也没有在金銮殿怎么？你有意见？楚云捏了捏方若雪的脸蛋，轻笑道，没有，你要我怎么配合？方若雪的心里也产生了一丝禁忌的想法。萧晨的父皇久久未归，再加上楚云的颜值如此出众，方若雪我可不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晨儿。方若雪心想，很简单。楚云附在方若雪的耳畔，接着小声地说道。听到楚云的话，方若雪清冷高贵的脸上更是一阵羞红，红润的几乎要滴出水了。得到了楚云的教导之后，方若雪从楚云的怀里出来，接着方若雪整理了自己的鎏金长袍，脸色变得冰冷威严，再次恢复成了那个高高在上的女皇陛下。这位公子，要本宫亲自动手吗？还不退下？方若雪阴唇微起，高冷无比的道。看着眼前的绝美高冷女皇，楚云的心里荡起了一阵涟漪。果然，女皇还是要有女皇的威严。接着楚云退下，方若雪依旧神色高冷，仿佛万年不化的冰山。很快，方若雪慢慢消沉啊消沉，既然暂时拿你没办法，那就只能先收点利息了。楚云心里想到。很快，楚云心里的思绪就被方若雪打断了。楚云也不再思虑，现在可不是分心的时候。
女皇陛下要开始了。那个顶级圣人停留在皇城了，距离皇城300余里的一个山谷。萧晨看着手中的感应玉佩，眉头微皱。通过这个感应玉佩的感应，萧晨可以察觉到这个强者气息在的大致位置，正是在他们天阳皇朝的皇城。难道是冲我来的？萧晨心里喃喃道。不过不可能啊，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圣人境界的强者。自觉醒了前世记忆之后，萧晨一直谨小慎微，从来不做那些风险特别大的事情。至于得罪圣人强者，就更不可能了。不管什么时候，萧晨都会离那些顶级圣人强者远远的，根本不可能得罪那等强者。而且萧晨把自己和方若雪的关系隐藏得很深，根本没有暴露出去。如果真是冲自己来的，也不可能前去天阳皇朝。或许只是刚好经过天阳皇朝，不会对自己的母后有威胁。萧晨的心里猜测道，如果有危险的话，自己布置的那些感应手段是可以察觉到的，并且若是真有危险，母后也会使用通灵玉佩。想到这，萧晨心里略微的松了口气。只是突然，萧晨冥冥之中感觉到了股恶寒之意，仿佛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不行，还是得确定一下，那可是我的母后。萧晨脸色阴晴不定，最后还是决定再确定一下。接着萧晨从自己的空间戒指取出了一个散发着青色灵光的玉佩，萧晨把自己的神魂力量注入了青色玉佩之中，哗哗哗，不一会，青色玉佩散发出了一阵光芒璀璨的红色魂火。看来是没事，母后的魂火如此旺盛，甚至比之前还更加璀璨，也就是说她现在的状态比之前都更好。看来是我多虑了，母后没有事情。看到这个璀璨的魂火，萧晨低声喃喃道，心中安稳了许多。既然母后状态前所未有的好的话，眼下还是想办法提升自己的实力吧。黄泉魔宗暂时是不能待了。萧晨接着想到了自己的处境，因为梦魇兽已经脱离了他的掌控，萧晨很清楚现在的自己暂时肯定不是楚云的对手，而且以楚云的性子，他绝不会放过自己，所以黄泉魔宗对萧晨来说也已经不安全了。不过我倒是可以先去找找他。突然萧晨的脑海中浮现了一个清冷无双的倩影，当初他看出了如烟不是善茶，还劝诫我最好远离如烟，但是可惜当时的我太过气盛骄傲，根本听不进任何的劝诫。萧晨的心里喃喃道，心里思绪万千，想起了10万年前的一位故友，两人原本是关系莫逆，一起经历了诸多的冒险，是关系非常好的至交好友。但是因为柳如烟的事情，两人闹得不欢而散。子霄，你是对的，我若是听你的，只怕早就成就了大帝尊位，飞升仙界了。萧晨心里叹息道。转世之后，萧晨也想过找那位故友红颜的帮助，只是因为当初的决绝，再加上萧晨知道子霄对其的心意，萧晨一直下不定决心。我都已经死过一次的人了，还有什么能让我退缩呢？子霄，希望你能原谅我吧。萧晨的心里很快就有了决断，前去寻求子霄的帮助。梦魇兽的脱离掌控也让萧晨意识到，光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迅速的重回巅峰的。而且楚云能反制梦魇兽，并且在原初古矿有着如此狠辣的手段，让萧晨有些紧迫感。给我等着吧，楚云，你不过是暂时占了上风，很快就会回来的，到时候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实力。一时的得意并不算什么，能笑到最后才是最重要的。萧晨说完，立马催动了自己的灵力，化成一道红光，朝着远处遁去。7日之后，天武界观玄书院。观玄书院是天武界异常古老的顶级学府，这里培养了许多的天武界超级强者，其中不乏一些顶尖的圣王大圣，甚至有些准帝乃至至尊强者都在观玄书院修行过。观玄书院虽然只是一个学府势力，但是和诸多的强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观玄书院是天武界一个非常庞大的独特势力，影响力丝毫不比那些顶尖的地族弱，甚至在某些方面比那些地族还更加可怕。观玄书院深处，一座高耸的古老巨塔屹立在中央，巨塔的塔身有着神妙的符文，还有丝丝缕缕的磅礴气息从巨塔散发。巨塔的外面有着不少的书院弟子以及其他势力的天骄强者，众人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巨塔中的2道灵光闪烁。不知道叶凡和赵无极两人谁更通过玄神塔第7层？我倒是觉得赵无极更快，赵无极毕竟是真神境4重的强者，还是星辰道体，实力不容小觑。叶凡虽然是荒古圣体，但是只是虚神境7重。我觉得也是，叶凡的荒古圣体虽然潜力惊人，但是毕竟只打破了第4道天地枷锁，还有许多的潜力没有开发。看着玄神塔上第7层的2道灵光，周围的天骄强者们纷纷议论道，原来前方的巨塔是观玄书院的玄神塔。玄神塔是观玄书院的一个顶级神物，里面有着诸多无敌天骄的投影，闯过第7层便可以获得悟道神树菩提树悟道的资格。刷半晌之后，
一道灵光从玄神塔第7层闪出，很快，灵光中浮现了一个身穿灰色长袍、颇为俊逸的青年，是赵无极。果然是赵无极先通过了玄神塔第7层。看到从玄神塔出来的青年，周围的强者们纷纷议论道，目光直勾勾地看着赵无极。赵无极没有说话，而是抬头看向了玄神塔第7层，想看看叶凡能否闯过通神塔。一刻钟之后，又是一道灵光闪过，身穿着白色长袍、眉清目秀的叶凡终于是闯过了玄神塔第7重。江青一，看来你选的荒古圣体也不怎么样嘛，还是赵无极更快通过玄神塔第7层。玄神塔外面的翠绿柳树下，一个身穿淡蓝色长裙、身材娇小的白发少女双手叉腰，脸上满是欣喜之色。少女肌肤水嫩，大眼秀气，灵动十足，活脱脱一个清纯甜美的小萝莉。姬宁儿，赵无极只是快了一刻钟而已，并不能代表什么。在白发萝莉的旁边，身穿白色仙裙、绝美清纯的江青衣眉头微皱，接着淡淡的道：“呵呵，江青衣有必要自欺欺人吗？这一刻钟可是有着绝对的实力差距。”姬宁儿昂首挺胸，撇了撇嘴，接着说道：“你让叶凡参加你们江家的授邪大会，是个错误的选择。”江青衣没有说话，虽然不想承认，但是江青衣清楚，姬宁儿说的是确实是真的。玄神塔的闯过速度到了一刻钟的差别，这代表着两人的实力有着明显的差距。只是姬宁儿说的是错误选择，江青衣却不觉得。想到这，江青衣接着说道：“现在说这些为时尚早，叶凡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的。等叶凡从菩提树悟道回来，说不定就可以抹平这些差距了。”对于叶凡，江青衣还是有一定的信心的，他可是亲眼见识过荒古圣体的强大，哪怕只是破了4道枷锁，也是有着非常可怕的潜力。此次菩提树的参悟名额只剩下一个，叶凡、赵无极，你们两人只有一人可以前往参悟，你们比斗一场，胜者可以前往菩提树悟道。就在这时候，观玄书院的长老来到玄神塔旁边，沉声道：“哈哈，青衣仙子，看来叶凡没办法前往菩提树悟道了。”姬宁儿闻言笑得更开心了。江青衣的脸色微微有些难看，他没想到会突然出现这个情况。不过这是观玄书院，江青衣也左右不了。叶凡，你是现在认输，还是让我狠狠收拾你一顿再出局？此时不远处的赵无极也开始挑衅起了叶凡。哼，你以为你赢定了吗？叶凡不甘示弱的道。虽然两人的境界有着不小差距，但是叶凡对自己从来都是有着绝对的信心，不会惧怕眼前的赵无极。你们二人可以先休息半个时辰，半个时辰之后开始比斗。观玄书院长老看出了两人因为闯玄神塔，状态都不在最佳，接着道。两人闻言没有再斗嘴，而是迅速恢复着自己的状态。周围的其他天骄强者们也开始期待起了两人之间的战斗。叶凡公子，刚刚有位漂亮姑娘让我把这个东西给你。就在叶凡闭目恢复的时候，一位观玄书院的弟子拿着一个神秘的石头递到了叶凡的面前。一个漂亮姑娘交给我的。叶凡眉头微皱。是的，那位漂亮姑娘交代，里面的东西很重要，叶凡公子务必单独一个人在静室中看。那位观玄书院的弟子接着道：“去静室观看吗？”我知道了。叶凡闻言点了点头。接着叶凡前往了观玄书院旁边的静室，准备查看一下这个神秘石头是什么东西。哟，叶凡，你是不这儿逃了吗？不远处的赵无极看着离去的叶凡，接着冷笑道：“我会回来击败你的。”叶凡淡淡的道。很快叶凡进入了观玄书院的静室，接着把灵力注入了手中的神秘石头。咔嚓，灵力注入的瞬间，神秘石头的表面就完全的碎裂。这是流音石。看着褪去了表皮的石头，叶凡的双眼微眯。这个石头正是流音石，上面雕刻了玄妙的法阵，可以储存声音。莫名其妙给我一个流音石，那就看看里面是什么声音吧。接着叶凡再次注入了自己的灵力。不要，楚云，轻点，求你了，我真的……呜，咕噜。随着叶凡灵力的注入，流音石里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声音。这个声音的传来，让那个叶凡瞬间的呆愣在原地，整个人彻底傻眼了。脑瓜子嗡嗡嗡的，这声音是我姐姐。她不。叶凡脸色苍白，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声音，他无法接受自己那神圣无比的姐姐会发出这种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叶凡紧咬着牙关，颤抖的道。接着叶凡用自己的神魂感知着这个流音石，确定着这个声音的真伪半晌之后，叶凡确定了这个声音确实是他姐姐的，流音石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噗呲，想到这，叶凡口中吐出了一口浊血，脸色变得苍白不已。楚云，黄泉魔宗的小魔头，我要杀了你！此时流音石的声音还在不断传来，那可怕的声音如同魔音贯耳一般，撕裂着叶凡的理智。
在叶凡饱受着这个可怕声音折磨的同时，他自己都没有发现，他的荒古圣体枷锁出现了一道道隐隐的碎痕。轰隆隆，半晌之后，进士所在的区域响起了一阵可怕的轰鸣声。那里怎么了？江青一发现进士的异动，眉头微皱。刺了！不一会，进士传来了一阵猛烈的撕裂声，虚空之中仿佛有一道恐怖无比的天地枷锁正在迅速崩裂。进士也在此刻被爆开。叶凡浑身闪烁着璀璨的流光，额头青筋暴起，脸色扭曲，身上的气息不断攀升，是圣体枷锁。叶凡那个小子又挣脱天地枷锁了。卧槽，这是第5道枷锁了吧？这个荒古圣体有点不一样啊。刚刚我看到叶凡得到了一个神秘石头，难道那个神秘石头是破碎枷锁的关键？绝对是，肯定是绝顶的宝物，让叶凡挣脱了枷锁。要是那个宝物是给我的就好了。看到远处不断气息攀升的叶凡，周围的诸多天骄强者们纷纷开口道，眼里满是惊异之色。叶凡，时间到了，打破枷锁又如何？实力的差距不是一道枷锁破碎能够抹平的。赵无极脸色微变，不过还是对自己自信无比。杂碎，给我死！此时暴怒无比的叶凡宛如发狂的猛兽一般，迅猛地冲了上去，目标直指着赵无极。来得好，看我是怎么蹂躏你的吧！赵无极冷笑道，周身涌现了一道道强大无比的深邃星辰之力。只是顷刻间，叶凡已经冲到了他的面前，一拳重重地砸在了赵无极的身上。不会吧！赵无极瞳孔一缩，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砰！紧接着，霸道的力量在赵无极的身上炸开，直接轰碎了赵无极的胸骨。被轰碎了胸骨的赵无极倒飞出去，直接撞碎了一根石柱，瞬间失去了意识。突然的爆发让玄神塔周围的诸多天骄强者以及观玄书院的弟子都是愣住了。他们都没想到，这个破碎了第5道天地枷锁的荒古圣体会如此可怕，一招就击溃了赵无极。赵无极可是真神境的天骄，而且也是乾隆榜前100的天骄，虽然排名在末尾，但是在天武界也有着不小的名声。但是却被叶凡如此轻易的击败击旋，看来不用等到菩提树悟道了。你选的赵无极更是不堪一击啊！不远处看到叶凡的表现，接着微笑的对旁边的击旋道：废物，真是废物，连一个虚神境的废物圣体都打不过，实在是太废物了。姬宁儿铁青着脸，气得胸脯直颤抖，目光冰冷的看着像是被打成了死狗的赵无极。他万万没想到，被他寄予厚望的赵无极这么轻易的被击溃了。江青一，这次算你赢了一筹，不过兽邪大会你等着。姬宁儿深吸了口气，咬牙道。说完，姬宁儿转身离去，不想再待在观玄书院了。楚云，我一定要杀了你！不远处，一招击溃了赵无极的叶凡怒声咆哮道，声音像是潮水一样传遍了四周，周围的天骄强者们一脸疑惑，楚云是谁？接着叶凡收敛了自己的气息，立马朝着远处遁去，就要去找楚云的麻烦。叶凡公子，菩提谷树悟道就要开始了。江青一看着直接离去的叶凡，连忙扭曲了空间，身体一闪，来到了叶凡的面前道：菩提谷树悟道。听到江青一的话，叶凡暴怒的情绪终于是得到了一丝的舒缓。对，菩提谷树悟道，这个对我很重要。叶凡紧握着拳头，低声道：楚云，就让你再快活一段时间，等我从菩提谷树出来，就是你的死期。接着叶凡似乎想到了什么，脸色扭曲的道：那个留音石的内容叶凡已经搞清楚了，正是之前自己的姐姐被抓去黄泉魔宗时候的。旁边的江青一眉头微皱，他不知道叶凡为何突然对楚云有着这么大的仇恨，不过他也没有多问，毕竟之前楚云也算是得到了部分他们江家虚空大帝的传承，而且叶凡现在展现的价值还不足以让江青一对楚云做些什么。叶凡公子，恭喜你再次打破了一道天地枷锁，距离彻底挣脱枷锁又近了一步。江青一话锋一转，接着恭喜叶凡道：我又打破一道天地枷锁了。叶凡闻言愣了愣，似乎没有反应过来。接着叶凡连忙感受着自己的荒古圣体本源，果然是发现了束缚着自己荒古圣体的天地枷锁，又挣脱了一道，现在仅剩下了一半，我真的又打破一道天地枷锁了。感受到自己体内的荒古圣体力量，叶凡的心里一阵欣喜之色。刚刚因为那些流音石里的声音，让叶凡一直处在暴怒之中，根本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圣体枷锁破碎了。不过为什么我的荒古圣体枷锁会突然碎裂呢？明明第5道枷锁还很坚固的。叶凡心里一阵疑惑。接着叶凡回想着刚刚的细节，不是吧？回想起枷锁破碎的时机之后，叶凡的脸色陡然间变得苍白，脸上满是不可置信。不可能，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叶凡失声道。与此同时，天阳皇朝的皇城女皇寝殿的白玉床榻前，宫裙丝笛，罗袜绣鞋散落，
清幽的香气在寝殿里流动飘逸床榻上，清冷动人的方若雪看着寝殿中央的楚云，眼里满是复杂之色。这7天对方若雪来说是从未有过的屈辱，同时也是从未感受过的快乐美好时光。那些快乐让方若雪仿佛要彻底沉溺其中一般，只是快乐过后是女帝心中无尽的悔恨。她感觉自己丢失了太多，但是那种快乐实在是让方若雪无法自拔。在楚云的强迫下，两人从金銮殿一路站到了女皇寝宫。方若雪无数次的失去理智，又被拉回爱晨儿，为了你，我可真是老遭罪了。方若雪心里叹息道：轰！此时不远处正在吸收着原石修行的楚云身上突然爆发了一道恐怖的气息，磅礴的气息在周围不断流动，几乎要镇压一切。虚神境6重天了。楚云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眼底满是欣喜之色。这些天，楚云除了星号女帝，就是在吸收原石以及各种修炼灵丹，提升修为。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楚云的努力下，楚云的境界从虚神境3重天达到了现在的虚神境6重天。虽然只是3重天的提升，但是楚云的底蕴太过强大，3重境界的提升对楚云来说也是非常大的战力提升。可惜原石消耗完了，楚云心里叹了口气。原石的效果超乎了楚云的想象，他这些天的修为提升和原石脱不开关系。到了虚神境之后，普通修炼灵丹的效果降低了许多，只有像原石这等精纯的宝物才能让修为快速攀升。既然突破了，那就再星号一下女帝庆祝一下吧。楚云接着看向了床榻上绝美动人的方若雪，心里道：你想干嘛？方若雪看到修炼完了缓缓朝着自己走来的楚云，身体颤了颤，连忙拿被子捂住了自己。明知故问，你休息了2个时辰，应该也差不多了吧，该来挨星号星号。楚云耸了耸肩，神色平静的道。方若雪轻咬着红唇，虽然心中有诸多的不愿，但是身体还是很诚实。那你别像昨天一样，求你了。方若雪委屈的道。放心，你听话就行。楚云点点头道。1日之后，楚云总算是从女帝的温柔乡中找回了自己失去的意志，品尝了诸多美妙的楚云决定离开天阳皇朝。当然并不是楚云腻了，而是楚家老祖传讯前来，催促楚云快点回楚家，要和洛神族联姻了。楚云公子，你要离开了吗？疲惫不堪的方若雪看着穿好了衣袍风度翩翩的楚云，接着问道。是啊，怎么你舍不得我？楚云勾起了方若雪的下巴，接着似笑非笑的道。虽然方若雪以为人妇，但是不得不说，身为天命主角的母亲，魅力还是相当惊人的，而且比叶凡的姐姐叶青离要更有韵味，很懂，而且非常听话，让楚云有些乐不思蜀了。我才没有，我才不会舍不得你这个小魔头。方若雪眼里有着一丝暗淡，接着轻咬着红唇道。你别忘记答应我的。方若雪继续道。放心，我楚云一言九鼎，说了在黄泉魔宗不会欺负萧晨就不会。楚云拍了拍自己的胸脯，接着道。呐，谢谢你。方若雪闻言，脸上展露了笑容，只感觉自己这些天的付出没有白费。楚云还谢谢我，看来这个方若雪是真渴了。好了，我走了，等我有空再回来找你。楚云接着摸了摸方若雪的脸蛋，接着道。方若雪没有说什么，似乎默许了楚云。不一会，楚云离开了天阳皇朝皇宫，没有带走一丝云彩。我真是疯了。寝宫里，方若雪感觉到自己心中的复杂情绪，怅然若失的道：我竟然……怎么样，有找到萧晨的踪迹吗？天阳皇朝外一处山林中，楚云问向了旁边的梦魇兽。抱歉，主人，我找遍了萧晨可能在的所有地方，都没有发现萧晨的踪迹。梦魇兽低下了头，愧疚无比的道。来到天阳皇朝之后，楚云便让梦魇兽前去寻找萧晨的踪影，毕竟那可是一位转世至尊，若是一直没有他的行踪，还是让楚云有不小的压力。而且这些天楚云还狠狠地星号了方若雪，这更是让楚云心中有些紧迫感了。只是尽管梦魇兽已经是找遍了许多地方，但是也没有找到萧晨的行踪。萧晨太谨慎了，看来想要用常规的手段对付萧晨是行不通了。楚云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浊气，心里道：萧晨毕竟是曾经的至尊，又是天命主角，还是深谙狗道的主角，现在想要对付他实在是有些困难。你想办法传讯给罗非和柳如烟，把萧晨转世的事情透露出去。楚云思索片刻，接着对前方的梦魇兽道。罗非和柳如烟正是10万年前辈赐了萧晨的好兄弟和红颜，两人斩杀了萧晨之后，凭借着萧晨留下的遗产，也进入了至尊领域。至尊是准帝境界修炼到了绝巅的超级强者，一旦进入至尊领域，便可同大帝一般，享受9万载。若是再得到些续命手段，或者修炼些禁忌续命之术，活过10万载也是轻轻松松。柳如烟和罗非两人不缺乏一些机缘，再加上两人狠辣的手段，
现在也依旧逍遥自在，把萧晨转世的消息告诉他们。孟衍寿闻言，脸色微变，接着道：“主人，萧晨身上可是有着诸多的机缘和至宝灵物，要是萧晨被他们再次找出来，那些东西岂不是和主人失之交臂了？无妨，只要能对付萧晨，一些机缘宝物而已，不必在意。”楚云眉头一挑，接着淡淡的说道：“而且那2个家伙能不能对付得了萧晨还是两说呢？不能吧，他们2人可不简单。若是不知道萧晨活着也就罢了，要是知道，萧晨绝对是没有太多的生路的。”孟衍寿接着说道。孟衍寿跟随萧晨许久，对背刺萧晨的2人也颇为了解，2人的手段都是非常可怕的。萧晨现在毕竟没有恢复至尊实力，被他们2人盯上的话，只怕凶多吉少。或许吧，不管他们能不能搞定萧晨，只要能让萧晨疲于奔命，没时间安稳成长就行。楚云淡淡的道。楚云其实是不看好2人的，毕竟萧晨是天命主角，虽然没有了至尊的修为，但是有些手段也极为难缠。不过楚云也不在意，他要的是干扰萧晨的成长，这样等自己成长起来，不管萧晨结局如何，自己终究是不亏的。是，主人，我明白了。孟衍寿点头道。接着孟衍寿化成了一团迷雾，消失在了楚云的眼前。萧晨的事情安排完了，我也该回楚家了。楚云缓缓抬头，接着取出了一艘飞舟，乘坐着飞舟朝着楚家的所在飞驰而去。东域天风城，此时的天风城到处都是张灯结彩，充斥着欢庆的气息，整个城池的绝大多数建筑都挂上了喜庆的装饰。楚云一踏入天风城，就感觉到了喜庆无比的气息。楚云师兄，你终于回来了，再不回来，族长都要派人出去抓你了。楚子航迎上楚云之后，紧绷的心终于是舒缓了下来。别急，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楚云微笑道。他也知道自己这次回来的比较极限，现在距离大婚也仅剩2天时间，族长着急也是情理之中。那些赵家和齐家的地盘怎么也挂上了红灯笼。这个时候，楚云发现原本属于齐家和赵家的一些商铺建筑也挂满了喜庆的装饰。3家虽然同在一城，但是3家明争暗斗多年，尤其是2家还想联手对付楚家。楚云可不觉得自己有面子让他们来给自己庆祝。楚云师兄，天风城已经没有齐家和赵家了，现在天风城只有我们楚家一方顶级势力。旁边的楚子航接着缓缓的道，脸上满是骄傲之色。齐家和赵家没了。楚云闻言微微愣了愣，齐家和赵家2家可都是在天风城盘踞了数千年，底蕴实力雄厚，怎么突然就没了？是族长出手了吗？楚云接着问道。不是，赵家的少爷绑架了水月圣宗的圣女，水月圣宗直接把赵家给平推了。楚子航说道。绑了水月圣宗的圣女，他胆子够大的啊。楚云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轻声道。水月圣宗是一方顶级的圣地级势力，实力异常可怕。那齐家呢？楚云接着问道。他们啊，在赵家被平推的第2天突然集体暴毙，我们楚家轻松的接管了整个天风城。一家被水月圣宗平推，一家集体暴毙，他们真是太倒霉了。楚云沉默了片刻，接着缓缓道。是啊，是我们楚家太幸运了。楚子航昂首挺胸道。幸运吗？楚云心里一滞，一个赵家少爷能绑水月圣宗圣女，简直离谱。至于齐家全体暴毙，楚云只想说，族长真是演都不演了。那也算幸运吧，毕竟族长是我们的族长。接着楚云没有再多问什么，既然族长选择用这种方式解决天风城的另外2家，那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不一会，在楚子航的带领下，楚云回到了楚家。因为和洛神族的联姻，整个楚家都陷入非常忙碌的节奏当中，所有人都在为这个联姻准备着。楚云回来之后，和族长楚应天在楚家大殿见面。楚应天交代了楚云一些联姻的细节之后，接着声音柔和地对楚云道：你先好好休息2天吧，2天之后前往洛神族接亲，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风波。不过你放心，我一切都安排好了，此行一定会顺利的。行。楚云点点头，他也知道现在自己做不了太多的事情。接着楚云离开了大殿，回到了楚家自己的住处。接下来的2天就继续修行，提升自己的实力吧。虽然有族长兜底，但是难保会有什么别的意外。回到住处之后，楚云心里道，毕竟是和洛神族联姻，那可是天武界的庞然大物，说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接着楚云闭上了眼睛，准备把自己的诸多神通宝术深入学习一下。负心汉，我等你很久了，你欺负了青离姐姐，现在反手就和其他人成婚，简直是太过分了。就在这时候，一阵清冷魅惑的声音传来。楚云闻言心里一惊，有人潜入了自己的房间。接着楚云立马展现了自己的神魂力量，想要寻找声音的来源。哗哗哗！只是这时候一阵粉红色的迷雾突然从4面8方袭来，
这个粉红色迷雾像是潮水一般，迅速地汹涌了整个房间。楚云被这个玄妙的粉红迷雾笼罩，只感觉昏昏沉沉的，意识在渐渐模糊。不一会，楚云像是失去了灵智一般，两眼失神地僵走了原地。哼哼，什么黄泉魔宗的无敌真传，在我苏妹儿天妖媚术的面前，还不是轻轻松松拿下？在楚云被制服之后，房间的屏风后出现了一道灵光，一个五官精致、妩媚动人的绝美少女缓缓地从屏风后走了出来。少女身穿着红色长裙，长发及腰，眉眼之中有着摄人心魂的灵光，给人一种致命的吸引力。不过，该说不说，这个黄泉魔宗的小魔头颜值还是挺高的，难怪能把青离姐姐迷得这般。不一会，苏妹儿走到了楚云的面前，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楚云，本事也挺大的。苏妹儿接着检查了一下楚云，脸色闪过了一丝红润之色，接着小声地嘀咕道：“玩够了吗？”就在这时，一阵清朗的声音响起，苏妹儿的心里一惊，顿时感觉一股恐怖无比的力量汹涌而来，疯狂地镇压着苏妹儿。苏妹儿一边抵御着周围的恐怖灵压，一边看向了旁边的楚云。此时的楚云眼神清澈，浑身灵机涌动，哪里还有半点被掌控的模样？怎么可能？你怎么可以脱离天妖媚术的魅惑？看着前方的楚云，苏妹儿的心里惊呼道，眼里满是震惊之色。天妖媚术是他们天妖狐族的至强传承秘术，出其不意之下，连顶尖的天神强者都会中招。楚云不过是虚神境的修为，苏妹儿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天妖媚术会失效，区区一道媚术而已。楚云淡淡的说道。楚云的神魂力量本来就强大，再加上修行了大眼道术，对这些精神类的幻术以及媚术都有不少的抗性。苏妹儿的天妖媚术虽然强大，但是其修为还是太低，只是才真神境，所以根本无法控制楚云。刚刚楚云不过是将计就计，想要看看是什么人要对付自家罢了，没想到竟然是天妖狐族的公主苏妹儿，叶凡的红颜知己之一。说吧，你是来做什么的？不一会，霸道的混沌灵力完全的镇压住了苏妹儿，接着对苏妹儿道：“我是来为青离姐姐报仇的，你欺负了她，还要和别人成婚。”苏妹儿轻咬着红唇，接着说道：“之前苏妹儿原本想在黄泉魔宗对付楚云的，没想到楚云离开魔宗许久没有回来，再加上苏妹儿知晓了楚云和洛神族联姻的事情，于是苏妹儿便来到了楚家，准备来招瓮中捉鳖。我知道了，给他报仇嘛。我和叶青离好像没什么关系吧？”楚云耸了耸肩，接着淡淡的说道：“算了，无所谓了，既然你主动送上门的话，那我可不浪费了。”“不浪费？你想干嘛？”听到楚云的话，苏妹儿的脸色微变，连忙问道：“待会你就知道了。”楚云眉头一挑，接着把被镇压的苏妹儿丢到了床上，目光火热地盯着。“你想心耗我？”感受到周围的柔软，苏妹儿终于慌了，精致的脸上满是苍白之色。“别，楚云，你别冲动，我可是天妖狐族的公主，你若是心耗了我，会有大麻烦的。”苏妹儿接着继续道，身躯不断的颤抖：“我们天妖狐族绝对会跟你不死不休，我不怕麻烦，至于不死不休，那就不死不休吧。”楚云一步步的走向了苏妹儿，眼里没有丝毫的惧色。这个苏妹儿既然敢来对付自己，楚云自然是不会放过了。而且楚云连天命主角萧晨他母亲都敢心耗，区区一个天命主角的红颜知己更是不在话下了。等等，求你别心耗我，只要你答应我，我可以给你一株10万年的极品神药。见楚云丝毫没有止步，苏妹儿再次说道，眼里满是恳求之色。丁，检测到宿主当前经历，触发无敌选择。选择1，答应苏妹儿的请求，奖励乱骨神拳。选择2，拒绝苏妹儿的请求，奖励荒天神掌。乱骨神拳，乱骨大帝的拳法神通，蕴含着混乱力量的顶级拳法荒天神掌。荒天大帝的掌法神通，蕴含着毁灭力量的顶级掌法。就在这时候，楚云的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触发选择了。楚云的眼睛一亮，果然和天命主角的人打交道更容易触发选择。2道神通都是属于顶尖大帝的强大神通，蕴含着强大的破坏力。还有一株10万年的极品神药，楚云陷入了思索。10万年的极品神药是顶级的灵药，价值极为珍贵。普通的灵药能达到数万年已经是相当珍贵了，而能达到10万年的更是神药之中的极品，价值不可估量。行，我答应你，不信号你了。楚云思索了片刻，接着对前方的苏妹儿道。两人并没有爆发实质性的冲突，刚刚楚云也没有在苏妹儿的身上感知到杀意，显然这个小妞不过是想教训一下自己罢了。有个10万年极品神药已经可以了，更重要的是2天之后他就要和洛神族的大小姐成婚，可得留点精力。楚云公子，谢谢你。见楚云答应了自己，苏妹儿心里松了口气，同时又有一阵的不悦之色。毕竟她可是天妖狐族的公主，
魅力惊人，不知道有多少人拜倒在其石榴裙下，对其痴迷不已。如今楚云明明很点心就能，却放过了自己，实在是让苏沫儿的心里有些挫败，感觉自己的魅力似乎都下降了。呸呸呸，我怎么能这么想？我心里只有叶凡哥哥，才不要和别人星号呢。虽然这个家伙确实如青梨姐姐说的，帅得不像话。叮，恭喜宿主完成选择，获得乱骨神拳。此时在楚云的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楚云完成了选择。一道全新的拳法神通出现在了楚云的识海之中。10万年的极品神药交出来吧。确认选择完成之后，楚云接着对苏沫儿道。苏沫儿点点头，接着从自己的空间戒指里取出了一朵散发着深邃冰冷气息的雪莲花。雪莲花取出之后，整个房间的温度似乎都降低了许多，哪怕是楚云也感觉到了深邃的寒冷。楚云看向了雪莲花的根部，顿时看到了10道道韵流转的兽纹，显然这个雪莲确实是10万年的。10万年的冰山雪莲蕴含着精纯无比的本源灵韵，里面的灵韵不仅可以用来提升修为，增加本源，还可以用来炼制一些顶级的神丹和地丹，价值非凡，有着诸多不可思议的妙用。在一些丹道宗师的手中，价值堪比顶级大圣道冰，甚至准地冰。哗哗哗！这个时候，苏沫儿手中涌现出了一道玄妙无比的红色灵光，迅速包裹了10万年的冰山雪莲。楚云公子，这个冰山雪莲上有我的天妖之力封禁，等我安然离开之后，这个天妖之力封禁自然会解开。苏沫儿接着解释道。楚云点点头，这个苏沫儿还算有点脑子。刚刚楚云还有点享受了冰山雪莲，但既然他施展了这个手段，楚云就收敛了那个思绪。这个冰山雪莲对他还是挺有用的，既然交易达成，那楚云公子我就离开了。苏沫儿深吸了口气，接着对楚云道：你不能走。楚云淡淡的道：楚云公子，你什么意思？苏沫儿眉头微皱，我只是答应你不星号你，可没说放你走。你在这里好好陪我玩2天吧。楚云接着看着前方的苏沫儿道。苏沫儿听到楚云的话，苏沫儿一脸懵逼，陪你玩2天？这该死的小魔头竟然敢欺负我的主人，我咬死你！就在这时候，一只白色的兔子从苏沫儿腰间的灵兽带出来，直接跳到了楚云的身上，朝着楚云的胳膊就要狠狠地咬下去。只是白兔还没有咬下去，就被楚云抓住了。楚云公子，别伤害小白，小白不懂事。苏沫儿看到小白兔被楚云抓住，连忙抱着楚云的胳膊，娇媚无比的道。苏沫儿的身上有着极致的魅惑气息，楚云被抱住之后，顿时感觉到了一阵无名火出现。哦，这个小兔子差点咬死我，你要怎么补偿我？楚云转头看着旁边苏沫儿的惊人风景，轻声道。啊！苏沫儿闻言，整个人都不好了，差点咬死小白，只不过是涅槃境的小灵兽，连你的皮都咬不破。不过苏沫儿也知道，现在不是讨价还价的时候，你要怎么才能放过小白？苏沫儿接着娇艳欲滴的道。很简单，我现在生气了，你得让我不再生气才行。楚云一把苏沫儿拥入了怀中，展现了自己的生气。苏沫儿脸色微红，接着娇嗔道：你可是答应了我不星号的，我岂是出尔反尔的人？就算不，也有别的办法吧？你可是天妖狐族的公主，你别说你不懂。楚云勾起了苏沫儿的下巴，接着似笑非笑的道。听到楚云的话，苏沫儿心里更加纠结迷惘了。他自然是明白楚云的意思，只是他的心中依旧满是叶凡。他想着把自己的一切都留给叶凡，哪怕叶凡现在并不接受他，他也依旧想要保留那些。苏沫儿张了张嘴，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是看到旁边可怜兮兮的小白，苏沫儿顿时心软了。放心，我不会碰你的底线的，只是想体验一下你们天妖狐族的手段罢了。楚云为了让苏沫儿安心，接着说道。我明白，可记住你说的，不准超过底线。半晌之后，苏沫儿终于是低头了，轻声道：我楚云一言九鼎。楚云微微一笑道。接着楚云把旁边的小白放到了另一边。开始吧，应该不用我教你怎么做吧。楚云勾起了苏沫儿的下巴，接着道。我只是书上看到过，没有实践过，你不准凶我。苏沫儿轻咬着自己的红唇，眼眸秋波流转的道。没事，有2天的时间，你慢慢实践。楚云说道。苏沫儿点点头，接着挽起了自己的秀发。旁边的小白看着房间慢慢浮现的场景，瞪大了眼睛。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状态的苏沫儿，果然是大魔头，就知道欺负人。小白兔替苏沫儿打抱不平道。2日之后，楚云神清气爽地离开了房间，苏沫儿则是在房间里休息。虽然没有破坏底线，但是苏沫儿感觉自己似乎失去了更多。叶凡哥哥，我终究是为你守住了。苏沫儿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疲惫的笑容。小白，让我好好摸一摸。半晌之后，苏沫儿对不远处的小白道。才不要，你身上都是那个小魔头的。
小白一脸嫌弃的道，接着跳到了房间的窗边，不想和苏妹儿靠太近。苏妹儿，楚云离开房间之后，先是前去灵泉好好的清洗了一下，之后几位漂亮的侍女给楚云换上了绣着金边的华贵红袍。楚云本就是俊秀非凡，颜值气质属于一等一的存在，穿着华贵红袍的楚云更是多了一分独特的气质，无比的夺人眼球。少主真是太好看了，洛神族大小姐能与我们少主成婚，真是太幸运了。是啊，是啊，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少主简直太帅了，要是少主能抱我一下，让我成为少夫人，我也愿意啊。不远处的几位侍女看着俊朗无比、气质非凡的楚云，眼睛里满是异彩。现在楚云是楚家年轻一代最强天骄，所以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楚家的少主。楚云此次和洛神族成婚，洛神族那边我都打点好了，但是洛云熙的魅力太大，有不少的追求者，所以前往洛神族接亲可能会有些不长眼的家伙出来刁难，到时候若是有不长眼的，千万别手软，大婚就要多见点血才喜庆。楚云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楚应天来到了楚云的面前，微笑道：好，我明白了。楚云闻言点了点头，这是上古破灭圣符，可以爆发一次无敌圣人的灵力冲击，我给你300道。至于防御的话，这有一道龙鳞宝甲，是用真龙族的王族真龙龙鳞打造的，可以让你无视圣人之下的所有神通灵力攻击，圣人之上的法力冲击也会大幅度削弱。这是圣品附灵丹，一颗下去直接回复7成灵力。还有9转涅槃丹、清神丹。对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是通灵玉佩，若是真遇到破灭神符都无法解决的家伙，直接催动这个玉佩，会有人来帮你处理的。楚应天接着取出了一道道宝物，交给了楚云，告诫道。看着楚应天给予的诸多宝物，楚云的心里一阵安定，不愧是族长，安排的太周到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再给你500道破灭圣符吧。楚应天思虑片刻，接着再次取出了500道破灭圣符，交给了楚云。看着自己空间戒指那800道蕴含着无尽毁灭气息的圣符，楚云的心里充满了安全感。要是全部使用的话，就算是顶级的大圣也得狠狠吃一壶吧。看来族长果然不简单，如此多的宝物，哪怕是顶尖的圣族都不一定拿得出来。楚云的心里暗暗想到。不过楚云也没有想过去探寻族长的秘密，他能感受到楚应天是真的把自己当楚家族人，如此便够了，及时已到，启程前往洛神族迎亲。半晌之后，楚家长老看看天空初升的大日，接着高喊道。楚云闻言踏入了楚家门口的9条蛟龙华贵车辇，接着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响起，蛟龙车辇腾空而起，在诸多楚家强者的簇拥保护下，朝着洛神族的所在飞驰而去。希望一切顺利吧。楚应天看着渐渐远去的蛟龙车辇，低声喃喃道。族长，一定没问题的，现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洛神族已经没有反悔的余地了。一位楚家长老来到了楚应天的身边，轻声道。洛神族倒是不必担忧，我是怕有其他人会从中作梗。楚应天握了握自己的拳头，眼里闪过了一丝寒光，接着道。不过若是那些家伙真的跳出来的话，或许也是一个机会。东域洛神族，洛神族坐落在东域的洛神城，是天武界顶尖的上古神族，实力底蕴非凡，在东域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此时的洛神城里也是到处张灯结彩，充斥着喜庆的气息。洛神城内有着诸多各大势力的顶级强者，还有不少乾隆榜的天骄也来到了洛神城，想要见证洛云熙的联姻。毕竟洛云熙容貌绝美，天赋实力超然，还是乾隆榜前10的超级天骄，不知道有多少人深深的为之着迷沉溺。现在洛云熙突然和一个没落圣族的天骄联姻，完全是让诸多的天骄们痛心不已。我的云熙仙子终究还是要成为他人的嘛。哎，没想到强如云熙仙子也难逃家族联姻的道路。操，洛神族的族长是脑抽了吗？让云熙仙子嫁给什么楚家的少主？楚家是什么东西？我会守护好云熙仙子的。那个什么楚家少主想要迎娶云熙仙子，必须先过我这关。傻逼，过你这关？你算什么东西？哼，家父张大河，不少人嫉妒的后槽牙都咬碎了。那可是洛云熙竟然要和一个没落圣族的少主联姻。至于什么天风城楚家，更是少有人听过了。不过这个事情是洛神族决定的，诸多的天骄虽然万般不愿，但是也只能在心里发发牢骚。云熙，你今天真好看。洛神城的一处奢华无比的殿宇里，太古灵族公主周玉瑶看着前方五官精致、气质空灵，如同9天玄女的洛云熙道。此时的洛云熙身穿着红缎嫁衣，头戴金钗凤冠，明艳照人。在凤披霞冠的衬托下，本就容颜绝美、倾国倾城的洛云熙多了一分难以言喻的魅力。脸颊之中的红霞更是给人一种致命的吸引力，让周玉瑶完全移不开眼睛。真是便宜那个什么楚家少主了。哎，
这么漂亮的云溪，要委身于一个没落圣族的家伙。看着前方绝美动人、散发着惊人魅力的洛云溪，周玉瑶叹息道：“显然，身为洛云溪的闺中好友，周玉瑶是非常不赞同这门婚事的。在周玉瑶看来，别说是圣族，只有那些顶级的地族天骄才配得上洛云溪。况且楚家还真是曾经的圣族，早就没落了。若不是此次联姻，周玉瑶听都没听过什么楚家。云溪，真是太委屈你了。”周玉瑶越想越气，接着抱住洛云溪就哭了起来。玉瑶，没什么委屈的。当初要不是楚家族长救了我，我早就魂归天地了，哪还有现在的我？洛云溪看着前方哭红了眼的周玉瑶，接着道：“我多活了这么久，不管未来是什么，我都欣然接受。抱歉，云溪，你的大婚之日还要你安慰我。”听到洛云溪的话，周玉瑶心里一阵怜惜。云溪总是这么温柔，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总是这般温柔没事的。我知道你是担心我。洛云溪拍了拍周玉瑶的肩膀，轻声道。在洛云溪的安慰下，周玉瑶也慢慢的收敛了自己的情绪。云溪，以后要是那个什么楚云敢欺负你的话，可不许这么温柔。周玉瑶接着认真的对洛云溪道：“玉瑶，他可是我未来夫君，而且他欺负不了我的。”洛云溪微微一笑道：“说的也对，楚云不过一个小小的没落圣族少主，估计大婚连你的底线都破不了。”不一会，周玉瑶似乎想到了什么，脸上展露了笑容：“他可是我的夫君，我会帮他的。”洛云溪一脸认真的道。听到洛云溪的话，周玉瑶的脸色顿时变得僵硬。不过，你和你妹妹还真是一样，洛离她好像也看上了一个没落家族的少主，叫什么陆晨。周玉瑶接着想到了洛云溪的妹妹，说道：“你们两姐妹真不愧是两姐妹，我倒觉得那些外在的东西没这么重要。既然洛离选择了陆晨，那么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洛离可不是轻易就被哄骗的小姑娘。”洛云溪一脸认真的说道，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古灵精怪，同样是清纯动人的绝色少女。是啊，洛离一向很有自己主意的，或许那个陆晨真有几把刷子。周玉瑶也点点头道。虽然周玉瑶和洛离的关系不如洛云溪亲近，但是洛离可是洛神族钦定的未来神女，心思手段可是非常惊人。好了，不说你妹妹了，今天是你大婚的日子，你才是主角。周玉瑶压下了自己心中的思绪，接着对洛云溪道：“不过我倒是听说那个楚云的颜值非常高，是个顶中顶的大帅哥。”周玉瑶眼里闪过了狡黠之色，继续说道：“要是他真如传闻般帅气，我们可是闺中好友，到时候把你未来夫君借我玩玩呗。夫君要是愿意的话，我自然是没意见的。”洛云溪轻笑道：“好啊，云溪，你还真想让你夫君星号星号。”周玉瑶袭击着洛云溪的轻哼道。洛云溪也不甘示弱，两人在宫殿里玩闹了起来。洛神城天空之中，蛟龙车辇踩着红霞，缓慢地飞入了洛神城之中。不一会，蛟龙车辇停在了洛神城的红毯上。洛神族的大长老带着诸多的洛神族强者前往红毯处迎接。姑爷，请下来吧，我带你去西神殿见小姐。洛云溪的侍女晴儿来到了车辇的前方，恭敬地对车辇上的楚云道。此次洛神城周围的所有天骄强者都目光直勾勾地看着蛟龙车辇，想看迎娶洛云溪的楚云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楚云闻言缓缓下了车辇，身穿绣着金边华贵红袍的楚云刚下车，就感觉了周围的诸多视线。不过楚云也不惧，若是有人找麻烦，楚云也有应对之法。卧槽，颜值这么高，比合欢宗的那些男修炉鼎还更高，难怪能和洛神族联姻，果然是有独到之处。不过修为也太低了吧，才须神境也不错了，我之前还以为会是到宫境或者涅槃境呢。一个没落圣族的少主能有这个修为，已经是很强了。楚云现身之后，周围的诸多天骄强者们纷纷点评道，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楚云。这些人倒是挺和善的，没有太多激进的想法。楚云听到周围诸多天骄强者的小声议论，接着道：“姑爷，那是因为我们洛神族筛选了许多，那些过激的天骄强者都被我们洛神族提前请走了。”旁边的晴儿对楚云道：“原来如此。”楚云点点头，心中对洛神族的观念又改变了一些。原本楚云还以为洛神族就算不会从中作梗，也会给自己一些难堪，现在看来洛神族还是有格局的，主动剔除那些不稳定的因素，让婚礼可以更顺利的进行。在晴儿和诸多洛神族强者的带领下，楚云缓慢地朝着西神殿走去。周围的强者们观察了一会楚云之后，便没有过多的理会，而是自顾自地聊起了别的事情。毕竟此事是洛神族决定的，他们改变不了太多，不如老老实实吃席。至于那些顶级天骄们，虽然言语中并没有过激的话语，但是不少人都是用羡慕嫉妒恨的目光看着楚云，似乎非常想取其而代之。楚云自然是不会在意这些目光了，此时的他正在一步步地踏入西神殿，准备带着洛云溪回自己的楚家。楚云，
你这种没落圣族的垃圾配不上云溪，想要迎娶云溪，问问我的健达不答应。就在楚云缓缓地朝着前方走去的时候，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一个身穿着黑色劲装，手持天神兵长剑的青年迅速地朝着楚云冲击而来，那凶狠的目光似乎要把周围的一切撕碎。青年的眉心还有一个黑色的菱形印记，散发着恐怖骇人的气息，是夜神族的超级天骄叶怀义。他竟然混进来了，他可是云溪仙子的狂热追求者，这下有意思了。是啊，不知道那个楚云会怎么应对。叶怀义可是乾隆榜前30的顶级天骄，而且夜神族和洛神族一样，同为上古神族的顶尖种族，底蕴也强大，楚家在其面前简直和蝼蚁没什么区别。看到出现的黑色劲装青年，周围的天骄强者们纷纷议论道，虽然他们不会阻挠楚云，但是有人从中作梗，他们也乐得看热闹。总算是有人出手了，否则也太无聊了。楚云看着不远处的叶北，眼睛一亮，他空间戒指的诸多破灭圣符已经饥渴难耐了。只是就在楚云准备试试破灭圣符的力量之时，旁边的洛神族大长老右手轻抬，一抹霸道无比的灵机迅猛无比地轰向了叶怀义。轰！随着一阵恐怖的轰鸣声响起，叶怀义瞬间被霸道的灵力轰杀，变成了一具尸体。突然的爆杀让整个洛神城都变得死寂不已，众人完全没有想到洛神族的大长老会直接悍然出手，迅速斩杀叶怀义，这着实是出乎了他们所有人的预料。毕竟夜神族可是不弱于洛神族的上古神族，此番行为无疑是会让两家的势力关系不断恶化。楚云同样是微微愣了愣，也没想到是洛神族大长老会出手。今天是我洛神族和楚家成婚的日子，若是有不怕死的，尽管来捣乱吧。洛神族大长老接着缓缓地说道，语气极为的平静。姑爷，没有吓到你吧？捣乱者被解决了。威慑了周围的诸多其他强者之后，洛神族大长老接着笑眯眯地对楚云道，全然没有了刚刚的威严。没事，多谢大长老出手。楚云也微微一笑道，不用客气，我们是一家人。洛神族大长老神色柔和地说道。接着楚云继续朝着西神殿走去。有了刚刚的洛神族大长老的强势出手之后，再没有任何的意外，楚云顺利地抵达了西神殿的前方。在西神殿的前方有着一条浩荡无比的长河，长河灵力奔腾，磅礴的灵压在里面不断流转，仿佛天河一般。姑爷，这是我们洛神族的洛河之水，我们洛神族有族规，想要迎娶我们洛神族的人必须淌过这个洛河。洛神族大长老对着旁边的楚云说道。少主，这确实是洛神族的族规。旁边的楚家族人对楚云道，姑爷，你是我们族长亲自点头的联姻，只需要走个形式即可，这是避水珠，可以让你避免被洛河的强大灵压影响。洛神族大长老接着取出了一颗淡蓝色的珠子，对楚云道，不必了，既然这是洛神族的族规，我自当遵守，不必避水珠。楚云闻言拒绝了洛神族大长老。洛神族已经给出了自己的诚意，楚云自然也愿意淌这个洛河。洛神族大长老闻言，眼里闪过了一丝惊异之色，他没想到楚云会拒绝避水珠。姑爷，这个洛河乃是我们洛神族的神河，进入其中，肉身神魂都会受到强大的灵压冲击，等闲的天神境强者都承受不住。洛神族大长老接着劝说道，没事，我心里有数。楚云点头道。说完，楚云没有再犹豫，一脚直接踏入了洛河之中。此时周围洛神城其他的天骄强者们再次投射来了视线，他们自然也是察觉到了这边的情况，知晓楚云没有接下避水珠，直接踏入了洛河。不少人都是一阵玩味地看着楚云，想要看楚云的笑话。毕竟洛河的力量，周围的强者们都知道，别说是天神了，就算是普通的圣人也会感觉到一些压力。以往迎娶洛神族的天骄们或多或少都带了些可以抵御洛河之水灵压的宝物，如今楚云就这么直愣愣地踏入了洛河，实在是让诸多的天骄强者非常期待接下来楚云的狼狈。一旁的洛神族大长老也是微微愣了愣，没想到楚云直接踏入了洛河之中，根本不给他任何的补救措施，随时准备出手暗中给姑爷抵御洛河之水的灵压。洛神族大长老只能无奈地对旁边的其他洛神族强者道，轰！此时随着楚云踏入洛河之水，洛河爆发了极为强大的灵力，这些灵力如同暴风一般迅猛地冲向了楚云。洛河之水是纯净无比的圣水，被人踏入之后会爆发强大的灵压，把人挤出，保护自己的纯净。来吧！感受到周围强大无比的灵力冲击，楚云慢慢地运转了自己的混沌仙经。哗哗哗！随着混沌仙经的运转，那强大无比的灵力慢慢地被楚云吸收进入了自己的体内，迅速地提升着自己的修为。果然，只要能完全抵御得住这个洛河之水，这个洛河就是一个顶级的机缘。感受到自己体内不断攀升的灵力，楚云的心里满是欣喜之色。他自告奋勇不用避水珠踏入洛河，
一方面是为了展现自己的潜力，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修为了。很快，随着楚云的一步步踏入，汹涌而来的灵力风暴愈发的恐怖，楚云的修为也很快冲破了虚神境6重天的极限，达到了虚神境7重天，并且还在朝着虚神境8重天进发。这个楚云有2把刷子啊，竟然能游刃有余地承受洛河威压，还吸收洛河的灵韵，提升自己修为。确实，难怪洛神族会和一个没落古圣家族的少主联姻。这个楚云不仅颜值出众，潜力也是相当惊人。这个楚云绝对有踏入乾隆榜的潜力，等他修为境界提升上去，甚至乾隆榜前20也不是没有可能。周围的强者们看着不断吸收着洛河之水灵运提升修为的楚云，纷纷面露异色的道：楚云只不过是虚神境，能承受洛河之水的灵压已经相当惊人了，现在还能反过来吸收洛河之水的灵运提升修为，这更是骇人听闻。一旁的洛神族的大长老也是微微有些愣神，原本他只是出于对洛神族的脸面威严才优待楚云的，现在楚云这个优秀的表现让洛神族大长老有些改观了，或许这个楚云还真是云溪的好夫婿。洛神族大长老眼里有着宽慰之色，心里道：轰隆隆。此时楚云依旧在洛河之水里缓慢的前行，庞大的洛河之水灵韵疯狂地涌入楚云的体内，楚云的修为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攀升。没多久，楚云的修为踏入了虚神境8重天。在楚云踏入了洛河之水中央区域的时候，周围的灵压达到了极限，与此同时，涌入楚云体内的灵力也再度攀升了一个档次。这个洛河之水真是进对了。感受到自己体内疯狂暴涨的灵韵，楚云的心里满是欣喜之色。这种修为的暴涨速度超过了之前的所有，甚至比原始的灵韵还更加恐怖的。时间缓缓流逝，很快1刻钟过去，楚云的修为再次提升，达到了虚神境9重天。在楚云的修为踏入虚神境9重天之后，洛河之水也因为楚云吸收了太多的洛河之水灵韵，身上有了属于洛河之水的气息，灵压在迅速的降低。感受到周围降低的灵压，楚云明白洛河之水已经无法再让自己突破了。想到这，楚云没有丝毫犹豫，加快脚步迅速的上岸了。姑爷，你太厉害了，竟然凭自己的力量过了洛河之水。楚云刚上岸，侍女晴儿就声音柔和对楚云道，脸上洋溢着笑容。另一边的洛神族大长老也是释放着自己的善意。晴儿，时候不早了，快带姑爷去找小姐吧，别误了吉时。晴儿点点头，接着带着楚云朝着西神殿走去。此时洛神城的诸多天骄强者们也是目光复杂地看着前往西神殿的楚云，以他们的眼光自然是能看出来楚云的潜力不可限量，或许未来有与洛云溪真正并肩的机会。楚云在晴儿的带领下踏入了西神殿。西神殿异常的奢华，到处都有华丽喜庆的装饰。楚云踩着金边红毯缓缓地走进了西神殿。不一会，楚云在西神殿的尽头看到了一位凤冠霞帔披着红盖头的女子。虽然看不到女子的容貌，但是其窈窕的身段以及身上隐隐散发的气质依旧让楚云眼睛一亮。在洛云溪的身边还有一位倾国倾城气质出众的绝美女子。女子身穿淡红色长裙，衣袂飘飘，气质也异常的出众。那是小姐的闺中好友，太古灵族公主周玉瑶。晴儿跟在楚云的身边传音给楚云介绍道。接着楚云一步步地走向了洛云溪，很快就到了洛云溪的身边，牵起了洛云溪的纤纤玉手。洛云溪身边的周玉瑶看着俊朗无比，宛如谪仙一般的楚云也是微微有些失神。显然楚云的无敌颜值让周玉瑶心里荡漾了起来。云溪，你夫君真是太好看了，以后绝对要借我玩玩。回过神之后，周玉瑶连忙给洛云溪传音道。洛云溪心里一滞，没有理会周玉瑶。此时被楚云牵着手，洛云溪也是心脏砰砰直跳，感受到了一股从未有过的紧张。吉时已到，姑爷快带着小姐走吧。半晌之后，晴儿眉眼弯弯地对楚云道。楚云点点头，牵着洛云溪缓缓地走了出去。晴儿和周玉瑶也跟在两人的身后。楚云，好好带我女儿，不准欺负她，不然……在楚云牵着洛云溪离开西神殿之后，一阵苍老威严的声音传入了楚云的脑海。只是洛神族族长似乎想到了什么，终究是没有说出威胁的话语。楚云没有说话，只是握紧了洛云溪的手，朝着外面走去。两人携手前行，洛神城的诸多强者们都是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携手的两人。因为之前叶怀义的下场，所以并没有什么人捣乱。很快，楚云带着洛云溪上了9条蛟龙车辇，携带着诸多的洛神族宝物，迅速地朝着楚家飞驰而去。神子殿下就这么让云溪仙子嫁给那个楚云吗？洛神城一处高楼处，一位圣人境的仆从对身旁一位五官俊美的青年道。青年正是堕神族的神子李无忧。李无忧身穿黑色锦袍，眉心有着一道深幽的特殊印记，散发着玄妙的气息。洛神族铁了心要把云溪嫁给那个废物家伙，这没办法，
李无忧看着渐渐远去消散的九龙车辇，郁闷的道。旁边的圣人净仆从点点头，叶神族的叶怀义都被直接斩杀，可见洛神族的决心。李无忧毕竟还只是神子，还没有全盘掌握舵神族，根本无法应对这种局面。哼，取到云溪算什么本事？能守住云溪才是本事。李无忧把手中的杯子直接捏成了麻花，沉声道：神子殿下说的是，那个楚云娶了不该娶的人，以后定然有大麻烦。旁边的圣人仆从附和道。接着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脸上一阵叹息，只是可惜了云溪仙子的清白，便宜那个楚家的小白脸了。砰！仆人的话说完，旁边的李无忧重重地捶了捶前方的白玉石桌，恐怖的碰撞声响起，白玉石桌应声碎裂。云溪这么骄傲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委身于一个楚家的废物？他肯定是不会给他的。李无忧冷冷地说道，声音极为的冰冷。神子殿下说的是我考虑不周了。那个小白脸怎么可能？圣人境仆从连忙说道。不过云溪仙子嫁给楚家那个小白脸也好，这样我要得到云溪，只需要搞定楚家即可，不需要和其他人竞争了。不一会，李无忧似乎想到了什么，眼里闪过了一丝异彩，接着说道，当然前提是那个小白脸能顺利的成婚。轰！距离天风城1000余里的天空之中，恐怖的轰鸣声不断响起，诸多散发着可怕气息的强者施展着诸多的大神通，疯狂地冲击着天空之中的九龙车辇，以及洛神族和楚家的强者周围还有不少的顶级阵法，疯狂地扭曲着一切。显然这是早有预谋的冲击。姑爷，这次不用你出手，不过是些杂鱼而已，我们很快就解决了。一位洛神族的强者对车辇内的楚云和洛云熙道。果然没这么顺利，虽然在洛神族没有遇到什么波折，但是回城的路上已经遭遇了8次的围杀了。车辇内，楚云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轻声道，算上这一次已经是第9次了。连续的多次被围杀，楚云的破灭圣符也消耗了许多，现在只剩下了不到100道。夫君是不是有些后悔和我联姻了？这个时候，旁边的洛云熙突然开口说道。当然不后悔，这点程度的袭杀根本动摇不了我。楚云直接把洛云熙搂进了自己的怀里，缓缓地说道。在这之前，楚云就知道了迎娶洛云熙必然会遭遇诸多风险的，不过楚云也不在意，相比这些风险，自己得到的可更多。没多久，外面的冲杀声消失。姑爷，解决了，这些人看起来像是白骨阴宗的。战斗结束之后，外面的洛神族长老对楚云道，白骨阴宗，他们有胆子来围杀我们。楚云闻言眉头一挑，之前的围杀者都是一些圣地级势力，以及诸多的隐士古族，还有神族白骨阴宗，区区一个普通魔道势力，完全是八竿子都打不到的存在。或许是别人假借白骨阴宗的身份。旁边的洛云熙思索了片刻道，有可能。楚云回应道，白骨阴宗是魔道宗门之中有不少影响力的势力，许多正道宗门做了一些不合适的事情，都会把黑锅推到白骨阴宗的身上。不仅是那些正道势力，据楚云所知，就连他们黄泉魔宗有些时候都会把黑锅甩给白骨阴宗。白骨阴宗也从不辟谣，不解释，只是默默地负重前行。紧接着楚云也没有过多的在意，马上就到楚家了，回城的威胁应该告一段落了。两人接着也没有再闲谈，而是闭目休息。随着楚云闭上了自己的眼睛，没多久，楚云突然感觉昏昏沉沉的，感觉自己的身体在不断往下坠。当楚云再次睁开眼睛，发现四周一片昏暗，仿佛置身于一片陌生的黑暗迷雾世界，完全看不清。哗哗哗！接着四面八方汹涌而来一道道异常可怕的黑色迷雾，这些黑色迷雾如同潮水一般，想要把楚云彻底淹没。楚云眉头微皱，身体高高跃起，躲开了这些黑色迷雾的汹涌。只是在楚云躲开黑色迷雾之后，周围再次出现了更多的黑色利刃，无穷无尽的黑色利刃迅猛无比地冲向了楚云。楚云连忙催动了自己的龙鳞宝甲，想要立刻抵挡这些黑色利刃。但是楚云发现自己的龙鳞宝甲似乎不在身上一般，完全催动不起来。楚云的心里一惊，连忙施展浮光掠影，再次闪开了这片区域。离开那片区域之后，楚云接着催动了自己的诸多其他宝物，但是那些宝物都像是消失了一般，完全没有出现。楚云，别费力气了，这是我的天魂领域，现在被拉进来的是你的灵魂，你的那些宝物防护手段全都没用了。不一会，一阵低沉沙哑的声音响起，接着前方的空间一阵扭曲，一个黑衣男子出现在了楚云的面前。天魂领域，你是魂族的人？楚云闻言脸色微变。魂族是天武界一个异常神秘的种族，他们专精修行神魂力量，精通暗杀、夺舍、炼丹炼器，在天武界有着独特的影响力，属于非常难缠的种族。不错，本座正是魂族魂玉生，你的人生以后就由本座继承吧。黑衣男子声音沙哑地说道，
眼里闪烁着幽光，原来是想要夺舍我。楚云的双眼微眯，目光冰冷无比。天魂领域则是魂族的顶级魂道神通，可以无声无息间把别人的神魂拉入未知的领域进行夺舍。在这个领域里，任何的神兵宝物都无法催动，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只是施展这个天魂领域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哪怕是魂族也无法轻易施展。楚云没想到自己这么香饽饽，竟然连魂族都想插一手。乖乖被我夺舍吧，我会好好品尝你的新婚夫人的。魂玉生舔了舔自己的嘴唇，说完，魂玉生没有任何的犹豫，整个人化成了一道光，引朝着楚云冲击而去，想要夺舍楚云的神魂。楚云就这么静静地看着魂玉生的冲击，仿佛已经被吓傻了一般，不做任何的反抗。哈哈，楚云，算你识相，我会让你少点痛苦的。魂玉生见楚云根本不抵抗，连忙大笑道：呼呼呼！只是当魂玉生的魂体就要深入楚云的身体之时，在楚云的周身出现了一道淡蓝色的火焰。这个火焰出现之后，整个领域的温度陡然攀升，变得炙热了许多。不啊，好痛！净灵神火出现的太快，魂玉生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就撞到了净灵神火上。炙热的净灵神火是魂体和邪祟的克星，这和净灵神火的亲密接触，顿时让魂玉生承受了难以言喻的巨大痛苦，那是灵魂被灼烧的痛苦异火。你小子怎么会有异火？吃痛的魂玉生颤抖无比的道，脸上满是恐惧之色。他万万没有想到楚云的身上会有异火。天魂领域虽然霸道无比，可以隔绝绝大部分的宝物以及手段，但是异火恰巧不在此列，只要炼化了异火，哪怕被拉入了天魂领域，也依旧可以施展出来。而且异火本就对神魂有着强大的伤害，更不用说是净灵神火这种邪祟克星了。呼呼呼！楚云没有说话，而是催动着自己的净灵神火，朝着魂玉生冲击而去。不要啊！给我个机会，别杀我！被异火包围的魂玉生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显然这个异火已经威胁到他的生命了。不必了，我觉得你不需要。楚云淡淡的说道。宋成威，你小子误我！魂玉生发出了最后的惨叫声，接着被异火彻底焚烧成了精纯无比的魂光。这个魂光是魂玉生的纯粹神魂力量精华本源，可以用来提升神魂力量。这个家伙已经半只脚踏入了圣人境了吧？神魂本源这么多。楚云右手轻抬，把神魂本源收入了自己的体内。有这些精纯的神魂本源，或许可以让我的神魂力量进入天神境。看着手中的神魂本源，楚云心里喃喃道：夫君，夫君。这时候一阵清脆悦耳的声音从冥冥之中传来。这个声音出现之后，整个天魂领域开始不断崩溃。当楚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九龙车辇，正靠在洛云熙的怀里。丝丝缕缕的沁人幽香从洛云熙的身上传来，撩拨着楚云的心弦。夫君，你怎么？洛云熙察觉到楚云的状态不好，接着对楚云道：我刚刚被魂族的天魂领域拉进去了。楚云深吸了口气，接着说道：天魂领域，魂族的家伙竟然出手了。夫君，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洛云熙脸色微变，连忙担忧地问道。听到洛云熙的话，楚云的心里一暖。虽然此时的洛云熙还披着红盖头，看不清面容，但是楚云能感受到洛云熙对自己的深切关心。没事，只是一个天魂领域而已，还奈何不了我。楚云接着回答道。洛云熙接着抓住了楚云的手，检查了一番楚云的身体，确定其没有任何问题之后，心里才安定下来。云熙，你可知道宋成威是什么人？那个魂族的家伙临时喊了这个名字。楚云想到了刚刚魂玉生的临时发言，接着道：宋成威是他让魂族的人出手的。洛云熙闻言，身上一阵灵机涌动，原本柔和的气息顿时变得有些凌厉。可能是那个魂族强者临时说宋成威误了他，或许和他有关。楚云接着道：那就是他了。宋成威是巨象圣宗的圣子，霸道无比，他曾经多次对我表露过心意，不过我拒绝了。洛云熙缓缓的道：原来如此，还真是红颜祸水。楚云摸了摸自己的下巴，接着说道：夫君，对不起。洛云熙接着小声柔弱的对楚云道：没事，这和你没关系。楚云握住洛云熙的手，轻声道：姑爷，小姐，到了楚家了。这个时候，车辇外传来了轻而轻柔的声音。这个事情先记下吧，日后再处理。楚云对洛云熙道。洛云熙点点头，现在确实不是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接着，楚云牵着洛云熙的手离开了车辇。此时的楚家同样聚集了许多顶级强者，到处都是热闹欢腾无比。楚云，这一路还顺利吧？下了车辇之后，楚阴天来到了楚云的面前，微笑道：一切顺利。楚云点点头，声音轻柔的道：族长的安排还是非常到位的，尤其是回城的途中有不少实力强劲的敌人，但是都被解决了。
在楚云回来之后，宴席开始，整个天风城热闹非凡，尤其是楚家更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热烈的声音就没断过。前来的宾客们都是把视线投放在了楚云的身上，打量着这个迎娶了洛神族大小姐的幸运儿。婚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时间缓缓流逝，很快婚宴进入尾声。楚云在诸多楚家族人的簇拥下，来到了楚家深处的婚房。婚房里，大红色的床榻上，洛云熙正在端坐着，周围的柔和灼光和丝丝缕缕的幽香，营造出了极为旖旎轻松的氛围。楚云缓缓地来到了洛云熙的身边，接着慢慢地掀起了洛云熙的红盖头。红盖头掀起之后，一个五官精致、完美无瑕，宛如9天玄女般美丽的面容出现在楚云的眼前。看着前方绝美动人、美的不像话的洛云熙，楚云微微有些失神。虽然早知道洛云熙的容貌非常完美，但是当真正看到的时候，还是让楚云有些怦然心动。尤其是她身上那空灵的气质以及眸中的灵动，更是有一种别样的吸引力。洛云熙也是细细地打量着前方的楚云，深邃的眼眸中也闪过了一丝异彩。显然楚云的颜值也没让洛云熙失望，确实如周玉瑶所说，非常的完美。两人四目相对，旖旎的气氛在此刻缓慢的流动，让两人都有些紧张。夫君，看够了吗？半晌之后，洛云熙被楚云炙热的目光看得有些娇羞，轻声道：当然没有。楚云微微一笑，接着把洛云熙拥入了自己的怀中，微笑道：以后可以慢慢看。洛云熙声如细纹的道。楚云感受着自己怀里的柔软，心里也一阵复杂之色。他没想到自己竟然真的在这个世界和洛云熙成婚了。别的穿越者都是在浪了无数次之后，和诸多红颜知己一起成婚，大被同眠。自己倒好，还没浪多久，就已经踏入了婚姻。哦，对了，这是玄幻世界，那没事了，云熙，时间不早了，春宵一刻值千金，我们歇息吧。楚云压下了自己的思绪，接着对前方的洛云熙道：洛云熙轻声回应道：不错，这个洛云熙倒是挺上道的，没有像别的家伙那般，不到什么时候不准破除底线。夫君，我是第一次成婚，可以让我在。不一会，洛云熙接着对楚云道。楚云微微一愣，难道这个洛云熙是夫君？你是实力低微，我是怕你。洛云熙看着愣神的楚云，接着解释道：好，云熙，看来有必要让你看看我的实力了。楚云闻言轻哼道。接着楚云把洛云熙抱起，朝着前方的白玉桌子走去。10日之后，楚云感觉浑身都散架了，有些疲惫地从床榻上起身。旁边的白玉桌上已经穿好了衣裙，容光焕发的洛云熙收拾着前方一块有着刺目嫣红的白布。楚云看着前方散发着惊人魅力的洛云熙，心里一阵舒爽。洛云熙是洛神族的大小姐，天赋惊人，有着顶级的太阴道体，再加上洛神族的神族血脉，天赋在整个天武界都属于非常顶尖的一批，排在乾隆榜前5名。她修行也非常努力，年仅19岁便已经达到了天神境9重天，距离超凡入圣的圣者境也仅有1步之遥，其战斗力也早就到达了顶级圣者的境界，非常恐怖。这些天楚云可是真切地感觉到了洛云熙的强大，10日的疯狂战斗让楚云都有些顶不住。若不是有着凤凰涅槃经，楚云现在估计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了。而洛云熙却像个没事人一样，云淡风轻。看来还是要尽快把实力提升上去，不然夫纲难振啊。楚云的心里嘀咕道。夫君，我去洗漱一下拜见族长，你要再休息一下吗？洛云熙收拾好了白玉桌上的嫣红白布之后，接着转身对楚云道。听到洛云熙的话，楚云的眉头一挑，接着微笑道：不用，我也去，不过我没力气了，得你帮我洗漱。没问题。洛云熙接着说道。说完，洛云熙熟练地抱起了床上的楚云，朝着楚家的灵泉遁去。2个时辰之后，洛云熙带着更加疲惫的楚云离开了灵泉，前往了拜见楚家老族楚应天。楚家大殿，古色古香的偏殿之中。好，果然是郎才女貌，般配得很。有你们2个在，我们楚家必定会越来越辉煌。楚应天看着前方宛如金童玉女的楚云和洛云熙，爽朗地笑道，脸上满是笑容。显然对于洛云熙，楚应天也很满意。他之前就了解过洛云熙了，是个非常重情义的人。当初楚应天救治洛云熙的事情，虽然有楚应天的一些算计在里面，但是救命之恩是实打实的，洛云熙也一直把这个事情记在了心里。这也是为什么楚应天费这么多的功夫要让洛云熙嫁入楚家的原因。这样一个天赋实力卓绝又重情义的少女，楚应天觉得相当可以。这是此次大婚收到的贺礼，你们2人平分了吧。接着楚应天右手一挥，大批的天材地宝以及诸多的顶级资源灵物出现在了偏殿之中。诸多的灵物散发着惊人的灵韵，其中不乏一些顶级的圣药以及各种各样的丹药，还有圣兵灵宝、炼器材料在中央，
楚云还发现了上万斤的原石。楚云和骆云溪两人看着眼前的诸多宝物资源，心里一愣，显然是没想到楚应天会如此大的手笔，把此次婚宴的贺礼都给自己两人组长，这不合适吧？骆云溪有些犹豫的道。他知道，为了这次婚礼，楚应天也付出了相当多的代价。这些资源宝物虽然不少，但是和楚应天的消耗相比，还是差了许多。没事的，能把你们的实力提升上去才是最重要的。我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楚应天接着缓缓地说道。不需要这些东西了。骆云溪闻言心里一惊，难道族长他已经行？那我们就收下了。楚云没有客气，现在的他正是需要勇猛精进的时候，这些资源灵物刚好可以让他的修为提升不少。接着楚云和骆云溪便把偏殿里的这些宝物全都瓜分了，两人都得到了许多的灵物资源。接着楚应天再次和两人闲谈一番之后，就让两人离去了。夫君，我打算回玄天圣的冲击圣者境，你要和我去玄天圣地修行吗？离开大殿之后，骆云溪接着对楚云道。这些天在和楚云疯狂战斗的时候，竟然撬动了骆云溪的瓶颈，让骆云溪有了晋级圣者境的契机。我们玄天圣地有神品灵脉，还有诸多的顶级修炼灵地，夫君去我们圣地修行必定有不少的裨益。骆云溪继续道。我去你们玄天圣地修行可以吗？我可是黄泉魔宗的弟子。楚云眉头一挑，接着说道。没问题，你是我的夫君，我是玄天圣地的圣女，让你入玄天圣地修行还是没有问题的。骆云溪接着说道。不过去了玄天圣地的话，或许会有不少的麻烦，有不少的玄天圣宗弟子或许会对你有意见。丁，检测到宿主当前经历，触发无敌选择。选择一，答应骆云溪的邀请，前往玄天圣地，奖励神像镇狱境。选择二，拒绝骆云溪的邀请，不去玄天圣地，奖励九转精神诀。神像镇狱境，极道炼体功法，以气凝神之法，可将人体内10万威力化成具象，具象可不断蜕变，具象化龙象，龙象化元象，元象化神象，修炼至绝巅，可得10万神象加身，一拳碎天地，颠覆日月，九转精神诀。极道炼体功法，以灵元助身之法，一转一重天，修炼至9转，可成就见神不坏之躯，威震9天，力撼天地。就在这时候，楚云的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楚云的心里一动，触发选择了2门极道炼体功法，看来这个选择也很重要。我明白了，那就去玄天圣地修行几天吧。至于麻烦，我不怕麻烦。楚云沉吟片刻，接着说道。玄天圣地是中域的圣地级势力，实力底蕴颇为的强大。现在楚云的修为已经达到了虚神境9重，楚云正打算去中域。现在既然骆云溪邀请，楚云正好去看看。而且楚云觉得，既然两人成婚了，那么他也该去玄天圣地宣示一下主权。更不用说还有神像镇狱境这门顶尖的极道炼体功法，楚云觉得自己有必要拿下。好，夫君，你快突破境界了吧？要不要先突破一下境界？我刚好也打磨一下自己的灵力。骆云溪闻言对楚云道。好，那就修行一下吧。楚云点点头道。他的混沌体霸道无比，只要有足够的修炼资源，可以无视瓶颈，迅速的提升修为。现在刚好楚应天给了不少的资源，楚云自然是想要快点把其转化为自己的实力了。接着两人分别各自前往楚家的修炼密室，提升自己。楚家的修炼密室里，楚云把大量的修炼资源放在了自己修炼密室之中。诸多的资源在楚云的面前释放着海量的灵韵，其中有一些顶级的炼器材料被楚云挑了出来。他打算把那些顶尖的炼器材料用来提升惊雷神剑。有了这么多的炼器材料，或许可以把惊雷神剑提升至圣兵的境界。只是可惜玄天炼器诀只有一半，就算有材料，我也没法把惊雷神剑提升至圣兵，至多只能提升到天神兵的境界。看着前方的诸多顶级炼器材料，楚云的心里道。楚云在黄泉魔宗兑换的玄天炼器诀只是残卷，并不完整。不过玄天圣地应该有完整的玄天炼器诀，到时候让云溪给我搞来。楚云的心里浮现了一个念头，还有这个魂玉生的神魂本源，可以提升我的神魂境界。楚云接着取出了在天魂领域里得到的神魂本源，接下来就全力的提升自己，先突破真神境吧。楚云深吸了口气，接着立马运转了混沌仙经，疯狂地吸收着周围的诸多资源的灵韵，提升着自己的修为，朝着真神境冲击而去。突破真神境的关键是需要在体内凝聚神脉，这对不少的天骄来说都是颇为艰难的。但是楚云有着混沌体，修行的功法又是极为契合的混沌仙经，只要有足够的修炼资源，便能轻易的突破。哗哗哗，在楚云功法的不断运转下，大量的灵韵疯狂地涌入楚云的体内。2日之后，楚云的气息达到了极致，在楚云的体内出现了一道散发着璀璨灵光的金色神脉。只是这个金色神脉还稍显弱小，
但是却释放着极为骇人的气息。与此同时，楚云的身上也出现了属于真神境的气息。突破真神境了，云溪还没有打磨好灵力，那就继续修行，顺便把惊雷神剑练好，还有神魂本源转化为自己的神魂力量。楚云略微感受了一下自己的强大气息之后，便没有再过多的理会，他现在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接着，楚云再次陷入了深层次的修炼之中。时间就这么缓缓的流逝，天武界中域缥缈宗。缥缈宗是天武界的一个非常神秘的隐士宗门，它坐落在一处风景秀丽的山谷，山谷的四周还有诸多顶级的法阵，这些阵法彼此勾连，互相交织，守护着这个古老的宗门。在山谷的外面，一个身穿黑色劲装、神情坚毅的青年正在一步步地踏入山谷。青年一步步地踏入，每一步似乎都精纯地踏在阵法的关键点位，完全没有引起任何的异动。没想到10万年过去了，这里的阵法依旧没有任何的变化。看着这些熟悉的阵法，萧晨的心里喃喃道，眼里满是唏嘘之色。这些阵法萧晨以前也参与了布置，所以对这些阵法非常的熟悉，知晓这个阵法的所有薄弱点和关键。不一会，随着萧晨穿过最后一个关键的节点，萧晨成功的穿过了大片的法阵。这怎么会这样？穿越法阵之后，萧晨的瞳孔一缩，不敢置信的看着前方的场景。只见前方到处都是破败不堪的亭台楼阁和古老的殿宇，四周充斥着异常深邃的沧桑腐朽气息。萧晨一步步地走向了前方，在旁边长满了杂草的巨石处，看到了一个雕刻着缥缈宗3个大字的石碑。石碑上的大字苍劲有力，哪怕过去了无数年，依旧散发着强大无比的威压。10万年太久了吗？沧海桑田，就算是缥缈宗也依旧难逃岁月的侵蚀。看着眼前破败不堪的缥缈宗，萧晨两眼失神，身躯微微有些颤抖。自从觉醒了自己的前世记忆以来，萧晨第一次感觉到了承载了10万年岁月的厚重感。缥缈宗的建设，萧晨曾经是参与过的，他亲眼见证了缥缈宗的辉煌。曾经的缥缈宗到处都是物华天宝，灵机四溢，有着大量的顶级圣脉，乃至于地脉。诸多的阁楼殿宇异常的华丽非凡，宛如真正的人间仙境一般。只是现在这些破落的建筑没有丝毫灵机的区域，完全让萧晨有些无法把眼前的缥缈宗和以前那个堪比地宗的隐士强宗联系在一起。到底发生了什么？萧晨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浊气，眼里有着深邃的迷惘。曾经的缥缈宗也是顶尖的隐士宗门，实力非常的恐怖，周围的诸多护宗阵法更是连顶尖的至尊都难以轻易破开。接着萧晨继续慢慢地朝着缥缈宗的深处走去，看到周围熟悉的区域变得如此破败，萧晨的心里沉重无比。半晌之后，萧晨抵达了破败缥缈宗的后山。这里同样是破败不堪，充斥着荒芜寂灭的气息。萧晨没有理会后山周围的破败，而是径直走向了后山的一个长满了无数杂草、荒芜丛生的山洞。山洞的巨石大门紧闭，上面满是岁月侵蚀留下的痕迹。果然，这里还是没有出现问题。看着前方没有开启痕迹的山洞大门，萧晨低声喃喃道。接着，萧晨右手轻抬，手中的灵力化成了一道流星，缓慢地朝着山洞的巨石大门流转而去。随着萧晨释放的灵力不断流转，那紧闭的大门正在缓缓地打开。哗哗哗！在大门缓慢打开的时候，里面一道道深邃无比的灵机迅猛无比地喷涌而来。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能打开我们缥缈宗的天坟古洞？就在这时候，一阵清冷的声音从萧晨的身后传来。萧晨闻言缓缓转身，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身穿着紫色仙裙、身材玲珑、五官精致的绝美女子。女子皮肤白皙，紫色的仙裙勾勒出了完美的曲线，极为的诱人。尤其是女子那精致而又有些熟悉的面容，更是让萧晨身躯微微有些颤抖。子潇，你没事，没事就好，你没事就好。看到前方的紫裙绝色女子，萧晨的眼里满是激动之色。说着，萧晨就要冲上前去把绝色女子抱在怀中。只是萧晨还没有靠近，紫裙女子就打出了一道顶级的大神通迅猛无比的轰向了萧晨。轰！随着一阵恐怖轰鸣声的响起，萧晨顿时被这强大的灵力神通轰退了一段距离。你不是子潇，你是谁？看到紫裙女子那蕴含着丝丝缕缕血光的灵力，萧晨顿时明白了，眼前的紫裙女子并不是他的故友红颜子潇。毕竟他和子潇相识多年，子潇的灵力不是这样的，也不会这么弱小。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闯我们缥缈宗？紫裙女子接着说道。至于你说的子潇，那是我师尊。原来是子潇的徒儿吗？你和子潇真的很像，我是你师尊的好友。听到紫裙少女的话，萧晨的心里一阵恍然之色，看向紫裙少女的眼神变得柔和了许多。在紫裙少女的身上，萧晨仿佛看到了子潇的身影，真是故人之姿。不可能，我师尊9万多年前就离开天武界了，
你怎么会是我师尊的好友？紫群少女闻言，眉头微皱。你不过是个虚神境的小修士，要是9万多年前就认识我师尊，怎么可能现在还活着？你师尊离开天武界了。萧晨闻言微微愣了愣，显然是没想到这个紫霄会离开天武界。我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萧晨继续道。紫群女子闻言没有再多说什么，她能感觉到眼前的萧晨并没有什么恶意，而且萧晨轻车熟路地进入了缥缈宗，比他还熟练，甚至这个从未开启的天坟古洞也能轻易开启紫群女子隐隐感觉萧晨说的是真的，他真的是自己师尊的好友。你的修为也不过圣王境，怎么？突然萧晨似乎发现了什么，接着问向了紫群少女。我被师尊用神元封印了，1年前才苏醒。紫群少女接着说道。神元封印1年前才苏醒。萧晨闻言瞳孔一缩，他也是1年前才觉醒记忆的，为什么都是1年前？难道紫霄知道我会在这个时代重新出现？萧晨的心里泛起了滔天巨浪，思绪万千，只是现在萧晨的自己都不知道，理不清头绪，也没有任何线索。你知道这个天坟古洞里面有什么吗？紫群女子看向了前方的天坟古洞。我以前问过师尊，他总说我以后就知道了，现在是以后吗？进去就知道了。萧晨没有说话，而是轻声道。说完，萧晨直接踏入了天坟古洞里。紫群女子见状，也跟着萧晨的脚步进入了天坟古洞。天坟古洞里灵气异常的充裕，几乎是凝成了实质。那浓郁的天地灵力让身为圣王境的紫群女子都感觉到了丝丝缕缕的压力，但是萧晨却闲庭信步地走着，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不一会，两人抵达了天坟古洞的深处，这里有着10几株散发着浓郁清香的灵药，10万年灵药。紫群女子看着前方的灵药，眼睛一亮，早知道当初就多种一些了。萧晨看着前方的10几株10万年灵药，轻声道。原来这些灵药正是当初萧晨随手撒下的种子种下的。当时的萧晨并不知道自己有转世的一天，是你种下的吗？紫群女子眼神复杂地看着前方的萧晨。10万年过去了的话，那个东西或许也彻底成长了。突然萧晨的眼睛一亮，朝着前方走去。在前方有一个丹炉，萧晨打开丹炉的盖子，哗哗哗，顿时一阵恐怖至极的红色火焰从里面喷涌而出。这道红色火焰出现之后，整个山洞的灵机似乎都变得活跃了许多。紫群女子只感觉自己的体内的灵力运转速度都快了许多。这是陨落神炎，能够淬炼灵力，提升修炼速度的顶级辅助神火。感受到自己体内提升速度陡然快了许多的灵力，紫群少女瞳孔一缩，连忙道。萧晨点点头，神色复杂地看着前方的炙热红色异火。没错，这个就是陨落神炎。10万年前，这个陨落神炎还只是一道弱小的火苗，经过10万年的成长，火苗也终究成为了真正的神炎。萧晨说着，右手轻轻抬起，哗哗哗，顿时这个陨落神炎像是受到了召唤一般，飞到了萧晨的身边，在萧晨的手中停留，非常的乖巧。他说的是真的看到狂暴的陨落神炎在萧晨的手中如此乖巧，紫群少女心中再无半点怀疑，有了这个陨落神炎，可以让我的实力提升速度快上许多，我复仇夺回一切的时候不远了。还有这些10万年灵药，也能助我快速恢复实力。萧晨看着手中的陨落神炎，心里道。对了，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半晌之后，萧晨把陨落神炎和周围的诸多灵药全都收取后，看向了旁边的紫群少女。我叫紫霞。紫群少女缓缓的道，脸上展露了甜美的笑容。紫霞，你师尊当初……萧晨闻言点了点头，接着道。轰隆隆，就在萧晨打算再询问一些紫霄的事情之后，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恐怖的轰鸣声。砰！片刻之后，外面的诸多法阵就被强大的灵压彻底碾碎，化成了无数的碎屑。萧晨，我知道你在这里，给我滚出来！随着阵法的轰然破碎，外面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咆哮声。这是准帝的气息，为什么有准帝强者？感受到外面的可怕的气息，萧晨的瞳孔一缩，脸色变得极为难看。我们走，马上走，不然有大麻烦了。不过萧晨也知道现在不是纠结这个事情的时候，如今强敌来袭，逃跑是第一重要的。接着萧晨立马捏碎了腰间的一个虚空挪移符，带着紫霞离开了天坟古洞。半个月后，楚家修炼密室。修炼密室里，经过半个多月的吸收，修炼密室里的诸多天地资源灵运已经被楚云吸收的七七八八。楚云的修为也达到了真神4重天，并且神魂修为也在神魂本源的帮助下，成功的突破了真神境界，达到了天神境。如今修为大涨，达到了真神境4重天，诸多的顶级神通也掌握得非常强大。再加上我的混沌体以及混沌仙晶，就算面对那些天神境的超级天骄，也有与之一战的资格了。
楚云握了握自己的拳头，感受着自己体内磅礴无比的力量。这些天的修行让楚云的实力提升了非常多，该出关前往玄天圣地了。接着，楚云没有再迟疑，收敛自己的气息，直接离开了修炼密室。少主，你终于出关了，快去看看吧。荒古圣体叶凡前来我们楚家，想要找少主的麻烦。现在少夫人正在暴打叶凡。楚云刚离开密室，便听到了楚子航激动无比的声音：云溪在暴打荒古圣体叶凡。楚云的眉头一挑，眼里闪过一丝惊异之色，没想到叶凡竟然找上门来了。那去看看吧，楚云说道。接着，楚子航便带着楚云朝着外面走去。天风城，楚家演武场。楚家的演武场内，此时正在进行着激烈无比的大战。身穿着白色仙裙，飘飘欲仙的洛云溪正在和叶凡激斗着。说是激斗，其实是一面倒的碾压。洛云溪举手投足带着镇压一切的力量，恐怖的力量疯狂地宣泄而出，不断地碾压着叶凡。叶凡狼狈不堪，脸色苍白，身上到处鲜血横流，金色的血液在四处飞溅，散发着璀璨的流光。少夫人真是太强了，这个荒古圣体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来找我们少主的麻烦，这下被少夫人暴打了吧？就是，少夫人可是乾隆榜前10的超级天骄，对付一个荒古圣体不是跟杀鸡一样？舒服了，舒服了。叶凡来的时候是多么的嚣张，现在被打得跟狗一样。周围的诸多楚家族人们看到叶凡被洛云溪暴打，脸上满是快意之色。洛姑娘，你知道你的夫君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吗？你还要助纣为虐？演武场内，叶凡擦了擦自己嘴角的鲜血，接着憋屈无比的道：他可是星号了我的姐姐，他是个十足的魔头，完全不是人啊。叶凡一边说着，一边脑海中回想起那个流音石里的那让他血脉不断沸腾的声音。虽然那个声音让他成功的打破了第5道枷锁，并且达到了真神境，但是那个声音依旧让他承受了无尽的痛苦和煎熬。哦，那又如何？有什么问题吗？洛云溪听到叶凡的话，神色没有任何的波动，而是平静地问道：你楚云做了如此的恶心，你竟然无动于衷？你可是洛神族的大小姐，你的夫君这般邪恶，你就没有半点？看到洛云溪没有任何回应，叶凡愣了愣。他原本没想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的，但是他实在是被洛云溪压制的没有办法了。洛云溪是天神境巅峰的超级天骄，实力完全是碾压他的存在。刚刚的战斗已经是让叶凡没有任何脾气了。若不是洛云溪留了手，叶凡感觉自己10条命都被洛云溪彻底解决了。叶凡本以为自己把楚云的恶行搬出来，洛云溪就会和自己一样找楚云的麻烦，但是现在看来自己的打算落空了。洛云溪根本是非不分，完全的站在楚云这一边。想到这，叶凡的心里更是又羡又怒。楚云这个小魔头为何能娶到一个这么优秀并且善解人意的天之娇女？洛姑娘，不仅如此，我调查到楚云还和他们宗门现在的圣女宋廷玉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叶凡接着咬牙道，把自己调查到的事情再次说了出来。哦，洛云溪哦了一声，脸色依旧没有任何的变化，依旧全力的镇压着叶凡。曹感受到洛云溪越发恐怖的攻伐之势，叶凡脸都绿了。果然，叶凡这个家伙完全不是云溪的对手。此时，楚云也跟随着楚子航来到了演武场，看到了演武场上被打得不成样子的叶凡。洛姑娘，求你放过我弟弟吧，我弟弟不是有意要来挑衅楚云公子的。就在这时候，一个柔弱无比的声音传来，一个五官精致、肌肤胜雪的绝美少女来到了演武场的中央，挡在了叶不凡的面前，一脸恳求地看着洛云溪。青离，你快走开。叶凡看着前方柔弱无比的姐姐，连忙道。洛云溪仔细地打量着前方的柔弱少女，眼里有着异彩流转，果然是个极品美人。洛云溪心里暗道：洛姑娘，求你了，别打了可以吗？叶青离接着对洛云溪道：你问我没用，你去求我夫君吧，我听他的。洛云溪沉吟片刻，接着对前方的叶青离道：求你夫君。叶青离闻言，脸上微红，轻咬着红唇，似乎在纠结着什么。姐，你别去求那个小魔头，我没事的，我没事的。叶凡见状，连忙对前方的叶青离道。叶青离转身看着自己满是伤痕、气血不断衰败的弟弟，心里疼痛无比。他自然是知道叶凡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来的，既然这一切是因我而起，那么也该由我来结束。叶青离眼里闪过了一丝坚定，接着坚定无比地走向了不远处刚刚来到演武场的楚云。由于叶青离和洛云溪两人交谈的声音并不大，所以周围的诸多强者都不知道叶青离想要做什么。姐，不要！此时不远处被洛云溪的灵力迅猛镇压的叶凡看到走向楚云的叶青离，眼里满是恐惧之色，连忙呐喊道，想要出言阻止叶青离。轰！只是洛云溪右手轻抬，
一抹霸道无比的灵力直接汹涌向了叶凡，直接把叶凡的嘴堵住了，让他发不出任何的声音。楚云公子，求你让你夫人放了我弟弟吧，我弟弟快要被打死了。此时叶青离已经来到了楚云的面前，跪在了前方，楚楚可怜的道。看着前方的叶青离，楚云微微一愣，仿佛回到了自己刚穿越过来的第一天，那时候的叶青离也是这般可怜。楚云没有说话，只是看向了不远处被狠狠压制的叶凡。楚云公子，求你了，看在我们曾经也算是有过肌肤之亲的份上，给我弟弟一个机会吧，只要你让你夫人放了我弟弟，我愿意再陪你7天。叶青离见楚云不说话，连忙偷偷的传音给楚云道：丁，检测到宿主当前经历，触发神级选择。选择1，答应叶青离的请求，让洛云熙放过叶凡，奖励道家9秘之一，行自秘。选择2，拒绝叶青离的请求，奖励道家9秘之一，者自秘，行自秘。道家9秘之一，天武界失传已久的上古秘术，触及时间法则，天下极速的无敌秘术，并且可以无视法阵，无惧封锁，者自秘。道家9秘之一，治疗恢复类的盖世秘术，无论何种伤势都能迅速复原。叶青离的话刚传来，楚云的脑海中便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楚云的眼睛一亮，又触发选择了。这个叶青离还真是我的福星，2个选择都是9秘之一，诱惑很大啊。楚云的心里暗道，接着楚云思索着如何抉择，要不让云溪把叶凡直接斩了。突然楚云的心里浮现了一个念头，这可是天命主角，要是可以直接斩杀的话，那就少了不少的麻烦，而且2个选择的奖励都大差不差，对自己有着不小的帮助。只是楚云的念头刚起，冥冥之中就感觉到了一丝丝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在不远处的虚空似乎有一道若有若无的力量正在轻微的涌动。果然还是不行，暗中有护道者。楚云的心里叹了口气，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就算让洛云熙动手，也不可能真的斩杀叶凡。不远处的叶凡看着自己姐姐跪在楚云面前的场景，更是痛苦扭曲无比，身躯不断的颤抖。7天不够，至少1个月。楚云接着传音给叶青离道，既然无法斩杀叶凡，楚云自然是打算给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了。好，1个月就1个月，你快让你夫人收手吧。叶青离接着传音回应道，声音急切无比，其中似乎又有着一丝期待。云溪，到此为止吧。听到叶青离的回答，楚云没有再犹豫，一步踏上前方，握住了洛云熙的手，对洛云熙道：好，既然夫君开口了，那我就听夫君的。洛云熙的神情没有丝毫的变化，对楚云道。接着洛云熙便收起了自己的强大灵力。丁，恭喜宿主完成选择，获得行自秘。这时候楚云的脑海中也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楚云，你……没有了灵压镇压的叶凡看着前方的楚云，双目猩红，体内的灵机不断的暴动，似乎随时都要暴走。想到自己的姐姐被楚云糟蹋了这么久，自己无能为力，甚至还要让自己的姐姐再次低头求他，叶凡的心里就心如刀绞，宛如万虫在自己的体内撕咬一般，恨不得现在就狠狠地镇压楚云。砰！只是叶凡的话没说完，旁边的洛云熙便再次出手了，霸道的灵力迅猛无比地轰向了叶凡，直接把叶凡轰飞了。若是再出言不逊，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洛云熙对被轰飞的叶凡淡淡的道。叶凡咬着牙，感受到洛云熙身上的可怕气息，终究是没有再开口，只是目光依旧深深的看了楚云一眼，似乎想要把楚云完全的记在自己的心底。谢谢你，楚云公子，我会尽快来赴约的。此时叶青离来到了叶凡的身边，偷偷给楚云传音道。传完，接着就拖着重伤垂死的叶凡缓缓离开。在叶凡离去之后，周围的强者们也一个个的散去了。夫君，以后若是单独和叶凡这个家伙对上的话，要小心，有好几个绝巅大圣境界的护道者暗中守护着叶凡，若没有反制之力，尽量不要下死手。叶凡2人离开之后，洛云熙接着对楚云道：绝巅大圣境界的护道者，难怪气息这么可怕。楚云闻言瞳孔一缩，虽然刚刚楚云察觉到了有护道者，但是没想到竟然是绝巅大圣级别的，这样的超级强者在东域几乎是属于无敌的存在了。但是有好几位守护着叶凡，不愧是天命主角，楚云的心里暗道。不过楚云也没有过多的忌惮，护道者只是保护叶凡不死而已，不会干涉叶凡的成长。而有些特殊的地方，就算是有护道者也难以守护，楚云也不担心会没有办法解决叶凡，只是需要稍微合适的时机而已。好了，云溪，回去休息吧，辛苦你了。楚云接着对洛云溪道：我好好的奖励一下你。奖励我？夫君不用和叶凡的那个姐姐去赴约吗？洛云溪微微一笑，对楚云说道。云溪，我……听到洛云溪的话，楚云的心里一紧。洛云溪对他真是没话说，
方方面面都成楚云的心。如今骆云溪知道了自己与叶青离的事情，还是让楚云有些心里打鼓。没事的，夫君，你想做什么都行，我会全力支持你的。只是楚云的话没有说完，骆云溪的指尖便抵住了楚云的嘴唇，微笑地看着楚云道：做什么都全力的支持。楚云闻言眉头微皱，心里隐隐感觉有些不对劲。天武界虽然是实力为尊的玄幻大世界，并不禁止三妻四妾，但是任何女人在知道自己的夫君有着其他女人的时候，心里难免有些吃味。尤其是骆云溪还是洛神族的大小姐，身份高贵，天赋实力惊人，更是不会与其他女人共同喜欢一个男人。夫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用在意我的。骆云溪接着微笑地对楚云道。楚云看着前方的骆云溪，两人四目相对，楚云能看出来骆云溪眼里的淡然，自己的任何行为似乎都引不起他任何的情绪波动。显然他是真的不在乎。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楚云的心里出现了更多的疑惑，这是为什么？突然楚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句话：没有期待就没有失望。所以骆云溪从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的对自己有过真心，他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那纸婚约而已。想到这，楚云的心里又有一丝的不悦，同时又有一些疑惑。既然骆云溪并没有付出感情的想法，为何要应承这个婚约？这个婚约虽然族长信誓旦旦可以掌控一切，但是那可是洛神族，若是不愿意应下这个婚约，有太多的方法可以拖延甚至解除。还是骆云溪也有别的目的？楚云隐隐感觉自己似乎触摸到了一丝丝真相。夫君，你不是说要奖励我吗？这个时候骆云溪似乎察觉到了楚云情绪的微妙变化，眉眼弯弯，抱住楚云的胳膊道。楚云回过神来，看着前方绝美动人的骆云溪，心中的诸多思绪平静下来。左右骆云溪都已经是自己的人了，自己现在没必要思虑太多，希望只是我的错觉吧，楚云的心里想到。接着楚云没有再多想，带着骆云溪回到了房间，他要好好的奖励一下骆云溪。可恶的楚云，就知道躲在女人身后，不敢和我正面硬碰硬。天风城外一处风景优美的山谷，叶凡无能狂怒道，语气低沉无比。经过刚刚的事情，叶凡对楚云的仇恨更加的浓郁了，恨不得吃楚云的血肉。尤其是刚刚叶青离跪在楚云面前的画面，更是宛如一根穿心利刺一样，狠狠地扎在叶凡的心底，让叶凡心痛得几乎无法呼吸。明明自己的姐姐之前被楚云这般欺负了，现在却还要跪在楚云的面前，这种耻辱实在是让叶凡几乎要发狂。姐，委屈你了，要去求那个魔头。叶凡强压下自己心中的悲愤，接着对旁边的叶青离道，自己都这般痛苦了，他不知道自己这个孱弱的姐姐要如何承受这一切。我没事。此时的叶青离脑海中正在思索着自己什么时候去赴约，有些恍惚地回答着叶凡的安慰。姐，都是因为我这个魔头。看到叶青离这般失魂落魄，叶凡的心里更加悲痛了。我还是再去问问楚云吧，到底什么时候赴约？叶青离心里喃喃道。小叶子，你先在这里休息恢复一下吧，我有事情要去做。接着叶青离对着已经恢复了不少的叶凡道。姐，你去吧，不用管我，我没事的。叶凡以为叶青离是想要一个人冷静一下，接着宽慰道。叶青离点点头，接着把叶凡放好之后，就急匆匆地离去了。楚云，你给我等着，总有骆云溪不在的时候吧，到时候我一定要你好看。叶凡紧握着拳头，心里恶狠狠地想到。叶凡哥哥，你没事吧？不一会，一阵清脆悦耳的熟悉声音响起在叶凡的耳畔。叶凡挑剔，顿时看到一个五官精致、妩媚动人的绝美少女缓缓地朝着自己走来。梦儿，你怎么来了？叶凡看着前方的妩媚少女，脸上满是惊异之色。原来少女正是苏梦儿。我听说你来找楚云报仇，担心你，我就来看看。苏梦儿对叶凡道，眼里满是担忧之色。眼前叶凡的状态极为的糟糕，浑身流淌着鲜血，脸色苍白，像是大病了一场一般。那个楚云真是太过分了，明明看着状态糟糕的叶凡，苏梦儿的心里满是委屈。明明楚云都把自己也不看在自己的面子上，对叶凡轻点我没事，这不是楚云打的，他可没这个实力，要不是他夫人太强，我早就把楚云狠狠镇压了。叶凡看着担忧自己的苏妹儿，接着说道。原来是这样。苏妹儿恍然大悟，不过他的心里不置可否，他可是感受过楚云的力量，知道楚云的实力有多么恐怖。叶凡虽然有着荒古圣体，但只怕还不是那个魔头的对手。只是现在叶凡如此的重伤挫败，苏妹儿不想打击叶凡，而且他无法解释自己的情报来源，他总不能说自己差点和楚云真刀真枪的干了一场吧，这不合理。虽然他守住了底线，但是他依旧不想让叶凡知道。梦儿，你这里怎么了？怎么有一个红印？就在这时候，叶凡看到了苏梦儿脖颈处有着一个红色的印记，
这个印记让叶凡有些烦躁，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失去一般。没事，蚊子咬的。我不久之前在山林里修行，那里的蚊子很凶。苏妹儿的心里一紧，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胸口。之前楚云太狂暴了，自己有些痕迹都没有清理完毕。因为苏妹儿手微微抬起，手腕的衣裙轻微的滑落，露出了手臂上的更多的微红印记。蚊子这么凶吗？看到苏妹儿手臂处的微红痕迹，叶凡愣了愣。苏妹儿可是天妖狐族的公主，天赋实力恐怖，什么样的蚊子才能在苏妹儿的身上留下这种印记？是很凶的蚊子。苏妹儿想起之前完全不怜香惜玉的楚云，接着轻咬着红唇道：“那你以后修行可要小心点，别去蚊子这么凶的地方修行了。”叶凡接着对前方的苏妹儿道：“谢叶凡哥哥关心，我会小心的。”苏妹儿点点头，对前方的叶凡说道。只是苏妹儿的心里有些复杂，如果是之前叶凡这么关心她，她一定会非常开心激动的。毕竟她对叶凡真的是非常的喜欢。但是不知为何，现在叶凡这种突然的关心没有让苏妹儿有太多的欣喜，反而是有些索然无味。不过苏妹儿也不记得有什么问题，只感觉或许是自己太过疲惫了，状态不佳。叶凡哥哥，我被蚊子咬得有些不舒服，我去洗漱一下。苏妹儿接着对叶凡道：“小白，你在这里照顾叶凡哥哥吧。”说着，苏妹儿直接把小白召唤了出来。“去吧，妹儿，我没事。”叶凡说道。苏妹儿点头，接着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哎，叶凡哥哥，还是你更好更温柔，那个大魔头太凶了，就知道狠狠地干主人的。小白跳到了叶凡的怀里，接着一脸唏嘘的道：“小白，你说什么？妹儿被大魔头什么了？”小白的话一出，叶凡身体一僵，顿时感觉一阵深邃的冰冷涌上了心头，接着血液开始沸腾，体内的荒古圣体枷锁又在轻微的颤抖，似乎受到了驱动一般。叶凡哥哥，我瞎说的，主人没有被楚云那个大魔头狠狠欺负，真的，主人身上的伤痕都不是楚云弄的。小白意识到自己似乎说了不该说的话，连忙找补道：“梦儿被楚云。”叶凡感觉眼前一黑，整个人几乎都站不住了，身躯不断的颤抖。旋即叶凡体内的荒古圣体枷锁再次剧烈的颤动。“小白，把你知道的全都告诉我，一字一句，不要漏过任何细节，所有事情都告诉我。”叶凡的声音沙哑的道，眼神里满是红血丝，直勾勾的盯着小白。“叶凡哥哥。”看着前方的叶凡，小白心里满是纠结。“告诉我，我不会和妹儿说的。而且你不是一直想要去海天阁吗？只要你告诉我，我会带你去海天阁，让你尽情的大吃一顿。”叶凡看出了小白眼里的犹豫，接着对小白道：“好，叶凡哥哥，那我告诉你，我可不是为了去海天阁，而是不想主人被欺负哦。”小白思索了一瞬间，接着对叶凡道：“事情是这样的，主人。”接着小白便娓娓道来，把之前苏妹儿的一些经历慢慢告诉了叶凡。天风城楚家3日之后，容光焕发的骆云熙抱住楚云，缓缓地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两人如胶似漆，脸上都带着温和的笑容。显然这几天楚云的奖励让骆云熙非常的满意。“好了，夫君，我先回玄天圣地了，你去和你的小情人赴约吧。”离开房间之后，骆云熙接着对楚云道。两人在房间里奖励的时候，晴儿就告知了两人叶青离来了。“这是我的身份令牌，到时候你使用我的令牌直接来玄天圣地就行。”骆云熙说着，把自己的身份令牌交给了楚云。说完，骆云熙没有任何留恋的直接离开了楚家。楚云看着离去的骆云熙，再次感觉到了一股若有若无的疏离感，仿佛这些天和骆云熙的缠绵都不过是梦幻一般。“无妨，我也没有期待。”楚云的心里喃喃道，接着转身前去寻找叶青离了。楚家会客大殿，一袭白裙，清纯动人的叶青离正在大殿等待着。几日的等待让叶青离有些疲惫，整个人依靠在白玉桌上休憩，发出了绵长的呼吸。不一会，一阵低沉的脚步声传来，叶青离缓缓地抬头，揉了揉自己的惺忪睡眼，看向了前方，顿时看到了俊逸无比的楚云正在缓缓走来。“楚云公子，你来了。”看着缓缓走来的楚云，叶青离的疲惫顿时消除了许多，眼睛里泛起了璀璨的流光。“我来了。”楚云缓缓的道，不知是不是错觉，楚云发现叶青离的眼里似乎有着一丝丝的期待，这个期待仿佛比骆云熙还更加浓郁。“那你快点吧，我赶时间要回去照顾我弟弟。”叶青离颤抖着身体来到了楚云的面前，轻声对楚云道：“这么直接。”楚云的心里一滞，没想到这个天命主角的姐姐如此的直接。“行，那就快点吧，我也赶时间。”楚云微笑道。接着楚云上前拉住了叶青离，直接离开了会客大殿。“楚云，你要带我去哪里？”
叶青离见楚云直接带着他离去，接着疑惑地问道：“这个会客大殿旁边也有房间的，为什么要去别的地方？你跟我来就行。”楚云淡淡的道。叶青离闻言没有再多说什么，而是乖巧的被楚云拉着离开。没多久，在楚云的带领下，叶青离来到了一个精致奢华的房间。房间异常的华丽，到处都用喜庆的红饰品装饰，还有许多散发着清香的灵药。在房间的深处还有一个大红床，只是房间里有些混乱，不少的地方桌子、椅子、梳妆台、窗户边诸多的地方都像是被人为损坏了一般。这是你和洛姑娘的婚房。看到这个喜庆而又混乱的房间，叶青离终于是意识到了，这个房间正是楚云和洛云熙的婚房。周围的杂乱显然是两人荒唐造成的。没错。楚云点点头，接着说道：“我们要在这里完成交易吗？”叶青离轻咬着红唇，脸上有些迟疑的道：“这可是楚云和洛云熙的婚房，在叶青离看来，这是神圣无比的地方。而且，两人显然是不久之前还在这里想到自己待会要和楚云做的事情。”叶青离心里一片复杂，这是他从来没有设想过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楚云淡淡的说道，神色平静不已。洛姑娘知道了会不会生气啊？叶青离轻咬着红唇，接着有些犹豫的道：“虽然他觉得在这种地方有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就仿佛自己在，但是他可是见识过洛云熙的实力，知道其恐怖之处。若是他生气了，自己可要倒霉了。”“不会的。”楚云淡淡的道。“可是这可是洛姑娘。”叶青离还是有些害怕，接着说道：“别可是了，你到底干不干？”楚云双眼微眯，目光如炬的看着叶青离。“干，我干还不行吗？”叶青离见楚云似乎有些生气了，连忙说道：“好，那还不开始？要我教你怎么做吗？”楚云接着说道：“我知道了。”叶青离轻咬着红唇，脸上闪过了一丝羞红之色。接着，叶青离挽起了自己的秀发，慢慢，姑爷真是太过分了，竟然带着那个荒古圣体的姐姐在婚房里。婚房的门口，一袭浅黄色长裙的晴儿注意到房间里的动静，轻咬着红唇道：“她没想到楚云竟然这么大胆子。”虽然他也知道洛云熙并不会在乎，但是在这种地方，尤其是洛云熙还刚走不久，就这般实在是有点过分。晴儿想要劝说一下楚云，但是想到两人的关系，晴儿还是没有劝说。不行，我得听听两人到底，至少不能让小姐被蒙在鼓里。就在晴儿准备离开的时候，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念头。接着，晴儿小心地在房间门口侧耳倾听，聆听着那些奇妙的音讯。10日之后，在叶青离的强烈要求下，剩下的20日分期到后面再给。因为楚云的实力太过可怕了，虽然叶青离已经非常努力，施展了各种手段，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但是依旧只坚持了10天。之后，叶青离再没有了任何的战斗力，只能采取这种分期的方式。楚云也不在意，后面继续也无妨。你自己在这里好好休息吧，我走了，我接下来会去玄天圣地，你后面休息好了，可以来玄天圣的找我。楚云接着对前方已经没有任何力气的叶青离道。叶青离点了点头，回应了楚云。同时，叶青离心里也松了口气，自己不用死了，他感觉自己再继续真的会被星耗死的。看来这个楚云还是挺不错的，至少也会体贴一下我。叶青离的心里突然浮现一个念头，不，我怎么能这么想？这家伙就是个恶魔。感受到自己心里的复杂念头，叶青离连忙压下那些思绪。我只是因为他放了我的弟弟和他的交易而已，我才不想和他有太多的牵扯呢。叶青离的心里暗道。接着，叶青离没有再多想，全力地恢复着自己的状态。那就是玄天圣地吗？果然是物华天宝，天地灵机聚集之地。距离玄天圣地数百丈之外的高空之中，非洲上的楚云看着远处灵力浓郁、屹立在群山之巅的玄天圣地，一脸惊异的道。只见前方的玄天圣地有着无数的亭台宫殿，屹立在高耸的山峰之上。亭台宫殿与山峰形成了非常独特的布局，散发着惊人的气机，让这个本就灵气逼人的玄天圣地更加的神圣威严。姑爷，那当然，我们玄天圣地可是中域的顶尖圣地，在中域已经屹立了20多万年，底蕴影响力都是极为可怕的。非洲的旁边，晴儿对楚云说道。楚云点点头，光是从外面看，这些圣地级势力就比他的黄泉魔宗强大了不少。楚云还感觉到在诸多的山峰底下，有着极为浓郁的天地灵机，仿佛埋藏了无数的极品龙脉，在给玄天圣地输送着源源不断的天地精华。恭喜宿主完成选择，获得神象镇域境。随着非洲飞入玄天圣地的疆域，楚云的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楚云完成了洛云熙邀请前往玄天圣地的选择，哗哗哗，并且进入玄天圣地之后，浓郁的天地灵力疯狂地朝着楚云的体内汹涌而去。霸道的灵压让楚云的呼吸都变得粗重了几分。好强的灵压，这就是圣地的底蕴吗？
感受到那强大的灵压，楚云的心里喃喃道：这个浓郁的灵力可不是顶级修炼灵地，而是玄天圣地的普通地点。也就是说，在玄天圣地的任何地方都有这种浓郁的天地灵力。难怪这么多人削尖了脑袋都想进入圣地修行，光是这个灵力浓郁程度就相当给力了。楚云的心里暗想道，只是普通的区域灵力就这般强大，那玄天圣地的神品灵脉又是怎样的可怕？姑爷，第一次来圣地是会这样子的，因为这个圣地底下有着大量的灵脉，需要慢慢适应圣地的强大灵压，过半个时辰就好了。晴儿感受到了楚云的一些变化，接着对楚云道：我知道了。楚云点点头，那狂暴的灵压已经彻底的被楚云适应。姑爷，你适应这个圣地的灵压了。突然晴儿发现楚云已经不再受到这个灵压的影响，脸色微变。楚云点点头，姑爷，你也太厉害了吧，当初小姐来的时候都花费了2刻钟才完全适应这里的强大灵压，你竟然一会就完全适应了。听到楚云的话，晴儿更是震惊无比，只是一点灵压罢了，不值一提。楚云毫不在意的道，他有着混沌体，又修行了混沌仙经，还有如此多顶级的强大手段，肯定是可以迅速适应这个灵压了。看来姑爷果然不简单，不只是长得帅而已。晴儿的心里暗想道。进入了玄天圣地之后，楚云收起了飞舟，打量着四周的环境。玄天圣地也没让楚云失望，到处都是灵气晕燃，许多的弟子身上也有着强大的气息，哪怕是圣地的外门弟子也普遍有着道宫境的实力，内门弟子和真传弟子就更不用多说了，不乏真神境和天神境的存在。你就是楚云吧？这是1万斤原石，收下之后就离开云溪吧，你配不上云溪。就在这时候，一阵清朗无比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楚云朝着声源处望去，看到了一个身穿白袍颇为俊逸的青年正在缓缓走来，青年的身边还簇拥着不少气息强大的修行。一行人纷纷把目光看向了楚云，脸上满是不善之色。姑爷，这是我们玄天圣地大长老的孙子许明杰，他非常的喜欢小姐，是小姐的狂热追求者，只是小姐并不理会他。晴儿接着给楚云介绍着青年的身份，这个许明杰经常便招法送小姐东西，小姐强硬拒绝，他依旧不依不饶，甚至以死相逼让小姐收下。许多对小姐有想法的家伙都被这个家伙使用各种手段劝退了。原来是修2代兼云溪的超级舔狗。楚云的心里一动，你要是可以离开云溪的话，这空间戒指里的1万斤原石就是你的。许明杰接着缓缓的道，取出了一个空间戒指。1万斤原石，楚云，你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原石吧？快点收下吧，这是你最好的出路。1万斤原石足够你风光一辈子了。圣女殿下是我们玄天圣地的女神，任何人都不得玷污。你小子就赶快离开圣女殿下吧。没错，圣女殿下已经超凡入圣，和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你就别耽误圣女殿下了。许明杰身边的其他玄天圣地弟子们也是纷纷开口道，这就是正道宗门吗？明明恨不得把自己撕了，但是依旧以这种怀柔的手段让自己退出。楚云的心里暗道，要是这个情况发生在魔道宗门，楚云估计山门外就已经有不知道多少波的埋伏陷阱暗杀在等着招呼自己，想要安然来到玄天圣地都是个问题。许公子，我们2人已经成婚了，现在我们是名正言顺的夫妻，断然没有离开他的可能的。楚云沉吟片刻，接着缓缓地说道。楚云，你……听到楚云的话，许明杰的脸色微微变得有些难看，他没想到楚云竟然这么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不过若是你愿意再多付出点东西的话，我倒是可以答应你，不主动找云溪。就在这时候，楚云接着对许明杰道，不主动找圣女殿下。许明杰眉头一挑，没错，我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楚云接着说道，公子，这也是个好办法，只要这个楚云不主动去找圣女殿下，也能守护圣女殿下的清白啊。许明杰身边的一位玄天圣地的弟子小声地对许明杰道，对啊，只要这个家伙不主动找圣女殿下，同样可以守护圣女殿下的清白。行，那你还要什么东西？许明杰心中大定，接着对楚云问道，完整的玄天炼气诀，我想钻研一下炼气，另外1万斤原石不够，至少要2万斤。楚云思索了片刻，接着对许明杰道，什么2万斤原石再加玄天炼气诀，你怎么不去抢？听到楚云的话，许明杰人都傻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楚云竟然如此狮子大开口，张口要这么多东西。云溪可是洛神族的大小姐，又是你们玄天圣地的圣女，身份高贵，容貌气质更是大陆绝顶，2万斤原石和一个玄天炼气诀已经是良心价了。难道云溪不值这些东西？如果是你，让你不靠近云溪，这点东西你愿意吗？楚云眉头一挑，接着不悦的道，当然不愿意，云溪这么完美，给再多的。许明杰连忙说道，那不就是了，赶紧给吧，2万斤原石再加一个完整的玄天炼气诀，
我就可以不主动找云溪了。楚云接着说道。许明杰隐隐感觉有些不对，不过想到洛云溪不用再被楚云主动骚扰，又感觉挺划算的。行，记住你说的话，不准主动靠近圣女殿下，圣女殿下的清白由我来守护。许明杰接着咬牙道。2万斤原石虽然不少，但是在许明杰看来还是属于可以接受的范畴。放心，我楚云可是根正苗红的黄泉魔，不，楚家的少主，我的话一言九鼎。楚云接着说道。当然，要是云溪来找我，那我可没办法。哼，云溪会主动找你？你以为你是谁？不过是因为云溪善良，不想违背婚约罢了。不然，以你的身份，此生都难以和云溪产生任何的交集。许明杰不屑地说道，看向楚云的眼里满是鄙夷之色。行了，快把东西给我吧，我赶时间。楚云没有在意许明杰的异样眼神，催促道。哼，东域的土包子就是没格局，这点东西就放弃了。云溪听到楚云催促自己，许明杰的心里更是鄙夷了。接着许明杰立马从自己的空间戒指再次取出了不少的原石。我身上的原石不够了，你们身上的原石都给我。许明杰对旁边的其他玄天圣地弟子们道。诸多弟子们面露犹豫之色，要他们的原石。怎么，你们敢不听我的话？许明杰眉头一皱，目光直勾勾地看着诸多弟子，冷冷的道。众人被许明杰的目光盯着，一个个不敢再藏着掖着，把自己搜刮了个干干净净，总算是给楚云凑足了2万斤原石。原石凑齐了，玄天炼气诀等下，我会让人给你送过来。你记住，不准找云溪，否则欺骗我的后果，你承受不住。把原石交给楚云之后，许明杰接着对楚云说道。楚云点了点头，接着他似乎想到了什么，接着对许明杰道。对了，我不能找云溪的话，没有修炼洞府，我没办法修炼。你还想要修炼洞府？许明杰闻言，眼皮挑了挑，接着道。不给也行，我就在云溪的洞府外围，放心，我不会主动去找云溪的。楚云接着说道。等等，你想得美，想在圣女殿下的洞府外围修炼，不行，不就是洞府吗？我给你安排一个。许明杰闻言，脸都绿了，接着对楚云道。公子，我们可以给这个家伙安排在北玄峰，北玄峰是距离圣女峰最远的山峰，还能让这个楚云和圣女殿下保持距离。这个时候，旁边的一个玄天圣地弟子接着小声地对许明杰道，此法甚妙啊。听到旁边弟子的话，许明杰的眼睛一亮，心中的郁闷顿时削减了许多。你去北玄峰的修行，我给你安排一个上品的修炼洞府。许明杰的心中大定，眼珠子转了转，接着对楚云说道。那就多谢许公子了。楚云闻言，心里也是一动，这个许明杰还真是个好人，自己刚来到玄天圣地就给自己资源，又能给自己安排上品修炼洞府。玄天圣地不愧是玄门正宗，还是好人多在来的路上。晴儿给楚云介绍了不少关于玄天圣地的事情，其中修炼洞府在玄天圣地也是颇为珍贵的，有着下品、中品、上品以及圣品之分，每个品阶的修炼洞府差距极大，而且不是轻易能获得的。上品修炼洞府已经是非常顶级的修炼洞府了，一般只有圣地真传以及顶尖的长老才有资格拥有的。许明杰直接给了一个上品修炼洞府，可真的是相当阔绰了。没事的，只要你离圣女殿下远点，这都是小问题。许明杰拍了拍自己的胸脯，浑然不在意地说道。说完，许明杰也没有多说什么，立马安排弟子带着楚云前去北玄峰的上品修炼洞府。1刻钟之后，北玄峰一处散发着五彩斑斓异光的洞府面前。楚云，这就是我们公子给你安排的上品修炼洞府了，我们公子已经打点好了，这个洞府就是你的专属修炼洞府。玄天圣地的弟子对楚云说道。说完，那名弟子便直接离开了山峰。姑爷，这个洞府很危险。晴儿看着前方的散发着五彩异光的洞府，脸上满是担忧之色。很危险。楚云眉头一挑，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晴儿。姑爷，这个洞府的灵气非常的狂暴，一旦吸收进体内的话，会对经脉和肉身造成很大的损伤，尤其是这个五彩的异光，更是对神魂也会造成强大的冲击。之前有许多圣地长老在这里修行了之后，修为实力全方位倒退了许多，一些弟子来这里修炼神魂衰弱，现在都没有恢复过来。晴儿接着对楚云说道。姑爷，不要在这里修炼吧，我可以给你安排一个别的中品修炼洞府。这个许明杰还是有点心机的，给了我一个这样的上品修炼洞府。楚云的心里一动，也明白了为何这个许明杰这么痛快的就答应了自己，原来是在这里挖了坑给自己。不必了，我就在这里修行吧。楚云沉吟了片刻，接着缓缓地说道。这里的灵力虽然有问题，但是楚云可是有着混沌体和混沌仙晶，这种可怕的灵力对别人来说是砒霜，对楚云可没有太多的影响。可是姑爷，这里真的很危险。晴儿接着担忧地问道。哗哗哗，楚云没有说话，而是直接运转了自己的功法，霸道地吸收着远处的彩色异光。刹那间，无数的彩色灵力
如同暴风般汹涌向了楚云。在诸多彩色灵力的渲染下，楚云体内的灵力在缓慢的增长。姑爷好厉害，竟然真能吸收这里的灵力修行。看到楚云吸收了这个彩色灵力，没有任何的异常，晴儿瞪大了眼睛，脸上满是震惊之色。他之前可是看到过那些顶尖的圣王境长老吸收了这个灵力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而楚云竟然没有丝毫的影响，这实在是出乎了晴儿的预料。果然姑爷很厉害。晴儿眉眼弯弯，轻声道。确定了楚云没有问题之后，晴儿也不再担忧，同时准备离开这里。毕竟晴儿的修为太低，这里的彩色灵力对其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对了，你回去告诉云溪，我想他了，让他今晚洗干净来找我。晴儿离去之际，楚云接着对晴儿道：姑爷，小姐可是刚突破圣人境。晴儿闻言，脸上一阵羞红之色，没想到楚云这么没事，你跟他说就行。楚云毫不犹豫的道：好吧，我会跟小姐说。晴儿点头道。接着晴儿没有再逗留，离开了洞府。晴儿离开之后，楚云直接进入了这个散发着五彩异光的洞府。进入洞府之后，更加狂暴的灵力汹涌向了楚云，深邃的灵力像是暴风一样被楚云吸收进了体内。果然，这个狂暴灵力丝毫影响不了我，混沌体太过霸道，完全可以免疫这些异常的灵力，甚至还可以淬炼我的肉身和神魂力量。感受到体内缓慢增长的灵力，楚云的脸上满是欣喜之色。接着楚云打量起了这个洞府。这个洞府也不愧是上品洞府，有着诸多的法阵守护，并且还有净室、修炼室、会客室、洗浴室，应有尽有。略微查看了一番之后，楚云来到了修炼室，准备参悟修行神象镇狱镜和道家9秘之一的行字秘。神象镇狱镜是极道炼体功法，异常的强大，尤其是对肉身潜力的开发更是有着恐怖的效果。而行字秘更是顶级的保命秘术，有着极致的速度。楚云之前得到了的虚空神符，经过多次的使用，里面的力量已经消耗了许多。现在有了这个行字秘，修行成功的话，就算虚空神符的力量彻底耗尽，楚云也有着强大的保命能力。而且行字秘是9秘之一，一旦修行成功的话，可以让接字秘的10倍战力触发概率提升，这同样可以极大的提升楚云的实力。紧接着楚云取出了自己的大道天杯，在大道天杯的帮助下，楚云的脑海中有着无数的灵光浮现，对神象镇狱镜和行字秘的感悟也越来越深。时间就这么缓缓流逝。云溪，恭喜你成功的踏入了圣人境。圣女峰的一个风景优美的亭子里，一位身姿曼妙、腰若拂柳、绝美动人的美妇对前方的骆云溪道。美妇正是骆云溪的师尊林清羽，也是玄天圣地的太上长老。这是为师的天之痕，便送给你吧。林清羽接着取出了一把散发着凌冽气息，仿佛要撕裂天穹的古剑，交给了骆云溪。师尊，我不能收，这可是师尊的随身佩剑。看到林清羽递过来的古剑，骆云溪连忙说道。这个天之痕自从骆云溪拜林清羽为师之后，骆云溪便看到林清羽一直把他带在身边，从未离身。有时候骆云溪甚至看到林清羽神色复杂地擦拭着这个天之痕，显然这个天之痕对林清羽非常重要，甚至有着特殊的意义。云溪，这个天之痕是上古神兵，有着斩断一切的能力，我曾经用我这般天之痕斩断了我的情丝，最后达到了这个境界。林清羽接着缓缓地对骆云溪道。你也知道，我们修炼的这门功法迟早都要与一切断绝的，为师不希望你真正的堕入红尘之中，若是真无法断绝，天之痕会给你帮助的。师尊，我不会陷入进去的，我很清楚我的道路，并且会一直坚持下去。骆云溪深吸了口气，接着坚定无比的道。看来你还是没有领悟太上忘情的真正含义。看到骆云溪这般冷静，林清羽的眼里罕见的出现了一丝失望之色。太上忘情的真正含义。骆云溪轻咬着红唇，神色有些恍惚。师尊，我……当骆云溪再次回过神的时候，发现林清羽已经消失在了自己的眼前。那散发着凌冽气息的天之痕已经被骆云溪握在了手中。太上忘情。骆云溪紧握着手中还有温热气息的天之痕，心里似有所悟，眼神里渐渐的有了一丝丝的坚定。小姐，我把姑爷带过来了。不一会，一阵清脆悦耳的声音传来。晴儿来到了亭子里，恭敬地对骆云溪道：带过来就可以，他现在在哪呢？骆云溪问道。小姐，姑爷现在在北玄峰的彩色修炼洞府，你可不知道，姑爷真是太厉害了。晴儿接着叽叽喳喳地说道，把楚云从许明杰身上搞了不少修炼资源，以及在彩色修炼洞府的事情都告诉了骆云溪。骆云溪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晴儿的讲述。对了，小姐，姑爷还让你洗干净，今晚去找他。晴儿最后把楚云的话也告诉了骆云溪。骆云溪闻言，脸上闪过了一丝羞红之色，他自然是明白楚云的意思了。不就是想消耗他？晴儿，
你跟我讲讲姑爷以前的事情吧。半晌之后，骆云溪接着对前方的晴儿道：小姐，你不是不在乎姑爷的过往吗？那些事情都很无聊，不想理会吗？晴儿闻言微微愣了愣，接着疑惑地问道。骆云溪和楚云的婚约定下之后，晴儿可是搜集了不少关于楚云的情报，只是骆云溪根本不在意，也没有听，对楚云的过往没有任何的好奇。我们毕竟成婚了，我还是要多了解一下他的。骆云溪握着手中的天之痕，接着说道。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知道的吧。姑爷他以前还只是楚家的一个普通弟子，加入了黄泉魔宗之后，晴儿也没有多想，开始讲述着他知道的关于楚云的事情。因为事关骆云溪的终身大事，所以晴儿把楚云的一切调查得很清楚。在晴儿的讲述下，骆云溪对楚云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北玄峰彩色修炼洞府，楚云依旧在参悟修行着行自秘和神象镇狱境。因为楚云早就学会了斗自秘和接自秘，再加上有着大道天碑的辅助，经过一天的感悟，楚云就把行自秘成功入门了。神象镇狱境则是相对简单的多，只是其需要大量的顶级炼体宝物。楚云虽然有不少的原石以及灵丹妙药，但是顶级的炼体宝物较少，无法支撑楚云修行这门极道炼体功法。看来要搜集一些顶尖的炼体宝物了。楚云的心里暗道，肉身力量的提升同样对实力非常重要。楚云的混沌体虽然强势无比，但是比不上荒古圣体、霸体以及金刚圣体等等诸多肉身一道的超级体质。若是修行了神象镇狱境，就能弥补这个短板，让楚云的肉身也能与那些气血肉身一道的超级体质比肩。行自秘已经入门，我的保命能力又提升了一大截，就算再次遇到宝物以及其他手段都无法使用时候，也能使用行自秘跑路了。接着楚云感受到了自己行自秘的强大之处，虽然只是入门，但是速度也非常恐怖，可以无视阵法禁制以及诸多其他手段的封禁，可谓真是来去自如。楚云，我来了。就在这时候，一阵清脆悦耳的声音传来，云溪来了。楚云的眼睛一亮，接着楚云立马离开了修炼密室，打开了洞府的防护法阵。打开阵法之后，身穿着白色仙裙绝美动人的骆云溪缓缓地踏入了洞府之中。看着缓缓进入洞府的骆云溪，楚云接着立马把骆云溪拥入了怀中。骆云溪已经是踏入了圣者境，身上散发着丝丝缕缕的圣威，再配合着其倾城绝色的容貌以及清冷无双的气质，让楚云感觉到了丝丝的悸动。夫君，骆云溪感受到楚云的气息，脸上也出现了酡红之色。你里面没？不一会，楚云似乎发现了什么，有些惊愕的道：夫君不喜欢吗？骆云溪脸色微红，接着柔情无比的道。看着眼前风情万种的骆云溪，楚云感觉他似乎和之前不一样了，身上那股若有若无的疏离气质少了许多。喜欢，当然喜欢。楚云没有再多想什么，和骆云溪在洞府里开始。接下来的时间里，骆云溪每天都会前往北玄峰的洞府和楚云相会。骆云溪突破圣者境之后，把自己的不少的资源也分给了楚云一部分。两人时常没日没夜的论道，因为楚云多次的利用大道天碑修行，再加上大眼道术，楚云对一些大道法则得了领悟，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让身为圣者境的骆云溪也收获颇丰。当然，楚云也在骆云溪的大道感悟上颇有收获。许明杰的玄天炼气诀也在几日之后送到了楚云的洞府，楚云也度过了平静舒心的一段时间。白天修炼，晚上论道，楚云的修为也在稳步增长，诸多神通也一步步掌握得更加彻底。20日之后的早上，骆云溪穿好了衣裙，精致绝美的脸上满是容光焕发之色。显然，这种日子对骆云溪来说也是非常的舒心。夫君，这是风狼妖圣的精血，应该可以助你修炼肉身力量。离别之际，骆云溪取出了10几瓶散发着强大力量的精血，交给了楚云。云溪，谢了。楚云点点头，直接收下了精血。妖圣级别的精血确实是强大的炼体神物，对神象镇狱境的修行也是有巨大好处。前些天，楚云已经在着手修行神象镇狱境，但是缺乏顶级的炼体神物，所以迟迟没有修行成功。有了这个妖圣精血，绝对可以成功入门。那我走了，晚上再来找你。骆云溪亲了亲楚云的脸蛋，接着说道。说完，骆云溪轻车熟路地离开了洞府。骆云溪离开之后，楚云立马回到了修炼密室当中。之前的修行虽然没有让楚云彻底入门神象镇狱境，但是已经相当接近了。咕噜，进入秘术，楚云把风狼妖圣的精血直接吞入了腹中。哗哗哗，妖圣精血蕴含的力量狂暴无比，在楚云的疯狂肆虐。还好我已经进入了真神境7重天，否则还真难以承受这个强大的妖圣精血力量。感受到体内那狂暴无比，仿佛要撕裂一切的精血力量，楚云的心里庆幸无比。风狼妖圣是妖圣之中的顶级大妖，实力底蕴非常的可怕，尤其是他的精血
蕴含的力量霸道非凡，普通的圣者境都无法轻易承受。楚云本以为自己进入了真神境，可以无视这些精血的狂暴力量，现在看来是楚云小看了妖圣精血的力量。达到现在的真神境7重天，楚云才堪堪能镇压住这些狂暴的精血力量。若是没突破之前，只怕经脉都要出现损害了，那就全力的修行吧，尽快把神象镇域境修行成功。接着，楚云压下了自己心中的思绪，全力的运转神象镇域境，吸收着妖圣精血的力量。时间就这么缓缓的流逝。公子，昨天晚上圣女殿下又去找那个楚云了。圣玄峰，一处散发着深邃无比灵力的洞府，一位玄天圣地的弟子来到许明杰的面前，恭敬无比的道：什么？圣女殿下又去找楚云了？这是第几次了？洞府里的许明杰悲痛无比，身躯不断的颤抖。公子，已经是第20次了。自从楚云来了我们玄天圣地之后，圣女殿下每天晚上都去找楚云，一天都没落下。旁边的玄天圣地弟子接着沉声说道：一天都没有落下，可恶可恶，楚云这个家伙到底有什么魅力？不就是长了一副好皮囊吗？为什么？听到旁边圣地弟子的话，许明杰的脸色扭曲无比。想到自己的女神被楚云这个东域的土著古圣少主夜夜，许明杰的心都在滴血。那可是他们玄天圣地的圣女，圣洁无比的云溪仙子，为什么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旁边的其他玄天圣地弟子们一个个也恨得牙痒痒。而且这个家伙还带着云溪在那种危险的洞府，他楚云死不足惜，可是云溪怎么可以？许明杰接着咬牙道，手中的灵石都被捏成了灵石碎屑。原本许明杰以为楚云答应了不主动找洛云溪，他们的圣女就不用受罪，没想到洛云溪竟然主动去找楚云，而且还是天天去。更重要的是，那个彩色洞府的灵机异常狂暴，对修士有着不小的伤害，所以那个上品修炼洞府才无人占据。也就是说，洛云溪要遭2份罪，这实在是让许明杰又恨又担心。不行，我不能让云溪有危险，立马在北玄峰重新找一个修炼洞府，让楚云晚上务必去新的洞府修行。那个彩色洞府太危险了。半晌之后，许明杰似乎想到了什么，接着咬牙道：公子，可是圣女殿下是那个楚云的夫人，我们再给她一个洞府，不是太便宜她了？旁边的玄天圣地弟子道：哼，那又如何？守护圣女殿下，我义不容辞，只是一个修炼洞府罢了。许明杰冷哼道，目光冷冽地扫视着那个弟子。那个弟子见状不敢再说话，老老实实地前去给楚云安排洞府。公子，那楚云怎么办？我们就这让那个楚云一直逍遥吗？不一会，又一位玄天圣地的弟子沉声说道，脸上同样是憋屈不已。我能有什么办法？圣女殿下已经下令了，任何玄天圣地的弟子不能针对楚云，否则他会出手的。许明杰深吸了口气，接着愤恨无比地说道。其实楚云来到了玄天圣地之后，因为和洛云溪成婚的缘故，有许多的玄天圣地的弟子都是对楚云非常的不待见，又许多弟子想要对付教训楚云，但是洛云溪已经发话了，不让别人针对楚云。诸多的弟子虽然心有不甘，但是也不敢忤逆洛云溪的命令。旁边的弟子们闻言，一个个脸色变得暗淡无比。公子，既然我们没有办法针对楚云，或许可以换一种思路。不一会，一位蓝袍弟子似乎想到了什么，接着道：换一种思路？你什么意思啊？许明杰闻言眉头一挑，疑惑地问道。洛云溪已经明年要护着楚云，许明杰尽管心中非常的不悦，但他也不敢忤逆，从圣女殿下的心里入手。那位蓝袍弟子眼珠子转了转，接着缓缓的道：别卖关子，说人话。许明杰淡淡的瞥了那位蓝袍弟子一眼，接着说道：是公子，圣女殿下一向讨厌那些风流成性，喜欢玩弄星号的修士，我们只要让楚云变成那种人，然后再把楚云的这些事情透露给圣女殿下，这样圣女殿下一定会厌恶楚云，到时候肯定就不会再和楚云亲近，甚至还会和楚云断开联系。那位蓝袍弟子接着说道，把自己的思路想法告诉了许明杰。许明杰闻言眼睛一亮，对啊，我们只要把楚云变成圣女殿下厌恶的人就好了。你小子还真 TM 是个人才，这种办法都想得出来。许明杰接着拍了拍那位弟子的肩膀，激动的道：只要我们找人去勾引楚云，让楚云犯错，这不是犯错，让他发挥自己的天性，这样我们可就没有针对楚云，圣女殿下也怪罪不了我了。哈哈，楚云啊楚云，没想到吧，我还有手段。许明杰越想越激动，仿佛已经看到了洛云溪和楚云彻底分道扬镳的场景了。不过公子，楚云那个家伙品尝过圣女殿下之后，一般的女修只怕难以动摇其心智。这个时候，又一位玄天圣地的弟子开口说道：这个确实，一般的女修不会有效果的。许明杰深以为然的点点头。换位思考，如果他是楚云，在和洛云溪有过亲密接触之后，也不会看上一般的女修。
这样的话倒是有点难度，要找到一个特别极品的女修。许明杰陷入了沉思，脑海中闪烁过一道道人影。身为玄天圣地大长老的孙子，许明杰自然是对玄天圣地的许多弟子有了解了。那些天赋强大、貌美无比的女修，许明杰都知道。但能比肩洛云溪的，还真是等等，好像还真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半晌之后，许明杰眼睛一亮，脑海中浮现出了一道青春亮丽的倩影。2日之后，北玄峰彩色修炼洞府，修炼室里，楚云盘坐在灵玉蒲团上，周围狂暴的天地灵力缓慢地注入楚云的体内，不断地淬炼着楚云的肉身和神魂力量，并且在楚云的体内，风狼妖圣的精血也在释放着源源不断的力量，提升着楚云的肉身。隐隐有着一道道低沉的猛兽咆哮声从楚云的身上响起。在楚云的体内，有着2万颗神秘威力已经化成了巨象威力。在2万颗巨象威力的加持下，楚云的身上散发着异常可怕的气息，仿佛有股强大的威压涌动。妖圣精血果然是好东西，让我的神象镇狱境成功入门，并且觉醒了2万的巨象威力。不一会，楚云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眼底满是欣喜之色。2万的神象威力虽然不多，但是也让楚云的肉身蜕变了许多，达到了堪比真神兵的地步。接下来可以收集更多的炼体神物，让自己的神象镇狱境继续提升。楚云的心里有了念头，梦魇兽，你带着小黑去给我寻找修炼资源和炼体神物，越多越好。接着楚云立马召唤了梦魇兽，准备让梦魇兽去给自己寻找提升自己的资源。玄天圣地的修炼环境比黄泉魔宗好太多了，楚云打算继续在这里修行。是，主人。梦魇兽从扭曲的空间走出，恭敬无比地对楚云道：对了，萧晨现在如何了？有没有他的情报？接着楚云问起了萧晨的近况。主人，柳如烟和罗非知道萧晨转世的消息，2人都是寝食难安，派遣了许多的强者前去追杀萧晨，并且发动了高额的悬赏，以100万金原石、1道地阶神通以及1把准地兵的奖励，想要找到萧晨，并且若是能成功活捉萧晨送到他们罗光帝朝的话，他们罗光帝朝还愿意付出一个人情。因为那个高额的悬赏，天武界绝大多数的杀手组织以及那些顶尖的顶级圣者甚至大圣都出动了。现在萧晨正在四处逃窜，疲于奔命，被无数的强者追杀。不过那个萧晨似乎还掌握着不少的手段，在如此多强者的追杀之下，依旧还没有被抓住。梦魇兽接着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诉了楚云。不错不错，这2个家伙有点魄力啊，竟然给了萧晨这么高额的悬赏。听到梦魇兽的话，楚云的心里一阵满意。对于他们能否解决萧晨，楚云并不在意，只要让萧晨没时间安稳的修行提升便可以。哪怕他是曾经的至尊，面对着这么多强者的围追堵截，能保住性命就已经是运气极好了。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迅速的提升修为，这基本不可能。而且柳如烟和罗非2人比自己更不想看到萧晨的修为提升，毕竟自己与萧晨不过是些小矛盾，他们和萧晨可是有着血仇，双方没有任何和解的可能的。叶凡呢？楚云接着问起了另一个天命主角叶凡的现状。因为叶凡姐姐的事情，楚云知道叶凡对自己的仇恨只比萧晨对自己的更深。主人，前不久叶凡偷偷来到玄天圣地，似乎想要找主人的麻烦，但是被云溪姑娘再次暴打了一顿，本源几乎都打得溃散了，差点就被废了。是地族江家的公主江青衣出面，才平息了云溪姑娘的怒火，让叶凡没有成为一个废人。后面叶凡就被带回了江家，现在还在江家恢复修行。梦魇兽接着道，把叶凡的近况也告诉了楚云。听到梦魇兽的话，楚云的心中大定，2个天命主角现在都无法威胁到自己，让楚云的心中满是安全感。不过也不能坐以待毙，我得尽快的把自己的实力提升上去。这些天命主角都是天道眷顾的气运之子，搞不好什么时候就爆中了。把自己的实力提升上去才是王道，以绝对的实力镇压一切。还有系统也得利用起来，触发更多的选择，获得更多的资源。只是触发系统的话，最好和主角们的红颜知己们多接触，那才是触发的关键，而且会有更好的奖励。楚云的心里浮现了一道道念头。经过多次的触发系统，楚云已经大致摸清楚了这个系统的尿性。自己在面临抉择的时候，系统有可能触发，而且与主角以及主角有关的接触，触发的奖励会更高级一点。楚云觉得这个或许和气运有关，天命主角的气运毋庸置疑是非常强大的。自己通过那些选择，无形之中掠夺了主角的气运，所以系统才会给出不同的奖励。这样的话，等自己实力再提升一截，至少要进入天神境，就想办法去搞主角的红颜知己们。楚云的心里很快就有了决断。虽然楚云的手段惊人，底蕴强大，但是同样需要强大的修为才能更好的发挥自身的实力。主角的那些红颜知己们，有的同样是实力不容小觑，而且
玄天圣地的日子实在是太爽了，白天修行，晚上星号圣女修为能稳步的提升，又能享受这样的日子，无疑是楚云非常喜欢的。梦魇兽把楚云想要知道的事情告诉楚云之后，便和鲲鹏小黑离开了玄天圣地，前去帮助楚云寻找修炼资源。左右也是无事，那就继续修行吧。楚云深吸了口气，心里道：之前获得的大部分资源虽然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但是这些天洛云溪和楚云论道完之后，都会给楚云一些修炼资源，这些修炼资源可以支撑楚云的修行。楚云公子，还请出来一见，我们公子有请。就在楚云准备前往修行的时候，洞府外面传来了一阵清朗的声音。楚云眉头一挑，他听出了这个声音正是之前许明杰安排的玄天圣地弟子顾振东的声音。这个许明杰想干什么？楚云的心里一阵疑惑。自从入住这个彩色洞府之后，楚云没有再和许明杰有任何的交集，而且自己也没有主动去找云溪，算了，去看看就知道了。楚云当机立断，决定去看看。这些天，楚云对玄天圣地也熟悉了许多，知道洛云溪在玄天圣地的地位，在洛云溪的霸气护短之下，自己在玄天圣地是不会有危险的。这也是为什么楚云让梦魇兽带着小黑去给自己寻找资源的原因。接着，楚云收敛了自己的气息，离开了彩色洞府。彩色洞府面前，顾振东远远地等待着，丝毫不敢靠近。见过楚云公子。楚云出来之后，顾振东连忙来到了楚云的面前，恭敬的道：虽然其心中对楚云也非常讨厌，但是楚云可是洛云溪的夫君，顾振东也不敢得罪。许明杰找我有什么事情？楚云没有在意顾振东的态度，而是直接开门见山的问道：楚云公子，我们公子前几日抓到了一头圣王境的蛟龙，我们公子准备举行一个蛟龙宴。顾振东接着缓缓的说道：我们公子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楚云公子，想邀请楚云公子参加圣王境的蛟龙宴。楚云闻言眼睛一亮，蛟龙可是龙族的分支，有着极为强大的肉身力量，他们的血肉也是顶尖的炼体神物，有着强大的效果，而且还是圣王境的蛟龙，更是价值非凡。行，那带我去吧。楚云思索了片刻，就决定前去看看了，毕竟这可是圣王境的蛟龙，楚云还是非常心动的。是，楚云公子，我这就带你去。顾振东闻言接着说道。说完，顾振东没有犹豫，带着楚云就朝着圣玄峰一起疾驰而去。圣玄峰，一处颇为奢华的宫殿之中，宫殿的中央，一个雕刻着古老道纹的大鼎在宫殿中央屹立，大鼎下方有着炙热的烈火灼烧，随着烈火的不断灼烧，大鼎里慢慢的飘出了沁人心扉、诱人无比的香味。二哥，你说那个楚云会来吗？大殿的上方，一个身材窈窕、肌肤白皙的清纯少女对身旁的许明杰道。少女身穿着紫色长裙，那紧束的丝带勾勒出了玲珑有致的曲线，长裙下方的大长腿更是无比吸睛，宛如上天的完美杰作一般。少女正是许明杰的妹妹许灵英。当然，最近圣女殿下给那个楚云找了不少的炼体宝物，那个小子一定是在修炼炼体功法，这个圣王蛟龙，那个家伙绝对不会错过的。许明杰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自信满满的道。为了让洛云溪对楚云彻底失望，许明杰可是做了很多的功课，每一个环节都精心设计，确保万无一失，希望如此吧。许灵英深吸了口气，缓缓的道。接着，许灵英来到了大殿的上方等待。许师姐，真的要做到这个地步吗？为了报复圣女殿下，把自己的清白都搭进去。许灵英的身边，一个容貌清丽的侍女小声的说道，脸上满是担忧之色。原来，许明杰想到的合适人选正是自己的妹妹许灵英。许灵英同样是玄天圣地的顶尖超级天骄，在洛云溪名声未显之前，许灵英是玄天圣地的第一女神，是无数玄天圣地弟子的梦中情人。但是在洛云溪崭露头角之后，完全变了。洛云溪抢走了许灵英的风头，成为了新的第一女神，而且在整个天武界都有不小的名声，这让许灵英嫉妒不已，变着法子想要报复洛云溪，但是都失败了。哼，洛云溪那个家伙平日里一直高高在上，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若不是他来了，玄天圣地圣女怎么会轮得到他？我一定要抢了他的男人，让他知道抢我东西的下场。许灵英轻咬着红唇，接着坚定无比地说道。不远处的许明杰听到了许灵英的话，并没有多说什么，他正是知道自己这个妹妹对洛云溪的愤恨，才会想到让许灵英来。毕竟许灵英的颜值天赋实力是没得说的，在洛云溪未崭露头角之前，是玄天圣地的第一仙子，再加上两人的一些恩怨，许明杰清楚许灵英不会拒绝的。许灵英事事都要与洛云溪攀比，楚云和洛云溪成婚了，若是能把楚云从洛云溪的手中抢过来，无疑是可以让其狠狠地出一口恶气的，而这也是许明杰的想要的结果，双方共赢。公子，楚云来了。半晌之后，一个玄天圣地的弟子来到了许明杰的面前，恭敬无比的道。
这个家伙果然。许明杰的眼睛一亮，脸上满是欣喜之色。接着许明杰立马前去外面迎接楚云。不一会，许明杰来到了大殿门口，看到了不远处缓缓走来的楚云。楚云公子，你终于来了，就等你开宴了。许明杰迎上了楚云，语气柔和地说道。我有这么重要吗？看到许明杰热切的目光，楚云的心里一惊，这个许明杰热情的有些过头了。当然，楚云公子可是圣女殿下的夫君，也算是我们玄天圣地的贵客，自然要好好招待楚云公子。许明杰微笑道。楚云不置可否，他自然清楚这个家伙说的是鬼话，根本就是恨不得自己彻底的消失。但是看在圣王境的蛟龙宴的份上，楚云也不想和他过多的计较。不管如何，先把好处拿到手再说。接着在许明杰的带领下，楚云进入了大殿，在大殿旁边的落座。进入大殿落座之后，楚云就看到了大殿中央的大鼎，里面传来的浓郁香味让楚云的气血翻涌，尤其是体内的巨象威力似乎也受到了吸引一般，在轻微的涌动。楚云公子，这是舍妹许灵英，玄天圣地的真传弟子。许明杰接着给楚云介绍着旁边的许灵英。楚云公子。许灵英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楚云，眼里有着异光闪烁。早听闻圣女殿下的夫君颜值出挑，帅得不像话，现在一看果然名不虚传。许姑娘过奖了。楚云不卑不亢地说道。此时的他正在期待着圣王境蛟龙的血肉，并不是很想理会这个许灵英。虽然许灵英是个五官精致、清纯动人的大美人，但是品尝过洛云溪，楚云对这种级别的女修已经有了免疫力。而且她可是许明杰的妹妹，楚云不想节外生枝。许公子，快把蛟龙肉拿出来吧。接着楚云连忙催促着许明杰。一旁的许灵英见楚云对他不假辞色，眉头微皱，心里满是不悦之色。我就一点都比不上洛云溪吗？许灵英轻咬着红唇，心里道。不行，我一定就那个要证明我比洛云溪更有魅力。许灵英心想。行，楚云公子，马上就来。许明杰打开了大鼎，微笑道。打开大鼎之后，许明杰从大鼎里取出了一块浓香四溢的蛟龙肉，呈到了楚云的面前。除了蛟龙肉，楚云的桌子上还有不少清香扑鼻的灵果以及灵酒。楚云认出来了，这些东西都是价值颇为珍贵的灵果和灵药。许公子，那我就不客气了。看着前方的蛟龙肉和诸多的灵果佳酿，楚云接着缓缓地说道。说完，楚云没有再客气，立马开始大快朵颐起来，吃着这个圣王境的蛟龙肉。哗哗哗，蛟龙肉吃进去的瞬间，楚云就感觉到了体内的气血之力不断的翻涌，炙热无比的灵力在楚云的体内疯狂暴走，体内的剩余其他还没有蜕变的威力在发出了低沉的咆哮声。接着楚云再次运转了神象镇域境，消化着体内的属于圣王境蛟龙血肉的力量。楚云公子，你慢点，蛟龙肉里蕴含着狂暴无比的力量，你小心点。许明杰看着像是饿死鬼投胎的楚云，连忙说道，生怕楚云在这里被圣王蛟龙血肉的力量撑死，毕竟楚云终究是洛云溪的夫君，若是真在这里丢了性命，他也逃脱不了责任。放心吧，区蛟龙肉奈何不了我的。楚云一边大快朵颐一边说道。看来这个楚云也不只是一个小白脸，实力有点恐怖啊。不远处的许灵英看着不断吞噬着蛟龙血肉的楚云，眼里闪过了一丝惊异之色。原本许灵英还以为这个楚云不过是个空有颜值的家伙，实力天赋一般，完全配不上洛云溪。现在看到楚云的这个表现，许灵英知道自己错了。这个楚云或许所有人都小看了他，旁边的许明杰则是没有想太多，只是一脸担忧地看着楚云。楚云疯狂吞噬蛟龙血肉实在是太吓人了，许明杰看着都心惊，生怕楚云被这狂暴的力量彻底镇杀。但是长时间过去，楚云还没有任何的问题，甚至身上的气血之力变得愈发恐怖，宛如一头太古凶兽一般。不对，为什么这个楚云吃了这么多还没有任何的反应？不一会，许明杰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眉头微皱。蛟龙生性本心好，他的血肉里也蕴含着强大的暴虐气息，吞噬过多的话会被里面的暴虐气息影响，产生心耗的情绪。许明杰是想让楚云承受不住狂暴气息的肆虐，然后让自己的妹妹乘虚而入。但楚云已经吃了不少的蛟龙肉了，还没有失去理智，这着实是让许明杰有些不敢置信。二哥是楚云的神魂力量强大，再加上他的炼体功法强得可怕，可以镇压住那些暴虐气息。这时候许灵英来到了许明杰的身边，接着缓缓说道。不会吧，这小子有这个实力？许明杰不敢置信地说道。这个圣王境蛟龙的血肉异常强大，里面的暴虐气息等闲的圣者境都无法轻易承受，但是楚云这个小小的真神竟然可以镇压，着实是出乎了他的预料。我们都小看楚云了。许灵英缓缓地说道，看向楚云的眼里满是异彩。不过这个楚云越是优秀，
我就越是要把他抢过来。许灵英舔了舔自己的嘴唇，接着缓缓说道：既然这个暴虐气息无法影响楚云，那我们怎么办？许明杰叹了口气说道：先静观其变吧，说不定多吃点，楚云就承受不住了。许灵英思索了片刻，接着道：也只能这样了。许明杰深吸了口气，只感觉心里一阵烦躁。许公子，还有吗？我没吃饱。1个时辰之后，楚云吃完了前面的一大块蛟龙肉，接着一脸期待地看着前方的许明杰道：一整块都吃完了。不远处的许明杰看着楚云前方的空无蛟龙肉的桌子，瞪大了眼睛。他给楚云切的蛟龙肉可不少，足足有40斤。他此次获得的蛟龙肉是他爷爷给他的，只有100多斤，如今楚云一人就干了1/3，剩下的蛟龙肉他打算留着自己修行使用的。没想到楚云这么快就消化完了，而且楚云吃了40斤的蛟龙肉，竟然丝毫没有失去理智的趋势。不仅是蛟龙肉，桌子上面的诸多灵果佳酿也被楚云吃了个干干净净。没有就算了，那就多谢许公子的款待，我先回去了。见许明杰似乎没有想要再拿出蛟龙肉的意思，楚云接着对许明杰道：这些蛟龙肉的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是里面蕴含的气血之力异常的强大，让楚云的神象镇域境提升了许多，让楚云的具象威力达到5万，肉身堪比下品天神兵了。这个提升楚云已经比较满意了，毕竟这些可都是白得的资源。等等，你不能走。许明杰见楚云要走，脸色微变，连忙说道：他付出了这么多代价，怎么可能让楚云就这么离去？许公子，你什么意思？楚云闻言眉头一挑，有些不解地看着许明杰。没，我这里还有蛟龙肉，只是楚公子需要再等待一会，烹饪需要时间。许明杰思索了片刻，接着咬牙道：还有蛟龙肉？好，那就赶快拿出来吧。楚云闻言眼睛一亮，这个许明杰真是个好人。接着许明杰从自己空间戒指里再次取出了上百斤的圣王境蛟龙肉，把自己剩余的蛟龙肉全部放进了大鼎之中，再次起了大火烹饪。同时许明杰还让玄天圣地的弟子再次取来了一些灵果灵酿，俨然一副热情好客的模样。这个许明杰到底想干什么？难道想用蛟龙肉撑坏我吗？看着如此献殷勤的许明杰，楚云的心里暗道，若不是知道这个许明杰对自己的厌恶，楚云都以为这个许明杰喜欢的是自己了。这个蛟龙肉实在是太带劲了。不过思考未果，楚云也没有过多的在意，只要自己有肉吃就好了。可恶，我就不信你真能顶住，一定是快到极限了，那狂暴的暴虐气息一定能压垮你的意志。许明杰一边烹饪着蛟龙肉，一边心里想到，楚云公子真是厉害，竟然可以消化这么多的蛟龙肉，我敬你一杯。另一边的许灵英此时已经是来到了楚云的身边，和楚云聊了起来。楚云吃了许明杰的不少资源，也没有冷落了许灵英，和其闲聊着。只是楚云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行为，也非常正人君子，哪怕许灵英已经凑得相当接近，几乎是送上来了，楚云也没有太多逾矩的行为，只是简单的感受了一下许灵英的柔软和弧度。可恶，本姑娘就这么没有魅力吗？我都暗示的这么明显了。看自己如此靠近，楚云依旧只是占些小便宜，许灵英心里更加郁闷了，同时心里更加激发起了好胜心。楚云越是这样，许灵英就越是要把楚云搞到手。时间缓缓流逝，很快半个时辰过去，大殿中央的大鼎再次飘出了异常浓郁的香味。楚云公子，蛟龙肉好了。接着许明杰也迅速把大鼎里的蛟龙肉取了出来，送到了楚云的面前。好，多谢许公子，那我就不客气了。楚云眼睛一亮，他的神象镇域境已经是等不及要把这些蛟龙肉吃下去了。接着楚云把许灵英晾在了一边，再次狂炫起了蛟龙肉。被楚云冷落的许灵英只感觉委屈无比，虽然她比不上洛云熙，但是也是骄傲无比的女神，平日里也是不缺天骄俊杰追求的，但在楚云的面前，自己竟然比不上一盆蛟龙肉，实在是让许灵英心里挫败无比。妹妹别担心，我这次在蛟龙肉里加了不少的大补气血的灵药，这个楚云肯定承受不住，很快就要彻底疯狂的。许明杰看出了自己妹妹的挫败，接着传音给许灵英道：你就等着狠狠地抢夺云溪的夫君吧。听到许明杰的话，许灵英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眼里闪过了一丝火热，似乎已经迫不及待了。这次的蛟龙肉怎么还更带劲？此时正在吃着蛟龙肉的楚云感受到这个蛟龙肉比刚刚的蛟龙肉蕴含的力量更加深邃，让楚云的气血翻涌得更加剧烈。不过楚云也没有想太多，继续吃着蛟龙肉，只要能不断提升神象镇域境就行。时间缓缓流逝，在蛟龙肉的不断摄入之下，楚云的气息越来越恐怖，仿佛在朝着太古凶兽不断进化。不是，这个楚云怎么这么恐怖？吃了上百斤的蛟龙肉和大量的气血大补之药，怎么一点事都没有？这 TM 是饕餮转世吗？看到楚云迟迟没有彻底疯狂，
许明杰和许灵英两兄妹彻底傻眼了。这么多的蛟龙肉和大补之物，圣人吃了都不一定顶得住这个楚云，看来要改变一下计划了。许灵英深吸了口气，轻声道：“灵英，你说，我听你的。”许明杰也意识到了，靠这些东西无法完成他们的计划。给我下药。许灵英接着沉声说道。许明杰听到自己妹妹的话，许明杰人都傻了，没想到自己的妹妹会说出这样的话。他们可是玄门正宗，怎么能使用这等手段，还是用在自己的妹妹身上？二哥，别犹豫了，犹豫就会败北，我们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许灵英接着小声的道。在刚刚，许灵英不是没想过用自己的魅力征服楚云，但是许灵英失败了，而且蛟龙肉对楚云也没有太多的效果。现在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了。许明杰闻言看了看不远处正在大快朵颐、气息不断增强的楚云，许明杰沉默了。是啊，已经没有办法了。好，只能这样。灵英，只是委屈你了，没想到你的清白要以这种方式。许明杰无奈的道。没事的，二哥，只要能把洛云熙的夫君抢了，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一定要让洛云熙后悔。许灵英坚定无比的说道。许明杰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接着许明杰立马传讯，让玄天圣地的弟子去找一份最烈的药。此时的楚云依旧沉浸在神象阵域境的修行之中，圣王境蛟龙血肉的力量源源不断的被楚云吸收，里面的霸道药力也在迅速的化成楚云的底蕴。神象阵域境已经被楚云运转到了极限，体内的神秘威力不断的蜕变成具象威力，时间缓缓流逝。因为这次的蛟龙肉里加了不少的顶级大补灵药，蛟龙肉和灵药的力量让楚云肉身力量提升的飞速。很快，几个时辰过去，蛟龙肉的力量被楚云吸收得干干净净。楚云的体内已经有9万的神秘威力化成了具象威力，恐怖无比的气息在楚云的周身翻涌，周围的空间都充斥着一股若有若无的压迫感，堪比极品天神兵的肉身，距离肉身成圣仅有一步之遥了。感受到自己肉身的可怕力量，楚云的脸上满是欣喜之色。这次的收获实在太大了，让楚云的神象阵域境提升了许多，肉身达到了堪比极品天神兵的地步，距离成就10万具象肉身成圣仅有1万的差距了。原本楚云估摸着自己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收集各种炼体资源才能达到这个境界，没想到在许明杰的帮助下，自己提升了这么多。这个许明杰真是个大好人。楚云再次感叹道，玄门正宗果然还是好人多。楚云公子，不好了，我妹妹身体出现问题了，快救救她。就在这时候，楚云的耳畔响起了一阵急促的呼救声。楚云连忙收敛了自己的思绪，朝着声源处望去，顿时看到了许灵英倒在了大殿的台阶上。许明杰正在焦急地查看着许灵英的情况。楚云没有迟疑，一个箭步上前，来到了两人的身前。救我，楚云公子，我好热。许灵英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楚云，脸色猩好红，眼里有着无数的玄妙气息流动。楚云略微感应了一番，发现许灵英体内有着一股异常灼热的气息，这道灼热的气息异常的强大，仿佛要焚烧一切。这有点像星号啊。楚云眉头一挑，身为黄泉魔宗的弟子，楚云对这些奇葩的药都有些熟悉，这很像是吃了星号的症状。楚云公子，我妹妹她走火入魔了，现在需要一个人帮她消除火气，还请楚云公子一定要帮帮我妹妹，我就这么一个妹妹，不能失去她。许明杰接着抓住了楚云的手，一脸恳求的道。消除火气。楚云脑瓜紫嗡嗡嗡的，这两兄妹在搞什么？让我帮他消除火气？这不是楚云公子，你也不想看到我妹妹被这股火气伤害吧？许明杰接着说道。楚云，不是，哥们，你到反天罡了吧？这是你妹妹，不是我妹妹啊！听到许明杰的话，楚云整个人都感觉不对了，这个许明杰是人？楚云公子，求你救救我！此时的许灵英也是脸色羞红的看着楚云，眉眼中满是风情万种。丁，检测到宿主当前经历，触发神级选择。选择1，答应许灵英的请求，给许灵英消除火气，奖励盘黄3剑之一，盘黄岁月剑。选择2，拒绝许灵英的请求，不给他消除火气，奖励盘黄3剑之一，盘黄虚空剑。盘黄岁月剑。盘黄3剑之一，天武界极道大帝盘黄的本命神剑之一，蕴含着时间法则，有着斩断岁月的可怕力量。盘黄虚空剑，蕴含着虚空法则，有着斩断虚空的无敌攻伐之力。就在这时候，楚云的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楚云的眼睛一亮，触发选择了。盘黄是天武界顶尖的极道大帝之一，实力极为可怕，创立的盘武帝朝更是天武界的巅峰势力之一。盘黄留有3剑，盘黄岁月剑和盘黄虚空剑以及盘黄生灵剑，3把盘黄3剑都是至尊神兵，各自有着自己领域至强的力量。3把剑合一之后，更是可以成为极道帝兵，威力极为可怕。并且传说若是能得到盘黄3剑，可以得到盘黄留下的盘黄秘库，
这可是极道大帝留下的秘库，有着无数的珍宝神物，2把盘黄剑都是顶级的宝物啊，该怎么抉择呢？楚云看着前方娇艳欲滴、楚楚可怜的许灵英，心里很快就有了决断。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还是救一救吧。我可不是为了星号，我单纯的是为了救人。楚云心想，只是这两兄妹有些不对劲，还得再探一探他们的底。楚云公子，救救我妹妹吧。此时许明杰见楚云有些不为所动，接着恳求道：我可以救你妹妹，只是你也知道，想要救你的妹妹，我要付出太多了，你准备给我什么报酬？楚云思索了片刻，接着对前方的许明杰道。许明杰闻言，整个人都傻眼了。不是，你小子，让你狠狠的爽一把，你还要报酬？你付出啥了？就付出许明杰的脑瓜紫嗡嗡嗡的，大脑一阵充血，没想到只是让楚云星号一下他妹妹，他还要报酬，简直是太离谱了。许明杰现在都想直接一巴掌呼在楚云的脸上，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如果现在和楚云闹翻，那一切都白费了。楚云公子，那你要什么报酬？尽管心中非常的愤怒，但是许明杰还是不敢有任何的表露，接着对楚云说道：刚好上次的原石用完了，再给我3万金原石，这已经是友情价了。你妹妹的性命应该不止3万金原石吧？楚云沉吟片刻，接着说道：你也知道，消除火气这种事情，我需要操劳不少，而且帮你妹妹消除之后，我的清白也没有了，这也是很重要的。若不是看在你请我吃了蛟龙宴的份上，我高低的要个10万金原石。不是，你一个魔宗弟子，搁着说清白，还操劳，不就是让你星号我妹妹吗？怎么说的，好像你还吃亏了一样。楚云的话让许明杰几乎要破防了，但是为了他守护云溪的大计，也只能忍着了好。不过我现在没有这么多的原石，你得等。许明杰搜索了一下自己的身上，发现自己只剩下了不到1万金的原石，连忙说道：没事，我可以先救你妹妹，等救了你妹妹再把原石给我。楚云毫不犹豫地说道：行，那就劳烦楚云公子了。许明杰连忙说道，心里不自觉地泛起了一个念头，这个楚云有时候还挺不错的。那你快开始吧，我去给你找原石。许明杰继续说道。说完，许明杰立马离开了大殿，把大门关上，同时开启了诸多的阵法，让楚云不被打扰。楚云公子，救我！此时许灵英已经是被强大的力量冲击的有些承受不住了，接着催促道。许灵英本来是想让许明杰给自己一些药力微弱一点的药物，没想到这个家伙直接给自己来了个最狠的合欢宗出品的圣品情药。虽然许灵英是天神境的顶级强者，但是这个合欢宗的药实在太狠了，让许灵英根本坚持不住。现在楚云不救他，他真的要被里面蕴含的霸道气息直接烧死了。说着，许灵英按照自己从书上学到的知识，准备好，你这样可不行。楚云看到眼前星号的许灵英，眉头微皱，接着道：不行吗？可是我看书里别人都是这样的。躺着的许灵英不解地问道。当然不行，你得这样。楚云接着小声地对许灵英道。啊，要这样吗？许灵英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了，呆萌地问道。当然，我是来救你的，你听我的，准没错。楚云坚定地道。好，我试试，不过我不太会。许灵英晕乎乎的道，接着如楚云所言，小姐，姑爷派人传来消息，今天不用去找姑爷了，许明杰请姑爷吃蛟龙肉。圣女峰的修炼洞府里，晴儿对旁边停止修行的洛云熙道。许明杰请夫君吃蛟龙肉。许明杰，洛云熙眉头一挑，眼里有着深邃的流光流动。小姐，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这个许明杰会不会对付姑爷不利？旁边的晴儿有些担忧地说道。对于许明杰，晴儿自然是了解的了，是洛云熙的狂热追求者之一。不必了，这个许明杰没有危险。洛云熙思索了片刻，接着说道。也对，那可是许明杰。晴儿闻言也是深以为然的点点头。许明杰在玄天圣地可都是有口碑的，虽然人挺坏的，但是坏的单纯小姐。不过我听说许明杰的妹妹许灵英也一起前往了蛟龙宴。晴儿接着说道，把许灵英都告诉了洛云熙。无妨，兄妹俩一样都没有危险。洛云熙淡淡的说道，浑然没有把许灵英放在眼里。既然夫君今晚没有时间的话，那你把我上次买的情爱宝典给我，上次好像只剩下最后一页了。洛云熙似乎想到了什么，接着对旁边的晴儿道。是，小姐。晴儿恭敬的道。接着他去旁边的书房取出了一本黄色书籍，看着前方的情爱宝典，洛云熙缓缓平静了自己的思绪。他已经理解了师尊说的达到太上忘情的真正含义，自己必须动了真情，再忘情才是太上忘情。之前自己虽然和楚云成婚了，并且对其极好，但是洛云熙心里清楚，自己从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的把楚云放在自己的心里。两人之间一直都有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构筑高墙的也正是自己。
于是骆云熙便找了这个情爱宝典，想要让自己真正的动情。宝典里面包罗万象，有着诸多的独特理解，就连房事的知识都有许多，让骆云熙光是看到都娇羞不已。不过为了达到太上忘情的境界，骆云熙也硬着头皮看了许多。这些天和楚云的相处之中，骆云熙略微使用了一番宝典里面的操作技巧，他感觉自己和楚云的感情果然是深刻了一些。楚云对自己也越来越疯狂，自己也有些不知道这个宝典最后一页的内容是什么。骆云熙眼里有着期待之色。这个宝典是天武界一个顶级情圣的著作，号称可以迅速的增加双方的感情，有真爱捷径的技巧，但是只能一页页的阅读，无法直接翻到后面的内容。宝典的越往后的内容愈发的玄妙，有些情感上的解析让骆云熙受益匪浅。最后一页的内容更是宝典的精华所在，骆云熙心中期待不已。接着骆云熙直接翻向了宝典的最后一页。最后一页。当看到宝典最后一页内容的时候，骆云熙愣了愣。只见最后一页只有情圣的一句话：这世界上哪有什么真爱捷径，无非就是日久生情罢了。5日之后，圣玄峰的宫殿，宫殿里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杂乱不堪。多谢楚云公子的救命之恩。宫殿里容光焕发的许灵英神色柔和地看着楚云道。此时许灵英体内的药力已经是彻底化解，整个人再次恢复成了那个清纯动人的仙子模样。没事，举手之劳罢了，来帮我一下。楚云接着对许灵英道。许灵英轻咬着红唇，脸色微红。接着许灵英还是答应了楚云。经过这些天的相处，许灵英根本不想拒绝楚云。2个时辰之后，楚云满意了。楚云公子，以后我还能找你吗？许灵英依偎在楚云的怀里，接着小声地对楚云道。这些天许灵英是真的感受到了楚云的强大实力，明明只是真神境修士，但是肉身强大无比，而且灵力持久度也是夸张的可怕。他有些理解为什么骆云熙会嫁给楚云，还天天晚上跑去找楚云了。这样的楚云谁不喜欢呢？以后可不一定有时间。楚云已经进入了冷静模式，接着说道。听到楚云的话，许灵英脸色微变，心里对骆云熙更加羡慕嫉妒恨了。那我想你怎么办？我可是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你了。许灵英接着委屈巴巴地对楚云道。显然许灵英不想就这么和楚云断开联系。我是为了救你，又不是故意的，怎么你还想赖上我不成？楚云眉头一挑，接着有些不高兴的道。对不起，楚云公子，是我不对。许灵英低下了头，卑微无比。以后若是我有时间，你愿意再给我点报酬的话，我也不是不能让你来找我，报酬也不用多，一次2万金元石就行。楚云沉吟片刻，接着对前方的许灵英道。许灵英在这之前还是纯净的，楚云自然是愿意给他一个机会了。而且这个许灵英也是个小富婆，不缺一些修炼资源，能星号又有资源拿的话，楚云不介意付出一些。好，就这么说定了，一次2万金元石。听到楚云的话，许灵英眉眼弯弯，接着高兴的道。身为大长老的孙女，许灵英自然也是有的是资源，这点原石许灵英还是支撑得起的。楚云点了点头，两人在大殿里再温存了一番之后就离开了。楚云公子，这是3万金元石，你清点一下。圣玄峰的宫殿门口，许明杰看着神清气爽的楚云，心里一阵满意，接着给了楚云3万金元石。不用，我相信许公子的为人。楚云没有清点，直接把空间戒指收了起来。楚云的话让许明杰欣喜不已，这种被信赖的感觉似乎也不错，以后还有这种好事继续叫我来。楚云拍了拍许明杰的肩膀，微笑道。好，没问题。许明杰微笑道。哼，以后你还有以后吗？你新耗了别的女人，云溪肯定对你失望至极，没有以后了，你很快就会被云溪赶走。许明杰心里恶狠狠地想到。两人在寒暄了一会之后，楚云便离开了圣玄峰的宫殿，回到了北玄峰。公子，我把楚云的恶行告诉了圣女殿下，圣女殿下已经在楚云的新洞府等楚云了。楚云离开之后，一位玄天圣地的弟子来到了许明杰面前，恭敬的道。好，圣女殿下眼里可是容不下沙子的人，这个楚云做了这么过分的事情，必定会被圣女殿下厌恶，然后两人彻底断绝关系。许明杰闻言，脸上满是欣喜之色，仿佛已经看到了楚云和骆云熙和离，然后被赶走的画面了。姑爷，你终于回来了。北玄峰一座灵气浓郁上品修炼洞府面前，晴儿远远的就看到了楚云，接着挥手呼唤着楚云。晴儿，你怎么来了？楚云看着洞府前面的晴儿，疑惑的问道。姑爷，这些天一直和许明杰的妹妹在一块吗？晴儿轻咬着红唇道，神色悠悠的看着楚云。许姑娘走火入魔了，我帮她化解了一番。楚云点点头道，丝毫没隐瞒的想法。姑爷，你啊。听到楚云的话，晴儿心里轻轻叹了口气。楚云哪里都好，
就是太花心了，哪里都能冒出一些烂桃花小姐在洞府里等你。晴儿终究还是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神色复杂的对楚云道：“云溪在里面吗？”楚云眉头一挑，接着直接朝着前方的上品修炼洞府走去。这个上品修炼洞府也是许明杰给的，这里的灵力同样浓郁，而且更加的柔和，在这里修行可以一边修行一边参悟其他功法神通秘术。所有楚云有时候也会来这个修炼洞府修炼，不过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彩色修炼洞府，毕竟那个彩色修炼洞府可以淬炼肉身和神魂，虽然效果不是特别强，但是也有一定的促进效果。不一会，楚云进入了修炼洞府。修炼洞府的休息室里，一个清纯动人、身穿着白色仙裙、绝美动人的少女正在休息室等待着。少女坐在休息室的白玉桌旁，手中拿着一本古朴的典籍，正在认真的阅读。云溪，楚云踏入休息室，神色柔和的看着那绝美动人的少女。这个新洞府不错，比你那个彩色洞府好多了。洛云溪看到缓缓进来的楚云，接着声音轻柔的说道：“尤其是这个灵幻云床，我很喜欢，你花了不少的心思才获得的吧？”洛云溪说着，来到了旁边的灵幻云床，惬意的躺在灵幻云床上。灵幻云床是采用万年灵棉打造的极品云床，非常的纯净轻盈，自带悬浮效果，可以让人有在云中休憩的感觉。不是，这个洞府是许明杰给我的，这个床也是他送来的。楚云嘴角微抽，接着缓缓的说道。对于这个灵幻云床，楚云其实并不太感冒，毕竟再柔软也不过是一个床而已。楚云自然是不会花费太多的时间去钻研这些东西。许明杰给的。洛云溪闻言微微愣了愣，哪怕是聪明如他，也不明白这个许明杰到底是想干什么了。算了，有了这个灵幻云床的话，膝盖倒是可以少受点罪了。洛云溪很快压下了自己心中的思绪，微笑的对楚云道：“云溪，你还真是调皮啊。”楚云闻言心里一阵火热。此时的洛云溪躺在灵幻云床上，仿佛真正的天上仙子一般，散发着惊人的神圣美丽。哗哗哗，洛云溪右手轻抬，一股霸道的灵力把楚云直接锁住，然后拉到了灵幻云床上。夫君，你在圣玄峰和许灵英那个小丫头在一起了这么久，你还行吗？洛云溪把楚云镇压，接着笑意盈盈地对楚云道：“哼，你试试就知道了。”楚云眉头一挑，接着7日7夜之后，洛云溪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北玄峰。这个床还真不错，挺好用。楚云躺在柔软无比的灵幻云床，心里喃喃道：“这些天，这个灵幻云床让楚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快乐。”云溪同样是如此，变得比之前更加狂暴，让楚云都有些承受不住。若不是吸收了太多的蛟龙肉，让楚云的肉身达到了堪比极品天神兵的地步，楚云还真坚持不住。接着，楚云取出了系统空间里的盘黄岁月剑，在帮助许灵英化解药力的第2日，楚云就完成了选择，获得了盘黄岁月剑，蕴含着斩断岁月的盘黄岁月剑。楚云摩挲着手中的盘黄岁月剑，眼里满是欣喜之色。楚云能感受到这个盘黄岁月剑云蕴含的可怕气息，那种附带沧桑气息的厚重感，仿佛穿越了无尽的岁月，有着斩断一切的力量。至尊神兵，不知道威力如何。楚云紧握着手中的盘黄岁月剑，接着楚云看向了不远处休息室门口一棵灵气晕然、生机勃勃、异常茂盛的灵树。唰！楚云微抬起手中的盘黄岁月剑，轻轻一挥，一道附带着恐怖气息的剑光迅猛无比地斩向了前方的灵树。哗哗哗！顷刻间，灵树被盘黄岁月剑的剑光击中，那青葱翠绿的灵树瞬间开始枯萎，叶子变得枯黄破败，那青葱有力的树身也迅速变得腐朽。短短的一个呼吸间，这个灵树就彻底的破败，化成了一棵没有了任何生命气息的干枯死树。好霸道的岁月之力，瞬间就夺取了一棵灵树的所有生命。看到眼前彻底没有了生机的灵树，楚云的脸上满是震惊之色。显然，这个盘黄岁月剑的威能超乎了楚云的想象。这样的话，和那些行将就木的老东西斗，这个盘黄岁月剑会有奇效啊！楚云看着手中的盘黄岁月剑，心里道：这个盘黄岁月剑可以夺取敌人寿命，对那些剩余寿命不多的修士来说是最致命的。毕竟，不管实力再强，死亡大限到了，再强的神通实力也无法发挥了。只是这个消耗有些大了。楚云接着感受着自己体内消耗了1小半的灵力，这还只是轻微的催动，就消耗了大量的灵力。要知道，楚云有着混沌体，再加上混沌仙晶，体内的灵力本就是同阶修士的10倍，不止楚云都消耗了这么多的灵力，可见这个盘黄岁月剑的可怕。不过，楚云也不在意，这毕竟是属于时间法则的力量，自己能使用已经是很逆天了。而且，随着楚云修为的增长，楚云可以慢慢的支撑这个至尊神兵的巨大消耗。接下来还是继续提升修为吧，刚好许明杰给了自己不少的原石，全部用来提升修为。
楚云接着收敛了自己的气息，取出了诸多的原石，迅速的吸收，提升自己的修为。时间就这么缓缓流逝，接下来的时间，楚云再次陷入了平静的修行之中。只是洛云熙来找楚云的次数频繁了许多，有时候白天也来，晚上就更不用了，根本没有给楚云休息的机会。所幸楚云的功法体质强大，连日的操劳没有出现身体问题，而且修为的提升也在稳步进行。如此，又是10日之后，砰！圣玄峰的宫殿里，一阵阵激烈的碰撞声响起。宫殿里，许明杰正在怒砸着宫殿里的诸多东西，发泄着自己心中的怒火。可恶，楚云，你就不知道心疼圣女殿下吗？许明杰一边砸着宫殿里的诸多装饰，一边怒吼咆哮道。许明杰已经知道了楚云和洛云熙两人的感情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反而变得更加如胶似漆。圣女殿下，这个楚云到底有什么好的？他心好了我的妹妹，已经不干净了，你为什么还天天去找他？许明杰咬牙道，声音不断的颤抖。周围还有诸多其他玄天圣地的弟子，他们一个个都耷拉着脑袋，不敢多说什么。他们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圣女殿下和楚云如此的要好。半晌之后，许明杰的怒火似乎发泄了不少，终于是平静了下来，在宫殿里饮酒。公子，刚刚圣女殿下又从楚云那出来了，这次又待了1天1夜。没多久，一位玄天圣地的弟子来到了许明杰的面前，颤抖的道：什么？又是1天1夜？这个楚云也太不知道心疼圣女殿下了吧？虽然圣女殿下是你妻子，你也不能……许明杰闻言，把自己手中的酒杯狠狠的捏碎了，心中疼痛不已。这些天，许明杰每天都打探着那边的消息，只是那些消息每次都让许明杰心揪无比，但又忍不住去打探。等等，楚云那个家伙这次是在哪个洞府？不一会，许明杰似乎想到了什么，接着焦急地问道：回公子，是新洞府，圣女殿下从新洞府出来的。那位弟子回答道：那就好，新洞府有我准备的灵幻云床，圣女殿下至少可以少受点罪。许明杰闻言，心里微微松了口气。这些时间，楚云经常会在之前的彩色洞府等待洛云熙，两人在那个彩色洞府也是度过了不少的时间。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许明杰立马就派人去找楚云，让楚云以后务必在新洞府和洛云熙相聚。楚云自然是不愿意了，毕竟这是他的自由，不想受到任何干涉。许明杰好说歹说，还给楚云送了不少的修炼资源，楚云才同意。现在知道洛云熙是从新洞府出来之后，许明杰心里舒服了不少，只觉得楚云还挺讲信誉的。不过公子，圣女殿下状态不好，走路都有些一瘸一拐的了。就在这时候，旁边的玄天圣地弟子接着缓缓地说道：什么？圣女殿下走路都一瘸一拐了？可恶，这个楚云是真一点都不当人吗？许明杰闻言，脸色变得难看无比。这个家伙肉身这么强，就不知道收着点吗？我的圣女殿下，不！经过蛟龙宴的事情，许明杰深刻的知道楚云的肉身有多么可怕。虽然洛云熙早就进入了圣者境，但是在许明杰看来，洛云熙还真不一定扛得住楚云的疯狂战斗。快把我爷爷的9支灵玉膏给圣女殿下送过去，快，立刻，马上，别让圣女殿下难受太久。接着，许明杰连忙从自己的空间戒指里取出了一份价值连城的极品灵玉膏。旁边的弟子立马接过灵玉膏，迅速地赶往了圣女峰。不行，不能这样下去，不然圣女殿下的身体迟早要垮掉的。看着离去的弟子，许明杰脸上依旧难掩失落悲伤之色。想到之后洛云熙还要被楚云，许明杰更是心痛无比。你们有什么办法吗？接着许明杰问向了周围其他的弟子们，众人纷纷低下自己的头，没有任何人回答许明杰。毕竟楚云都这样了，圣女殿下还要去找楚云，这分明已经是爱到骨子里去了，根本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拆散。废物，一群废物！许明杰见状怒骂道：二哥，我有办法。不一会，一阵清脆悦耳的声音传来，身穿着紫色仙裙，清纯绝美的许灵音缓缓地踏入了宫殿。哦，灵音，你有什么好办法？看到自己的妹妹来了，许明杰的眼睛一亮，连忙问道。对于自己这个妹妹，许明杰还是很相信的，至少比他的这些追随者们靠谱许多。而且经过上次蛟龙宴的事情，许明杰和许灵音的关系也比之前好了不少。让我去星号楚云，只要楚云被我星号，他就没时间去找洛云熙了。而且我多星号他，也能让他消耗自己的灵力，没心思想那些。许灵音接着说道，说出了自己的办法。许明杰闻言陷入了沉思，思索着这个办法的可行性。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半晌之后，许明杰认同的点点头。只是楚云会愿意找你吗？许明杰接着一脸怀疑的看着前方的许灵音。现在楚云每天和洛云熙如胶似漆，许灵音虽然也是个大美人，但是和洛云熙相比，
实在是差太多了。楚云怎么会放弃洛云熙不星号，来星号他这个妹妹？哼，二哥，你在质疑我的魅力吗？许灵英冷哼道，脸上满是冰冷之色。我会比不上洛云熙那个家伙？确实比不上。许明杰接着老老实实的道。许灵英闻言，嘴角微抽，接着昂首挺胸道：“那是现在比不上，我可是还有成长空间的。”许明杰没有再反驳许灵英，他知道再说实话，他这个妹妹要炸毛了。那你怎么让楚云来？许明杰接着对前方的许灵英道。虽然他也很想自己的妹妹魅力超过洛云熙，然后把楚云抢走，让冷洛云熙恢复单纯，但是这显然是不现实给原石啊。上次我已经问过楚云了，要找他玩可以，但是每次要给4万金原石。许灵英思索了片刻，接着缓缓的道：“不是，你的意思是我让他找你玩，还要给他原石？”许明杰闻言，嘴角微抽，说道：“这不是很合理吗？毕竟楚云也很辛苦的。”许灵英想到了之前蛟龙焰宫殿的化解药力场景，接着理所当然的道：“很辛苦，辛苦他还天天找圣女殿下玩。”许明杰咬牙道：“哪里是他找圣女殿下，是圣女殿下找楚云的。”许灵英辩解道。好像是许明杰心里又稍微舒服了一些，至少圣女殿下不是被迫的。可是4万金原石也太多了，你也知道，爷爷给我的那个原石矿都没多少原石了，我要省着点花。许明杰接着说道。平日里许明杰花费也是大手大脚，所以原石也没有太多。况且那个原石矿的开采是需要时间的。这样吧，你给3万金原石吧，剩下的1万我来出。许灵英思索了片刻，接着对许明杰说道：“灵英，你真是太好了，放心，以后我一定会在爷爷面前多给你说一些好话。”许明杰一脸感动的道：“呢，二哥，那你赶紧把原石给我。”许灵英接着道：“行。”许明杰接着从自己的空间戒指取出了1万金原石，接着让手下去自己的私人宝库里再取了2万金原石，凑足了3万金原石，交给了许灵英。灵英，原石已经够了，你什么时候去？把原石交给许灵英之后，许明杰接着期待的看着许灵英。他是真不想让洛云熙在楚云那里受罪了，所以对于许灵英的这个办法，许明杰还是颇为心动的。至于原石，其实许明杰不怎么在意，只要能守护自己的女神，一切都是值得的。反正没有原石了，去找爷爷要就行。马上就去。许灵英回答道。说完，立马带着原石去北玄峰找楚云了。灵英真是太好了。看着马不停蹄前往北玄峰的许灵英，感动无比的道：“楚云，快开门，我来找你了。”北玄峰的修炼洞府面前，许灵英敲着楚云的洞府大门，呼唤着楚云。吱呀！楚云打开了洞府大门，看着前方的许灵英：“许姑娘，你来找我干嘛？”“诺，这是2万金原石，让我进去吧。”许灵英给了楚云一个装了2万金原石的空间戒指，接着对楚云道。看着许灵英空间戒指的原石，楚云的心里一滞，没想到这个小妞还真来了。好吧，你进来吧。看在原石的面子上，楚云还是决定让许灵英进来。进入洞府之后，许灵英立马5日之后，许灵英身体虚浮的走出了楚云的洞府。灵英，你辛苦了。许明杰看着一瘸一拐的许灵英，感动道：“没事，只要能帮到二哥就行。”许灵英梨涡浅浅，露出了轻轻的笑容。这是2万金原石，我仔细想了想，还是不能让你自掏腰包，不然你付出的也太多了。至于多出的1万，算是给你的补偿吧，毕竟你也是为了我才去给楚云星号的。许明杰接着从自己的空间戒指里取出了2万金原石，交给了许灵英。许灵英微微愣了愣，说道：“二哥，你不是没有原石了吗？我找爷爷又报了点原石。”许明杰挠了挠头，接着微笑道。许灵英了然，接着毫不客气地收下了原石。同时许灵英的心里也一阵舒爽，能狠狠地被楚云星号，又能从二哥手里赚原石，真是太爽了。那你把下次的原石也给我吧，我休息2天就去找楚云。许灵英沉吟片刻，知道许明杰肯定是从爷爷那里报了不少的原石，接着对许明杰道：“啊，过2天就去。”许明杰愣了愣，这样原石消耗的也太快了吧，一次只能维持5天，而许灵英休息几天就去找，这样1个月差不多4次，每次4万，光是给楚云的原石消耗就10几万。想到这，哪怕许明杰对原石不怎么在乎，也感觉到了一丝沉甸甸的压力。我多去的话，这样楚云就没有精力祸害你的圣女殿下了。许灵英眼珠子转了转，接着道。许明杰闻言眼睛一亮，是啊，灵英多去的话，楚云就没办法找云溪了。这些天圣女殿下可是好不容易休息了好几天，自己有必要给圣女殿下多创造轻松的环境。守护女神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至于原石，没了再找爷爷要就是了。好，那你尽快去吧，原石管够。许明杰深吸了口气，接着对许灵英道。说完，
许明杰从自己的空间戒指里再次取出了4万元石，交给了许灵英。接下来的时间，许灵英时常去找楚云修行，楚云也来者不拒，反正许灵英每次都会给原石，又是情绪价值拉满，让楚云都有些不亦乐乎了。至于骆云熙，似乎根本不在乎许灵英一般，当许灵英来的时候，骆云熙就默契的不来。两人接替使用楚云，楚云兴奋并快乐着，因为两人的交替，楚云的修炼时间都减少了许多。不过在30日后，楚云的修为依旧是达到了真神境9重天。达到真神境的极限之后，楚云让许灵英短时间内别来了，他要前往神品灵脉冲击天神境。冲击天神境需要灵力充裕的灵地，尤其是楚云还是混沌体，修炼的也是仙道技功法，虽然没有瓶颈，但是对灵力的要求也更高。于是楚云便想到了玄天圣地的神品灵脉。楚云来到玄天圣地之后，还没有去过神品灵脉修行。骆云熙知道楚云的需要之后，也没有拒绝，而是让其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佳，他会带着他前往神品灵脉突破。2日的平静努力修行，楚云的状态调整到了最佳。接着骆云熙来到了楚云的洞府前，带着楚云前往了神品灵脉处。玄天圣地的神品灵脉位于玄天圣地的最高峰玄神峰，这里也是玄天圣地灵力最浓郁的山峰。藏经阁、灵宝阁、灵药园以及玄天殿等诸多的宗门要地都是在玄神峰之中，周围有着大量的法阵守卫，还有许多的天地灵物，释放着浓郁的灵机。见过圣女殿下。来到玄神峰之后，诸多的玄天圣地修士们恭敬地对骆云熙行礼。至于其身后的楚云，他们自然是知道楚云的身份，但是骆云熙之前已经交代过了，不准对其有任何的偏见针对，所以诸多的玄天圣地弟子们虽然心中有情绪，也不敢表露出来，只能无视楚云的存在。赵长老，我夫君要和我一起进入神脉灵的修行。一路畅通顺利无比，骆云熙带着楚云来到了神脉灵地的守护长老面前，轻声道：好，既然是圣女殿下的夫君，自然是没问题。守护长老稍微查看了一番楚云，接着对骆云熙道：哗哗哗。说完，守护长老直接开启了神脉灵地的入口。多谢长老。骆云熙点头道。说完，骆云熙拉着楚云的手，携手进入了神脉灵的当中。周围的弟子长老们看着携手进入的两人，都是露出了艳羡的神色。显然对于楚云，他们除了嫉妒，更多的就是羡慕了。毕竟骆云熙可是他们玄天圣地的圣女，又是洛神族的大小姐，身份高贵，天赋实力惊人，却偏偏和一个东域的没落古圣家族少主成婚了，真是造化弄人。楚云艳福不浅，哗哗哗。神脉灵地一处风景优美的山谷之中，一道灵力风暴迅猛地席卷而来，刮在了楚云的身上。这个灵力风暴让楚云的身躯承受着巨大的灵压，同时他的身体也发出了欢呼雀跃的声音。楚云定下神，看向了四周，发现随处可见都是巨大的灵力风暴。骆丫头，你来神脉灵的修行了？这个臭小子就是你的夫君吗？就在楚云打量着四周的时候，一道爽朗的声音传来。楚云看向了不远处，看到了一个身穿灰袍、气势威严的白发老者。夫君，这是我们玄天圣地的大长老，也就是那个许明杰和许灵英的爷爷。骆云熙接着传音给楚云介绍了那位老者的身份，是许明杰和许灵英的爷爷。楚云闻言瞳孔一缩，心里有着慌乱之色。前几天大长老的孙女许灵英还在被自己星号，没想到如今就遇到许灵英的爷爷了。许灵英的爷爷许文成可是玄天圣地的大长老，绝巅大圣级别的超级强者，若是让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只怕没错。许长老，这就是我的夫君楚云。此时大长老已经来到了两人的面前，骆云熙给大长老介绍着楚云。见过大长老。楚云此时也压下了自己心中的思绪，对许文成行礼道：果然是一表人才，你们二人郎才女貌，天赋底蕴都是一等一的强，般配得很。我那个不成器的孙儿确实是一言难尽。许文成看着前方的楚云和骆云熙，缓缓的道。身为绝巅大圣级别的超级强者，许文成自然是能看出来楚云的底蕴之强大，完全不输那些乾隆榜前列的超级天骄了。至于骆云熙就更不用说了，年纪轻轻就踏入了圣者境，前途不可限量。好了，不打扰你们了，明雪仙子想喝月桂冰凝露，我得马上去一趟冰云仙宫，你们在这里修行吧。半晌之后，许文成接着对骆云熙道。说完，许文成立马朝着神脉灵地外面疾驰而去。月桂冰凝露，明雪仙子。楚云看着迫不及待离去的许文成，脸上一阵疑惑之色。明雪仙子是我们玄天圣地的南玄峰峰主，魅力惊人，大长老一直在追求她。看着疑惑的楚云，骆云熙解释道。楚云点点头，原来如此。他之前听说过一些明雪仙子的名声，知道其是个名满天五界的绝色仙子，只是没想到玄天圣地的大长老也是他的追求者。月桂冰凝露我们玄天圣地不就有吗？
为什么大长老要不远万里去冰云仙宫？这一来一回，至少都要1天的时间。突然，楚云似乎想到了什么，接着问道：“月桂冰凝露是冰云仙宫出品的极品灵酿，口感极好，在诸多的地方都有售卖，包括他们黄泉魔宗也有。因为明雪仙子想要喝新鲜的，我们宗门售卖的至少沉淀了7天。明雪仙子不想喝。”洛云溪沉吟片刻，接着缓缓的道：“从冰云仙宫直接购买的，口感更佳，而且很新鲜。就因为这点事情，日理万机的大长老跑去冰云仙宫。”楚云闻言心里一滞，突然楚云似乎想到了什么，接着道：“等等，大长老可以叫别人去购买吧？大长老觉得自己购买的更有诚意，而且别人没有大长老快，他不想明雪仙子等这么久。”洛云溪接着说道。楚云嘴角微抽，接着道：“那明雪仙子一定对大长老挺不错的吧？”“没有，大长老已经追求明雪仙子10年了，只是明雪仙子还没答应大长老的追求，甚至不让大长老碰一下，好像连手都没有牵过吧。”洛云溪思索了片刻，接着说道。听到洛云溪的话，楚云沉默了，原来是个老舔狗了。此时楚云也明白了，许明杰那个家伙是哪里学的，原来是和爷爷学的逆天，实在是逆天堂堂一个玄天圣地的大长老，被一个小小的封主拿捏着 TM。 要是在他们黄泉魔宗，楚云能想出1万种方法把明雪仙子拿下。哇，云溪，你又漂亮了许多，看来你的夫君给了你不少滋润啊。不一会，又是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传来，一个身穿着雪白纱裙，身姿婀娜，绝美动人的女子缓缓走来。纱裙轻摆时若隐若现，露出的了裙底的秀美双足，无比的吸人眼球。女子还未止，一股沁人心脾的幽香便散发过来。明雪长老，你也风采依旧。洛云溪微笑地和明雪仙子打着招呼。明雪仙子看向了洛云溪身边的楚云，清澈见底的眼睛似秋水一般，温柔地看着楚云，让楚云的身体似乎都软了几分。云溪，我好羡慕你，有这么俊美的夫君。明雪仙子柔情似水地看着楚云，对旁边的洛云溪道：“明雪长老，你也不缺乏俊美的追求者。”洛云溪说道：“那不一样，他们都没你夫君好看。”明雪仙子仔细地打量着楚云，眼里有着璀璨的流光，说道：“云溪，楚云公子要喝月桂冰凝露吗？我让大长老多带2份。”这时候，明雪仙子话锋一转，接着温柔地说道：“这不合适吧？”洛云溪面色犹豫的道：“许文成，多带2份月桂冰凝露。”明雪仙子直接取出了传讯灵符，给许文成传音，言语里丝毫没有温柔，有的只是深深的冰冷。“明雪，没问题，你还有没有什么想吃想喝的？我一并给你买过来。”没多久，传讯灵符传来许文成的声音：“那你给我再带1份海天阁的海天全席吧，有点想吃了。”明雪仙子思索了片刻，回应道：“收到，收到。”许文成回答道。看到眼前的场景，楚云心里叹了口气，这个大长老舔狗症晚期，已经没救了。海天阁可是在天星海上，在玄天圣地的另一个方向，只能说不愧是许明杰的爷爷。不过楚云也没有多说什么，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楚云弟弟，等海天全席送到了，我们一起吃。传讯完之后，明雪仙子突然来到了楚云的身边，抱住了楚云的胳膊，说道：“楚云愣了愣，这个明雪仙子直接就抱上自己了，这不是冰清玉洁的明雪仙子吗？楚云有些迷糊，原本大长老追求了明雪仙子10年，连手都没牵过。楚云还以为这个明雪仙子是非常纯情的冰清玉洁的仙子，现在刚和自己见面就让自己感受了一下美丽的风，而且直接叫我弟弟，这我们的关系什么时候这么近了？这直接给楚云整不会了。不用了，明雪长老，我夫君还要修行呢。这个时候，洛云溪接着微笑的说道，拒绝了明雪仙子。那真是太可惜了，我还想吃点更好吃的东西呢。明雪仙子舔了舔自己的嘴唇，接着瞄了楚云的下面一眼。被明雪仙子如此勾人的目光扫视了一眼，楚云感觉到了一丝丝的悸动，仿佛是被勾动了情绪。洛云溪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接着握住了楚云的手。明雪长老，那我们就去修行了。接着，洛云溪告别了明雪仙子，直接前往了神脉林的深处修行。云溪，这个明雪仙子一直都是这么的星号吗？走远之后，楚云接着问起了明雪仙子的情况。当然没有，明雪长老一直都是冰清玉洁，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你就跟吃了星号一样，恨不得整个人都贴上来。洛云溪回答道。洛云溪也是第一次看到明雪仙子这般姿态，若不是自己在，洛云溪毫不怀疑明雪仙子会直接把楚云吃干抹净。或许是夫君的魅力太大了吧。洛云溪思索了片刻，接着说道：“真的是吗？”楚云双眼微眯，不过他也没有察觉到什么异常。算了，不管了，还是先去修行突破天神境吧。很快，两人都没有再纠结明雪仙子，而是在神脉灵地里挑选合适的区域修行。神脉灵地疆域广阔，到处都有着强大的灵力风暴，这导致每个区域的灵力浓度和灵压都各不相同。
所以进来的修士都需要找到自己能适应的区域修行。没多久，楚云找到了一个灵力异常浓郁的山谷，山谷有着7、8道灵力风暴在疯狂的涌动，灵力几乎是神脉灵地的最浓郁区域。夫君，你确定要在这里修行吗？这里的灵力和灵压都达到了神脉灵地的极限。洛云熙看着前方充斥着磅礴无比，仿佛要镇压天地的灵力山谷，有些担忧地问道：放心吧，没问题，我不会逞强的。楚云点点头，接着道。洛云熙想到了楚云在北玄峰的彩色洞府都能自如的修行，对楚云也有了不少的信心。那我在外面给你护法，若是坚持不住，尽管叫我。洛云熙思索了片刻，接着对楚云道：行。楚云说道。接着楚云进入山谷，在周围布置了法阵，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楚云在山谷中央盘坐，开始冲击天神境。哗哗哗，楚云立马运转了自己的混沌仙经，不断地吸收着周围的狂暴浓郁灵力。因为神脉灵力蕴含着极致的天地灵力，所以楚云完全不需要其他的天地资源，就能借助着这个浓郁的天地灵力冲击天神境。在楚云的体内，9道金色的神脉散发着璀璨的流光，这是真神神脉。9道金色神脉代表着楚云的修为已经到达了真神9重天。现在大量的灵力不断的凝聚下，楚云的体内隐隐出现了一道散发着璀璨灵光的窍穴。进阶天神境的关键就是要凝聚天神窍穴。天神窍穴可以承载天神的力量，并且给修士提供更加充足以及强大的灵力。时间缓缓流逝，在神脉灵的强大灵力的聚集下，楚云的天神窍穴在迅速的凝聚。楚云的经脉神魂都在冲击天神的时候发生了巨大的蜕变。很快，3天过去，楚云的体内渐渐地出现了一个金色的窍穴。楚云的气息也变得更加可怕，属于天神境的气息在楚云的身上展露。显然，楚云成功的进阶天神境，达到了天神境1重天。突破天神境之后，楚云的灵力数量攀升了10倍之多，灵力强度也有了非常大幅度的提升。楚云的诸多神通手段也能爆发更加强大的力量。虽然只是1重天的提升，但是综合实力提升了数倍不止。好不容易来一趟神脉灵的修行，那就再修行一下吧。看着周围的浓郁灵力，楚云的心里道。不过云溪还在外面给我护法。这个时候，楚云突然想到了外面的云溪。云溪在外面护法的话，不如……楚云看着周围的空旷环境，火热的心里突然有了个点子。夫君成功突破了吗？山谷外面，感受到里面正在缓慢平息的气息，洛云溪的脸上露出了浅浅的笑容。云溪，快来救我！就在这时候，洛云溪的耳畔传来了一阵异常虚弱的声音。不好，夫君出事了！洛云溪闻言，眉头微皱，接着立马朝着山谷里疾驰而去。瞬息之间，洛云溪进入了山谷里。洛云溪来到了楚云修行的地方，但是这里空荡荡的，没有楚云的踪影。夫君，洛云溪的一颗心彻底沉到了谷底，霸道的神魂力量朝着四周翻涌而去，准备寻找楚云的踪影。只是就在这时候，一个人影突然出现在了洛云溪的身后，直接把洛云溪拥入了怀中。刺了！接着一阵撕裂声响起，洛云溪的防御顿时被撕裂。洛云溪的心里一凉，悲愤不已。就在洛云溪准备反击的时候，突然感觉到熟悉的气息，接着洛云溪猛然转身，果然是看到了楚云的身影。夫君，你真是太调皮了！看着前方的熟悉人影，洛云溪的紧张舒缓下来。楚云微微一笑，继续自己的动作。夫君，真的要在这里吗？看着空旷的山谷，洛云溪的脸色羞红。呐，真的，放心，有阵法呢。楚云轻声道。洛云溪闻言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全身心。1日之后，山谷外面的一棵大树下，一个身穿着雪白纱裙、身姿婀娜、绝美动人的女子，手捧着一杯月桂冰凝露，一边目光看着前方被阵法守护的山谷。明雪仙子的双眸有着璀璨的流光涌动，仿佛可以看穿虚妄，直接看到山谷里面的场景。啧啧，年轻真好。没多久，明雪仙子精致的脸蛋满是红润之色，小声的嘀咕道：云溪啊云溪，你吃的也太好了吧！明雪仙子羡慕无比的道。显然里面的场景让明雪仙子羡慕不已。要不和云溪商量一下，把他夫君借我一段时间。明雪仙子心里浮现了一个念头，小声的嘀咕道：这倒是可以试试，不过眼下还是先过过眼瘾吧。明雪仙子接着继续看着前方的山谷。不一会，明雪仙子心底荡起了一阵阵思绪，纤纤玉手。几个时辰之后，山谷里的楚云和洛云溪停止了相会，开始进入了深层次的修炼中。显然两人都不想浪费太多在神脉灵的修行的时间。这就结束了？我还没。明雪仙子看着进入了修炼状态的两人，意犹未尽的道，脸上的红润之色依旧浓郁。哎，早知道我就该早点过来了，
都怪许文成那个家伙，准备的海天全宴这么好吃，耽误我的时间。明雪仙子叹息道。接着，明雪仙子也没有逗留，索然无味地离开了山谷。半个月后，天武界太初圣地，一处充斥着无尽雷霆之力的山谷。山谷里，一个面容清秀的青年正在山谷里接受着雷霆之力的猛烈冲击。在无尽雷霆之力的猛烈冲击下，青年的肉身在经历着强大无比的蜕变。蓝紫色的雷霆之力在青年的周身流动，让青年仿佛化身成了雷霆战神一般，散发着震慑邪祟的无敌力量。除了蓝紫色的雷霆之力，在青年的周身还有一道道更加深邃的金色流光。金色流光和蓝紫色的雷霆之力互相交织，让青年的气息变得更加可怕，不断地扭曲着周围的空间。时间缓缓流逝，在雷霆之力的不断冲击下，青年的身体发生着巨大的蜕变。轰！3日3夜之后，青年的表面浮现出了一道蓝紫色的雷铠，毁灭一切的气息在青年的周身涌动。叶凡哥哥，太棒了！短短的7天，你的雷霆炼体诀就修炼到小成的地步了。在雷铠出现之后，不远处一个五官精致、妩媚动人的绝美少女缓缓地来到了山谷之中，惊异地对叶凡道：“若是楚云在的话，一定能认出来，这个少女正是苏妹儿，天妖狐族的公主。我的有着荒古圣体，肉身一道，有着绝强的无敌天赋，这个雷霆炼体诀的修行自然是难不倒我了。”叶凡缓缓地从充斥着雷霆之力的山谷缓缓走出，对苏妹儿道：“雷霆炼体诀是上古时期的顶级炼功法，威力异常的可怕，配合着强大的荒古圣体，更是有着超绝的压制力。叶凡哥哥真是太厉害了，你的肉身已经堪比中品天神兵了吧？”苏妹儿看着前方散发着恐怖气息的叶凡，接着道：“现在叶凡的修为虽然还是真神境，但是肉身已经非常可怕，达到了天神兵的境界。尤其是现在雷霆炼体诀小成之后，更是隐隐达到了中品天神兵的地步，这可是相当可怕的。可惜我的荒古圣体第6道枷锁没有打破，否则我现在就能达到肉身成圣的境界。”叶凡感受着自己体内的气息，缓缓的道：“圣体枷锁的破碎异常的艰难。上次叶凡聆听了自己姐姐的一些情况后，打破了第5道。上次在听小白讲述楚云欺负苏妹儿的事情时，叶凡的第6道荒古圣体枷锁隐隐有破碎的趋势，但可惜或许是不够真实，亦或许是苏妹儿和他的关系没这么深刻，没让叶凡的第6道圣体枷锁彻底破碎，只是出现了一丝丝的碎痕，远远没有达到了破碎的地步。叶凡哥哥一定可以，加油！”苏妹儿给叶凡打气道：“区圣体枷锁无法阻碍叶凡哥哥的。”看到眼前妩媚动人的苏妹儿，叶凡的心里一阵痛苦与扭曲。从小白的口中，叶凡已经知道了苏妹儿被楚云狠狠欺负，除了底线未破，其他所有都虽然小白只是言语讲述，但是依旧让叶凡痛苦不已。他也知道了苏妹儿不是故意的，他原本是想去给自己姐姐报仇，但是被楚云镇压，然后被叶凡心里叹了口气。此时的他已经有些无法直视前方妩媚动人、崇拜自己的苏妹儿了，因为每当叶凡看到苏妹儿，那些小白言语交织的画面就会冲击叶凡的脑海。“叶凡哥哥，你不开心吗？”苏妹儿察觉到了叶凡的情绪似乎有些低落，接着道：“没有。”叶凡压下自己心中的思绪，对苏妹儿道。苏妹儿张了张嘴，想要再说些什么，但是看着前方的叶凡，终究是没有开口。他不知道两人之间怎么变成这样了。叶凡似乎在有意的疏远他，让他非常不解，只是他的心里似乎也没有太多的情绪，似乎也有些平淡。“对了，妹儿，你让小白出来吧，好久没看到小白了，我想跟小白玩一玩。”不一会，叶凡似乎想到了什么，有些期待地看着苏妹儿。“好，叶凡哥哥。”苏妹儿没有多想，直接召唤出了小白。接着叶凡直接带着小白走向了不远处的亭子。苏妹儿犹豫了片刻，没有跟随上去，只是默默地离开了。2个时辰之后，叶凡带着小白回到了苏妹儿的身边。此时的叶凡跟小白玩了一会之后，似乎心情好了许多，气血翻涌，脸色微红，眼里有着兴奋的余韵流动。叶凡哥哥怎么和小白待了2个时辰之后就开心了许多？小白怎么做的？看着情绪高涨了许多的叶凡，苏妹儿的心里一阵疑惑。“叶凡师兄，青衣姑娘来太初圣地了，她有事情要见你。”不一会，一位太初圣地的弟子来到了叶凡的面前，恭敬的道：“快带我去吧。”叶凡闻言连忙说道。江青衣在他的身上投资了不少的资源，不久之前他又去玄天圣殿想找楚云的麻烦，又被洛云熙暴打一顿，要不是江青衣来了，只怕现在都还在病床上躺着。再加上江青衣容貌天赋绝世，以及地族公主的身份，叶凡对其也颇为的上心。接着那位弟子便带着叶凡前去寻找江青衣了。山谷的外面便只剩下了小白和苏妹儿2人。“小白，你不打算好好解释一下吗？刚刚你和叶凡哥哥做了什么？”
叶凡走远之后，苏沫目光锐利地看着小白，缓缓地说道：“主人，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小白眨了眨自己的眼，一脸无辜地说道：“小白，你忘记了你是谁的灵宠了吗？你想瞒过我？”苏沫毫不留情地拆穿了小白的谎言。小白跟随了他许多年，扭一扭身体，他就知道小白要干什么。这种言不由衷的话，怎么可能是真的？主人，我答应了叶凡哥哥，这是我和叶凡哥哥的秘密，不能告诉你。小白窝在苏沫的怀里，接着小声地对苏沫道：“告诉我，我请你吃一顿海天阁。”苏沫淡淡的说道，目光直勾勾的看着小白。不行，我是有原则的小白，答应了叶凡哥哥保守秘密，就一定会保守秘密的。小白想到了叶凡答应自己的5顿海天阁，接着挥了挥自己的爪子，义正言辞的道：“这么有骨气。”苏沫眉头一挑，思索了片刻，说道：“10顿。”什么？10顿？听到苏沫的话，小白的呼吸都变得更加急促，身躯微微的颤抖，显然是被苏沫的大手笔惊呆了。主人，我说，我这就把秘密告诉你。片刻之后，小白冷静下来，连忙道：“我可不是为了什么海天阁，主要是我身为主人的灵宠，坚决要站在主人这边的。”行了，快说吧。苏沫打断了小白，催促道：“主人，是这样的，上次我不小心把楚云欺负你的事情说漏嘴了，叶凡哥哥询问了一番楚云欺负你的细节。”小白接着把事情告诉了苏沫。你听到小白的话，苏沫儿气的胸脯直颤抖，他万万没有想到小白这么轻易就把自己卖了。苏沫咬牙道，直接就把小白狠狠揍了一顿。此时苏沫也明白了为什么叶凡对自己的态度会有所改变了，知道了自己被楚云，肯定会心里不舒服的。那刚刚叶凡哥哥又找你干嘛？苏沫教训了小白一顿之后，接着问道。叶凡哥哥刚刚又让我详细的讲你被楚云欺负的事情。小白耷拉着头，没有丝毫的隐瞒。为什么？苏沫呆愣在原地，整个人都不好了。他没想到叶凡叫小白是因为这个，我也不知道。小白老老实实的说道。那刚刚叶凡哥哥听你讲的时候是什么神情？苏沫沉默了片刻，接着问道。好像有些激动吧，好像还有点开心，尤其是我详细讲述的时候，叶凡哥哥的气血之力都不断的翻涌，情绪非常的高涨。小白接着说道。听到小白的话，苏沫心里一阵茫然，失魂落魄，身体彻底僵住了。他非常不解，为什么叶凡会这样？突然，苏沫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种比较奇妙的症状：星号。难道叶凡哥哥有？苏沫的心里一紧，心底更加的茫然了。如果叶凡哥哥真有，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时候，苏沫的脑海中突然再次荡起了一阵涟漪。玄天圣地，神脉灵地。神脉灵地的一处灵力异常充裕的山谷里，山谷之中，楚云正在源源不断地吸收着神脉灵地里的灵力，提升着自己的修为。周围已经有着大量的灵力风暴，充斥着恐怖的灵力潮汐。灵力潮汐和灵力风暴的灵力迅猛无比地流入楚云的身体，提升着楚云的修为。经过1个月的修行，楚云的体内已经有了3个天神窍穴，这意味着楚云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天神境3重天。恐怖无比的气息在楚云的周身涌动，属于混沌体的霸道气息缓慢地溢散而出，撕裂着周围的空间。不远处的洛云溪气息也非常的可怕，周身有着玄妙的流光涌动，显然是进步了许多。这个神脉灵地的效果实在太强了，1个月让我的修为在天神境直接提升了3重。这个月在神脉灵地的吸收的灵力至少相当于60万金元石，甚至更多。不一会，楚云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眼底满是欣喜之色。达到天神境之后，修士突破需要的灵力更是达到了非常夸张的地步，毕竟天神境是超凡入圣的最后一个境界，在天神境达到了极限之后，就能冲击圣者境。这个境界需要积累非常强大的底蕴，才能为超凡入圣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楚云虽然没有修为瓶颈，但是突破需要的灵力是其他修士的许多倍不止。若是没有这么强的底蕴，这1个月吸收的灵力或许都能让楚云直接进入天神境后期。但是若是没有混沌体，楚云的突破会遭遇瓶颈，也无法高歌猛进。综合来看，还是有混沌体更好一点，可以给自己节省大量的时间。楚云的心里想到。夫君，你修行完了吗？神脉灵地的修行时间到了。此时，不远处的洛云溪也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目光柔和地看着楚云。虽然洛云溪是玄天圣地的圣女，但是前来神脉灵的修行也是需要付出相应代价的。尤其是洛云溪这次还带上了楚云，需要付出更多的东西。好，那我们离开吧。楚云点点头，这次的提升，楚云已经很满意了。接着，两人携手离开了神脉灵地。楚云，你终于出来了，我等你很久了，我忍不了了，快给我走，可憋死我了。
楚云和洛云熙刚离开神脉灵地，便听到了一阵急促悦耳的声音。在神脉灵地的入口处，身穿着浅黄色长裙、五官精致的许灵英迅速地小跑过来，直接抱住了楚云。周围的诸多弟子长老们看到许灵英和楚云如此的亲密，一个个都惊呆了。对于许灵英，他们自然是认识的了，也是他们玄天圣地的女神级人物。在玄天圣地的这代年轻一辈中，天赋容貌仅次于他们的玄天圣地圣女洛云熙。如今许灵英也和楚云这么亲密，实在是让众人意想不到。此刻许灵英和洛云熙两人一左一右的跟在楚云的身边，两个绝世女神共同环绕，再加上楚云的颜值也是一等一的，让不少的弟子长老都感觉般配得很。不过想到楚云不是他们玄天圣地的人，却把他们现在玄天圣地年轻一辈最美的两个女神拥入怀中，让不少的弟子都恨得牙痒痒。只是因为洛云熙的维护，众人也不敢多说什么，只能心里无能狂怒着。许灵英自然是感觉到了周围弟子们的一些幽怨想法了，不过他也不在乎，他只想被楚云狠狠的夫君，我就先回圣女峰了。洛云熙看到楚云旁边的许灵英，沉默了片刻之后，接着对楚云道。说完，洛云熙直接转身离去。楚云哥哥，我来找你玩，你的娘子不会生气吧？洛云熙刚刚离开，许灵英便附在楚云的耳边轻声说道。楚云的心里一滞，云熙会不会生气，楚云也不清楚。你这个小星号星号，还真是星号星号。楚云无奈的道。不过你先等等吧，等我先把云熙。楚云对旁边的许灵英道。说完，楚云放开了许灵英的手，直接朝着前方疾驰而去。走，去我洞府。楚云直接拉住了前方的洛云熙，接着楚云拉着洛云熙直接朝着自己的洞府疾驰而去。不是我。许灵英看着直接去找洛云熙的楚云，整个人呆在原地。我就这么比不上云熙吗？明明他会的我都会。许灵英心里悠悠的道。只是许灵英也没有任何的办法，他虽然不怕洛云熙，但是也无法强迫楚云，而且他也怕自己惹楚云生气的话，楚云再也不星号他了。灵英，你怎么没去找楚云星号星号？不一会，许明杰也来到了神脉灵地的入口处，疑惑的看着前方的许灵英。你以为我不想吗？楚云直接拉着洛云熙走了。哎，楚云的实力似乎又提升了许多，云熙要享福了。许灵英轻声道，沮丧无比。什么？这楚云是人吗？圣女殿下刚从神脉灵的修行出来，正是身心疲惫的时候，她这个时候还要，真是太过分了。听到许灵英的话，许明杰咬牙道，脸上满是担忧之色。不行，不能让圣女殿下受这么多罪，你去帮圣女殿下分担一下。许明杰沉吟片刻，接着对旁边的许灵英道。许灵英，二哥，你疯了吗？要我和洛云熙那个家伙一起？许灵英脸上满是不悦之色。你不是想要超过洛云熙吗？你和他一起，正好可以问问楚云你和洛云熙谁更厉害，而且有更多的切磋机会。许明杰眼珠子转了转，接着道。听到许明杰的话，许灵英沉默了。不一会，他的眼里出现了一丝的异动之色。是啊，虽然这种事情有点不好，但是确实是个好机会，我一定要让洛云熙知道我的厉害。他会做的事情我会做，他不会的事情我也会，我比他更厉害。许灵英的心里坚定自信无比。只是楚云会同意吗？突然许灵英想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楚云不一定会同意。哼，不同意？他这个家伙不是最喜欢原石吗？给他加原石就行。许明杰接着说道。说完，许明杰再次给了许灵英10万斤原石，让他赶紧去帮忙分担。好吧，那我试试。许灵英没有再拒绝。楚云这次在神脉灵的修行太久，他也很饿了。接着许灵英迅速地离开了神脉灵地的入口，前去追逐楚云和洛云熙的脚步。唉，又没原石了，这个原石也太不经花了。许明杰看着自己空间戒指所剩不多的原石，心里道，无妨，只要能守护云熙就行。对了，爷爷好像也是刚从神脉灵的出来，去找他再爆点原石。接着许明杰再次去找自己的爷爷。不一会，许明杰在神玄峰的一个凉亭之中找到了许文成。凉亭里一个清纯绝美的白衣女子，许明杰认识，正是他们玄天圣地的明雪仙子。两人似乎在聊天，不过基本上都是许文成在说话，明雪仙子只是偶尔回应一句。只是明雪仙子的每一句回应都让许文成欣喜不已，许明杰也早已见怪不怪，这样的场景他不知道见过多少次了。同时他的心里也有些羡慕，自己的爷爷还是有些手段，能跟明雪仙子搭上话，还能让明雪仙子回应他，而自己连和圣女殿下说话都困难，相比之下自己还是太过稚嫩了，我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啊。许明杰心里感叹不已。接着许明杰没有打扰两人的意思，而是在外面等待着。他知道这个时候要是自己去找爷爷要原石，不被暴打一顿都算是爷爷大发慈悲了。2个半时辰之后，许文成面带笑容的从凉亭里走了出来。
爷爷，你终于出来了，快给我几10万金原石，我没原石花了。许文成出来之后，许明杰连忙来到许文成的面前，说道：上个月不是才给你30万金原石吗？许文成眉头微皱，不悦的道：爷爷，那点原石够谁花啊？再给点，再给点。许明杰搓了搓自己的手掌，不屑的说道：你要这么多原石干嘛？许文成接着问道。他可是知道许明杰名下都还有一个小型的原石矿脉，每个月都会产出不少原石，足够他用的了。我要追求圣女殿下，这些原石有大用的，可以守护圣女殿下。许明杰接着说道：你还是放弃圣女殿下吧，你没机会的，他那个夫君很优秀。许文成沉吟片刻，接着对自己的孙儿道：在神脉林的当中，许文成已经和楚云打过照面了，虽然没有彻底的了解楚云，但是他感受到了楚云身上的一些气息，显然比自己的这个孙儿强了不知道多少倍。再加上楚云那几乎无敌的容貌，许文成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孙儿拿什么赢。更不用说骆云熙已经和楚云成婚了。爷爷，事在人为，你看着吧，我一定会成功的。许明杰丝毫不为所动，接着坚定的道。许文成见状也没有多说什么，既然自己的孙儿有这个决心，他这个当爷爷的自然要支持。接着许文成给了许明杰30万金原石。爷爷，刚看你从明雪仙子那出来挺开心的，是有什么进展了吗？收下了原石之后，许明杰的心里也有了底气，接着问道：哼哼，明雪仙子让我去给她买广袖流仙裙。许文成昂首挺胸，高兴的道：什么？明雪仙子都让你给她买衣裙了？听到许文成的话，许明杰露出了羡慕无比的眼神。臭小子，学着点，只有付出自己的真心，才会得到回报的。许文成沉声道：好了，我要赶紧去了，时间久了，明雪仙子要不开心了。说完，许文成立马展开了顶级的遁术，朝着远处疾驰而去。北玄峰上品修炼洞府外面的一棵大树上，身穿着白色长裙的明雪仙子坐在树上观看着前方的修炼洞府。她的眼底有着深邃的流光，那目光仿佛可以穿透洞府的无尽法阵。哇，云溪的夫君只是真神3重天，竟然有这么强大的战斗力。看到洞府的场景，明雪仙子瞪大了眼睛。之前她也看到了楚云的战斗力，虽然强大，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现在的楚云夫君或许可以。意识到楚云变得更加可怕的了之后，明雪仙子的眼里有着异动之色。还能这样？不一会，明雪仙子似乎看到了什么，眼睛瞪得大大的，眼里有着期待之色。下次如果可以的话，我也试试。明雪仙子心里喃喃道。在洞府的外面，许灵英一脸挫败的离开，她经过了大树下。只是明雪仙子的身上似乎有什么力量遮蔽了其，让许灵英没有丝毫的察觉。明雪仙子也没有理会如败犬一般的许灵英，继续饶有趣味地看着洞府里的场景。7日之后，楚云的修炼洞府里，骆云熙整理好了自己的仪态，只是脸上依旧有着红润之色。显然这7天的事情让骆云熙也是有些迷迷糊糊的，非常的欣喜。夫君，我接下来可能要闭关修行一段时间了。帮助楚云清理之后，骆云熙声音柔和地对楚云道：没问题，你闭关吧，我也要离开玄天圣地了。楚云把骆云熙拥入了怀中，感受着骆云熙的温软，接着说道：夫君，你要离开？骆云熙闻言，脸色有些愕然地说道：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让夫君不开心了？没，你做得很好，在玄天圣地的这些天，我很开心。楚云捏了捏骆云熙的脸蛋，只是我也要修行，提升自己的实力。在前2天，楚云收到了梦魇兽的传讯，他们找到了顶级的炼体宝物玄灵玉髓。玄灵玉髓是极为珍稀的炼体神液，价值惊人，是玄灵古树的半生神液，一旦取出就会化为普通的灵液，所以楚云必须前往玄灵古树的所在，吸收玄灵玉髓。夫君，我知道了。骆云熙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静静地躺在楚云的怀里，感受着楚云身上的气息。楚云在玄天圣地的这些日子，也让骆云熙那原本有些平淡的日子增添了许多的涟漪和精彩。现在知道楚云要离开之后，骆云熙的心里也是颇为的不舍。我这是动情了吗？骆云熙察觉到自己心里的深深不舍，心里有些恍惚。夫君，我们继续吧。片刻之后，骆云熙接着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楚云道：你的身体。楚云有些担忧地说道。在楚云的修为达到天神3重，肉身达到极品神兵之后，再加上强大的混沌体，楚云的战斗力已经是相当的惊人了。哪怕是骆云熙已经成就了圣者境，但是因为其没有修炼顶级的炼体功法，肉身没有到非常强大的地步，所以骆云熙依旧是有些承受不住楚云。7日已经是相当勉强的了。没事，我可以的。骆云熙深情地看着楚云，眼里满是坚定之色。好。看到骆云熙依旧坚持，
楚云没有再多说什么。那就来吧，让我们彻底疯狂吧。楚云微微一笑道：夫君。骆云溪点头回应道。接着两人进入了正题。又是7日之后，两人总算是消停了下来。骆云溪紧紧地抱住楚云，似乎想要把楚云紧紧地抓住。楚云则是使用凤凰涅槃经帮助骆云溪恢复着身体。放心吧，来日方长，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楚云看着自己怀里神情有些低落的骆云溪，轻声说道。骆云溪的眼里有着复杂之色，最终还是点点头。半晌之后，把骆云溪的身体恢复之后，骆云溪终于是离开了洞府。他怕自己再留下来，又要楚云来到洞府门口，目送着晴儿搀扶着骆云溪缓慢地离开了北玄峰。操，骆云溪那个家伙终于走了。楚云，现在终于轮到我了吧？骆云溪刚离开不久，一道清脆急促的声音再次从不远处传来。楚云朝着声源处望去，看到了身穿着浅黄色长裙、绝美动人的许灵英快步地朝着自己冲来。片刻间，许灵英就来到了楚云的面前，直接投入了陆晨的怀抱，贪婪地感受着楚云身上的气息。显然，许灵英是真的非常饿了。你怎么在这？楚云看着怀里手脚一点都不老实的许灵英，问道。哼，谁让你不让我和骆云溪一起的？我不就只能在外面等了？许灵英一脸幽怨的道。在外面等待的日子对许灵英来说非常的煎熬，而且他没想到此次骆云溪竟然待了这么久，实在是让许灵英焦急不已。但他又没办法，只能在外面等待着。在骆云溪离开之后，他终于是按耐不住了，恨不得现在就行了。楚云耸了耸肩，那你进来吧，反正解决许灵英也不需要多少的时间，又能得到不少的原石，楚云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了。这次我要战10天。憋了一肚子火的许灵英信心满满的道。希望你待会也能这么有自信吧。楚云瞥了许灵英一眼，接着淡淡的说道。他的实力可是今非昔比了，之前许灵英都战斗不了这么久，更不用说现在了。哼哼，放马过来吧，别小看我。许灵英轻哼道。我现在很生气，可别小看我生气之后的战斗力。楚云没有再多说什么，收下原石之后，立马开始镇压许灵英。不要了，楚云求你了，放过我吧，我要死了。2日之后，许灵英眼泪汪汪地对楚云道，脸上再没有了任何的自傲，有的是深深的恐惧。楚云的实力实在是出乎了他的预料，扛不住，一点都扛不住，差点就死了。结束了的话，那就走吧，我也该离开玄天圣地了。楚云耸了耸肩，接着对许灵英道。啊，你要走了？楚云。听到楚云的话，许灵英呆若木鸡，整个人僵在了原地。楚云，你不能走，你走了我找谁玩啊？求你了，留下来吧，你不是骆云溪的夫君吗？你怎么能离开他呢？知道楚云要离开之后，许灵英也顾不得自己讨厌骆云溪，把骆云溪搬了出来，想要楚云留下。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而且我终究不是玄天圣地的弟子。楚云缓缓的道，显然是不可能因为许灵英的话改变自己的主意的。好吧，我知道了。许灵英紧紧地抱住了楚云，不舍得道。那我们继续吧。片刻之后，许灵英接着咬牙道。可是你还能坚持吗？楚云看着前方的许灵英，眉头一挑，说道。许灵英的实力远逊于骆云溪，能坚持2日已经是相当难得了。我可以的，你别把我当然。许灵英深吸了口气，接着沉声说道。行吧，这可是你说的。楚云微笑道。等等，我先吃点药。许灵英对楚云说道。说完，许灵英从自己的空间戒指取出了一颗神奇的蓝色丹药，直接吞了下去。吃完丹药之后，许灵英5日之后，许灵英彻底的燃尽了。2人约定好以后有机会还可以找楚云之后，许灵英终于是沉沉的睡了下去，恢复着自己的身体。安顿好了许灵英之后，楚云前往了圣玄峰寻找许明杰。离开之前，楚云打算让这个舔狗修2代再给自己爆点原石，增加自己的原石储备。没多久，楚云来到了圣玄峰的许明杰的住处。楚云，你找我有什么事？宫殿里，许明杰看着踏入宫殿的楚云，皱眉问道。这个楚云刚不久把圣女殿下搞成了那个模样，许明杰不想看到楚云。你不是一直想要我离开云溪吗？你给我原石，我就离开玄天圣地，给云溪一个清静。楚云开门见山，直接说道。从许灵英的口中，楚云已经知道了许明杰的奇葩想法。既然如此，楚云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再收获一笔的机会了。毕竟进入天神境之后，突破所需要的原石更是达到了一个夸张的地步，每一笔楚云都不想浪费。给圣女殿下一个清静。许明杰闻言，眼睛一亮，此话当真？楚云的话让许明杰激动不已。骆云溪时常被楚云欺负，让许明杰的心里痛苦扭曲无比。想到楚云可以离开玄天圣地，许明杰的心里就激动不已，恨不得现在就让楚云离开。当然，我可有骗过你。楚云眉头一挑，
接着缓缓地说道。听到楚云的话，许明杰默然。虽然他很讨厌楚云，但是楚云收下东西之后是真办事。虽然结果和自己预料的有一定偏差，但是楚云确实说到做到行。你要多少原石？想到这，许明杰没有再犹豫，接着问道。不多，只要50万金原石。楚云沉吟片刻，接着说道。从许灵英的口中，楚云知道了前2天许明杰收获了一大笔的原石，这50万金原石许明杰可以拿出来。什么？50万金原石？你怎么不去抢？听到楚云的话，许明杰顿时有些傻眼了。这50万金原石完全出乎了预料。虽然他不在乎原石，但是这不是一笔小数目。既然你不愿意的话，那我就继续留在玄天圣地吧。楚云眉头一挑，对前方的许明杰道。说完，楚云直接转身离去，似乎不想再与许明杰攀谈。等等，50万就50万，为了圣女殿下的幸福，我愿意。许明杰连忙喊住了楚云。他做梦都想楚云离开玄天圣地，如今他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楚云心里一喜，知兄莫若妹，林英说的果然不错，只要按照林英的法子，就能从许明杰这里搞到原石。不过我原石没有多少了，换成神元行不行？我给你50斤神元。许明杰查看了一番自己的空间戒指，发现自己只剩下了神元，接着对楚云道：没问题，神元就神元吧。楚云眼睛一亮，接着说道：神元蕴含的天地精华比原石多了，而且比原石的天地精华更加精纯。1斤神元相当于1万斤原石，这还是有价无市，很少有人会拿神元换取原石。如今这个许明杰的话真是给了楚云的意外惊喜。不过我还有一个要求。许明杰没有立刻拿出神元，接着对楚云道：你说。看着神元的面子上，楚云不介意许明杰多说点。收下神元之后，马上离开玄天圣地，不能逗留。许明杰接着义正言辞的道：行。楚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许明杰。见楚云答应了之后，许明杰立马从自己的空间戒指取了50斤的神元，交给了楚云。楚云也没有食言，收下神元之后，立马离开了玄天圣地。哼，楚云啊楚云，你真是目光太短浅了，为了一点原石就离开圣女殿下，离开玄天圣地。看着离去的楚云，许明杰冷哼道，看向楚云的眼里满是鄙夷之色。圣女殿下，你终于可以安心修行，没有人欺负你了。接着许明杰看向了圣女峰所在的方向，舒心无比的到玄天圣地外面高空之上，一艘非洲正在朝着远处疾驰而去。主人，那个玄灵古树在中域的目光妖灵。非洲上，梦魇兽对旁边俊逸出尘的楚云说道。现在小黑正在目光妖灵守护那个玄灵古树，有不少的人都盯上了那个玄灵古树。虽然我和小黑斩杀了不少的家伙，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在暗中伺机而动。有其他人盯上了吗？楚云的眼里闪烁着幽光。不过楚云也不意外，玄灵古树是极为古老的灵树，它不仅有着玄灵玉髓这等顶级的炼体神液，它的树干坚硬无比，可以用来炼器，树叶也蕴含着玄妙的力量，能用来炼丹，是炼制圣元丹的极品材料之一。可以说玄灵古树全身都是宝，有其他修士盯上再正常不过了。那我们快点过去吧。楚云接着道。玄灵古树的其他东西楚云并不在意，他最看重的还是玄灵玉髓，那是顶级的炼体神液。楚云的神象阵玉境已经到了9万巨象的境界，若是有玄灵玉髓的帮助，可以让楚云冲击肉身成圣的境界，到时候楚云的实力会发生质变。是，主人。梦魇兽恭敬的道。接着梦魇兽驾驶着非洲朝着目光妖灵疾驰而去，楚云则是进入了非洲的房间之中，吸收着原石，提升着自身的修为。在玄天圣地的这些时间，楚云收获了不少的原石，尤其是许灵英和许明杰2人获取的。现在楚云的身上还有20万斤的原石没有消耗完，更不用说还有50斤的神元，这些原石和神元都能提升楚云的实力。只是楚云和梦魇兽没注意到的是，在非洲的身后不远处有着一道人影正在尾随。人影虽然距离非洲并不远，但是人影的身上似乎有着玄妙的力量，遮蔽了其一切的气息波动，让楚云等人无法察觉。几个时辰之后，天武界中域目光妖灵。目光妖灵是中域一个颇为有名的山灵，这里是妖族和人族疆域的交界处，一边是万妖山脉，目光妖灵的另一侧是人族的顶尖学府关玄书院。目光妖灵四处都充斥着狂暴的灵力，还有着不少的天才地宝，所以也有不少的人族修士会在这边历练寻找机缘。关玄书院的弟子们也很喜欢来目光妖灵历练，甚至他们有时候的一些学府考核就是在目光妖灵进行的。轰！目光妖灵，一处草木茂盛的山林之中，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正在与诸多的妖兽激斗着。青年虽然只是真神境，但是
他的周身有着金色的神光和蓝紫色的电光交织，散发着恐怖无比的气息。周围的大量天神境的妖兽完全不是青年的对手，反而被青年狂暴的力量轰成了血肉残渣，到处都充斥着滔天的气血之力，血腥无比。1刻钟之后，周围的天神境妖兽尽数被青年的霸道力量轰杀，原本风景秀丽的山林宛如绞肉机战场一般。不错，叶凡，你的肉身果然强大，不愧是荒古圣体，肉身无双。不远处，一个身穿着白色仙裙、飘飘欲仙的绝美女子，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山林里沐浴着无数鲜血的青年，轻声说道。女子肌肤白皙，身材窈窕，周身流转着无数的道韵，仿佛身合大道一般。肉身小道耳，修为才是一切的根基。叶凡收敛了自己的气息，脸上没有丝毫的骄傲之色。那可不是小道，你的肉身已经快达到肉身成圣的地步了吧？等你肉身成圣，哪怕只是真神境的修为，凭借着霸道的荒古圣体，也能够碾压那些普通的圣者。瑶池仙子看着前方身上流转着金色流光的叶凡，轻声说道。可惜还差不少。叶凡点点头，不卑不亢地说道。无妨，这个目光妖灵一棵玄灵古树，借助着玄灵古树玄灵玉髓的帮助，你应该可以达到肉身成圣的境界。瑶池仙子眼里闪烁着大道之力，缓缓的道。希望一切顺利吧。那棵玄灵古树有着圣境大妖守护，凭我现在的手段，只怕很难得手。叶凡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浊气，他自然也是听说了目光妖灵玄灵古树的事情，只是他也听说了有圣境神兽守护，有不少的人族圣者和圣境大妖都被那个圣境神兽斩杀，不知道有多少强者喋血。叶凡并没有太大的把握。这不是还有我吗？瑶池仙子笑晏晏地说道。我会帮你的。多谢瑶池仙子。听到瑶池仙子愿意施以援手，叶凡的眼睛一亮，连忙感激道。瑶池仙子是瑶池圣地的圣女，不久之前进入了瑶池修行，修为大涨，已经进入了圣者境，有瑶池仙子的帮助，叶凡有很大的把握获玄灵玉髓。瑶池仙子，我冒昧问一下，为什么要帮我？不一会，叶凡似乎想到了什么，接着说道。他是荒古圣体不假，未来有着无限的潜力，但是瑶池仙子同样是顶尖的先天道胎，未来同样有着角逐地道绝巅的把握，而且他是瑶池圣地的嫡系核心，有着瑶池圣地的全力支持，犯不着帮自己一起对抗圣境神兽。毕竟玄灵古树有不少的强者盯着，就算瑶池仙子能对抗圣境神兽，但是后续也要面对其他的威胁。你猜？瑶池仙子没有回答，而是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前方的叶凡。看着眼前的绝色丽人，叶凡的心脏砰砰直跳。不得不说，瑶池仙子的魅力当真是惊人无比，其有着先天道胎，身上更是有着玄妙的大道气息，让人感觉神圣无比，不敢亵渎。叶凡想到了之前瑶池仙子在别的地方也帮了自己不少，难道是因为想要先天圣体道胎吗？叶凡有些犹豫地说道。噗嗤，瑶池仙子闻言浅浅一笑。当然不是，先天圣体道胎虽然绝世无双，有着无限的潜力，但是我始终认为唯有自己掌握的力量才是真理。浅笑之后，瑶池仙子接着脸色肃然，声音坚定地说道。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和你生什么先天圣体道胎，以前不会，以后也不会。看着眼前坚定无比的瑶池仙子，叶凡神情有些恍惚，心里有些复杂。他没想到瑶池现在向道之心这般坚定，丝毫不输自己，同时他的心里也有一些不舒服。之前不知道有多少天之娇女、名门贵女因为其连续打破圣体枷锁，对其有好感，但是瑶池仙子明明是先天道胎，是最适合荒古圣体的道侣，但她却对自己没有任何的想法，这实在是让叶凡有些挫败。抱歉，瑶池仙子，是我梦忘了。叶凡也是道心坚定之人，很快就压下了心中的情绪，接着道。那是因为什么呢？受人所托。瑶池仙子接着回答道，声音轻柔无比，让人如沐春风。受人所托，不知道瑶池仙子能否告知是什么人？叶凡的心里满是疑惑，接着追问道。叶凡，有些事情现在我不能告诉你，不过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不管是任何时候。瑶池仙子沉吟片刻，接着道，你可以永远相信我。听到瑶池仙子的话，叶凡没有再过多的询问，只是瑶池仙子的话让叶凡心里又多了几分底气。行，事不宜迟，那我们现在去玄灵古树那里吧。叶凡接着对前方的瑶池仙子道。瑶池仙子点点头，没有拒绝，两人迅速地朝着目光妖灵玄灵古树的所在疾驰而去。越是靠近目光妖灵的深处，灵力便越发狂暴，里面的强者以及大妖也越来越多，不少的地方都在为争夺天材地宝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叶凡和瑶池仙子两人遇到了不少的强者和大妖，但是在两人的强大势力下，
被强势的击败了。几个时辰之后，两人抵达了目光妖灵的深处山林。这里有着异常磅礴的狂暴灵力，还有滔天的气血之力在四周翻涌，随处都可见修士和妖兽的尸体，宛如一个修罗场一般。在山林的中央，一棵高大、散发着璀璨灵光的古树正在山林中央矗立。古树的旁边，一头通体金黄、长着双翅、形如鹏鸟的神兽长啸一声，磅礴的音浪朝着四周荡起。砰砰砰！在古树的前方，诸多妖兽正在和人族修士进行着激烈无比的战斗。恐怖的碰撞声和撕裂声此起彼伏，让人头皮发麻，心生畏惧。这些人族修士中有顶级强者，还有乾隆榜超级天骄，他们一边和诸多的妖兽对抗着，一边看向了中央的古树，眼里满是渴望之色。竟然这么多人争夺这个玄灵古树！叶凡看到古树面前的激烈战斗，瞳孔一缩，感受到了一股沉甸甸的压力。当然，玄灵古树可是顶级的天地灵树，有着诸多的妙用，价值极为的珍贵。若不是这里毗邻着万妖山脉，只怕那些顶级的圣道王者都会前来争夺。现在只是一些顶尖天神和圣人争夺，已经是非常理想的情况了。瑶池圣女看着前方的激烈战斗，接着轻声道。叶凡闻言点了点头。这个目光妖灵的位置过于微妙敏感，若是有太强的修士进入其中，会引起顶级大妖的注意，很有可能引发人族和妖族的大战。所以这片目光妖灵，人族的顶级强者是不可随意靠近的。那是鲲鹏，竟然是太古神兽鲲鹏。这个时候，叶凡看到了古树旁边散发着恐怖威压气息的神兽，惊呼道。瑶池圣女也是一脸的忌惮之色。鲲鹏是太古神兽，有着非常强大的潜力。虽然眼前的鲲鹏只是圣兽，但是其强大的肉身力量和无敌的速度，足以轻易击溃任何人族境的圣者。只是那个鲲鹏气息有些紊乱，身上还有一道道狰狞的伤口，似乎受了不少的伤势，正在休养。要是能把这个鲲鹏收服……叶凡看着古树旁边的鲲鹏，心脏砰砰直跳。他曾经机缘巧合得到了上古神符、御兽神符，可以辅助掌控妖兽，只是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妖兽，所以那个御兽神符一直闲置着。现在看到这个太古神兽，叶凡的心里顿时活络起来。你们两个想要争夺古树，就赶紧一起上把这些畜生解决了。就在叶凡和瑶池仙子观看着前不远处的鲲鹏时，战场之中一位身材魁梧的大汉沉声说道，目光锐利地看着叶凡和瑶池圣女。就是想要坐收渔翁之利想得美，要么来战斗，要么自断一臂，然后有多远滚多远。另一位顶尖的强者同样是双目猩红的道，身上的灵机一浪又一浪地朝着周围的妖兽冲击而去。叶凡和瑶池圣女两人眉头微皱，此时的两人也明白了，为什么在靠近这里的时候能看到不少的断臂修士离去。叶凡本来以为是战斗斩断的，现在看来他们是不想加入战斗，被这些杀红了眼的人族强者逼得不得不自断手臂离去。我们加入战斗。叶凡和瑶池圣女两人思索了片刻，就立马下了决定。两人很快地加入了战斗之中，一起对抗着那些强大的妖兽。好，只是两人刚刚加入了战斗，古树身边的鲲鹏再次长啸一声，接着在古树的深处再次窜出了几头恐怖的妖兽，加入了战斗之中。又几头妖兽加入之后，原本打破平衡的战局再次平衡了起来。操，这个鲲鹏到底奴役了多少的妖兽？又来！这时候，那位魁梧大汉的脸色扭曲，发出了尖锐的怒吼声。其他的人族强者也是脸色难看，身躯不断的颤抖。这位大哥什么意思啊？听到那位魁梧大汉的话，叶凡的心里隐隐感觉到有些不安，接着问道，小兄弟，你是不知道这个鲲鹏简直太恶心了。旁边一位天神境的强者咬牙道，一开始鲲鹏只是驱动了5只妖兽保护古树，我们一开始人也不多，虽然无法碾压这些妖兽，但是我们彼此配合更精妙，总能彻底解决的。只是后续每当我们要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鲲鹏总会驱动更多的妖兽加入战场，这已经是鲲鹏的第8次召唤了。那位天神境强者憋屈无比的道，把事情告诉了叶凡和瑶池圣女。叶凡和瑶池圣女两人心里一沉，心里的不安更加浓郁了。此时他们也明白了，为何这些修士火气这么大了。我就不信这个鲲鹏还有妖兽，赶紧的，有底牌都给我轰出来，我一定要让这个鲲鹏知道我们的厉害。那位魁梧大汉怒声吼道，接着立马爆发了顶级的圣级大神通，迅猛地轰向了四周。砰！恐怖的大神通携带着狂暴无比的力量，迅速地轰杀了周围的2头顶级妖兽。吼！那2头顶级妖兽被轰杀之后，不远处的鲲鹏再次咆哮一声，再次召唤了2头顶级妖兽，再次加入了战斗之中。操，真TM恶心，又来！魁梧大汉看着再次出现的2头顶级妖兽，像是吃了星号一样，脸色难看无比。瑶池仙子和叶凡两人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一丝的忌惮。这个鲲鹏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要保持这个旗鼓相当的战局？只是缺乏足够的线索，两人哪怕心中有许多疑惑，也没有解决的办法。随着两头顶级妖兽的加入，战场的局面再次平衡起来。那不是叶凡和瑶池圣女吗？他们竟然也来了。在玄灵古树不远处，被隐匿法阵包裹的一棵大树下，楚云看着玄灵古树周围的战场，眼里满是惊异之色。主人，那个叶凡修炼了一门顶尖的炼体功法，看来也是想要冲击肉身成圣的境界。在楚云的旁边，梦魇兽的眼里闪烁着深邃的流光，轻声道。楚云看向了叶凡，发现了叶凡的肉身强大无比，还有着丝丝缕缕的蓝紫色电光闪烁。算了，不管他，继续收集气血之力。不过让小黑再搞几头妖兽来去对付叶凡，他的荒古圣体气血之力说不定更有效果，可以更快的让血域魔铠蜕变。楚云思索了片刻，接着对梦魇兽道：是，主人。梦魇兽恭敬的道，接着立马去传达楚云的命令。不一会，在战场之中再次多出了几头顶级的妖兽，这些妖兽的目标直指着叶凡，让叶凡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快了，就快了，血域魔铠很快就能蜕变成圣兵了。楚云没有理会前方的战场，而是看向了旁边散发着恐怖气血之力的狰狞铠甲。这个铠甲正是血域魔铠。原来楚云在几个时辰之前就抵达了玄灵古树，这里的诸多气血之力让血域魔铠有了蜕变再次进化的趋势。于是楚云就策划了这个战局平衡的战场，让整个战场源源不断的产生庞大的气血之力，好让血域魔铠进化恢复。经过了大量气血之力的摄入，血域魔铠已经达到了极品天神兵的地步，正在朝着圣兵进化。不过圣兵的蜕变需要海量的气血之力，尤其是血域魔铠这种强大的血神族神兵。荒古圣体的气血之力果然效果更好。不一会，楚云发现当叶凡的金色气血之力被摄入了血域魔铠之后，血域魔铠的蜕变速度变得更快。而且随着叶凡金色气血之力的摄入，在血域魔铠的铠甲上多了一丝丝金色的鳞线，散发着更加可怕的力量。轰！半个时辰之后，血域魔铠的气息攀升到了极限，恐怖的狰狞圣威霸道的汹涌而出。蜕变成功了，血域魔铠成功的达到了圣兵的境界。看到血域魔铠身上的强大气息，楚云的眼睛一亮。臭小子，原来幕后之人是你！我说一个鲲鹏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手段？原来是你在搞鬼！这时候一阵低沉的咆哮声响起，不远处战场之中的魁梧大汉目光森然地看着楚云所在的区域，脸上满是冰冷的杀意。原来是血域魔铠进阶成圣兵的强大圣威把周围的隐匿法阵破坏了，让楚云的行踪暴露了。其他的强者们也是发现了楚云，目光凶狠地盯着楚云。楚云旁边的血域魔铠也吸引了不少强者的注意，不少的人已经开始盘算要把楚云解决，然后夺取这个血域魔铠了。是楚云，竟然是他！此时不远处的叶凡和瑶池圣女两人也是心里一惊，他们没想到幕后策划这一切的竟然是楚云。在鲲鹏不断的召唤妖兽的时候，众多修士们心中便感觉到了，这幕后肯定有修士在策划这一切。众人都暗自用手段探查着，但是一直没有任何的收获，并没有找到楚云的行踪。没想到楚云就隐藏在玄灵古树的不远处，实在是出乎了他们的预料。叶凡和瑶池圣女两人看向楚云的眼里同样满是怒火，尤其是叶凡，楚云新耗了他的姐姐，还把苏妹儿也狠狠欺负了。虽然这间接帮助叶凡挣脱了圣体枷锁，但是叶凡的心中对楚云积蓄的仇恨也达到了非常深的地步。至于瑶池圣女，之前在原初古矿之中，楚云强势斩杀了他们瑶池圣地的弟子，让瑶池圣女回去之后也受到了不少的惩罚。区区一个天神境的家伙，竟然敢设计我们，看来有必要让你看看何为圣人不可辱了。魁梧大汉冷声道，看向楚云的眼神满是嗜血之色。其他的强者们也是灵力狂涌，眼里充斥着凶光。吼！只是这时候不远处的鲲鹏突然再次大吼一声，接着在古树的深处再次出现了7、8头顶尖的妖兽，这些妖兽之中还有2头圣境的大妖，散发着极为可怕的威压。看到再次出现的7、8头顶级妖兽和2头圣境大妖，魁梧大汉等人脸都绿了。误会啊！魁梧大汉脸都绿了，眼里充斥着深深的恐惧。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鲲鹏还能召唤这么多的顶级妖兽。其他的顶级强者也是头皮发麻，一个个脸色煞白，被再次出现的妖兽吓呆了。这不是误会，既然血域魔铠已经蜕变，那你们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了。楚云看着不远处的众人，淡淡的道：之前策划这个战场是因为血域魔铠的进阶圣兵需要充满战意的气血之力，晋升圣兵之后，这些普通修士的气血之力效果就小了许多。
楚云自然是不想浪费时间了。轰！紧接着，诸多的顶级妖兽携带着恐怖无比的妖力，迅猛地冲杀了上去。有了更多妖兽的加入，原本平衡的战场顿时陷入了一面倒的局势。诸多的人族修士在强大妖兽的肆虐下，化成了血肉碎片。有的修士想要逃，但是根本无路可逃。鲲鹏在古树旁边虎视眈眈，任何想要逃跑的修士都被鲲鹏瞬间抹杀。瑶池圣女和叶凡两人同样是感觉到了强大的压力。两人虽然是顶级天骄，但是毕竟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盖世强者，在诸多妖兽的围杀之下，也没有太多的办法。不过他们的保命手段似乎有不少，现在还没有生命危险。我们都是人族修士，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可恶啊，你好狠！臭小子，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给我等着！我爹是巨象圣宗的长老，你敢杀我，你会后悔的。陷入了绝境的诸多修士发出了疯狂的绝望咆哮声，只是楚云根本不理会他们的哀嚎，让诸多的妖兽疯狂地屠戮着这些人族修士。在碾压性的妖兽数量冲击下，诸多的人族修士们一个个心里只有恐惧和绝望，再没有了之前的战意，他们散发的气血之力也更多的是恐惧绝望。只是楚云也不在意，蚊子再小也是肉，这些家伙的气血之力也能给血域魔铠一些提升。很快，半刻钟过去，战场上的诸多修士被杀得七七八八，只有叶凡和瑶池圣女两人在苦苦的支撑。楚云有种的就一对一单挑，躲在妖兽的背后算什么本事？叶凡被诸多妖兽狠狠压制，怒吼道，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愤怒。之前叶凡两度想要找楚云的麻烦，但是都被洛云熙狠狠地暴揍了一顿，现在好不容易又有一个合适的机会，没想到又有这么多的妖兽帮楚云。叶凡觉得他明明有绝对的实力碾压楚云，却老是因为这些外在的因素让他无法报仇，实在是让叶凡太过憋屈了。他非常想要一个和叶凡一对一的机会。丁，检测到宿主当前经历，触发神级选择。选择一，答应叶凡的请求，和叶凡一对一单挑，奖励9秘之一者自灭。选择二，拒绝叶凡的请求，继续用妖兽狠狠压制叶凡，奖励道家9秘之一兵自灭者自灭。道家9秘之一，治疗恢复类的盖世秘术，无论何种伤势都能迅速复原兵自灭。道家9秘之一，掌控兵器的盖世秘术，可以隔空夺取敌人兵器，发挥兵器的极限潜能。就在这时候，楚云的闹海中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楚云的眼睛一亮，触发选择了，又是9秘者自灭和行自灭。完成这个选择，我就有4道9秘了。楚云，你到底敢不敢和我单挑？此时不远处的叶凡再次疯狂地咆哮道，声音如同暴风一般。呵呵，傻逼，我为什么要跟你单挑？小黑，上，让这个圣体知道你的厉害。楚云回过神，冷笑道，眼里满是讥讽之色。既然两个选择都差不多，楚云自然是不会以身犯险了，毕竟现在优势在我，何必单挑？吼！不远处的鲲鹏听到楚云的话，怒吼一声，携带着无穷的圣威，直接冲向了叶凡。轰！看到直接冲了上来的鲲鹏，叶凡尽管心中非常憋屈，但是也不得不迎战鲲鹏。叶凡把自己的荒古圣体力量和雷霆炼体诀的力量和催动到了极致，同时叶凡还催动了一道强大的宝物，一个大钟虚影在叶凡的身上护持着叶凡。只是小黑蕴含的力量何其可怕，一爪子打在了叶凡的身上。砰！顿时一阵猛烈的碰撞声响起，叶凡身上的大钟虚影被瞬间击溃，锋利的爪子直接击溃了叶凡的肉身，把叶凡轰飞。叶凡鲜血横流，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强，鲲鹏实在太强了，哪怕有着顶级神物护体，也瞬间被击溃，叶凡根本没有任何的操作空间。叶凡接着看向了前方释放着无敌圣威的鲲鹏，心底泛起无尽的恐惧。不行，不能留在这里，不然我危矣，而且这未尝不是一个机会。突然叶凡的心里想到，叶凡，你没事？不远处的瑶池圣女看到了叶凡的惨状，连忙担忧地问道，瑶池仙子，这里太危险了，我先去搬救兵，你坚持一下，我一定会来救你的。只是瑶池圣女的话没说完，耳畔便响起了叶凡的急促声音，哗哗哗。接着叶凡捏碎了手中的一个玄妙的古符，一道强大无比的力量瞬间笼罩了叶凡，这道力量带着叶凡扭曲了这里的空间，直接消失在了山林之中。叶凡跑了。看着消失在眼前的叶凡，瑶池圣女微愣了愣，眼里闪过一阵失望。眼前的局面虽然有些糟糕，但是在瑶池圣女看来还是有着不小的机会的，毕竟她可是瑶池圣地的圣女，还是有不少底牌的。眼下的情况还远远不到要逃跑的地步。叶凡的逃跑实在是让瑶池圣女没有反应过来，
他的心中做了很多的筹划，想要帮助叶凡夺得玄灵古树，但没想到叶凡直接跑了，这打乱了瑶池圣女的一切计划，也让瑶池圣女对叶凡第一次产生了动摇。或许这个叶凡并不是值得不远处的楚云也是眉头一挑，显然同样是没想到叶凡会直接跑路。楚云也没有打算直接下死手的，毕竟叶凡也是有好几个绝巅大圣境界护道者，现在还不是可以直接解决叶凡的时机。叮，恭喜宿主完成选择，获得冰字秘。就在这时候，系统提示楚云已经完成了选择。不错，虽然跑了，但是选择还是完成了，获得了冰字秘，加上之前的行字秘、接字秘还有斗字秘，现在九秘我已经得到其4了。传言九秘集结之后堪比仙术，楚云已经开始期待九秘聚集之后了。毕竟他现在已经有了4道，距离九秘集齐也不是遥不可及。既然叶凡跑了，就把这个瑶池圣女抓起来。楚云压下了自己心中的思绪，接着淡淡的说道：叶凡跑了，这个瑶池圣女可没有跑。楚云的心里还有一丝的疑惑，叶凡的那个古符极为的强大，是地族江家的手笔，若是叶凡愿意冒险一下，未尝不可以把瑶池圣女一起带走。但是叶凡却偏偏没有尝试，难道是被鲲鹏下跑胆了？楚云的心里暗自猜测着，不过楚云也没有多想，先把这个瑶池圣女抓住再说。在楚云下达了命令之后，诸多的妖兽和小黑齐齐冲向了瑶池圣女，以绝对的力量压制，想要抓住瑶池圣女。不好，现在叶凡跑了，我的那些底牌根本没有足够的时机施展。看到周围的诸多恐怖妖兽，瑶池圣女头皮发麻。这种局面她确实有不少的手段可以应对，只是她的那些手段都需要旁人暂时顶住，给她创造反击的空间。本来叶凡若是留下的话，他还可以施展逆转一切的手段，但可惜叶凡已经跑了，他现在一个人独自面对着这么多的妖兽，根本没有办法应对现在的情况。哗哗哗，短短的几个呼吸之后，在诸多凶兽的围杀之下，瑶池圣女没有太多的反制机会，终究还是被击溃了。梦魇兽使用了强大的梦魇锁链，直接把瑶池圣女抓捕锁住。楚云，你别得意，叶凡会带人来救我的。被抓住之后，瑶池圣女接着咬牙道，高傲精致的脸上满是冰冷之色。哦，是吗？楚云轻轻地瞥了瑶池圣女一眼，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看向了旁边的玄灵古树。既然现在一切已经尘埃落定，楚云打算先借助玄灵玉髓的力量提升自己的神象镇狱境，冲击肉身成圣的境界。毕竟自身的实力才是一切的底气。你们看住这个家伙，我借助这个玄灵玉髓修炼一下。楚云接着对鲲鹏和梦魇兽说道：没问题，主人，交给我吧，有我在这个家伙休想跑。梦魇兽自信无比的道。虽然他的实力一般，但是各种旁门左道的手段可不少。瑶池圣女被梦魇兽的力量完全限制了，根本没有逃脱的机会。一旁的鲲鹏也怒吼了一声，示意有自己守护没有问题的。楚云，你杀我瑶池圣地的弟子，如今又抓了我，你确定要把我们瑶池圣地得罪死吗？被镇压的瑶池圣女看着即将收取玄灵古树玄灵玉髓的楚云，接着咬牙道，眼里满是愤怒之色。她身为瑶池圣地的圣女，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被别人俘虏，还是一个黄泉魔宗的魔道修士，让她的修道生涯沾上了一个污点。这对于一向自诩为圣洁无比的瑶池圣女是有些无法接受的，所以她想要威胁楚云，让楚云放过她。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刚准备吸收玄灵玉髓的楚云被瑶池圣女的话吸引，眼里闪过了一丝烦躁之色。他没想到现在这个瑶池圣女还敢这么嘴硬，你识相的就快点放了我，这样你还有机会。瑶池圣女接着咬牙道，目光直勾勾地看楚云，丝毫没有被俘虏的恐惧，有的依旧是绝对的高傲。好，你这个小妞成功的引起我的怒火了。楚云冷冷的道，转身目光扫视着前方被束缚的瑶池圣女。此时的瑶池圣女刚刚经历一场苦战，香汗淋漓，身上的衣裙不少地方都出现了破损，显露的些许肌肤极为的诱人。再加上瑶池圣女那绝美的容貌以及清冷傲然的神色，更是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吸引力，想让人狠狠征服。原本楚云还想先肉身成圣，再把处理这个瑶池圣女的，但是他的嘴实在太硬了，楚云已经不想再等了。你想干什么？瑶池圣女看到眼里透露着凶光的楚云，心里顿感不妙，开始慌乱起来。干什么？当然是星号你。楚云冷笑一声，直接把瑶池圣女搂进了怀里。